秦大哥，不，你不可以这样。秦修只觉意识恍惚，耳边带着哭喊声将他唤醒。他揉着脑袋环顾四周，在他身边，一位娇美的女子正瑟瑟发抖，蜷缩在一角。她琼鼻阴唇，青丝如瀑，绝美的五官在粉黛淡妆下更令人沉醉。白皙的脸颊此刻满是鬓红，眼眸中带着惊惧。秦修定了定神，满脸错愕。霓裳，身侧的佳人名为云霓裳，是他未婚妻的一个族妹。秦修绝不是斯文败类，但此刻却莫名的觉得火气难压，尤其是云霓裳那楚楚可怜的模样不对劲，非常的不对劲。秦修咬牙极力克制自己，想跳下床，却发现自己浑身酥软无力。他死守最后的理智，迷离间四目相对，秦修再也忍不住了。良久之后，床褥上一抹嫣红刺目，云霓裳俏脸还残留着红晕，两行清泪顿时漫过他眼角。秦修，你无耻混蛋，你怎么可以对我做这样的事？你怎么对得起我族姐？云霓裳泣不成声，更羞愤的是自己怎么没有反抗，自己也对不起族姐。明明下个月就是族姐和他的婚约之日了。火气退却后，秦修看着泣不成声的家人，论容颜论身材，比自己的未婚妻还要美艳，那如江南烟雨的温婉气质更惹人怜惜。他一边伸手去抚凌乱的秀发，满心愧疚。自己的父亲本是灵虚城云家的门客，据说是带着幼年的他云游至此，恰巧救了云家家主一命。也就是那时候，他和云家大小姐定下了娃娃亲。可7年前，父亲神秘失踪，并且离开的极其匆忙，连一句道别都没有留下。一年年过去，得不到父亲的消息，自己在云家也逐渐不受待见。秦修摇了摇头，顾不得回忆和愧疚。仔细想想，这件事似乎处处透着蹊跷。霓裳，我们好像被人下药了。此话一出，云霓裳好不容易止住的身子又不由发抖。下药？是谁？云霓裳脸红到极致，身子用力裹紧在被子里，只将白皙的脖子和脸蛋露出来。虽然很是羞愤，但这么多年他对秦修的为人十分信任，绝不会做出如此乱来的事。再退一万步讲，就算秦修是，但自己又怎么可能非但不反抗，还会？秦修眉头紧蹙。正当他思索不定时，房门竟被猛然推开。啊，秦修，你们在干什么？你个混蛋，竟然敢玷污霓裳！只见来人明眸皓齿，朱唇似火，脸颊却雪白精致，五官美如玉瓷，修身的长裙将娇躯勾勒得凹凸有致，眼神中却满是嫌弃厌恶。族姐，不是你想的那样。云霓裳羞到语无伦次，她想要站起来解释，却因身体上的伤势又坐了回去。她又想把头埋起来躲避云雪容的目光，但慌乱之下竟将小脸蛋扑向秦修。秦修，你和我有婚约在身，却对你常行禽兽之事。云雪容的尖叫顿时惊动云府上下，很快云雪容的母亲高婉华就领着一众族人赶来秦修。霓裳，姐妹俩的父亲不在，云府现在由她全权掌管。高婉华面色阴郁如暴风雨前的天空，怒喝道：秦修，你这孽畜怎敢行此等禽兽之举？娘！云雪容娇羞愤怒，小脚连连跺地。此事若传扬出去，她不要脸面也就罢了，我还要在这世间立足呢。秦修突然意识到一丝不对，这来的也太巧了。霓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上，而他偏偏就在此刻闯了进来。他猛地抬头，目光如炬地盯向云雪容。难道这一切都是你？云雪容的脸色瞬间闪过一抹难以察觉的慌乱，而高婉华的更是怒不可遏，打断道：秦修，你个废物，这么多年没法修行，配不上我女儿也就算了，如今更是做出这等丑事。秦修咬牙，他不是不能修行，只是年幼时父亲在他丹田内藏下了一枚种子，父亲说这是一枚神种，需要用丹田来酝养，等他18岁时方可绽放神迹，那也将会是他一飞冲天之时。这些年云家给了你多少天才地宝？高婉华怒斥不断，那么多资源给一条狗都能修炼了，到你身上却连一丝灵气都修炼不出来。秦修拳锋紧握，那些资源明明就是他父亲用命赚取的，哪里是云家给的？再者，他吞服那些天才地宝都是在酝养神种。再看看我女儿，觉醒水曜灵体，就连玄天宗的大长老都来亲自收徒。现在你和他，一个是天上的凤，一个是路边的狗，你怎么有脸对不起他的？一众云家族人亦是满腔愤慨。没错，我云家就算养条狗，也还知道看门摇尾巴，养了你，却让你玷污二小姐。早知道你是这样禽兽不如的垃圾，那些灵药喂狗也不给你。提到自己的水曜灵体，云雪容又高傲地扬起下巴。秦修，我现在真想一剑杀了你。云家族人挥拳怒吼。没错，就该杀了他，悔婚背信，玷污二小姐，应该把他千刀万剐。高婉华将一切看在眼里，嘴角勾起抹得意，
语气却痛心疾首。诸位，虽然按族规当将他凌迟处死，但他父亲毕竟于家主有救命之恩，我云家不能不忍。高婉华眼神一狠，但就这么放了他，我云家颜面何在？这样吧，将你父亲留下的那些东西交出来，并给跪下给雪蓉赔礼道歉，我云家或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此话一出，秦修双眸猛战。如果刚才他还怀疑不定，但从高婉华说出这句话，他可以肯定这就是他们娘俩做的局，不光要悔婚，还要夺走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云雪蓉冷着脸鄙夷道：你瞪什么？我能给你认错道歉的机会，你都该感谢我和我娘了。再说了，那些灵宝，那些功法留在你这废物手里有用吗？秦修父亲留下的宝物，他小时候曾见过1-2件，无论是天才地宝还是功法，找遍整个灵曲城都无法比拟，甚至就算他以亲传弟子的身份到了玄天宗，也很难得到那等宝物。秦修拳锋紧握，好狠毒的陷害，甚至他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毕竟没有人会相信云雪蓉会给自己的未婚夫和族妹下药，不愧是亲娘俩，够狠够毒。秦修双眸充血，其实今天就是他18岁的生辰，今夜就是神种觉醒之时。他本来想给云雪蓉一个惊喜，可等来的却是背叛，把他污蔑成猪狗不如的禽兽，抢走他的一切，却还假装善心的饶他一命。到底谁才是恩将仇报的狗？云雪蓉，那些东西我就是喂狗也不会给你。云雪蓉眼神一寒，你还敢骂我？不知死活的东西！来人，先把他的手脚剁了。一声令下，一众云家族人争先恐后地拔出刀剑。眼见族人怒不可遏，一直缩在被窝的云霓裳突然娇喝一声：不要！他不顾一切，张开玉臂护在了秦修身前。秦大哥没有玷污我，我是自愿，我们是自愿的。云霓裳紧闭着美眸，这番话宛若抽空了他一生的勇气。秦修愕然望着挡在自己身前娇弱的他，一众云家族人闻言也无不呆立当场，瞠目结舌。我没听错吧？自愿？二小姐，你是不是被蒙骗了？您怎么可能看得上这废物？开什么玩笑？二小姐虽然修行方面不如大小姐，但也不差，甚至论相貌容颜还胜过大小姐。秦修一个不能修炼的废人，凭什么享受这等艳福？就连高婉华母女一时间都满脸惊错，显然他们也没算到云霓裳竟会豁出一世清白来保秦修。玷污是一回事，但自愿，这是传出去，他这辈子都别想抬起头来，也别想再嫁人了。求求你们放过秦修吧。云霓裳俏脸滚烫，可他现在顾不得那么多。秦修只是个凡人，他父亲留下的财富是他后半辈子的依仗，就这样被夺走再赶出云家，会是多么孤苦伶仃。云霓裳此刻也意识到了不对，族姐是拿他的身子陷害秦修，但在水曜灵体面前，他根本无力抗争，只能眼含泪水地望着云雪蓉，苦苦哀求：族姐，算我求你了，念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饶了秦修吧，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求求你。这一声声哀求让秦修的心都在颤痛，可他万万没想到，面对自己族妹潸然泪下的央求，高婉华母女依然没有半点愧疚，反而眼中闪过抹更加得意的狠毒。贱人，亏我还以为你被玷污，没想到你们是通奸。高婉华一个眼神，云雪蓉便上前抓住云霓裳的秀发，接连几个耳光毫不留情地落下。云霓裳的嘴角顿时就淌出鲜血，我让你勾搭男人，我让你不要脸。秦修怒了，给老子住手。自从父亲失踪后，云霓裳是唯一一个对自己好的人，现在又拿一世清白保护自己，怎么能看着他受到伤害？秦修犹如发疯的野兽，奋力挥拳轰向云雪蓉后脑勺。有什么事冲我来，别动他！轰！一声闷响响起，云雪蓉只是一个踉跄，在炼气6重的护体灵力面前，秦修的一拳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狗东西，找死！砰！云雪蓉回头一掌，秦修便重重摔飞出去，落地猛然吐出一大口血。一众云家族人上前将他死死踩在脚下，根本不给他起身的机会。云雪蓉一手拽着云霓裳的头发，居高临下的望着他。既是通奸，那这小贱人该如何处置？族人还在犹豫，高婉华却沉声道：按族规，当受裂骨断筋之刑。秦修的怒吼撕心裂肺，放了他！云雪蓉，你他妈还是人吗？连你自己的族妹都害！看着秦修拼命挣扎，却只能在地上蠕动，他缓缓走到面前，直到脚尖几乎抵在秦修额头。云雪蓉嘴角扬着戏谑：放了他可以，我给你几天时间好好考虑清楚，只要你拿着赔礼爬到我脚边认错，或许我能大发慈悲饶过你们，否则7天后云家刑场将他断骨裂筋。说罢又拽住云霓裳的头发，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废物，你记住，这辈子你只配仰望我，只能像狗一样给我道歉认错。
秦修眼睁睁看着云霓裳那张温婉绝美的俏脸满是血泪，却还在不断向自己摇头。那不是后悔，而是在说别管他。霓裳，霓裳。直到傍晚，两道满是伤痕的身躯才互相搀扶着回到云霓裳的小屋。秦修衣服上满是血印，云霓裳红肿的脸上还残留着血迹。秦修，听话，你找个机会逃吧。高家势大，姐姐更是有玄天宗撑腰，我们斗不过的。这一路上，秦修不知听云霓裳说了多少次让自己快走。他翻找出疗伤的草药，颤抖地擦拭着云霓裳的脸颊。霓裳，不要再说了，给云雪容认错，还只是跪下一次，但我若是真抛下你苟活，一辈子都站不起来。眼看云霓裳还要再说，秦修抬指轻抵她唇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相信我，明日醒来，没有人能再让咱们低头。秦修又找出些安神助眠的草药，为云霓裳服下后，看着她沉沉睡去，秦修才走出屋。他擦拭嘴角的血迹，才发现指尖早已结满血痂，手掌的皮肉上也全是指夹紧攥的伤口。霓裳，相信我，我不仅不会走，我还要娶你。你姐姐拿你当陷害我的工具，我就让他们母女在我娶你那天，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赔礼认错。秦修眼中泛起冷意。云雪容，还有你，这个世界凭实力说话，我认，但不代表一个水药灵体就能肆无忌惮地夺走我的一切，还让世人以为是你大发慈悲地饶了我。秦修内观丹田，只见一颗形若圆枣的漆黑异物的堵在丹田和经脉交汇处，那便是父亲赠予他的神种。过了今夜，他也将踏上修行。不只是踏上修行，秦修毫不怀疑父亲所说的神迹二字。记得小时候，眼看着云雪容踏上修行，他哭着去找父亲：爹，我不要神种，我要修行。18岁，我早就被别人落下多远了。父亲只是揉着他的脑袋，拍着胸脯保证：修儿不哭，你可知这颗神种是咱们秦家多少代才遇见的大造化？要是爹能有你小子的运气，别说等10几年，就是等80年也值。就在刚才，秦修已经感觉到神种的一丝异动，他盘膝而坐，丹田犹如土壤，承载着这枚神种的扎根。爹，小时候您便跟我说，云雪容此女非良配，碍于云叔的面子，您让我长大后自行决定。一切果然被您言中了，可霓裳却愿意为了孩儿豁出一世清白。秦修脑海中满是他被欺辱时的凄然，那一刻他便将云霓裳视作自己此生第一个女人。来吧，过了今夜，世间再没有不能修行的废人秦修。秦修闭目凝神，多年来第一次主动吞吐灵气，片刻间，神种表面闪烁的神秘纹路就微微开裂。咔嚓，在他体内只是响起嫩芽破土的轻微动静，但云府的上空却盘踞起遮天蔽日的雷云。夜幕之下，云府高婉华的屋内，二姑，您不是说要帮我把霓裳弄到手吗？怎么便宜了秦修那个废物？高阳满脸不解与愤恨，他是高婉华的亲侄子，跟在姑姑身边历练好几年了，其天赋也是相当不错，年纪轻轻就已是炼气4重巅峰，深受高婉华青睐。云府上下都知道他喜欢云霓裳，姑姑也说过会极力帮自己撮合。白天他在外边打理云家商铺，刚回来就听说秦修那个废物夺走了云霓裳的第一次。高婉华却不急不缓地抿了口茶：杨儿，姑姑这不是已经在帮你了吗？高阳愣住了，谁不知道他把云霓裳当成自己的女人，这特么叫帮自己。高婉华一眼看透了他的心思：傻小子，姑姑问你，你想娶霓裳，你姑父那关你是不是得过？何况他如果执意不嫁，就算是我也说不了什么。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他失身给秦修那个废物，你说他以后还能嫁人吗？所以别说给你当妾，就算是给你当贴身丫鬟都未必不可能。此话一出，高阳顿时两眼放光，原来如此，还是姑姑高明。他也听云府的人提起这件事的猫腻，找水药灵体的云雪容算账他肯定不敢，都怪那该死的秦修，他可是连霓裳的手都没碰过。要我说，就该直接把那废物踩在脚下，把东西抢过来。高阳愤愤咬牙，不过没关系，你秦修想呵护的女人，以后给老子当贴身丫鬟站起来蹬。高婉华笑道：我记得你马上就要突破炼气5重了，这里有些灵药，拿去争口气，不只是给姑姑长脸，你越有本事，我也才越好跟你姑父张口。高阳连连拜谢：多谢姑姑，侄儿今后一定为您鞍前马后。高阳兴冲冲地接过灵药，刚回到自己的院里，一道撕裂夜空的狂雷就吓得他浑身哆嗦，这是要变天了。可恶，要是今天就把秦修赶出去多好，真想看他跟野狗挤在一块躲雨。殊不知就在隔壁院子的秦修体内的神种已然生长出一道道根须，与他的丹田缠绕融合，每一道根须和枝叶都弥漫着刺目绝伦的神光，宛若惊动寰宇八荒。一道道雷光肆虐降临，天地间的灵气崩散倒卷，似乎绝不容这逆天之物问世。
神光却迅速凝实，化作一株灿灿生辉的小树苗，并且随着秦修的呼吸疯狂生长。轰！但就在此刻，秦修耳边响彻一道天威莫测的怒吼，在这声怒吼面前，滔天狂雷都如蚊蝇蚁鸣。混沌神术，而果然将混沌道种私藏下界。不管你是谁，敢夺无足气运，诸天万界都无你容身之地。秦修的意识顿时陷入一片模糊，灵魂几乎被生生撕碎，丹田内的3寸神术却散发出盎然生机，将他庇护。他就这样在要被天地绞杀为齑粉的痛苦中拼命支撑。撑住，一定要撑住！你常还等着我。父亲留给我的东西，也绝不能便宜了那对母女。不断的破碎，又不断涅槃。在这样的煎熬下，秦修的每一寸经脉都变得宽澈如汪洋，筋骨如洪荒凶兽般狂野，就连每一滴精血都变得赤阳精猛。狂雷肆虐，短短片刻，灵躯城内一片哭喊，所有人恐惧地望着天空，宛若天灾降世的浩劫。就连数千里外的玄天宗大阵都泛起阵阵激荡。玄天宗主将千鹤望着将天穹如抹布般撕裂的漩涡，整个人都在发颤。不可能，以我玄天宗这1亩3分地的灵秀，怎可能孕育出此等天灾？等等，如果不是天灾，那就可能是至宝或是特殊体质血脉降世的天地异象了。异象！江千鹤眼皮狂跳，他恍惚记起前不久这方向也有一次异象，这得是何等天大的造化，我玄天宗竟能遇到此等异象。江千鹤心中的激动难以按捺时，一道身影全速飞来，正是玄云宗大长老。宗主！显然大长老也察觉到了异象，可江千鹤却眼珠转得飞快，抢先开口：师兄无需多言，前不久你收了水曜灵体做弟子，这次的机缘说什么都得是我的。开玩笑，水曜灵体觉醒的异象在灵躯城虽然西河倒卷，可远在玄天宗的他们当时只察觉到一片水雾氤氲朦胧，但此刻狂雷今夜400昼，天穹如布裂星河，两者相比简直是萤火皓月，一粒皮肤见青天。你！大长老嘴角一抽，好这么玩是吧？宗主，我其实想说，水曜灵体与我这一脉的传承也不是十分契合。少废话，别逼我用宗主之令压你。两人撸起袖子就准备大打一场，殊不知遥在万里之外，皇城之巅，这里是整个大黎皇朝的都城，俯瞰万里江山，统御亿万子民。而在这强者云集的皇都，矗立着一座气派威严的学府。学府不远处就可看到尊贵而森严的皇宫，此等殊荣让整个皇朝无数少年天骄将此地视为梦寐以求的向往。一位老者正傲立当空，墨袍银发，神色矍铄，威严孤傲，气息深不可测。前些时日的水曜灵体也是这个方向，而今又来这么大动静。老者眺望天空，抬眸的目光可洞彻云霄，但饶是他也被那撕碎星空的天雷震得心惊胆战。学府一位位强者也腾空而起，院长，那好像是玄天宗的方向。诸位学府强者虽然也满目震惊，但有人略显忐忑。玄天宗在大黎皇朝当属一流势力，在谁的势力范围内出现天骄或至宝问世，就优先属于谁，这是多年来形成的默契。老者闻听此言，却顿时怒目圆瞪：放屁！我皇家学府还有栽培整个大黎皇朝俊秀之责呢。水曜灵体老夫懒得和他争也就罢了，但此等异象觉醒出的天才，他玄天宗也配？拿着老夫的令牌，现在就去，不管花多大的代价，都要把人抢过来。告诉江千鹤，要是他有意见，老夫就亲自去找他。望着老者袖中飞出的黑金令牌，一众强者站立不已。这可象征着皇家学府的至高令牌，见此令和院长亲临已无二致。要知道，皇朝最顶尖的那几位天才，包括长公主在内，为了成为院长的最终传人，这几年一直龙争虎斗。结果为了万里之外尚未谋面的某位天骄，院长这就拿出来了。几人连忙领命的同时，却并未觉得有丝毫不妥，因为此等异象，别说见过，纵观大黎皇朝上万年岁月里，都未曾出现过。与此同时，皇朝一隅，一尊月白高阁如玉柱问天，高耸入云。站于此阁之巅，星空璀璨尽收眼底，宛若伸手便可摘之。高处不胜寒，轻拂满天星。只见一女子身如月仙，薄纱遮面，露出的一双明眸闪烁着琥珀般的光彩，朱唇轻启间的呢喃玄音妙轮，又带着止不住的惊艳。此等异象，当真是灵体可孕育出的吗？身后几道身影单膝跪地，满脸惊容。阁主，您确定要亲自去吗？玄天宗恐怕……女子回眸，似天女凌晨，绝色天香，又难掩其惊世气宇。所以我更要亲自去，否则怎争得过江千鹤还有学府那老东西？他摘星阁能傲立至今，与玄天宗、皇室学府并列大黎3大势力，就是因为创立摘星阁的祖师身怀星辰灵体。灵体之间亦有强弱之分，其中的强弱之别，
甚至比人和狗的差距都要大。而星辰灵体就是大黎皇朝出现过的最强灵体，祖师灵体大成时，纵横皇朝，当世无二。那时候只有被他摘星阁拒之门外，才会转而去投奔皇室学府和玄天宗。即便是祖师觉醒时记载的，也只是群星明闪，化作一片星河萦绕不散。再看此刻的异象，竟是苍穹破碎，星河站立。此子若肯入我摘星阁，必可重现整个皇朝如新，捧我摘星阁如天上月之辉煌。想到此，女子琥珀明眸中燃起决然，此行就是拼掉他摘星阁的全部底蕴，也势在必得。良久过后，灵曲城的夜空才恢复平静，秦修缓缓睁开双眸，一双剑目中宛若藏着星河周天。他起身，筋骨传出的爆鸣如真龙下凡，他握拳，眉宇间的气势如谪仙洗尘。终于，秦修强忍着澎湃抬手，一缕灵力跃然指尖，只见那缕灵力犹如寰宇般玄奥莫测，不断闪烁着夺目而神秘的光芒。这就是神种带给我的混沌灵力吗？特殊体质和血脉的灵力与寻常修行者大为不同，像云雪容在指尖可凝聚潺潺水流，但他的混沌神力俨然更为霸道高深。18年的枷锁一招震断，秦修忍不住昂然轰出一拳，轰！眼前的空气被打出哀嚎般的破空声，拳风将屋里的家具震得一通猛晃。秦修眼中满是惊艳，这一拳的力量少说有500斤。他以前虽不能修行，但对于修行的常识已十分了解。刚刚凝练灵气的他属于炼气一重，这个境界的修行者不考虑灵力加持和功法武技，单纯肉身力量只有100斤。炼气境共有9重，每突破1重，气力大概增加100斤。也就是说，他刚刚觉醒，力量就能媲美炼气5重。而且随着神种的绽放，这些年他服用的天材地宝积攒的磅礴药效，也在不断滋养着他四肢百骸。秦修打量着自己这具如流玉无瑕的神体，终于明白父亲那句等80年也值，今朝成神体，余生任我行。突然，秦修注意到丹田内那棵3寸小树，树体通体笼罩着和他灵力一样的神秘光芒，而在小树的枝叶上，好像还有机缘在等着他。但就在秦修想要仔细查探时，院外却响起一阵吵闹声。就是这边，刚才我看到了，雷云一开始就是凝聚在云家上空。不能吧？云家才出了一个水药灵体，这么快又有天骄问世，这动静可比云家大小姐那时可怕多了，这得是啥灵体？雷云消散后，灵曲城才从恐惧中回过神，紧接着全城上下都炸开了锅，毕竟就算是不能修行的凡夫俗子，也知道此等异象是何等惊天动地。于是各大豪门的强者纷纷出街找寻，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灵曲城上空有这么多强横的身影飞过，其中一些面孔赫然是各大世家宣布隐修多年，乃至对外界宣称去世的老祖宗。灵曲城主灵孤海也飞在当空，望着云府的目光凝重。你确定雷云是自云府上空而起？千真万确，当时我恰好路过云家，以为要下雷暴雨了，没想到是那异象的前兆。灵孤海脸色巨变，好一阵平复情绪后，才向云府俯冲而落。云夫人，看来我又要恭喜你了。短短1月，贵府竟接连2次天降异象，天骄问世。高婉华此刻还一脸惊魂未定，闻言才知道这异象出自云家。云夫人，不知贵府哪位天骄觉醒？今夜有谁境界突破吗？关于特殊体质与血脉的觉醒，通常有2种，一种是出生便觉醒的先天灵体，可谓天赐机缘；第2种则是修为突破时唤醒了体内的潜能。看云府的样子，显然没人分娩，那就只剩第2种了。突破！高婉华呢喃间，突然眼前一亮，莫不成是杨儿？是了，我刚才给了他些许灵药，你们也知道，他在炼气4重巅峰徘徊许久了。灵孤海和各大世家强者对视一眼，他们之中有人认识高阳，也知道他的修为情况，按高婉华所说，极有可能是他了。灵孤海眼前一亮，高阳公子何在？请夫人引荐。身为灵曲城主，他的实力是此城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还被靠玄天宗任职外门执事。放眼灵曲城的年轻一辈，谁见了他不得恭恭敬敬行礼？此前也只有云雪容能让他称一声云家千金，而这次灵孤海对高婉华的态度明显的放低一头，语气中的那抹讨好让高婉华听得清清楚楚，受用极了。原来是杨儿，太好了，我们高家这次真是祖宗显灵了。反应过来的高婉华惊喜无比，扭着腰就往后府走去。杨儿，杨儿，我的好孩子，快让姑姑瞧瞧，这些年可真没白疼你。此刻的高阳正痛苦地捂着腹部，吐了好几大口血。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感觉差点就被一道雷劈死？不久前他感觉天有暴雨，但也没多想，吞服了高婉华给的灵药，就尝试突破。
但谁知刚才天崩地裂，灵气狂乱，他拼了命才保住一条命，没被药效反噬暴毙。虽然侥幸突破，但反噬的内伤可不轻，至少得休养1-2个月。刚抹了抹嘴，就听见高婉华兴高采烈的叫喊：“杨儿，好孩子，你可真给姑姑长脸！”高阳还没反应过来，门就被高婉华推开。在看清跟在身后的人时，高阳愣住了，甚至吓得嘴角抽搐。城主大人，还有那几大家族的老祖，有几个前几年不都说死了吗？高阳战战兢兢的就要起身行礼，可林孤海动作更快，一个闪身扶住他，亲切的用衣袖给他擦拭着血迹。哎，叫什么城主大人？你若不嫌弃，以后就叫我林叔。林孤海说着，还连忙取出2枚珍贵的疗伤丹药，就往高阳嘴里送。气息没错，确实是刚突破，看来就是高阳公子引动的天地异象。云夫人，不是我说，高阳公子突破，您怎么不找我来护法呢？您看这给伤的，若是有点闪失，岂不是我领取成一大过失？被喂着丹药的高阳一脸呆滞，什么情况？我突破，城主大人来护法。高婉华也上前抚着高阳额头，阳儿，没事吧？姑姑也没想到，我高家竟有如此气运。前有雪容觉醒水曜灵体，你又引动如此强大的异象，快告诉姑姑，你觉醒了何等灵体？高阳更加错愕，我引动异象，觉醒灵体？但几大家族只觉得高阳这样只是还没接受这份大造化，毕竟从异象的强弱来对比，高阳可比云雪容厉害，而且厉害太多了。高公子，老朽有礼了，您还记得吗？您去年来我周家购买灵药，我还给您打过折扣呢。以后您需要任何灵药，我周家都包了。高公子不愧是天之骄子，气宇非凡。早就听族中的小辈芳心暗许，只是自知云泥之别，怪不得不敢表露心意。高公子，我与令尊乃是忘年之交，你记得小时候老朽还抱过你吗？一众世家老祖献媚的老脸犹如盛开的菊花，他们只恨反应没林孤海快，几枚丹药就给天骄留给好印象。而高阳懵逼了许久，才恍然狂笑，原来刚才的异象是因为我。灵体，我也觉醒灵体了，我高阳现在也是身怀灵体的天之骄子了。高阳激动的手舞足蹈，虽说在他吞服灵药前，雷云就隐隐盘踞了，但没准是老天爷感觉到他觉醒。传说中天之骄子觉醒不都有征兆吗？这哪是什么差点劈死他的雷劫，分明是他一飞冲天的绝响啊！你常呢？姑姑，把你常叫过来，我现在要问问他凭什么看不上我。高阳春光满面，又咬牙切齿。这几年他一直在追求云霓裳，可这女人宁可跟秦修一起遭罪，都不肯让自己碰一下手。云雪容挤在人群中，心情无比复杂。高阳的意象远超他，那觉醒的灵体大概率也远胜过他。在他眼里，高阳以前只追求云霓裳而不追求他，是因为后者天赋不及他，自知没资格追求。可高阳觉醒的第一件事还是惦记云霓裳，自己的水曜灵体和姿色加起来，凭什么还比不上那小贱人好了？阳儿，你现在想要霓裳，还不是一句话的事。突然间，高阳火冒三丈，等会差点忘了秦修那狗东西。本来他就膈应那废物夺走了云霓裳的清白，更别提现在他得天地宠赖，城主都上赶着巴结，让他玩秦修剩下的。妈的，霓裳以后当丫鬟伺候我，那个废物给我打死扔去喂狗！高阳一声怒吼，白天暴揍秦修的云家族人就讨好的嚷嚷起来：少爷，您不知道我们揍了他一下午，估计那废物现在正偷偷抹眼泪呢。秦修，高少爷觉醒灵体，你还不赶紧滚出来磕头祝贺！高阳笑容无比得意，现在的他打死秦修和踢死路边一条野狗没什么区别。把他弄过来，还有他爹留下的那些宝贝，要我说直接抢。林孤海看着高阳心狠手辣的模样，不由微微皱眉。他和秦修的父亲还算有几分交情，也知道云府的一些家事。高阳觉醒如此强大的灵体，他是主动奉承不假，但这未免也太好。在高阳说到一半，被高婉华捂住了嘴。呵呵，让城主大人和诸位见笑了。你们有所不知，秦修他做了些错事，都是些家丑，我便不外扬了。阳儿只是一时生气，想要教训教训他，年轻人冲动了些。高婉华摆出一家主母的姿态，对高阳劝诫：好了，阳儿，他犯了错，自有族规公正处置，你不许乱来，听见没？高阳一脸难以置信，什么情况？姑姑竟然还袒护起那废物来了，明明你也很想弄死他。高婉华对林孤海等人行礼道：诸位，天色已晚，这样明天比府摆些宴席，再恭请各位一起为阳儿庆祝如何？林孤海听出了逐客令的意思，夫人客气，应当是我等摆宴备礼，来恭祝高少爷才是。对，高少爷，我们来的匆忙，这就回去准备礼物。送走林孤海等人后，高阳迫不及待：姑姑，你刚才为什么拦着我？你看那几个老家伙的样子，我一句话他们都巴不得替我拍死秦修。灵体在身，
姑姑还敢训斥他。确认府上没外人后，高婉华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我当然知道打死他易如反掌，但那小子父亲留下的宝贝都锁在一处玉匣里，玉匣的机关锁怎么开启，只有秦修知道。若是出错，玉匣当场自毁。他要是宁死都不说，那么多好宝贝，难不成要给那种废物陪葬吗？高阳愤愤咬牙。那姑姑你说怎么办？难不成他觉醒灵体，还得眼看着霓裳天天陪在那废物身边？高婉华轻戳他额头。你呀，这还看不出来吗？他现在唯一的软肋就是云霓裳，拿捏了一个，另一个自然会乖乖就范。死他不怕，但生不如死，没了活路，让他主动来求你，那才不枉你觉醒这么厉害的灵体。不然，你猜我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折地陷害他？云家乃是城中豪门，有些事手段再狠都行，但面上一定要过得去。高婉华冷笑道：现在整个灵曲城都上赶着巴结你，只要你放出一些话，一个不能修行的废物还能有活路吗？高阳听明白了，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他的眼神愈发阴冷。姑姑你说的对，一脚踢死他，反倒是便宜他了。我要让那废物在灵曲城要饭都要不到，让他跪着来求我放他一条生路，让他乖乖把宝贝和云霓裳主动送到我手上。全然不知这一切的秦修回到自己的小屋，从床底下的暗格里拿出一个玉匣。父亲，您留给我的东西终于能派上用场了。秦修轻抚掉玉匣上的灰尘，眼中满是期待。他等这一天足足等了18年，这里边正是让云雪容母女无比眼红的宝物。秦修转动玉匣的机关锁，玉匣开启，琳琅满目，一瓶瓶整理摆放的丹药，还有10数张数额不小的银票，最重要的是还有一门功法。尽管以前他也偶尔打开过眼瘾，但和此刻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玄阶中品功法苍龙战诀。修行界将功法分为天地玄黄4大阶，天阶最高，黄阶最低，又分上中下3品。据秦修所知，云家的镇族功法也才只是黄阶中品，整个灵虚城应该只有城主林孤海修炼的是黄阶上品。就算是玄天宗大长老收云雪容为亲传弟子的定诗礼，也只是一本黄阶上品的武技。功法决定着修炼速度和灵力强弱，一品之差，常年修炼下来足以令人判若云泥。武技更不必说，弱一品的武技在高一品的武技面前只会被摧枯拉朽，连还手都难。除此之外，还有一枚乾坤戒。乾坤戒内藏一片独立空间，属于储存法宝，整个灵曲城也只有城主灵孤海有，而且还是玄天宗暂时赐予的，属于玄天宗的宝物，并非灵孤海自己的。秦修当即凝聚一缕灵力，留下自己的烙印，顿时他就感觉到乾坤戒中的空间和他的屋子差不多大小，足有10多平。秦修惊喜，乾坤戒也有品阶之分，我记得灵孤海有一次征讨妖兽，一身披挂铠甲，却需要身边的随从保管，也就是说他的乾坤戒连一整套战甲都容不下。看来父亲早就为我铺好了修行之路。随后秦修拿起一瓶灵丹，这瓶里装的是炼气丹。炼气丹对炼气境修行者大有益处，药效温和而浑厚，服用后便可直接增加修为。秦修不由想起当年父亲是从一瓶中倒出了一枚送给刚能修行的云雪容，让他高兴坏了。当时的无心之举却造成了他今日的贪婪。要知道灵丹极为珍贵，虽然灵虚城有炼丹师，但是却极少会有丹药流通到市面上。是的，灵虚城售卖的只有药液，没有丹药，即便偶尔能见到也只是1、2枚，而且寻常金钱根本无法交易，必须是用其他宝物交换。而父亲留给他的直接拿瓶装。你能有炼气6种，还是多亏我父亲赏赐了不少丹药，觉醒了灵体就翻脸，那我也不会需要你的道歉。秦修紧接着又一阵翻找，突然被父亲手写的一卷新的吸引了目光，这是灵丹的配方，还有炼丹的心得和手法。秦修翻阅间惊讶不已，父亲难道还会炼丹？要知道灵虚城之所以丹药稀少，那是因为全城就一位炼丹师，而且还是城主的客卿。那位客卿的地位极其尊贵，城主都需以礼相待。心得第1页记载的就是炼气丹的配方和炼制心得，再往后翻，里边的丹药一个比一个厉害，有些他以前甚至都没听说过。离火药灵丹，3年前我大离国师送给国君大寿的贺礼就是这个，而且相传国师失败了10几次，才好不容易赶在大寿前炼成，这上边竟然记载着如何炼制出极品的诀窍。秦修看呆了，看来父亲隐藏的秘密远比他想象的更多。平复心情后，秦修取出一枚炼气丹送入口中，当年只便宜了云雪容，我自己都还没有享用。炼气丹的磅礴药效在体内化开，秦修如久旱逢甘露，但片刻后，原本满脸期待的他却剑眉微蹙。什么情况？当年父亲给云雪容一枚炼气丹，就够他当场突破炼气2重了，
药效还绰绰有余。可他一枚丹药入口，怎么感觉灵力才提升了1/10？秦修晃了晃药瓶，瓶身完整，丹效没有流失啊！而且谁家灵丹能流失90%丹效？秦修不信邪，又接连服用了3枚炼气丹，磅礴的灵气充盈在他体内，可离突破还是遥遥无期。秦修挑眉，似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不是炼气丹的问题，而是我的混沌神体所能承载的灵力是云雪容的10倍。炼气丹所化的灵力，一部分滋养着他的经脉，一部分则随着混沌神树树叶摇曳被其吸收，剩下的才最终流向他的丹田，化作那如寰宇绚烂的灵力。而且他的经脉和丹田极为强韧深厚，如果将其他人看作溪流的话，他能容纳的便是一片汪洋。所以一枚都足以让炼气1重突破2重的丹效，对他而言才充斥了1/10。秦修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神体的强大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怪不得从小父亲就让我以天才地宝运养，10枚就10枚吧。虽说炼气丹极其珍贵，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实力。随着一枚枚炼气丹的服下，秦修感受着体内灵力的越发磅礴。他凝神时还能看到混沌神树光耀闪烁，树枝间又绽放出几道晶莹的嫩芽树叶，就连整棵小树都好似长高了寸许。一晚上整整10枚炼气丹，随着一缕晨光照过窗户，秦修赫然睁眸，澎湃的灵力让他俊逸的脸庞更显非凡，一双剑眸中星河点缀。炼气2重，来让我看看突破所需他人的10倍，力量又能变强多少？秦修迫不及待地起身，又昂然轰出一拳。这一拳令屋内的家具阵阵猛晃，拳风直接将窗户轰然推开。千斤之力，秦修脸上露出喜色，和踏入炼气境时一样，修为提升1重，他的力量增强了500斤。云雪容炼气6重，只有600斤的力量。虽然水药灵体对力量的加持不多，但就算是刚猛勇武的灵体加持，也无法达到1000斤。神体不愧是神体，10枚炼气丹，值。直到窗户的天色已蒙蒙亮，秦修才起身。霓裳差不多醒了，也该把这惊喜告诉他了。他快步走出门，可刚推开云霓裳的院门，就听到一阵里面传来一阵哭泣。求求你，只要能放过秦修，我什么都答应你。云霓裳的婉音中满是哀求，这让原本心情不错的秦修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而紧接着传来的狞笑更让他剑眸当中泛起冷冽。啧，这才对嘛，跟着我就算是当丫鬟，也比当秦修那废物的女人强多了。高阳，此刻的屋内，云霓裳娇躯蜷缩在角落，绝美无瑕的俏脸上还挂着泪痕。昨夜的雷声之可怖，哪怕他服下安神助眠的草药，还是被惊醒了。懵懵懂懂间没有多想，可今天早上一打听，才知道那不是打雷，而是高阳觉醒了灵体，比姐姐还要厉害的灵体。云霓裳知道，高阳第一个不会放过的就是秦修。他刚想出门去通知秦修快跑，就被高阳堵在屋子里，而他竟然直接说让自己当贴身丫鬟。云霓裳无比屈辱，他好歹也是大家闺秀，姐姐害他，继母不容他，现在还要被当成丫鬟玩弄。但面对姐姐的水药灵体，他都没有抗衡之力，更别说高阳了。现在他只希望秦修能好好的脱离苦海大清早的，穿这么多衣服干什么？高阳满脸邪欲，已经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抓云霓裳的束腰。云霓裳紧闭着美眸，他知道这一天躲不过，唯有紧咬贝齿，只要秦修找机会逃走，他就自我了断。秦修，对不起，这辈子你我注定是。但就在此时，屋门被秦修一脚踹开。砰！高阳，你找死！高阳被吓了一个哆嗦，但当看清来者是秦修时，火气更大了。狗东西，敢坏老子的雅兴！他没想过秦修赶来，就算来了，也特么应该只能扭头就走，最多躲在门口无能狂怒。才对见到云霓裳衣衫完好，秦修才松了口气，但眼神依旧冰冷。你敢动他一下，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门。高阳笑了，废物，你昨晚上只顾着偷偷抹眼泪，不会真以为那只是打雷吧？霓裳，你告诉他昨晚上那是什么？云霓裳对着秦修连连摇头，他现在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秦修。秦修，你快走吧。昨天晚上是高少爷觉醒的异象。他低着头，娇躯因哽咽而颤抖，无颜面对秦修的目光。最让他绝望的是，当着高阳的面，他甚至都不能明着劝秦修赶紧离开云家。可令云霓裳没想到的是，秦修竟只是冷冷一笑，对高阳不屑至极。灵体，你这种货色也配？昨晚分明是他觉醒混沌神体的天雷怒灵。操！要不是我姑姑拦着，昨天晚上我就弄死你了。没有灵体，他打秦修都跟打狗一样，更别说现在。轰！高阳顿时灵力暴涌，犹如恶虎般轰向秦修。我姑姑说给你留口气，那就把你的狗爪子一根根踩断，我看
你不把东西交出来？霓裳，你也正好看清楚，这种废物是怎么被我当狗踩的。憋了一晚上的火气，让高阳哪怕留手，也至少动用了一半实力。这让于霓裳的脸色瞬间惨白。高阳可是炼气五重，更别说今还觉醒了灵体，这可比姐姐昨天下手还狠。不要！于霓裳的声音撕心裂肺，她想替秦修挡下这一击，可根本来不及。而更让她痛心的是，秦修竟然不躲不闪。他知道这事关自己男人的尊严，但逞强也不该是这时候啊！直到高阳拳风迎面，才见秦修迅如闪电的跃起，一记鞭腿犹如狂龙摆尾。轰！一声巨响之下，高阳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身在半空就吐出几大口鲜血，直接从屋里被踹飞到院子。咔嚓，高阳撞在树上，令树干都赫然开裂，难以想象这一腿的力道之可怖。噗！高阳的衣服上赫然多出一道可怖的脚印，隐约还能看到骨头都凹陷下去。云霓裳正保持着想要拉拽高阳的动作，但这一幕却让他的娇躯如遭雷击，僵在当场。什么情况？刚才发生了什么？高阳被秦修一脚踹到吐血，他美眸惊颤地望着秦修，那俊逸阳刚的脸庞，此刻竟是睥睨一切的淡漠。要不是我的生辰晚了几天，你都不可能踏入这院子一步。望着犹如杀神的秦修，高阳此刻的震撼让他甚至忘了疼痛。废物，你怎么可能？他觉醒灵体的天之骄子，怎么会挡不住这废物一脚？就算没有灵体，他也是炼气五重啊！为什么会这样？可恶！都怪姑姑，刚才我就该下死手！狗东西，我要你死！高阳愤恨地起身，发疯一般杀向秦修，可迎接他的是比刚才更狠的一脚。轰！这一脚直接将高阳踹到院门前，整个人跪在地上不断呕血，双手死死撑着地，却如何也再也站不起来。错觉，一定是错觉！这废物明明浑身一点灵力都没有啊！殊不知，在秦修眼中，他连让自己动用灵力的资格都没有。他甚至都懒得戳穿高阳的幻想。你觉得自己是灵体，那你就继续做自己的春秋大梦。但我只警告你一次，再招惹霓裳，我必灭你高家满门。滚！高阳整个人因羞辱愤恨而剧烈颤抖着，他不相信自己会被一个18年都没有修行的废物踩在脚下。是他爹，一定是他爹留给他的宝贝。妈的！那么多天才地宝，就算喂一条狗也能壮得跟头牛一样。高阳咬牙切齿，原来这狗东西藏着一手呢。秦修，你给老子等着！老子是灵体，你他妈就是个天才地宝堆起来的空架子。你爹的宝贝老子不要了，拿着给你陪葬。高阳忍着疼，龇牙咧嘴地走出院子。他不能接受，以前他就算没灵体，但刁难秦修也是手拿把掐，怎么而今觉醒了灵体，非但连云霓裳的手还没碰到，又挨了这废物2脚。秦修借着替云霓裳擦拭眼泪的功夫，才压住心中的杀意，眼中升起温情。霓裳，你没事吧？如何？我说过会给你一个惊喜的。云霓裳还如受惊的小鹿，双腿有些发软，依偎在秦修怀里。刚才一脚踹飞高阳的刚猛的却惊到他了，但回过神后，云霓裳感到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虽然高阳话说的难听，但不无道理。在他眼中，秦修能爆发出那样的力量，也是得益于这些年服用的天才地宝。可单凭力量却无法修行，是绝不可能与灵体抗衡的。高阳才刚觉醒，还无法发挥灵体之威。云霓裳也听闻，越是厉害的灵体，越需要高人的指点和天才地宝的辅佐。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杀回来。那时会怎样？云霓裳根本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何况没有高阳，还有他姐姐云雪容。他姐姐可是已经得到玄天宗大长老赐予的灵丹，激发出水药灵体的玄意了。秦修，你真的很厉害，但你听我的，赶紧收拾东西，离开灵虚城好吗？我不在乎你能不能修行，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云霓裳依依不舍地挣脱开秦修的怀抱，美眸中又突然泛起一抹伤感。他其实很想和秦修私奔。秦修一人远走，他留下来周旋，高家或许还能懒得去追杀计较，但他和秦修一起走，高阳一定会报复到底。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们？或许这是我们最后的相处时间了。云霓裳突然低下头，短短几秒，他的脸颊泛起一大片如桃花的粉霞，然后秦修就见他主动解开柳腰上的丝带束腰。今生他和秦修的缘分不能尽，只希望能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念想。霓裳，你干什么？你把衣服穿上。秦修连忙抓住夏华的衣领，盖住他白皙的玉肩。这什么情况？怎么好好的突然脱起衣服来了？再往夏华会露出什么，他简直不敢想。虽然已经都看过了吧，但这可是大白天。秦修给云霓裳整理衣服，可让他抓狂的是，这小妮子竟然还不高兴了，一只柔嫩的玉手抓着自己的手就要解扣子。霓裳，我说娶你，但不是这样啊。秦修说出这话，
却见云霓长松开手，通红的美眸却流着泪直直盯着他。云霓长不知道是伤感还是欣慰，这傻子直到现在还惦记着娶她，可他已经不敢奢望了。抱歉，刚才我语气重了一些。秦修一边道歉，同时也在压下那股火气。为了给云霓长整理好衣衫，他的手又不小心碰到好多地方，关键这丫头一点害羞要躲的意思都没有。冷静下来后，秦修突然意识到问题所在，看来不握着霓长的手，把那几耳光还回去，他在云家就一直没有安全感。秦修眼中闪过抹冷意，千金之力虽然胜过云雪容，但他的灵体是货真价实。水曜灵体凝水成河，最擅长防御和限制对手，何况云雪容修行这么多年，还是有一两招武技能拿得出手。就算勉强能赢，也还未必可以按着他的脑袋给霓长道歉。现在的他除了混沌神体，也需要赶紧修行一套功法武技，提升自己的战力。要知道，功法不仅关乎着吸收灵气的速度，还决定着凝聚灵力的强弱以及战力的加持。不过秦修丝毫不慌，父亲留下的苍龙战诀可是玄阶中品。玄阶中品，别说云雪容，就是收他为亲传弟子的玄天宗大长老修行的功法都未必比得了。只要将功法入门，就能去找云雪容算账。想到此，秦修只能暂时别过云霓长。霓长，你好好待着，听话，我保证下一次就算你姐姐找过来，下场也和高阳一样。云霓长还想再劝，秦修却不敢再看他泛红的脸蛋了。这妮子主动的是你，你怎么还脸红上了？回到小屋后，秦修当即翻出了那卷苍龙战诀，其中的记载令秦修眼前一亮。苍龙战诀，观苍龙搏杀之姿，凝撼势震天龙气。此法是极其特殊的灵力凝练方式，将灵力转化为霸道刚猛的龙气龙劲。搏杀之威，裂山断筋，既可攻伐凶悍，又可以龙气凝练浑身，强横莫测。但可惜世人武躯平庸羸弱，难成龙劲之威，能修出4道已是极限。翻页的一句转折让秦修有些猝不及防。之前他就拿出来过瘾，没细看，毕竟不能修行，还一直翻，纯粹折磨自己。唯有身怀灵体者，体质强横，方可凝练更强之龙劲，发挥出玄阶上品之威。灵体越强者，凝练龙气龙劲越多，顶尖灵体可凝九龙灭顶之威，将此法之玄奥突破至玄阶极品。可惜顶尖灵体已是天之骄子，龙威浩瀚，只可窥之尽之。玄阶中品只是以世俗凡俗羸弱之躯评判，本尊不屑争辩，指望有朝一日得见18苍龙司天穹，才不负本尊心血之作。看完这一页的秦修呆住了。苍龙战诀的入门关窍写在前边，他已经看过，但没想到此法修炼到极致，凝聚的是18道苍龙撼天之威。但是龙劲太过霸道，寻常肉身根本扛不住，就算是灵体，也只能多修炼出1-2道。秦修估计以云雪容的水曜灵体，修炼7道应该是极限了，这还是被玄天宗鼎力栽培的情况下。水曜灵体属于5行灵体，不算太强，但也绝对不弱。能算作顶尖灵体的，我大黎皇朝好像只出现过1位吧。秦修印象里就是皇朝3大势力之一的摘星阁祖师，他也只能修炼出9道，才一半。秦修顿时意识到，这卷苍龙战诀的品阶绝对被严重低估了。不是低估，灵体已是世间罕有，对天下修行者而言，能修炼出4道龙劲，就已是玄阶中品的强大功法。但是他的混沌神体承载灵力是他人之10倍，肉身强度更是他人之5倍。这苍龙战诀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秦修感慨，顶尖灵体，大黎皇朝这么多年也就出过那么1位，玄阶极品功法更是闻所未闻。我若是修炼出10道、11道，乃至18道龙劲，又该是何等强大？这应该是父亲为我精挑细选的。秦修更加好奇，这样的功法父亲都能弄到，他这些年到底瞒着自己多少事情？不管了，先修炼功法。但是很快，秦修的眉头又紧皱一团。为凝龙气，需以龙涎果、赤阳灵花、天眼草等诸多天材地宝做药浴，药浴熬炼体魄，尽数吸收后，便可在丹田开辟出第1道龙气。若难成药浴之痛苦，便是躯体不堪，无缘修炼此法，莫在自讨苦吃。药浴他倒是不怕，问题是天眼草什么的很常见，但是龙涎果和赤阳灵花貌似一直在父亲的乾坤界里，可见父亲走得极其匆忙，都忘了把东西给他留下。灵药和灵丹以及药液都有品阶之分，一共9阶，1阶最低，9阶最高。赤阳灵花属于2阶灵药，价值至少数千两银子，还好父亲留的银票足够。但龙涎果可是3阶灵药，也是药浴中最为珍贵的一株。秦修记得灵曲城上次出现还是在5年前，而且属于那种有价无市，只接受以物易物的珍品。这父亲究竟遇到了何等急事，走之前连这些都顾不得，现在只有靠他自己去挣了。可就算灵曲城有，
我拿什么换？功法那是万万不可能的，炼气丹也因他提升修为而所剩无几。正迟疑间，秦修突然被体内的混沌神术吸引，只见混沌神术灿灿生辉，道妙浑然天成。3寸小树神光萦绕的树枝上竟结出了一枚果实。秦修之前就注意到了，只是刚觉醒时果实将熟未熟，而吸引了10枚炼气丹大半的灵力，终于酝酿成熟。果实被氤氲光雾如气泡般笼罩，夺目动人，直觉告诉秦修，这里边必然蕴藏着莫大机缘。他引动灵力戳破了气泡，顿时果实化作一道流光溢彩，在他的掌心缓缓凝聚出一个古老的符文。嗡！符文晃动间凝聚成4个古朴的大字：梦炼神机。接着一段信息传入秦修脑海。轰！几息过后，秦修腾的一下猛然站起身。哪怕见识了苍龙战诀的强横，可在感知到符文传递过来的信息后，他又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众生魂灵迷蒙，无法身魂合一，却不知梦中世界最是运魂凝神。此间神通以梦引魂，炼神通天地，著3000法门。秦修怔怔呢喃道：炼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此法记载的是能够提升灵魂强度的秘法。秦修难以置信，灵魂和精神力是炼丹师的力量源泉，也是他们受世人尊崇的底气。但炼丹师寥寥无几，其他茫茫多的便是那些只能炼制药业的丹道学徒。而在修行界还有一条铁律，那便是灵魂不可炼。关于提升灵魂的功法，秦修别说从没见过，而是听都没有听说过。他按捺住波涛汹涌的内心，又仔细翻看了几页，这才终于确认梦炼神机竟是能提升灵魂的法门。这枚符文太过颠覆认知，让秦修都陷入自我怀疑。我记得没错啊，每个人的灵魂强弱都有区别，只有灵魂强大的人才能成为炼丹师。可灵魂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炼丹师平日里修炼提升的是灵魂之力的量和使用的技巧，灵魂的强度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就好比普通体质和特殊灵体同样可以修炼提升修为，但是体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灵魂天生普通，便是强如一城之主也成为不了炼丹师。梦炼神机却打破了这铁律，让我能直接修炼灵魂强度。秦修当场就想试上一试，我若成为丹师，买到龙涎果易如反掌。他按照符文上的方法闭眸凝神，不出片刻便感觉自己沉沉地进入梦乡。梦中一片冷白，眼前突然浮现出一条向上的山路，小山并不高，只有10道石阶。这是让我登山吗？声音刚响起，秦修就愣住了，他竟然能在梦中保持清醒的神智，这梦炼神机果然不凡。接着秦修又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触感。要知道梦中的世界和逻辑都是混乱的，每个人自己都无法控制，他对身体的感知却和清醒时并无二致。但这么爬山就能提升灵魂强度，未免也太简单了吧？秦修带着好奇，可刚迈出一步，他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砰！只见他脚下一崴，身体轻飘飘地摔在冷白的地面，额头还磕得一阵生疼。什么情况？秦修单足发力想要站起来，可蹬了2下，竟发现双腿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不对，不是不受控制，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好像蹒跚婴儿的自己突然掌管了少年时期的身体，所以连最基础的走路都会平地摔跤，而且摔得很疼，是那种直钻灵魂的疼。以我的神体，摔倒在地根本不会这么疼。这片天地的确是以灵魂凝练。趴在地上的秦修望着头顶的小山，短短10道台阶，他却再也不敢小觑。此法还真是奇怪，但如果真能成为丹师，这点疼根本不算什么。这极可能是世上唯一能够提升灵魂的秘法，若是公之于天下，足以颠覆整个炼丹界。秦修双腿不断发力，不知试验了多久，才晃了晃身子，迈出的步伐勉强是一条直线了。可他刚迈上第1道台阶，就感觉如巨石压身。秦修咬着牙，又颤抖着抬起左腿。砰！左脚脚尖刚触碰到第2道台阶的刹那，秦修就好像被一尊重顶从山顶滚落，将他碾飞出好几米。灵魂这么难练，还是我的灵魂天生太弱了？虽然剧痛无比，可秦修还是撑着双手努力起身。如此天大的机缘，他生平仅见，若是懈怠，怎对得起18年酝酿出的神术结果？一次次沉重的迈出步伐，一次次被压得滚落，到最后秦修整个人大字躺在地上，多亏灵魂没有血肉，不然他早就摔得头破血流。呼呼，梦境无比真实，秦修的疲倦也绝非幻感，而是来自灵魂的精疲力尽。我要坚持，要坚持，直到秦修的双眼累到再也睁不开，神志归尘时，心中还在不断呢喃。10道台阶，他才走了1阶，想成为炼丹师，怕是任重道远。好疼！梦中的他沉睡后，屋中的他却缓缓睁眼。
顿时直钻心底的痛楚让他倒吸凉气，好像被人趁睡着时暴揍一顿，唯独肉身没有半点伤痕，灵魂锤炼起来一点不比魔力武技轻松。疼归疼，可秦修却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灵魂变强了，对周遭事物的感知更加敏锐，这让秦修顿时忘了疼痛，望着那古朴的符文怔怔出神。能让我清楚地感受到提升，说明我的灵魂至少变强了1倍。1倍听起来很少，但炼丹师的门槛就是灵魂强度胜过寻常人1倍，也就是说，哪怕我的灵魂天生普通，刚才的锤炼已让我达到了炼丹师的标准。秦修欣喜若狂，短短一场梦，他就一只脚迈入了备受世人尊崇的丹师之列。我还以为得10道台阶全部登顶才行，原来不是我太弱，是这秘法神通广大。秦修眼中金芒难掩，才片刻就提升了1倍，那他要是再多登上几阶呢？大黎皇朝的国师，整个皇朝炼丹第1人，灵魂强度也只比普通人强了不到3倍。若是登顶，那我的灵魂强度……秦修摩拳擦掌，现在他就算没10足把握炼制丹药，可炼制一些自己需要的药液绝对不在话下。顿时秦修就想到了聚气药液，就是炼气丹的弱化版，但也是灵曲城最受追捧的药液，毕竟炼气丹没多少人买得起。先拿药液练手，有把握后再炼丹。聚气药液的材料他手上没有，秦修当即起身出门购买，只要成功炼药，他日后也就不缺钱了。灵曲城周家药铺，周家垄断着灵曲城70%的药铺生意，只因其祖上出过一位炼丹师，虽然传到这代再无炼丹师，可靠着祖辈留下的心得笔记蒙阴，周家炼制出的药业在灵曲城无人能及。城主的那位供奉平日并不钻研生意，剩下其他家族加起来的药铺生意都无法与之抗衡，最可能有龙涎果的也只有周家了。秦修走入敞亮的大堂，说出了自己所需的药材，伙计当即就给他清点数目。聚气药液的材料很常见，都是些日常修炼能直接服用的灵药。可药铺伙计刚给他装好药材，却听一声惊疑：“咦，你小子不是云家那个吃干饭的吗？”伙计停下动作，见到来人不由一愣：“家主，此人正是周家现任家主周云涛。周家老祖已隐退进修，现在周家由他做主。”周云涛上下打量着秦修，眼神中泛着轻佻，接着就一把按住伙计打包好的药材。“我说让你做他的生意了吗？”伙计错愕，他不认识秦修，但开门做生意周云涛却看向秦修，扬起抹斥笑：“秦修，哦不，秦少爷，不好意思，你的生意我周家不做。”秦修皱眉：“什么意思？有钱你都不赚？”周云涛得意道：“钱我周家不缺，但是我周家缺一份傍上高阳少爷的投名状。你跟高阳少爷的事我都听说了，高少爷倒是人厚，让你现在还能活蹦乱跳。”秦修摸了摸鼻尖，他是能活蹦乱跳，但高阳就未必了。爱卖不卖，懒得搭理他，秦修当即就准备换一家药铺。可还没出门，就听周云涛又冷笑道：“我劝你还是省省吧，有这钱不如拿去孝敬高少爷。昨天晚上高少爷觉醒的异象，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再告诉你，城主刚才宣布了玄天宗主的口谕，宗主大人已经在来的路上，让我们灵曲城上下务必满足高少爷的一切要求。宗主大人还说，若高少爷肯加入玄天宗，定会倾尽全宗资源栽培。”周云涛越说越发嘲弄，同样住在云家的2个外姓，结果却一个天一个地。秦修却毫不在意，宗主亲临，还倾尽全宗之力栽培。还是那句话，高阳他配吗？对这种势利眼，秦修一脸不屑：“你对你爹都没这么孝顺吧？”你……周云涛一阵恼怒，像高少爷这等天骄，我周家能巴结上，是我周家的造化和本事。说罢，他又呵斥道：“去告诉全城的商铺，谁做这小子的生意，就是跟高少爷作对。”吩咐完，周云涛傲然道：“小子，你不是狂吗？你信不信高少爷一句话，别说买东西，让你这废物要饭都要不到1个铜板？”秦修双眸微眯：“那咱们就走着瞧。”走出周家药铺，秦修又去了第2家，可结果还真如周云涛所言，接连几家药铺，要么是其他家族认出了他，为了巴结高阳，皆将他拒之门外；有些就算不认识他，但被周云涛一顿宣传，都生怕因为和他来往而得罪高阳。一上午走了大半个灵曲城，秦修连一株药材都没买到。高阳，有你的！秦修握着拳，比起生气，他更多的是想笑。他能被针对，叫你常来买，估计也一样。他都在想要不要把高阳拎到大街上暴揍一顿时，肩膀却突然被人拍了一下。秦少爷，秦修扭头，叫他的是一道熟悉的面孔。江叔，父亲在时经营了一间药铺，虽不售卖丹药，但是药业的品质却不下周家，生意还算可以，所以才累积了一些家底。而这位江叔是他父亲雇的商铺掌柜。江叔东张西望，将秦修拽到无人的角落，才敢开口：“秦少爷，
我看您逛了半天，是想买什么药材？高阳觉醒灵体的事，江叔也听说了。他一个小人物，根本不敢得罪。其实不用高阳，在秦修父亲离开后，高婉华就一直找借口想吞并这间铺子。上个月云雪荣觉醒水药灵体，江叔就知道铺子保不住了，已经关门歇业。但秦修父亲这些年属于甩手掌柜，给他的待遇很是丰厚，何况这间铺子本就是秦修父子的财产。眼见秦修点头，江叔咬了咬牙，这个恩情的报。少爷，您要什么药材，我去给您弄。眼见有人帮忙，秦修眼前一亮，那就有劳江叔了。我需要炼制聚气药液的材料，正好说铺子里还剩些，我带你去拿。从已经积上灰尘的库房里，江叔翻出一整包药材。他倒没有多想秦修是在炼药，因为他更担心的是秦修的安危。秦少爷，听我一句劝，赶快远离这是非之地吧。再晚几天，等玄天宗的大人们到了，想走恐怕都走不了了。秦修也算他看着长大的，这声江叔不能白喊，他说的是肺腑之言。江叔，多谢你的好意。秦修没过多解释，他知道现在全城都在等着他被高阳踩在脚下。不过江叔，我可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秦修接过药材时突然想起，买东西没人卖他，那他卖东西也得被拒之门外。尤其是龙涎果，就算有，也只会在周家那些豪门手中。能不能麻烦你，到时候帮我卖一些东西？秦修也知道他的不易，补充道：江叔放心，事成之后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玄天宗的人下来，还不一定是站在谁那一边呢。只有秦修清楚，那高阳不过是个冒牌货，现在的他没有拆穿，一来未必有人会信他，即便信了，难道就不会有人想要将他扼杀吗？自从遭遇未婚妻的背叛，他就变得谨慎了许多。听到只是卖东西，江叔松了口气，这个不难，但是少爷，我刚才的话还请您一定要认真考虑啊。好。秦修假装应下，临走前又拿了一尊小丹炉。回到小屋，将药材取出，秦修跃跃欲试。周云涛虽然见风使舵，但也没说错，如果没有实力，就是要饭也会被人欺负。说干就干，按照配方的记载，将3株药材放入其中，燃起炉火，接着秦修便控制精神力来掌握火候。这是他第一次炼药，刚开始控制精神力的时候还有点生疏，但慢慢的就变得娴熟起来。这就是灵魂强度带来的好处。好多丹道学徒会出现的问题，秦修却行云流水，这给他一种向下碾压的轻松感。片刻后，药香充斥满屋，第一次就成功了。看来我炼丹方面的天赋不差。秦修怀揣着喜悦找来空瓶，却见从炉中倒出的药液晶莹剔透，澄净无比，不含一丝杂质，单嗅药香都能感受到绵长而浑厚的药效。这成色，上品？不对，前几天高阳弄到瓶上品聚气药液，还跟我嘚瑟，但里边还是能看到些许杂质的。秦修拿起瓶子晃了晃，仔细凝视也找不出一丝杂质，这让他顿感惊喜。无论是丹药还是药液，都是分成色的，依次是下品、中品、上品乃至极品，成色的差距决定着药效的强弱。品质越低，杂质越多，服用时杂质会随着药液一同吸收入修行者体内，长期累积下去，会对经脉丹田形成不少淤堵，严重影响修炼。这导致了不同的成色，价值能差距数倍乃至10倍。而在灵区城，通常药铺只有下品聚气药液，云雪荣没觉醒灵体前，日常用的也只是中品药液。一瓶上品药液就让高阳到处炫耀，不是他太轻浮，是的确珍贵。至于毫无杂质的极品聚气药液，只有城主府那位客卿丹师出手才能炼制，而且每次都会把价格炒上天，炼气丹买不起。极品药液已经是各大家族的最好追求。秦修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炼药就媲美城主府那位客卿，10瓶极品聚气液应该够换龙涎果了吧。趁着天还没黑，秦修又找到了江叔。当他拿出聚气药液时，江叔顿时愣住了。秦少爷，这是令尊留下。江叔的第一反应是秦修要变卖其父亲留下的家产，可转念一想不对啊，他要是变卖，当时直接拿给自己不就行吗？再想到秦修刚才拿走的就是聚气药液的材料，江叔瞠目结舌。秦少爷，你不会要告诉我，这些药液都是你炼的吧？这确实是我。江叔拿起一瓶打量，顿时欣喜若狂。极品，是极品药液。他跟随秦修父亲多年，也算一位丹道学徒，自然清楚极品药液意味着什么。而惊喜过后，江叔首先怀疑的就是秦修在变卖家产，只是拉不下脸，这才兜了个圈子。但秦修貌似不是这种人，那也就是说，这些极品药液真是秦少爷炼制的。少爷，您有此等炼药天赋，怎么不早说啊？秦修摸了摸鼻尖，其实他也是第一天上手，配方和炼药手法还是现学现用的。江叔为他感到高兴，可随即却长叹口气。
少爷，以你的天赋，假以时日必将成为炼丹师。若是寻常灵体，再无法刁难你，甚至还会有求于你。可偏偏高阳觉醒的灵体太过霸道。江叔只感到无比惋惜，原来秦少爷不是一无是处，只是这手炼药天赋在高阳面前终究不够看啊。当然，江叔并不知道这是他先入为主的，以为秦修从年幼就跟随其父学习丹道多年，才能录这么一手。当天看配方，当天就炼出极品药液，他压根就没想过。秦修哭笑不得，这到底算夸自己还是损自己？好了，江叔，你拿这些换一株龙涎果。说着，秦修还取出2张银票，若是不够，就再加上这些，剩下的江叔你留着。够了，够了。江叔连连摆手，这可是极品药液，在灵虚城可是以物易物的宝贝，10瓶绰绰有余。秦修等到入夜，江叔才匆匆回来。东西不好找，我也是托周家一位熟人弄来的。江叔取出一株嫣红晶莹的果实，又想将银票物归原主，却被秦修推过去了。江叔，我还有事，你多保重，等我忙完这段时日，会把药铺重新开起来。望着秦修离去的背影，江叔默默感慨，只希望秦少爷能忍过这一劫，炼丹师的荣华富贵，可千万不能毁于一时气盛。而秦修却满心只想着凝聚龙气的药浴，回到屋中就烧了一浴桶热水。咕嘟咕嘟，随着一株株天材地宝扔入其中，药香越发浓郁鼎盛，直到龙涎果也落入水中，精纯而阳刚的雾气顿时令浴桶变得嫣红。空气中弥漫着的一丝血腥中充斥着霸道而凶狂的气息。秦修赤着一条腿刚迈入其中，就感到水中滚烫如岩浆，好似一尊狂龙缠住他的脚腕。哪怕早有预料，秦修仍不免倒吸凉气。龙涎果霸道无比，怪不得平时只有那些家主级别的强者用以淬炼体魄。而且龙涎果的正常用法是碾碎熬成汁，然后再稀释数十倍，药浴或吞服的时候只需几滴。可现在整整一枚龙涎果，不愧是玉凝龙气，虚成龙威。秦修咬牙，整个人跳入木桶中，18年都忍过来了，这点痛又算什么？嗷呜！随着他进入药浴，一片嫣红翻腾，犹如火山之中藏龙出渊。秦修盘坐其中，忍着剧痛运转苍龙战诀的法门，一缕缕好似龙血的嫣红液体顺着他的毛孔涌入体内，顿时他的体内好像钻进无数细小的游龙，横冲直撞。而这才只是第一步，他还要牵引这些力量凝聚于丹田，与自身灵力融合。龙气霸道狂猛，肆虐在秦修体内每一处，就如功法所记载那般，龙威煌煌，只可尽之窥之，岂是人类凡躯所可驾驭？灵体只可修9道，但我不是灵体，而是神体。金灵起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秦修咬牙怒喝，将顺着经脉游向丹田的力量一点点凝聚出龙形。而在这可怕的龙气面前，修行者的丹田简直脆如蛋壳。将如此凶悍的力量引入自身最脆弱的命脉，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魄力。游龙残暴狂横地吞噬着所能接触到的灵力，更不愿困顿于这小小丹田当中。龙牙开合，欲将一切阻挡撕成碎片。区区人族，妄敢窥探龙威。极度痛苦间，不知是错觉还是如何，秦修宛若听到体内有龙吟震颤。苍龙战诀显然就不是给寻常修行者准备的，灵体也要惊险万分。可突然间，以秦修丹田为土壤的混沌神树突然摇曳不断，紧接着3寸小树神光大盛，横踞丹田之上，如独断诸天般高不可攀。龙气再狂，在神树面前也显得乖张。神树一颤，肆虐的龙气赫然被凝聚成2道交错纵横的龙影，如宇宙浩瀚的混沌灵力闪耀，犹如将之镇压万古。嫣红的药液渐渐变淡，而涌进秦修体内的龙气被这深邃如汪洋的经脉折服，愈发没了翻腾的力气。2道龙影随着秦修的坚持而变得栩栩如生，龙须龙爪乃至一道道凶威显赫的龙鳞都成为伴随秦修肌肤不断闪烁的光泽。也不知过去多久，他见到丹田之内双龙首尾交错，狂傲仍在，但已不再轻易展露凶性。直到天亮，木桶之中的药液已然见底，淡若清水。而当秦修睁眸之时，一双瞳孔竟闪过龙晶的盎然。轰！一丝龙气外泄，木桶直接4分5裂为碎渣。只见他盘坐的躯体筋骨隆壮，一寸寸肌肤坚如金铁龙鳞。随着秦修的吐息，毛孔还散发出惊红的氤氲龙气，犹如龙君盘道，尊贵绝伦。苍龙战诀终于练成了。秦修起身，在一拳挥出时，整条手臂竟盘踞着一尊龙影。凶狂睥睨的龙首与他的拳锋合二为一，令拳锋所过的空气都被绞杀的剧烈扭曲。好强的力量！秦修眼中爆出精芒，将第2道龙气也赫然轰出。霎时间，他的手臂被双龙盘踞。轰！这一拳轰出，空气都为之一滞。
接着几秒过后，面前的空气好似被轰碎的沙包，直接被打出一片空悬。这就是龙镜吗？不愧是父亲精挑细选，般配我混沌神体的功法。秦修也赫然感觉到2道龙镜加持在一条手臂上，会让筋骨肌肉承载更大的压力。怪不得非灵体者修出4道龙气已是极限，双拳双腿各1道，若是爆发双龙之力，还未伤敌，寻常人自己的手臂先碎裂了。不过在他的混沌神体面前，这都不是问题。而且龙气龙镜皆是由灵力所化，显然会随着他今后境界的提升而一起变强。秦修握拳如5爪真龙阵怒肃杀。云雪容，现在那几巴掌让你长山回去，对你来说都是开恩。不知不觉已过去1夜，天色大亮。秦修刚换上一身新衣服，突然看到城内光芒大盛，这光芒是传送阵。只见灵曲城广场一尊古朴的大阵光耀闪烁，而城主林孤海早已率人前来恭候。望着传送阵的光芒，林孤海满心惊错，这么快就来了？宗主大人，这是一路起用传送阵啊？要知道灵曲城的传送阵10年都未必能亮起一次，因为启动阵法消耗的是上百灵石，金银财宝根本就没用。而能让玄天宗主摆出如此排场，可见对那位灵体的重视。随着光芒的越发鼎盛，灵曲城内的各大豪门也纷纷赶来，城内的所有居民也都放下手中的事情，注目迎接，神色恭敬无比。快，杨儿，宗主大人来接你了。高婉华带着高阳和云家众人挤过人群时，两旁纷纷让路，让他脸上乐开了花。宗主亲临，不惜以传送阵，只为早点见到他的侄儿。放眼灵曲城，谁人有此殊荣？云雪容跟在身边，心中不免有些酸涩。虽说他觉醒时，林城主第一时间就带来了大长老的收徒之约，但他师尊并未动用传送阵，只是一路飞遁而来。但是很快，云雪容就眼前一亮，只见传送阵的光耀消散，从中走出的却是一尊尊让灵曲城站立的强者。为首之人玉冠锦袍，威严莫测，横眸一扫就将整个灵曲城俯瞰眼底。正是玄天宗主江千鹤。外门执事林孤海率灵曲城上下拜见宗主大人，拜见宗主大人。哗啦啦，整个灵曲城目光所及，皆跪拜行礼，只有高婉华母女和高阳3人站着，云雪容更是兴高采烈。弟子参见师尊。他的师尊玄天宗大长老就站在宗主身边，不只是大长老，除却镇守宗门者，玄天宗的高层尽数驾到。高婉华双手叠在腹间，盈盈一礼：宗主大人，各位长老，我带小侄与小女恭迎法驾。在他左手边是大长老亲传的宝贝女儿，右手边便是宗主大人此行的天骄，他的宝贝侄子。望着伏地跪拜的满城豪门，高婉华那一刻只觉得飘飘欲仙，宛若已立于9天之上。林孤海恭敬十足地引荐道：启禀宗主，卑职这2日已在全城调查，当夜天降异象，境界突破者寥寥无几，除却高阳高公子外，更无一人有灵体之风采。江千鹤眼前一亮，打量着高阳，连连颔首：不错，当真是一表人才。说着，江千鹤还微微抬掌，顿时便见一阵华光飞出，紧接着众人便见到一件件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用来存放宝物的乾坤戒更是直接飘到高阳面前。本宗主来的匆忙，没准备什么像样的礼物，这些你先收下，以后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这一幕让全城上下都看呆了。放眼看去，天才地宝、灵丹妙药，随便拿出一枚都足以轰动灵曲城，甚至有些东西城内几大豪门都从未见过。宗主大人随意一出手，他们几大豪门怕是掏出家底都望尘莫及。更令众人震撼的是，他们相信宗主大人的话并非谦虚，这的确就是小小的见面礼。得宗主大人青睐，以后天才地宝享之不尽，平步青云只在脚下。多谢宗主大人，多谢宗主大人。高阳满心欢喜地将宝物尽数收下，心中更是愤恨。宗主大人早来，他还惦记个屁的秦修那点宝贝，早就该弄死他。但无所谓了，今天是他高阳一飞冲天之日，也是那废物的死期。而玄天宗主虽然未从高阳身上感受到灵体之玄妙，但也没多想，他也知道越是强大的灵体，越需要天才地宝的激发。呼，不枉我一路传送阵开路。江千鹤心底暗喜，从玄天宗到灵曲城一路传送阵，可是耗费了数百灵石，但能得此等灵体，又算得了什么？可突然间，背后闪起的光芒，令江千鹤脸上的笑容一僵。不好！只见刚刚沉寂的传送阵赫然再次亮起，而当众人看清其中一道闪烁的阵纹时，刚想站起来的膝盖再次跪了下来。大离！江千鹤嘴角抽搐，他太知道这2道阵纹闪起时意味着什么。传送阵乃大离皇朝之枢纽，若遇天灾浩劫或妖兽肆虐，乃至劲敌侵犯时，一切传送阵尽凭皇朝调用。象征着大离的阵纹闪起，
就是在告诉所有无关人等立刻避让，不从者斩。但那也是皇朝遇到重大情况时才会发生的。作为城主的林谷海已然看呆了，林曲成可还从来没有过一次皇权特许，竟然用来和本宗主抢人。江千鹤暗暗咬牙，他计划的就是第一时间用传送阵赶来把高阳带走。没想到皇室学府和他想的一样，传送阵内显现出一道道强大的身影。为首之人红裙似火，身影高挑而又凹凸有致，裙摆上的锦绣是火凤呈祥，五官绝美而冷艳，却令人只敢仰视。因为那抹自骨子里散发的孤傲自信，是生来便如天上明珠般才能蕴养出的尊贵。拜见长公主，拜见长公主。只见全城上下又响起此起彼伏的叩首行礼，恭敬无比。强如玄天宗主也只得挤出一抹笑容。长公主，没想到把你都惊动了。以她的地位，寻常皇室成员不必主动笑脸相迎，但这位长公主可绝非只享受富贵的花瓶，而是这一代皇室后裔的佼佼者，名震皇朝的天之娇女。长公主盈盈一笑，明媚百艳，皓齿轻启，纵是面对一宗之主，也始终保持着从容。江宗主，别来无恙。江千鹤的笑容很是牵强，尤其是当长公主目光越过她，红裙随着娇躯一转，扫视林曲成。敢问哪位天骄，引得天降神雷，夜如白昼？当听到长公主的身份时，高阳的内心砰砰直跳。在下高阳参见公主殿下。行礼的同时，高阳还偷偷抬头，只瞥见长公主的清仙之容一眼，整个人就血脉喷张。长公主代表的可是大黎皇室，竟然也是来找自己的。以她的灵体被皇室重用，有朝一日灵体大成，这位皇室的掌上明珠或许都会对自己动心。长公主微微颔首，明眸闪烁。其实师尊没想让她来，但她心中有一丝不甘。这些年她勤勉修行，天赋绝伦，风采力压黄都各大天骄，但离师尊完全满意还是差了一筹。可师尊竟然把代表皇室学府的传承令牌直接送给素未谋面之人。不过一路走来，他已经听说了不少当夜的异象之举世无双，又看到江千鹤也在，长公主就心知来对了。长公主的心情和云雪容有几分相似，但皇室的礼仪不能丢。只见她那令无数人疯狂的白皙玉手隔空轻点，一枚乾坤戒便飞出。想来江宗主已送过你见面礼，公子可以看看我大黎皇室的宝物，不会比玄天宗差。高阳接过乾坤戒，刚用灵力查探，就欣喜若狂。这手笔不愧是大黎皇室。而就在高阳狂喜时，又见长公主举起一枚黑金闪耀的令牌，令牌正面刻着的是君临天下的大黎二字，背面则刻着聚天下英才，成大黎荣兴。短短10字，气吞山河，写满令无数天才为之疯狂的尊贵。高公子，师尊特意嘱咐，若你肯随我回黄都，此物便赠予你。高阳还在发懵，却见玄天宗主的嘴角狠狠一抽，那老东西竟然连这玩意都肯拿出来，这分明是把整个皇室学府的宝库都向高阳敞开。皇室之威，谁人不得避让3分？但江千鹤深吸口气后，却当着全城上下直接亮明态度：长公主，这样不好吧？林曲成可是归我玄天宗统御。长公主笑容不减，婉音也清冷而动听，但说出的话却霸道无比。普天之下，莫非黄土。这个道理，江宗主不会不懂吧？何况我皇室学府本就有栽培天下俊秀之责。江千鹤袖中的拳锋已微微握起，身形也不由踏前一步，在开口时，一宗之主的强横气息已席卷全城。长公主有所不知，高阳此子与我有缘，我玄天宗各位长老也极为青睐。就算我答应，我身后这些师弟师妹恐怕也舍不得此等天纵奇才啊。话已经挑明，玄天宗主嘴角还扬起抹得意，还好他早就防着这一手，宗门大半的长老都在这。长公主虽然天赋无双，但终究是年轻一代，真动手，他堂堂玄天宗主谁都不惧。长公主明眸微眯，锦凤红裙竟宛若升起烈焰，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炽热。在她身后，一位学府强者昂首道：院长还让我等给江宗主带句话，如果这令牌还不够分量，那他老人家不介意亲自找江宗主聊聊。此话一出，皇室学府诸多强者灵力暴涌，恐怖的威压让林曲成无人敢抬头。高阳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但惊吓过后，他又感到无比的骄傲。这架势，大黎皇室和玄天宗为了抢他，竟然准备大打出手，这是多么天大的面子！江千鹤眸光一扫，盯着那尊黑金令牌，略显犹豫。可几秒过后，他顿然咬牙，得罪皇室的代价不小，但灵体只有一位。既然如此，那我就先把高阳带回去。老院长要来，就直接来我玄天宗即可。今天在场所有人里，他的拳头最大，人他先抢了，等到了玄天宗主，还想让他放人，门都没有。江宗主，勿谓言之不预。长公主的一双明眸都泛起火凤怒惊的赤红，
恐怖的气势让林曲成一众豪门瑟瑟发抖。这些大人物真打起来，举手投足就能把林曲成拆了。而且玄天宗打皇室学府，这种场面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双方针锋相对，都不肯退让一步，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就在这时，传送阵再次亮起，恰巧将玄天宗和皇室学府隔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林谷海望着传送阵的光芒，整个人头皮发麻。这时候能来灵虚城的，能用得起传送阵的，没一个好惹的。光耀明闪，只见一道玲珑完美的淡粉玉足凌空踏出，飘于地面寸许，不染尘埃。接着便见一缕飘带如月华琉璃，轻纱遮面之下是一道美轮美奂的容颜。倩影刚踏空灵虚城，就让原本山崩地裂的可怖气息变得柔和平静，容颜难见。但仅凭那月下舞仙姿的婀娜曲线，就足以让世间男人沉醉。人如月下仙，轻舞乱星河。两位，本阁主来迟一步，不过看样子好像也没有来迟。那轻灵如软玉的声音让林谷海出神的同时也满怀敬畏。摘星阁主，他竟然也亲自来了。不仅如此，摘星阁主身后一众强者傲立，身边2位闭月羞花的侍女都散发着令人不敢亵渎的强大气息。这阵仗全然不输玄天宗。摘星阁主举手投足温婉清然，可开口却极为雷厉风行。既然都在，那我就明说了，人我要了，你们能给的我摘星阁也能给，要打本阁主也奉陪到底。林谷海闻听此言，心脏险些抽过去。摘星阁是何等存在，皇朝3大势力之一，底蕴不输玄天宗。尤其是那位开山祖师，一尊星辰灵体大成，视为大黎第一强者，那可是硬生生杀出一片天地，让皇室都礼让3分的狠人。当年那句世人只知摘星阁，不识皇室与玄天还如雷贯耳。长公主明眸含怒，江千鹤不把皇室之威放在眼里也就算了，摘星阁还要横插一脚。2位前辈落下个以大欺小的名声可不好听，压到铜镜，本公主奉陪到底。江千鹤亦是横眉冷对，岳阁主，你家先祖当年能万丈高阁平地起，但那是以前，今天在这，我玄天宗说了算。轰的一声巨响，传送阵直接被江千鹤踩碎为齑粉。林谷海胆战心惊，这是什么意思？直接断绝了皇室派强者之源，这几乎是撕破脸了。所有人都没想到，摘星阁主的到来非但没有让事情平息，反而让整座灵曲城阵战得更为剧烈。摘星阁主犹如月仙朦胧，长公主一身红裙燃烧的烈焰竟隐约凝成火凤啼鸣。皇朝3大势力竟没有一人打算退让，满城上下瑟瑟发抖。高婉华却眼珠连忙，陪笑着站出来：各位大人，息怒息怒，今天是大好的日子，切莫伤了和气。诸位远道而来，也让比府略尽地主之谊。高婉华清楚3大势力哪一个他都惹不起，但同时他也在盘算，3大势力这已经不是要人，而是抢人了。那谁想带走瑶儿，肯定得拿出更多的宝物，要是还能3家通吃羔羊，也连忙道：没错，请移驾云府，为诸位大人接风洗尘。江千鹤等人对视一眼，这才勉强收敛气息，但从他们的眼神就能看出，不比拳头比财力，3大势力也互不相让。请在高阳的带领下，3大势力向云府走去。一路上，3人为了给高阳留下好印象，无不态度温和的主动搭话，甚至为了站在高阳最身边，3人暗暗较劲。眼看长公主都和自己并肩而行，那清冷的体香让高阳血脉舒张，3大势力为抢他恨不得大打出手。走在街上，每一步都如脚踩青云。云霓裳，昨天让你伺候我，你还敢讨价还价，现在长公主都和我并驾齐驱。还有你秦修，看看我身边这些人，随便一个动动手指都能碾死你。与此同时，云府秦修刚走出小屋，就和云霓裳撞了个满怀。霓裳，云霓裳却顾不得趔趄，抓住他的手就往外走。秦修，不要说话，快走！现在，他刚才偷偷看了眼，玄天宗主正在亲自接见高阳，云府上下也都去了，现在是逃跑的唯一机会。尽管他只能祈祷高阳得到玄天宗主的青睐后，懒得再和他们计较。秦修却皱着眉，挽住他的玉臂。走，为什么要走？云霓裳急得玉足轻跺，这个傻瓜怎么还不明白再不跑，以后就真的没机会了。但就在此时，府门大开的闷响，让云霓裳的俏脸瞬间苍白如纸，呆立当场。晚了，也彻底完了。霓裳呢？让他过来。诸位大人驾临，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云霓裳2行清泪落下，依偎在秦修肩头。而当他看到高阳身边的一众强者时，整个人绝望至极。而高阳看到这一幕，咬牙切齿：云霓裳，你还敢跟这个死到临头的罪人站在一起？望着秦修，高阳顿时感到胸骨的隐隐作痛。今日他不会给秦修半点活路。
让诸位大人见到家丑，高阳在此告罪了。高阳怒声喝道：此人原本与我表姐有婚约在身，却背信弃义，不仅悔婚出轨，还夺我所爱。此人不除，我心头难安。此话一出，江千鹤等人眼中顿时泛起深深的厌恶。长公主满是不屑地审视着秦修，虽然长相英俊，气宇阳刚，但这也不是当负心汉的理由吧？面对一众强者的怒火，云霓裳泪如雨下。高阳，求求你大人有大量，放过秦修吧。秦修原本只是剑眸微眯，可见到云霓裳落泪，眼神瞬间变得冷冽。高阳，我昨日那一脚，你这么快就忘了是吗？高阳一阵心虚，昨天那么丢人的事，他谁也没告诉，但他很快就叫嚷道：哼哼，死到临头，你都开始胡言乱语了。表姐，你说这种人渣，还留着他做甚？云雪容眼中也早已泛起寒芒，淡漠的声音就如那日一样。秦修，我给过你机会道歉，但看样子你根本不珍惜。那现在，你连道歉的机会都没了。这事的确是家丑，但他现在身边站着的是大黎3大顶尖势力。师尊，请容弟子今日任性，不杀他，弟子念头无法通达。玄天宗大长老闻言皱眉，对秦修只是鄙夷地瞥了一眼。你说的婚约就是他？这等负心汉，杀便杀了，用不用为师帮你？这种废物还不配脏了师尊的手。云雪容站立，炼气6重的灵力骤然暴涌，云霓裳的视线都已被泪水模糊，可还是紧紧握着秦修的手。不是这样的，秦修不是负心汉。闭嘴，不然我连你一起收拾。让云霓裳绝望的不只是姐姐冰冷无情的杀意，而是高阳身边这一位位大人物厌恶又不屑一顾的眼神。这个世界终究是强者为尊，事情的真相就算他捅出去又如何？别说各执一词没人会信，为了拉拢高阳这位强大的灵体，这些大人物也只会选择充耳不闻。正当此时，却见秦修猛然踏出一步，那双剑眸中犹如炽热龙晶怒目。云雪容，事已至此，黑白对错我也不屑争辩，但有句话你说的没错，今天我也没打算给你道歉的机会。轰！秦修灵力暴涌，气宇轩昂，云家上下不由一愣。灵力，你竟然能修行了？秦修握拳不语，但凡早几天他都不会让霓裳受这种委屈。但云雪容诧异过后又扬起冷笑，吃了我云家这么多年天才地宝才炼气2重，要不是你罪该万死，你连站在我和高阳面前的资格都没有。轰！云雪容杀意果决，化作一道杀意冷酷的倩影，不给秦修任何道出真相的机会。秦修将云霓裳向后一推，整个人如龙出渊海。希望我把你打到吐血的时候，你还能说那些天才地宝是你云家的。尽管两人的交手对江千鹤等人只是小打小闹，但云雪容的炼气6重已然是灵躯城顶尖，伴随灵力萦绕周身的沁冷水流，更是让长公主等人感到一阵惊艳。水曜灵体，玄天宗捡了这么大一个便宜，是不是该见好就收了？玄天宗主悠然道：这只能说明我玄天宗气运到了，我劝长公主还是有点成人之美吧。几人心思暗动，已经在琢磨待会再拿出怎样的宝物来拉拢高阳。至于这一战的胜负，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毕竟不论恩怨，单看实力都差之千里。这小子死到临头还不求饶，炼气2重也敢在水曜灵体面前班门弄斧。这种货色，不上赶着对雪容殷勤，还敢背信弃义，死不足惜。高阳借机阴阳怪气道：此人不仅擅长颠倒黑白，仗着云家赏赐的天才地宝，还自以为一身蛮力就能和我姐姐叫板。高婉华冷笑，这块心病终于是落下了，就凭他，怕是连雪容灵体凝聚的水流都破不掉。江千鹤等人对此并不怀疑，水曜灵体最擅长防御和困顿敌人，别说灵体之威，境界相差4重，这个叫秦修的负心汉估计都无法撼动云雪容的护体灵力。云雪容以水凝剑，水波倒映出他轻蔑至极的嘴角。废人，你就带着那些东西去死吧！有高阳在，高家将响彻大黎皇朝。一剑直刺秦修心口，剑尖泛着冷冽，可面对这一剑，秦修竟不避不让，右掌虚握，直扼剑身。云雪容见状，眼中轻蔑更甚，觉得他的水曜灵体最擅长防御，所以就敢拼死挣扎了。灵体凝聚的水流锋芒不亚于刀剑，和他同境都避之不及，更别说区炼气2重。就在秦修将要触碰到水剑的刹那，他的掌心竟突然凝聚出一片龙鳞，灵力意识化作金红交错的龙镜，整条右臂龙影盘踞，那尊怒张的龙口随着他的手掌猛然一握，狠狠咬在水流上。水流无形，千变万化，水曜灵体能被玄天宗看中，亦有着诸多玄妙。可那尊龙口却爆发出撕碎一切的残暴凶悍。真龙蛰伏18载，一招震怒天下惊。咔嚓！只见秦修猛然一握，潺潺水流骤然崩碎。
秦修又猛然轰出左拳，又一道龙气轰杀而出，砸在云雪容周身，萦绕的水流犹如被瞬间蒸发，荡出一道惊人的水波轰。满含怒火的一拳，不仅是滚滚龙威，更夹杂着秦修满腔的恨意。一拳所过，所向睥睨，水要破散，威势却不减3分，连同云雪容的护体灵力一起碾为齑粉。高阳这种跳梁小丑都能响彻大黎，那我这一拳破你水曜灵体又当如何？砰的一声，云雪容大口吐血的倒飞出去，他沉沉摔在地上，捂着心口，无比怨恨让那满是鲜血的面容显得更加狰狞。不可能，这废物怎么可能破得掉自己的水曜灵体？他分明只是炼气2重，放眼天下没有一个炼气2重能做到。别说是他，这一幕让已经准备转身离开的江千鹤等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被打飞的会是云雪容，他们不可思议地盯着秦修，一个人眼花还是错觉，但放眼看去，其他2家脸上也带着一模一样的惊愕。炼气2重破炼气6重的水曜灵体，这简直颠覆他们的认知。尤其是当长公主看到秦修双拳凝聚的黄黄龙影时，清然明眸中不由闪过抹惊诧。而玄天宗大长老在错愕过后一脸愤然，贼子，你还敢出手伤人？恐怖的气息顷刻暴涌，但长公主却缓缓抬掌，婉音轻了，大长老，有些事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吧。就在刚才，他心中泛起一个震撼无比的猜测，那尊强大到引动天雷的灵体会不会其实是眼前这名为秦修的俊逸少年？可这个猜测太过大胆，长公主此刻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就算是灵体刚刚觉醒，根本发挥不了多大威势，甚至和寻常修行者的区别还不大。灵体也是要成长的，高人指点，天才地宝堆积，还需厉害功法的搭配，这些缺一不可。而云雪容的灵体已然激发，哪怕秦修是最顶尖的灵体，也不可能以炼气2重胜过炼气6重，毕竟境界的差距太大了。但能见到灵体被揍，尤其还是玄天宗的弟子，对他而言未必不是一件趣闻。摘星阁主那双月眸也阴晴不定，扪心自问，即便是以先祖的星辰灵体，最初觉醒时也无法打败高出自身4重的5行灵体。但大长老哪里能忍，他杀意再起，却被江千鹤眼神示意，让他不要轻举妄动。大长老满心不解，可江千鹤考虑的显然更加周密，倒不是他多么在意事情真相，而是为了拉拢高阳。论能拿出的宝物，他并无把握胜过皇室，当然皇室也未必赢得了他玄天宗，所以高阳肯跟谁走，他亲人的意见就极为重要。而云雪容和高阳乃是表亲，眼下云雪容被打到吐血，长公主却横加阻拦，这无疑会惹得高阳不悦。江千鹤已经想好，待会瞅准机会，一是帮云雪容扬眉吐气，二是最大程度的拉拢高阳。主要他也很是好奇，炼气2重一拳击破炼气6重的水曜灵体，这是吃天才地宝能吃出来的混蛋，你到底吃了多少天才地宝？只见云雪容尖声嘶吼着，自从秦修父亲失踪后，这么多年都是他给秦修摆脸色，更别说觉醒灵体后，这废物便再也配不上自己。什么时候秦修竟然敢打自己了？我要你死！云雪容愤恨起身，再次凝剑向秦修杀去。只见云雪容周身弥漫出汹涌波涛，天地间的灵气竟刹那间凝聚成漫天水滴，化作江河凝聚于这一剑，翻江倒海。一剑袭来，云霓长盾赶脚下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云家地下的水流乃至城中的那条溪河都为之沸腾。我乃水曜灵体，在我面前你不过是只蝼蚁。席卷漫天的江河当中蕴藏着凌冽剑气，让飞溅而出的每一滴水珠都将院中的石木轰出触目惊心的孔洞。长公主看在眼中，脸色不由骤变，不愧是5行灵体，哪怕最为擅长防御，可水无常势，江河一怒，覆灭万里。而且这武技分明是玄天宗为其精挑细选的，哪怕只有黄阶上品，但由于水曜灵体的极为契合，威势已然不输玄阶。长公主扪心自问，哪怕背负一身皇室顶级传承，但同样炼气6重，她挡下这一击也需全力以赴。此等怒江狂涛，也足以淹没任何天才地宝堆出的蛮力。可洪水滔天，秦修却岿然不动。那道修长的身影傲立于云霓长之前，拳锋紧握，双龙合纵，怒然迎上漫天怒浪。你有你的水曜灵体，我更有我的混沌神体，区区水曜灵体就敢视我为蝼蚁？在我面前你才是蝼蚁！轰！只听双龙怒啸，龙吟震碎千层浪，2尊狂龙纵横，龙威所过，任你洪水滔天，也只有水散云开。2道龙影逆着惊涛骇浪，龙爪挥舞将江河镇压，狂龙戏水，竟游荡得越发肆虐，直至冲破水雾，在云雪容眼中映出怒张的龙口吼。2尊龙影从他心口贯穿而过，强横的龙威撕裂着他的血肉，重创他的5脏6腑。噗！
一道鲜血飙出，云雪容再也止不住的仰天后仰，漫天怒浪也顷刻间化作水花炸裂表姐。高阳双眸震颤，怎么会这样？这世上怎么会有炼气2重，能赢炼气6重的水曜灵体？不只是高阳，放眼看去，玄天宗一众强者无不瞠目结舌，在场每一位都是大黎皇朝颇具分量的人物，他们本就是世人口中的天才，可没听说过谁年轻之时能跨越4重战而胜之，更别说赢的还是灵体。别说跨越4重，能以铜镜修为而在灵体面前支撑不败，就已是绝世天骄。可这名叫秦修的少年一拳轰出龙吟木，踏浪分江灭灵体。云雪容狼狈地摔在地上，屈辱到了极点。秦修，我杀了你！可他还未来得及起身，就突然感到后背被一只脚狠狠踩住，在仰头时，就见秦修五指如龙，毫不留情地拽住他的头发，另一只高高扬起的手掌萦绕着怒啸的龙镜，轰然落下。水曜灵体，不过如此。啪！云雪容的另一边脸霎时间也泛起一道血红的巴掌印。说那些天才地宝是谁的？说你们是怎么冤枉我和你尝的？说到底是谁要悔婚，还给我和你尝下药？每一声怒吼都伴随着一道狠厉的耳光落下。云雪容被打得脸颊开裂，整个人都快被扇晕过去。秦修，我杀了你，杀了你！云雪容奋力挣扎，可在秦修脚下只能胡乱蹬着双腿。到最后，那怨恨无比的尖叫声中竟泛起屈辱的哭腔。为什么会这样？明明2天前秦修还被他们任意拿捏，赏赐他认错赔罪的机会，可现在他却这般狼狈地被踩在脚下。秦修猛然一拽头发，便将云雪容的脸蛋上昂，这个姿势的他只能仰视着云霓裳，脸颊滴落的鲜血宛若在告诉他当时的云霓裳是什么滋味。秦修的眼神冷厉至极，是非对错他不屑争辩，但没人能冤枉霓裳的清白。说出来，我今天只是打残你，不说你今天就死在这。云雪容咬着带血的嘴唇，2行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屈辱，无比的屈辱！她可是受玄天宗青睐的水曜灵体，将来名震大黎的天之娇女，怎么会被一个废物按着脑袋扇耳光？而秦修这副辣手摧花的狠劲，也让众人也看得一阵心惊胆战。这确定是曾经有婚约的青梅竹马，分明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关键长公主被这一道道耳光声惊呆的同时，还泛起一抹狐疑。话说但凡有点良知，出轨悔婚在先，都不能对曾经的未婚妻下手这么狠吧？而看着脸颊已经肿得看不出容貌的云雪容，高婉华目眦欲裂。秦修，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我云家养了你这么多年，你竟如此丧尽天良！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堂堂水曜灵体的女儿会被这废物踩在脚下，但再这么打下去，秦修怕是要在诸位大人物面前抖搂那件丑事啊！高阳也怒声高喝：是我云家天才地宝，背弃我姐姐，再不住手，我今日让你死无全尸！又对着众人拱手：诸位大人，谁能拿下此贼，我高阳日后必报此恩。好！玄天宗大长老本就想要救下云雪容，顿时银发飘舞，整个云府都深深站立。你这负心贼子，还敢在此逞凶！玄天宗大长老的实力几乎仅次于江千鹤，这一声怒吼蕴藏的威压让秦修的身躯猛然一颤，但他却硬扛着玄天宗的怒火，愤然扭头，一双龙睛死死凝视着大长老。你眼瞎，收了这么个好徒弟就够丢人现眼了。我劝你护短之前，还是先问问他究竟觉醒了什么灵体，别让你们玄天宗一再丢人到底。你！大长老怒不可遏，小子，你此话何意？只见秦修面对玄天宗主一众强者，依然不卑不亢，冷声道：他说他是灵体，那你问问他又能不能挡得住我一拳？江千鹤闻言，眼神一阵闪烁，这小子当着他们的面暴揍云雪容，此等猖狂，今天没人能救他，可他却偏偏如此有恃无恐。沉默几秒后，江千鹤突然翻掌，掌心多出一道古朴的罗盘。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等见识见识高公子觉醒了哪一种顶尖灵体。罗盘之上镶嵌着一枚透明的宝珠，是专门用以感应灵体的宝物，任何灵体的奇异被感知后，会让宝珠呈现出不同的奇异。云雪容的水曜灵体就会在宝珠中凝聚潺潺水流。玄天宗主的语气还是颇为客气，毕竟没准是秦修虚张声势呢。高阳接过罗盘，一脸阴狠戏谑地瞪着秦修：废物，你没想到吧？以为几句话就能蒙骗宗主大人？为了活命，你他妈还真是什么屁都敢往外放！高阳自信满满，虽然不知道秦修为什么这么能打，但这世道讲究的是灵体，是潜力，你再能打有个屁用！高阳将手掌按在罗盘上，立刻就感到灵力被隔绝，俨然只有灵体的奇异才能激活罗盘。一众强者目不转睛，玄天宗大长老突然想到什么，冷笑道：高公子，不是我玄天宗信不过，
只是我看长公主貌似不太信任你。长公主明眸含怒，一双玉手却不由拽紧裙摆，这是拿她刚才的阻拦大做文章，以此给高阳留下不好的印象。大长老吕须笑容得意，高公子放心，此子纵然猖狂，但在老夫面前一掌毙之。高阳一脸狞笑，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灵体，还我挡不住你一拳，你很能打吗？等会看你能不能扛得住大长老一掌。只要这罗盘闪起光芒，他保证秦修会被瞬间撕成碎片，连渣都不剩。1秒、2秒，好几秒过后，罗盘还是一片沉寂，宝珠也始终保持着透亮，没有泛起任何光彩。高阳的嘴角也从得意的上扬而渐渐僵住，没有反应。不可能吧？高阳额头渗出几滴汗珠，会不会是这罗盘坏了？肯定不会错的。摘星阁主那双弯月般的眉梢微微皱起，纤纤柔体也飞出一块古玉。试试我这个。虽然仍给了高阳机会，但摘星阁主的语气俨然已不再那般温柔。高阳连忙接过古玉，这和罗盘的效果一样，只要是灵体，就会让古玉泛起不同颜色的光芒。然而，任凭高阳死死攥着古玉，却也和先前无二，没有任何反应。快亮起来啊！我引来的异象那么强，怎么可能不是灵体呢？坏了，一定是这件法宝也坏了长公主。您那也一定有检测灵体的宝。当高阳慌乱地看向长公主时，才发现整个云家安静的出奇，空气宛若凝固，一位位强者愤怒的眼神让高阳浑身发起抖来。不，宗主大人、阁主、长公主、诸位大人，你们听我解释，真的是我真是灵体。那夜天降神雷，正是我突破炼气5重之时。姑姑、城主，你们可要给我作证啊！我的灵体只是还未激发，你们不是也说越是厉害的灵体，成长起来就越不容易吗？突然，玄天宗主仰头大笑起来，那笑声里带着3分自嘲，还有几分为了掩饰尴尬。可即便如此，也藏不住那滔天的怒火。小子，这么多年来，你是第一个敢欺骗本宗主的人。轰！猛然一掌，云霓裳甚至都看不清高阳被轰飞的残影，只看到一面院墙被砸出一道人形的轮廓。玄天宗主一怒，整个灵曲城都难以承受，高婉华吓得当场跪在地上，就连云雪容都不敢再发出半点动静。宗主大人饶命！可那一掌哪里够江千鹤泄愤？只见他泛着寒芒的目光瞥向林孤海，后者瑟瑟发抖，双膝顿时一软。宗主，我错。砰！在玄天宗主面前，高阳和林孤海没有任何区别，皆是一掌就被拍飞，埋在院墙当中。江千鹤的眼神可怕到足以杀人。奇耻大辱！奇耻大辱！自己竟然被小小的灵曲城给骗了。不仅被骗，他还不惜摆出这么大排场，光是传送阵的消耗，把云家途径都不够赔，面子、里子都丢光了。再想到还不惜拿出那么多宝贝拉拢高阳，江千鹤差点没忍住碾碎整个灵曲城。好在林孤海惊恐之余，强烈的求生欲让他不顾断掉的骨头，满身狼狈的从废墟中连忙爬了起来。他也冤枉啊，这几天他不是没有在城内排查，可除了高阳，其他人更没有灵体的样子，惹出这么大麻烦，他这外门执事是做到头了。现在能保住性命，都是不幸中的万幸。只见林孤海眼神一狠，宗主大人这一掌把他和高阳拍向一块，是发怒，但也在给他恕罪的机会。狗东西，连宗主大人你都敢骗！林孤海当即就从废墟中把高阳揪了出来，也不管他已经气若游丝，当场就折断他的手指，生生把那2枚装满剑面里的乾坤戒扯了下来。啊！断指的痛苦让高阳的叫声惨绝人寰，可林孤海没有半点手软，又狠狠将他一扔，整个人砸进废墟，再没了动静。胆敢欺瞒宗主，你们犯下的罪10条命都不够赔。林孤海将乾坤戒高举过头顶，颤颤巍巍地爬到江千鹤面前。宗主饶命，是我一时糊涂，给宗门造成的损失，卑职愿全部承担，求宗主开恩。江千鹤又是含怒一掌，蠢货差点误了本宗主的大事。这一掌又将林孤海拍到秦修脚边。林孤海顿时恍然，既然高阳是假的，而秦修又能相差4重境界战胜云雪容，那岂不是说当夜的天降神雷是秦修引来的？林孤海当即叩首便拜。秦修，哦不，秦少爷，是我有眼无珠，忘了灵曲城还有您这么一位天骄。您看在我和令尊还有几分交情的份上，饶过我吧，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与宗主无关。秦修皱眉，他能理解林孤海是被高阳蒙骗了，而且自己不能修行的名声在外，忽略自己也情有可原。此事与你无关，起来吧。林孤海闻言感激万分，多谢秦少爷，多谢秦少爷。他在灵曲城一言九鼎这么多年，今天秦修一句话却能保住他身家性命。江千鹤见状松了口气的同时，连忙堆出满脸笑容。
就在刚才，他差点就出手帮云雪容了。要真这么做了，那他简直就是玄天宗的千古罪人。却没想长公主上前一步挡住了他，对秦修盈盈微笑：“秦公子，刚才有人动不动就说要一掌必杀你，你说是不是很讨厌？我大离皇室也有检测灵体的宝物，请公子一试。”长公主说着，葱郁一般的指尖托起一道青铜古镜，镜面隐约能看到一缕裂痕。而江千鹤见到这一幕，恨不得再给大长老一掌。他妈的，就差几秒钟就能见分晓，你非多那嘴干什么？大长老张着嘴巴，只觉满心苦涩，恨不得自己给自己2耳光。他想着徒弟和高阳乃是表亲，又为了抓住机会打压皇室学府，再趁机表现一番。谁能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江千鹤连忙又拿出罗盘，满脸堆笑的走到秦修面前：“秦公子，误会，都是误会，用我的。”长公主笑容不变，暗中却用力踩了他一脚：“你玄天宗的罗盘刚才不是坏了吗？让你刚才落井下石。”长公主绝不退让，虽然她刚才的阻拦是看热闹居多，但这可是拉拢秦修的大好机会。之前她没把握斗赢玄天宗，但这一句话兴许就能让秦修心中的天平倾斜。秦修见到两人你推我搡的模样，略感好笑，但比起高阳的得意忘形，他显得云淡风轻。他伸出的手最终握住了长公主的铜镜，那一刻将千鹤面色骤变。这会是秦修的选择吗？现在他只能想着秦修不是那灵体，毕竟哪有灵体18年不能修炼的。所有人再次屏住了呼吸，瘫在地上的高婉华母女眼中除了深深的恐惧，还闪烁着一抹狠毒。她一定不是灵体，一定不是。这连破4重的恐怖力量，还有那凝聚龙气的强大法门，最好都是得益于他父亲留下的宝贝。只要秦修不是灵体，那他们今天还有一丝活路。不只是活路，他女儿的水药灵体可是真的。一个天才地宝堆砌的药罐子也就威风一时，根本无法和水药灵体相比。那么笑到最后的依然是他们。嗡然随着秦修的手掌触碰铜镜，在场所有人的心弦都随之紧绷。只见铜镜模糊的镜面突然浮现出一片漆黑，真的是灵体。长公主一双好看的凤眸瞪圆，阴唇呼出的幽兰香气都变得急促。云雪容则死死咬牙，这漆黑一片看上去平平无奇，没准那夜天降神雷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觉醒的其实是用处不大的低级灵体，比不过自己的水药灵体，那输的就不是他。但是很快，那片黑暗犹如混沌初开，缓缓浮现出一片星河日月。日月宛若伴随着开天辟地，将亿万岁月凝缩为短短几秒，漫天星光，诸天寰宇就散发出耀眼至极的神光。铜镜剧烈的颤动起来，随着神光的越发鼎盛，好像根本无法承载这样的力量。只见铜镜上的裂纹越来越多，眨眼间就碎如蛛网，在所有人震撼无比的目光下，发出一声脆响，爆裂开来，散落一地碎片。那一刻，江千鹤呆住了，长公主呆住了，摘星阁主更是心神震颤。铜镜碎裂，大离皇室流传下来世代检测灵体的法宝竟然碎了。先前铜镜上的那道裂痕是从何而来，他最为清楚，正是他的先祖开辟摘星阁的那位星辰灵体留下的。越是强大的灵体，铜镜映照出的光华就越耀眼。星辰灵体作为大离出现过的最强灵体，曾让铜镜惊艳出一丝裂痕，也从此开启了摘星阁祖师的一路纵横。可秦修检测出的体质竟然让铜镜整个碎成渣。长公主明眸迷离，如痴如醉般呢喃，回想起先皇流传的6字真言：铜镜破，神体出。虽是先祖所留，但6字真言没有人当回事，长公主甚至都快将其抛之脑后。因为放眼大离皇朝，几十年能出一位灵体都算气运不差了，可今日竟出了一位神体。长公主再难保持皇室的端庄，颤抖的惊呼：神体，是神体！秦公子，你不是灵体，而是神体。因为太过激动，长公主那双从未接触过异性的纤纤玉手竟直接挽住了秦修。秦公子，加入我皇室学府可以吗？声音中竟有一些撒娇的意味在里面。那神态和行为看得江千鹤嘴角直抽抽，这是长公主能发出的声音。你在世人面前那副冷若冰山的皇家威仪呢？还有你的手往哪乱摸呢？江千鹤后悔的牙痒痒，自己只顾着准备绝世珍宝，怎么就忘了带2个漂亮的女弟子来？却见摘星阁主月眸闪亮，似是想到什么，把身边2位侍女往前一推的同时，薄纱之下的绝美容颜也泛起抹红晕。今生的剑神体问世，实乃月离之幸。秦公子，请跟月离回摘星阁吧，只要公子愿意，摘星阁的一切都是公子的。月离乃摘星阁主之称谓，此刻他的态度比见到高阳时更加热情，已经不是温柔了，而是带着一丝丝祈求的意味，姿态可谓是放得极低。因为秦修觉醒的可不是什么顶尖灵体，而是惊天动地的神体。大离皇朝从未出过神体，
哪怕是他们这些强者，都只是听说过些许神体的传说。神体当面，若是错过秦修，他得后悔一辈子。两位闭月羞花的侍女对着秦修盈盈行礼，一个笑容甜蜜，一个怡然动人，灵动飘逸的丝带下勾勒出惹火的细枝柳腰。摘星阁主暗暗打定主意，这两位他亲自调教的侍女还不够，那他不介意轻解面纱博君一笑。这给江千鹤看得一阵鸡皮疙瘩。月离，老帮菜你还装嫩了，呸，恶心！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岁数给秦修当妈都够了吗？但望着自己玄天宗这一大帮老骨头，江千鹤意识到再不出手，那可就真晚了。秦公子，别听他们的，他们能给的，我玄天宗也分毫不差。公子，我玄天宗不仅天才地宝堆积成山，宗内女弟子也个个风情万种。我保证3年，哦不，2年之内，便助秦公子成为大黎年轻一代第一人。望着被众星捧月的秦修，云霓裳咬着樱唇，泪水如决堤般滑落。模糊的视线中闪过一幕幕往事，这些年的相依为命，被冤枉时的嘶声怒吼。他说再也不让人欺负我，还有那句我不仅不走，我还要留下来娶你。是真的，竟是真的，自己的男人不是灵体，而是响彻大黎的神体。云霓裳流泪满面，但这一次的泪水划过唇间，不再是苦涩，而是幸福的甜蜜。她的落泪顿时引来秦修的关心，而长公主见状顿时明眸一闪，这位才是秦公子的挚爱良配吧？姑娘怎么哭了？我知道了，一定是你这位觉醒灵体拜入玄天宗的姐姐，让你们蒙受了不白之冤。此话一出，江千鹤整个人都快崩溃了。你特么专门强调拜入玄天宗干什么？少说几句，不会有人把你当哑巴。秦修一边温柔地轻抚云霓裳的脸颊，瞥向身边的眼神却泛着冷漠。悔婚什么的，他其实不在乎，但他不能让云霓裳一直背着那狗屁通奸的骂名。混沌神体是一回事，但不代表他喜欢让世人误以为他是有了神体就肆意悔婚。江千鹤见状，当即怒瞪高婉华，仅一道眼神就吓得他魂飞魄散。说，你们是如何冤枉秦公子的？敢说一句假话，本宗主让你生不如死。高婉华母女只觉得天都塌了。秦修不是灵体，是神体，神体。他万万没能想到，那天上午刚算计完秦修和云霓裳，当天夜里就是秦修觉醒的漫天神雷。早知如此，那个药就该给秦修和云雪容下，就是硬推也要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啊！只要有那道婚约在身，秦修就算和雪容感情一般，但碍于情面也会将之迎娶的他，也有机会成为整个大黎皇朝都羡慕的神体的岳母。可这一切都被他自己亲手葬送，悔意如潮水一般涌来，将他拖入那漆黑的万丈深渊。然而下一刻，刺骨的寒意让他清醒，他浑身一个机灵，再不敢隐瞒。是我错了，是我冤枉秦少爷，是我给他和云霓裳下药，是我盯上了秦少爷父亲留下的宝物，才出此下策。秦修，伯母错了，你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饶了我们吧。雪容她其实心里一直有你，让她给你做妾，不，哪怕是做丫鬟也好。呵，秦修冷笑，心里有我，指的是想一剑捅穿我的心口吗？那可太有我了。而江千鹤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墨来。好啊，你不仅蒙骗本宗主，还把我玄天宗当枪使。江千鹤愤然抬掌，这一掌足够让高婉华碎成一地肉末。云雪容见状，连忙扑在江千鹤脚边，抓着他的裤腿，哭天抹泪。宗主大人，都是我的错，是我瞎了眼。就在刚才，他还抱有一丝幻想，就算秦修的灵体很强，但他的水药灵体也不弱，就算要拉拢秦修，顶多也只是责罚自己一顿。可他们全都看走了眼，他还把这么一尊神体主动推到了妹妹床上。早知如此，他宁可不要这一切，也要侍奉在秦修身边。神体面前，他的灵体犹如井中挖观天上月，一粒皮肤见青天。满腔的后悔让云雪容哭得肝肠寸断，抱着秦修的大腿死死不放手。秦修，对不起，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该死，求求你饶过我这一次。霓裳，好妹妹，我知道你最善良了，咱们可是亲姐妹啊。姐姐错了，你打我吧，以后你做大，我做小，我侍奉你们俩，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他错了，他真的错了，哪怕他等几天再决定下药，那现在待在秦修身边，被他以神体保护的女人就会是自己。云雪容怎么可能不后悔？从几位大人物的态度，他就清楚，今日开始，秦修必将一飞冲天。他不甘心，有婚约的是他啊，凭什么让妹妹获得如此好处？他心中还抱有一丝侥幸。云霓裳看着跪在脚下的云雪容，神情无比复杂，扪心自问，如果觉醒灵体的是高阳，那他现在只会比姐姐更加狼狈，甚至可能连生路都没有。可想到两人的血缘，云雪容眼中闪过抹迟疑，可秦修嘴角却扬起抹冷笑。这18年的隐忍让他早已看透人情冷暖，他从来都不是知道错了，只是知道
自己要死了。他很好奇，云雪容是哪来的脸，还敢幻想给自己做小的？就凭那一纸被他亲手毁掉的婚约吗？做小？你做狗都没用。这一句话令云雪容如坠冰窟，她脸色惨白，曼妙饱满的娇躯整个紧紧贴住秦修的腿。不要，秦修，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我是秦叔叔亲自定下的儿媳妇啊。秦修懒得搭理他，而江千鹤岂能放过这表现的绝佳机会？他恶狠狠地一脚踹飞云雪容，对秦修作揖。秦公子息怒，玄天宗必然给公子一个满意的交代。说罢，他怒然望向大长老：“你的人，你还不动手？”大长老深吸口气，神色冷厉：“云雪容，你欺瞒宗门，罪大恶极，自此刻起，你我再无师徒之名。”言罢，大长老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毕竟水曜灵体实属罕见，天赋异禀，只可惜与秦修觉醒的神体相比，终是黯然失色，不值一提。念及此，大长老心一横，牙关紧咬，声音更显冷硬：“玄天宗与你再无瓜葛，至于你的罪状，该杀。”云雪容闻言，整个人如遭雷击，泪水决堤而下，哀声祈求：“不要，师尊，求您救救弟子，弟子不想死啊！”回想起1个月前，师尊还对他呵护有加，言犹在耳，可现在只为给秦修泄愤，杀自己10连眼都不眨一下，云雪容的心中更是悲痛欲绝。望着大长老掌心凝聚的杀意，长公主却带着一抹嘲弄：“大长老，我怎么记得你前几天还跟我师尊炫耀收了位水曜灵体呢？方才还口口声声称颂为挚爱弟子，转瞬间一见秦公子的神体便要大义灭亲。”大长老闻此，心中怒火中烧，只恨不能一巴掌封住长公主的喋喋不休。江千鹤也火冒三丈：“公主，你说的哪里话？刚才我玄天宗也是受到蒙骗，没弄清楚，现在不正欲还秦公子一个清白公道吗？”长公主冷笑依旧，语气中满是嘲讽。待到见了神体，方想起公道2字，这等公道又能称之为公道？你！江千鹤怒火更盛，几乎要失控，恨不能将长公主的嘴给撕烂。但长公主却昂然挺胸，不让分毫。她必须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让秦修对玄天宗保持反感。两人面前的空气几乎爆出火星，秦修看在眼里，心中了然，这都是为了拉拢自己的手段而已。但从印象上来说，长公主还算不错，至少刚才虽然对高阳示好，但并未动不动就要一掌拍死自己，而且也是第一个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不劳烦宗主动手了，我还是随公主殿下回黄州吧。此话一出，大长老扬起的杀意突然僵住了，但就是这么片刻的迟疑，让他和秦修的眼神对上时，顿时追悔莫及。完了，自己的犹豫落在秦公子眼里，不就是听说神体不跟玄天宗后，那就干脆不替他主持公道了吗？这么做没错，毕竟水曜灵体也极为难得，这世道讲究的是强者为尊，不是什么伪光正。但问题是，现在秦修这尊神体的心情就是世道的准则啊！秦公子，我现在就杀了他，请您三思，我玄天宗论底运绝不输皇室。大长老想要弥补，秦修眼中却闪过抹不易察觉的失望。如果真有诚意，那大长老下议事会是自己蒙此冤屈，绝不能放过云雪容。人的第一反应足够说明很多。如果说刚才他还有试探的意思，那现在他已经做出了选择。长公主，我和你回黄豆，但是在此之前，我有一个要求。此话一出，江千鹤等一众强者脸色难看至极，而云雪容经历这种生死起落，腿间竟被吓得流出一阵暖流，摘星阁主同样满脸失落。要是自己刚才也为秦修发声就好了，就这么和一尊神体错失良缘。而长公主闻言，玉手腕的秦修更紧了，都没注意到金枝玉叶养出的美艳娇躯都快蹭到秦修胳膊。什么要求？公子尽管开口，别说1个，就是100个我也答应。长公主满心欢喜，自己当时无心插柳的举动，竟然为他大离皇室赢得一尊神体，他这运气属实逆天。突然间，长公主似想到什么，风华绝代的脸蛋上浮现出一抹粉霞。秦公子现在不缺天才地宝，也不缺功法武技，还需要提的条件，该不会脸红归脸红。长公主轻咬贝齿，竟是没松开挽着秦修的玉手。说起来，她刚才就觉得秦修五官俊逸了。秦修感受着那双温润如软玉的触感，却不由一阵尴尬，连忙后退半步，牵起云霓裳的手。是这样，长公主，这位是我的妻子，姓云名霓裳，我想把她也带去黄州，最好在学府和我一同修行。就这一点要求，在长公主眼里根本不叫事，但她能感觉到秦修在提到我的妻子4个字时，满是不容拒绝的霸气和疼爱。打量着云霓裳的沉鱼落雁之姿，长公主莫名泛起一阵羡慕，还有一缕连她都说不清的嫉妒。尽管在整个大黎皇朝追求她的俊秀天才如过江之鲫，但放眼大黎，秦修这尊神体却是举世无双。没问题。
长公主点头答应，被秦修躲开的玉手悬在半空，没来由的感到阵阵失落。就这点要求啊，本公主还当是什么呢？呸呸，我失落个什么劲呀？我可是一国公主，皇朝的掌上明珠。长公主整理情绪，以防变数，她当即就要带秦修走。秦公子，灵曲城的传送阵被江宗主震碎了，咱们只能先去最近的城池，再转乘传送阵。临走前，长公主还不忘幸灾乐祸的补刀，在这你玄天宗说了算是吧？一脚踩碎传送阵是吧？收了水药灵体气运到了是吧？长公主的心情很是愉悦，这次把秦修这么一位神体带回去，她简直不敢想父皇和师尊的如何夸赞自己。眼看秦修就要跟着离开，摘星阁主那双月眸满是遗憾惋惜，但比起玄天宗，他还算不错，起码没和这尊神体交恶。秦公子有空请一定赏脸，来我摘星阁做客。摘星阁主眨了眨眼，目光如皎月般朦胧而勾人心魂。我摘星阁必然叫秦公子满意。秦修打了个哆嗦，刚才差点就被那两位侍女包围了，敷衍的回道：一定一定。整个云家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更没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就算父亲回来得知消息，也可直接去黄都找我，而且去到黄都后更加广阔天空，他也能去打听父亲的下落。云霓裳紧随秦修身侧，心中交织着未散的惊惧与难以言喻的温情。就在秦修和长公主提要求时，他不是没感到心慌，毕竟秦修成为神体后平步青云才是唾手可得，不知会有多少女子对他投怀送抱。且不说那气质非凡的长公主，还有那摘星阁之主，乃至其身边的两位侍女，皆是倾城之色，风华绝代。现在的自己真的还配得上秦修吗？他甚至有想要退却，然而秦修却紧紧握着他的手，去黄都的唯一要求就是带上自己。苦熬18载，辛酸苦辣，一朝神体天下经，却对自己不离不弃。为了这样的男人，哪怕是去死，他都心甘情愿。云霓裳，你真傻，你才是那个傻瓜，以后不许再这么想秦修了。云霓裳美眸微红，在心底幸福地数落着自己。皇室学府的强者早已备好马车，车队前高挂着大黎皇室的旗帜，一路必然畅通无阻。望着马车扬起的飞尘，江千鹤掌心不住地颤抖，真忍不住想抽自己。摆出这么大排场，本以为水曜灵体在前，绝世神体在后，他玄天宗将气运冲顶，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大长老讪讪地站在一旁：宗主，是我不对，我愿意受罚。江千鹤苦笑：你受罚？什么样的惩罚能把这尊神体挽回来？要是有，他愿领着玄天宗所有人一起受罚。算了，神体举世无双，能否得知全凭缘分，我玄天宗没这个缘分。江千鹤叹了口气，本想自我安慰，但心中的苦涩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发凶闷。这可是神体啊，关键这不是缘分问题，他玄天宗也不是没有机会，却被他们硬生生给做没了。看着皇室的车队扬长而去，大长老也憋着一肚子火。再看到犹如烂泥般瘫在云府门前的云雪容，脸色就愈加难看了。那他怎么处理？江千鹤眼中闪过抹恨意，但终究是渐渐散去。刚才没痛下杀手，现在秦修都走了，杀了云雪容又有什么用？这口气他也咽不下，不是对秦修，而是对长公主和其背后的大黎皇室。江千鹤语气依旧淡漠，可弹指间却飞出一枚疗伤丹药，落在云雪容面前。我知道你心有不服，本宗主今日也很不高兴。你欺瞒宗门，本罪该万死，但本宗主给你个机会，戴罪立功。你的灵体不算差，以后跟着你师父好好修行，要让世人知道，做我玄天宗的亲传弟子，不比大黎的公主差，明白吗？云雪容狼吞虎咽地服下丹药，满是污泥血凝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片血色。多谢宗主开恩，多谢宗主开恩。雪容今后必将誓死效忠宗门，万死不辞。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活下来。说起来，还幸亏秦修选择了皇室学府。他不仅明白宗主的意思，随着伤势的恢复，刚才的悔恨和屈辱化作满腔怨毒涌上心头。秦修，刚才我那么卑微的求你，你却连一点机会都不给我，我哪里比云霓裳差？给你做小女竟然都嫌弃，就算你是神体，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云雪容满脸恨意，她知道越是强大的体质，成长起来就越艰难，神体也应该不例外。而她若是加倍努力，再凭借水曜灵体，未必不能报今日之仇。我必须要快，3-5年之内，神体成长的艰难反而是我的优势。等着吧，秦修，这个仇我一定要报。谁说我的灵体就不如你的神体？皇室学府的车队驶离灵曲城，赶往临近城池的一路上，秦修和云霓裳游山玩水，难得的惬意和悠哉。殊不知，遥在皇室学府，墨袍银发的老者肺都快气炸了。你说什么？灵曲城的传送阵被毁，黄都的总阵已感知不到。老者气得须发飘舞，面前的黄都禁军统领单膝跪地，显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摘星阁做事没这么绝，八成是玄天宗干的好事，擅自摧毁传送阵，视为毁大离枢纽。江千鹤是想造反吗？禁军统领颤声道：院长，临近城池的传送阵尚且可用，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您法驾亲临，纵是玄天宗也得顾忌3分。老者气到破口大骂：顾忌个屁！有这功夫，江千鹤早把人带回玄天宗了。而且长公主是带着令牌去的，这是何等分量，江千鹤不会不明白。可依旧毁掉了传送阵，这摆明了是为那尊灵体和他撕破脸。现在能毁传送阵，就算真上到玄天宗的山门，江千鹤也能启动护宗大阵恭候他。老者满脸愁容，整个人更加焦虑。能让江千鹤直接掀桌子，那尊灵体究竟有多强？放眼整个皇朝，除了他和陛下，江千鹤本就谁也不惧。前有水药灵体如虎添翼，现在又收了一位顶尖灵体，他大离皇室还能压得住玄天宗吗？不行，老夫说什么也要亲自去一趟。真做看绝世灵体被玄天宗带走，我有何颜面去见历代先皇列祖？老者说着，身影陡然消失，下一刻就出现在皇室学府内部的传送阵前，立刻启动。而就在老者下令的同时，遥在数千里外的长公主也正启动城中的传送阵带回到学院。而等先不提此事，且让我好好戏弄一番那老顽固。长公主嘴角轻扬，眉宇间洋溢着愉悦之情，显然心情极佳。身旁簇拥的学府强者面露迟疑之色，轻声劝道：殿下，此举恐有不妥，院长毕竟年岁已高。有何不妥？长公主明眸善睐，嘟囔道：谁让他对我要求那么严苛，今日便让他也尝尝担惊受怕的滋味。与此同时，皇室学府内望着闪烁起的传送阵光芒，老者肺都要气炸了。是谁？不知道这时候每耽搁一息，江千鹤就能带着灵体飞出好几里吗？老者自认还是讲道理的，但这个时候占用传送阵不是耽误他的大事吗？他已经想好，不管待会传送阵里走出来的是谁，今日他还真就得迁怒一番了。温光耀明闪，长公主等人的身影缓缓走出，秦修和云霓裳也赫然在列。见到众人，老者不由一愣，但他还没来得及询问秦修的身份，就见长公主明艳的凤眸闪过魔角匣，眼神示意了一众同伴后，接着尽泛着阵阵哭腔委屈：师尊，我办事不力，那尊灵体弟子没能抢过玄天宗。看着一瞬就进入状态的长公主，秦修顿感什么叫反差。堂堂皇室嫡长女，在世人眼中可谓清高如兰，冷如雪山，不露悲喜，摘天上星也难博其一笑。果然，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而老者见到回来的是长公主等人，气顿时消了大半。可听到这消息时，眼中不由流露出浓浓失望。你们真的没抢到那尊灵体？几位学府弟子看着老院长几欲心碎的惋惜，顿时不忍心欺瞒，却见扑在老者怀里的长公主偷偷扭头，给予眼神警告：启禀院长，此行确实没见到什么灵体。开口之人低下了头，生怕一个没绷住露出破绽，心底不断告诉重复自己这不算撒谎，的确没有灵体啊，他们找到的是神体。而闻听此言的老者身形顿时晃了晃，整个人好像一瞬间苍老了好多，怔怔望着天空，眼中尽泛着抹泪花。悠悠苍天，何伯于我大离皇室啊！这一幕让几位皇室学府的强者一阵动容，院长真是为大离皇室鞠躬尽瘁啊！顿时他们看向长公主，暗道殿下也该玩够了吧？这件事刺激太大了，没看院长的气色都灰暗苍老了吗？长公主凤眸眨闪，表示这才哪到哪，你们是从小没挨过老顽固的戒尺。再说了，他又不是办事不力，秦修就站在这还能跑了不成？只见老者捶了捶发闷的胸口，竟坦然的没有责怪众人，反而拍了拍长公主的肩膀：不怪你们，是我大离皇室无此缘分，要怪也该怪老夫，只以为一道令牌就可万事大吉。江千鹤，这一局是老夫栽了。老者又安慰道：怎么样，玄天宗没刁难你们吧？这让长公主感到一阵心暖，老顽固虽然严苛，但还是会关心人的嘛。她决定不再闹了，低着头，一副天剑犹怜的自残：没有，师尊，我们没能带回灵体，但我们带回了一位神体。说到神体时，长公主骤然抬头，倾国倾城的俏脸笑容灿若桃花。没带回灵体？等等，神体？老者顿时瞪圆了眼睛，趔趄着后退了好几步，好不容易站稳，再看长公主那满脸笑靥如花间，还玉手轻掩粉唇，分明是在窃笑。一众学府强者嘴角也直抽抽，俨然憋笑憋得难受。神体？你说的可是传说中万载难见的神体？老者此时也回过神来，都不顾上其他，紧接着直接追问：神体在哪呢？哪来的神体？讲道理，老者首先怀疑的是这丫头在戏耍自己，
但若真敢以这等大事为儿戏，他保证让长公主知道妻师的下场。望着师尊那迫切的神情，长公主终是不再遮掩，玉指轻扬，指向秦修。诺，人就在那，这位正是身怀神体的秦修秦公子。搜话音未落，老者身形恍若幻影，一闪即逝。紧接着，秦修只觉肩头一沉，肩膀就被一双宽厚深沉的大手按住，那因激动而紧握的力道，直让秦修肩骨发疼。你是神体？那叶天降神雷的异象是你引来的？老者声音微颤，言语间难掩激动之情，却又还带着几分紧张。这身板果然很硬，看似是激动之举，其实何尝不是在试探。是。秦修也清楚眼前这位老者的身份，当即承认，并运转苍龙战诀，体内似有龙鸣声传出。老者顿时眼睛发亮，心中更是确定了几分，收起了手上的力道。好，好，他朗声赞叹，神色间难掩激动之情，真是苍天庇佑，竟让我大离出了一位神体。好，太好了，这都是本公主的功劳。一旁，长公主在旁轻哼，带着几分傲娇与得意。你这老顽固的令牌根本就吓不住江千鹤，多亏本公主冰雪聪明，可惜你没在现场。他开始说起当时发生的事情。老者听得神色不断变化，却也没想到事情竟还如此曲折。好在这丫头聪慧机敏，第一个站出来为秦修出头。当时秦修的神体直接把父皇赐予我的铜镜震碎了。铜镜碎了。老者闻言，双眼蓦地一缩，瞳孔中震站着难以置信的光芒。那面铜镜他自然清楚，以一道裂痕就见证了摘星阁祖师的崛起，如今竟然碎了，那秦修必然是神体无疑。顿时一律进去。老者一扫先前的阴霾，顿时气色也不萎靡了，眼神也不浑浊了，仰天大笑时更是气息雄浑，震彻学府神体。这可是神体，当年一尊顶尖灵体就让他大离3分势力，如今皇室学府竟招揽到一尊绝世神体。老者只觉心情舒畅，神清气爽。止住笑后，他突然皱着眉看向还在嘚瑟的长公主。等会，那你这死丫头刚才还一副哭丧的样子干什么？敢耍老夫！意识到被捉弄的老者身影一闪，就要当众训徒。长公主早有预料，倩影腾挪，掠过阵阵香风，最后干脆躲在秦修身后，温软白嫩的玉手搭在他的肩头，吐着粉舌古灵精怪。老头，我确实没带回来灵体啊。老者嘴角抽搐，你少跟我来这套。今得神体，学府必将兴盛，最宜奏长公主。可他却借着秦修左躲右闪，师徒俩互不相让。长公主为了不被老者抓住，整个人都贴在秦修身上。秦修顿时感觉背后似有2座大山在压迫着自己，辗转腾挪，搞得他也心神不稳。毕竟这位长公主国色天香，如此亲密的接触，他怎么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呢？虽然因为在云家受尽冷眼，秦修心性成熟，但是在男女这方面却还颇显稚嫩，哪受得了这个？在长公主又一次转移到秦修正面的时候，忽然觉察到了一丝异样。咦，忽的，他的脸蛋就如火烧一样变红了，耳根子都红了，一个没注意就被老院长揪住了耳朵。怎么不笑了？是不爱笑吗？在老院长的一番感化之下，长公主垂眸捂面，成功将笑容转移到了众人脸上。只有秦修不是很自然，刚才他应该是冒犯到了这位长公主殿下吧？但是这也不能怪他啊，人之常情。老院长的目光落在秦修身上，那张素来严肃的脸庞上竟绽放出一抹难得的笑容，赞许道：不愧是神体，气宇非凡，仪表堂堂。客套之词老夫便省去了。总而言之，老夫在此保证，一定不会辜负你选择了我大黎皇家学府。我大黎境内无论是何等珍稀的天才地宝，只要你有需要，必有你的一份。多谢院长。秦修闻言，谦逊地弯下腰身，行了一礼，没有丝毫因身为神体而自高自大的迹象。也不得不如此啊，不然一袍高举，实在不像话。秦修的这份谦卑，却让老院长看向他的眼神愈发满意。执掌学府多年，天才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皆是璀璨一时。灵体之才，他也亲手栽培过几位。然而那些佼佼者，往往眼高于顶，目中无人，他已司空见惯。反观秦修，身具神体，却不卑不亢，单是这份心性，就可见成就大才的潜质。此事老夫自当禀明陛下，不出几日，定会设宴为你接风洗尘。神体，大黎立足至今独一份，一朝帝皇举杯相邀，毫不夸张。秦修虽不在乎这种虚荣，但也并未孤高于世，一切听院长安排。你随老夫来，先带你熟悉学府。苏荷，你去给秦修安排一个住处。老院长说罢，才瞪了眼长公主，还不去通禀陛下？好。长公主的笑容似乎收敛了许多，没有那么张扬，临走前才悄悄瞅了一眼秦修，一时得意忘形，竟羞死人了。他跺着脚，
快步离去。一路上，秦修和云霓裳见识到了皇室学府的巍峨与气派。路过的一个个学府导师，气息绝不亚于一城之主，却驻足对老院长恭敬的行礼，同时也颇为好奇身边的秦修是何身份。他们隐约观察到，院长竟然刻意和这位少年步伐一致。要知道，平日里就算是长公主都得跟在院长身后遵听教诲，放眼整个大黎皇朝，从未见过此等人物啊！在院长的府邸前，留有先皇亲自提笔的镇佑大黎的滚金门匾，笔劲沧桑而威严，不知鞭策了多少代大黎才俊。秦修也在路上得知老院长姓莫，让他愿意的话，可以称一声莫老。院长处理事务的大殿虽无金碧辉煌的奢华，却也是古色古香。秦修，你初来乍到，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莫老亲自为秦修和云霓裳斟上一杯茶。秦修应道：来时的要求，长公主已经答应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事想请问院长，是关于家父的。哦，令尊尊姓大名。灵曲城对于皇都而言只是小地方，但莫老依旧不敢怠慢。家父秦问天，祖弟何处无从考究，自我记事起便一直跟父亲住在灵曲城，不知遇到何事，父亲于7年前不辞而别，至今了无音讯。秦问天，秦修颔首，眼神中充满期待。莫院长的人脉毋庸置疑，绝对是整个大黎最有可能知道父亲下落的人之一。莫老呢喃着这个名字，却毫无印象。别说秦问天，在黄都大大小小的豪门他都知道，并没有姓秦的。可即便如此，他也不禁好奇，能栽培出秦修这么一位神体的父亲，真的会是屈居小小灵曲城的普通人？真是惭愧，老夫一时之间竟毫无头绪。不过你放心，老夫定会将此事详尽转奏给陛下。待陛下动用大黎护库，一旦寻得你父亲的下落，老夫必当第一时间遣人告知于你。此番劳烦院长费心了。莫老轻轻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突然间又想到什么，露出一副慈祥和蔼的笑容。秦修啊，老夫得提醒你一句，你别看芷柔，就是刚被老夫教训的那丫头，平日里虽然顽劣了些，但骨子里还是很文雅乖巧的。想来是初见你时太过欣喜，一时失仪，你千万别往心里去。秦修被这番如长辈谈心的话给说得有点猛。长公主是刁蛮还是冷傲，他其实并没有多在意，和他说这些干什么？可莫老却不这么想。刚才两人的那点事情，他其实看在眼里，却并未点破，相反觉得两人很是般配。他很清楚，皇室学府能给的，玄天宗也绝不差。要想让秦修归心，只是给予资源，那肯定是不够的。若是皇室长公主能与他结为秦晋之好，此事不就稳妥了吗？你们先相处一些时日。秦修意识到莫老误会了什么，当即提醒：嗨嗨，院长，我也有妻子了。说话间紧握着云霓裳的玉手。莫老也觉察到自己失言，虽然强者多妻很正常，但是这么明目张胆当着人面挖墙脚，他老脸也是一红。为了掩饰尴尬，急忙转移话题：你先熟悉几日，回头老夫。按照常规流程，他本想说给秦修安排个合适的导师，但又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位可是大黎皇朝前无古人，后也很可能无来者的神体。别说其他导师，就是他自己也从未教导过神体啊。莫老没往下说，我指导神体，做人得有自知之明。这样吧，你先去藏书阁任选一卷功法武技，有任何不懂，可随时来问我。不只是皇室学府，就算玄天宗对神体也是一片空白。莫老很好其身体会有怎样惊天动地的天赋，当即便领着秦修去往藏书阁。藏书阁戒备森严，乃学府重地。阁前有一位老人盘坐镇守，气息之深厚不输玄天宗大长老。阁内更有诸多高手暗中监视。由于学府很多弟子乃皇室成员或王侯子嗣，所以大黎皇朝对藏书阁极为看重，其中甚至珍藏了皇朝的顶级功法。见到莫老到来，那老人当即起身，在打量身边的秦修，不由一阵诧异。院长，这是？莫老和眼前老人显然很熟，莫名的他眼中突然流露出一抹痛惜。别提了，只有这回没能把那尊顶尖灵体带回来啊！藏书阁长老痛心疾首。那灵体去哪了？不会又被玄天宗带走了吧？那倒没有，灵体没找到，但我皇室学府自今日起多了一位神体。看着一脸隆重介绍自己的莫老，秦修满脸黑线，这分明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好吧？神体！藏书阁长老当即惊呆了，这是他根本不敢想象的存在，震撼的同时又觉得不够真实。直到莫老说出铜镜破碎的事情，铜镜破，神体出，莫老肯定不会拿这种事情和他开玩笑，而且那夜的异象还历历在目。在看向秦修的时候，他的目光就变得炽热了起来。这可是神体啊！振兴学院，振兴大黎，指日可待。不过院长并未亲自出手，又是怎么从玄天宗手上把人抢过来的？陛下把
把长公主许配给他了？暂时还没有。秦秀人都妈了，这位藏书阁长老想必也是响彻皇都的大人物，说话却比院长还心直口快。而且什么叫暂时还没有？但不得不说，那位长公主殿下的确是国色天香。莫老好一阵嘚瑟，这才对秦修说道：“你因还没有般配的功法武技，但在学院藏书阁顶级法门应有尽有。以你之神体，直接去最上边一层即可。藏书阁共分为5层，越往上的功法武技品阶越高。为了鞭策学府弟子不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第3层的功法就已经需要为学府做出贡献，更别说第5层，也就是学府最为顶级的法门，哪怕学院长老的亲传都没有几个上去过。但在神体面前，规矩就是用来破例的。而且无论是莫老还是藏书阁长老都觉得理所应当，甚至不选最顶级的法门，那才是单个秦修发挥神体之威。秦修，你想学哪一类功法？老夫帮你介绍。面对2位学府巨禽的热情，秦修却想自己先看看。何况他自信，对他的混沌神体而言，父亲留下的苍龙战诀胜过大离任何功法。院长，我自己先去看看，能不能麻烦你帮你尝？话未说完，莫老便爽快道：“放心，自即日起，霓裳便是老夫的亲传弟子了。以后我怎么教指柔，便怎么教他，如何？”云霓裳顿时无比欣喜与感动。皇家学府的院长，那可是立于大离之巅的强者，就因为秦修一句话，他便得到了和皇室长公主一样的待遇。云霓裳无心攀比，但仍不禁想起，姐姐欺负他们的依仗，不就是被玄天宗大长老收为亲传吗？多谢莫老。秦修作揖道谢。其实霓裳的天赋不差，只是这些年高婉华掌控云家，分到云霓裳手里的资源少得可怜。随后秦修走入藏书阁，第1层是弟子能随意借阅的功法武技，都是皇阶中品。要知道，这在灵曲城可都是豪门的镇族功法，怪不得世人削尖脑袋也要进入3大势力，只要踏入学府，出师后至少都能称霸一城。秦修并未逗留，径直来到第2层，看到的是皇阶上品法门，乃至是一些玄阶功法残篇。这里零散有几位学员在翻看，只觉得秦修这张俊逸面孔很是陌生，但见到老院长和藏书阁长老时，无不放下手中的事情，恭敬行礼。你们继续吧，记得保持安静。莫老随意挥手，便带着秦修2人继续往上走，这让一众弟子顿时窃窃私语。什么情况？那人是谁？竟然让院长和镇阁长老陪同着他？第3层不是说哪怕皇室弟子也要足够功勋才可踏入吗？几人议论间，突然又无比的安静，因为他们竟然听到秦修的脚步并未在第3层停留多久，就在登高阁。什么情况？第4层那里边可都是玄阶功法，就是皇亲国戚也没资格随意进出啊。长公主成为院长亲传弟子，才有资格进入第4层，选了一卷玄阶剑法，至少对外是如此。那人是谁？不会是陛下失散多年的私生子吧？你傻，私生子能有这待遇？依我看，那得是陛下从小寄养在外历练的皇子，那再亲还能有长公主亲吗？藏宫阁4层玄阶功法琳琅满目，令云霓裳看得怔怔出神，这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些功法真是他能选的。秦修，再往上就是历代珍藏的玄阶中品法门，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陛下并未藏私，哪怕是皇室嫡系血脉世代珍藏的，也是玄阶中品法门。莫老解释道，品阶自然越高越好，但更要讲究缘分以及适合自己与否。你和霓裳可以上去看看，若觉得修行起来困难，第4层也有不少厉害法门。云霓裳看了眼秦修，秦夫君，不如你先上去吧，我在第4层挑选一卷就够了。他在秦修的目视下羞涩地改口了，只是夫君2字几乎弱不可闻。他很知足，当初那玄天宗大长老给予姐姐的见面礼，也不过只是皇阶上品的武技，而现在玄阶功法确认由他选。别看只有1阶之差，但大品阶的差距犹如鸿沟，1阶之差比皇阶下品到皇阶上品还要大。秦修想了想，也就答应了。院长说的对，太高深的功法若不能领悟，没准还会比低一品的功法修行更慢。我要先霓裳一步成长起来，等我将之领悟透彻，也好再传授于他。念及此，秦修独自踏上藏宫阁顶层。顶层的功法武技并不多，因此每一卷皆静放在一尊石台之上，还有着光幕笼罩。左侧是功法，右侧是武技。秦修直接选择了右侧。透过光幕，他看到一卷卷玄阶中品的武技列于面前，轻触光幕还会浮现出武技的演练虚影，有2卷竟然是莫老亲自示范的。开山裂海掌，我的苍龙战诀已可凝龙进于拳脚，选它有些浪费。擒龙伏虎拳，怎么听起来和我的功法还冲突？月影千刃，不错。等会，此法以匕首双刃为兵器最佳，乃刺杀武技，需灵力阴柔，体态纤细，双腿高挑，
女子修行事半功倍。秦修没敢再往后翻，生怕看到欲练此功须先自宫。最终秦修来到了一卷剑法前，当他触碰光幕时，竟听到一道苍老却灵力十足的低喝：星罡七杀剑，乃老夫与星辰灵体一战，在契合自身灵体所自创之剑法。此剑法只在剑出必杀，一往无前。后世小辈，你能登上阁顶，想来也是大离俊杰。苍老的声音不知沉寂多少岁月，并非针对秦修，而是告诫每一位来此的后辈。但老夫还是要提醒尔等，此剑法乃老夫毕生心血，剑心通明，剑法造诣卓越出群，只是门槛其一。其二，还需灵力磅礴远胜常人，否则难以发挥七杀剑威。故此，非灵体者，纵是见到天赋不凡，老夫也劝尔等退下一层，莫要因玄阶中品而忘乎所以，否则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悲喜。非灵体不可修炼。秦修剑眉微蹙，坏了，他也不是灵体，但他是神体啊！等等，我怎么也被长公主和院长带歪了？言归正传，他突破所需是他人的10倍，灵力磅礴于他人数倍。这星罡七杀剑应该是那种威力极强，但对灵力损耗极大的武技，寻常武者斩出一剑就会抽空丹田。然而，这恰恰是秦修心中所向往的武技。他所修炼的苍龙战诀，将他神体坚不可摧的肉身强横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星罡七杀剑，恰好与他如汪洋浑厚的灵力相得益彰。至于剑道造诣，那不过是时间问题，日后自可徐徐图之。尤其当秦修的眼前映现出一抹瘦高老者虚幻的身影，正一丝不苟地演练着那几式剑法时，他只觉剑锋如寒芒星闪，每一个动作都放慢无数倍。仅仅一遍的观摩，秦修的心中便已大致洞悉了剑法的奥秘，仿佛只要此刻手中握有一柄利剑，他便能立刻在这片天地间以剑为笔，勾勒出一幅幅星辰舞动的壮丽画卷。这不是盲目自信，其实在小时候秦修就有这种感觉。那时的他常常静静地旁观云雪容与云家族人们修炼武技，不过数遍他便能捕捉到武技中的精髓所在，甚至还能敏锐地察觉到那些不易察觉的微小瑕疵。当然对此云家族人没少嘲笑他，觉得他是不能修炼而幻想武技简单浅显。由于当初无法凝聚灵力，秦修被嘲笑几次后也懒得自讨不快。收起回忆后，秦修干脆就选择了这卷武技。当他的手掌触碰光幕，一股剑意直冲藏书阁穹顶，以劲傍晚显露出的诸天星辰宛若都随之颤动。院长，我选好了。下到4层，秦修就见云霓裳双手捧着一卷古籍舞在胸前，笑容温婉欢喜，显然也选到了中意的功法。如此迅速，让老夫瞧瞧你究竟挑选了什么秘籍。而当莫老看到星罡七杀剑时，眼神陡然一惊，接着神情复杂的沉默了片刻，才道：好剑法，你的眼光不错，但在此之前，老夫需先向你致歉，这部剑法即便是老夫也无法完全指导你，非但老夫，恐怕整个皇朝之内也难觅能彻底领悟此剑法真谛之人。秦修闻言，心中不由一震，未曾料到这门剑法竟深奥至此。院长，此剑法是哪位前辈所创？这位前辈似乎也是一位灵体。秦修突然想起光幕中封存的嘱咐，提到过与星辰灵体一战，不会就是那位摘星阁的祖师吧？而提到此事，莫老和藏书阁长老的脸上都泛起敬意。这位前辈说起来还是大离皇室嫡系，按法理与血统，他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为了追求剑道极致，他一心苦修，不问荣华富贵。按照莫老所说，这位先辈不仅血统显赫，而且还为大离皇室力挽狂澜，夺回荣耀。他乃是先天剑玄灵体，也以剑玄为名，出生之时皇城万剑齐鸣，并且他和摘星阁祖师乃是同时期的人物，只不过比后者晚出生了几百年，那正好是摘星阁如日中天，力压皇室和玄天宗的年代。所以剑玄前辈从小便立誓要重振大离皇室荣光，终于在他剑道大成时登顶摘星阁，以手中剑战满天星。先祖和摘星阁祖师一战，用的便是这星罡七杀剑。虽然那时候摘星阁祖师已入老年，气血有所衰败，但星辰灵体早已响彻天下，而剑玄先祖却与他一战不分伯仲。此战最终以平手告终，也是这一战才让大离皇室扬眉吐气，从此世人只知摘星阁，不识皇室与玄天的传言才渐渐停息。只可惜先祖究其一生也只是斩出6剑，最后一剑直到他陨落也相差一步，这也成为剑玄先祖一生之憾。莫老说着也倍感唏嘘，剑玄先祖曾有言，若7剑尽出，星河破灭，他有把握胜过摘星阁祖师一筹。虽然剑玄先祖成名时，摘星祖师已老迈，占了年龄上的便宜，剑玄灵体也是极其强大的灵体，但终究不及星辰灵体。以自创剑法与顶尖灵体战至平手，足以令大离剑修世代崇拜。秦修听完也生出几分敬意，莫老则叹了口气。所以你明白
为何连老夫都无法指导你了吧？剑法的创始者都相差一步，还是有先天剑玄灵体的加持。不过以你的神体之能，或许能创造奇迹。莫老话锋一转，满是期待和青睐。他也很想看看神体之神意究竟会胜过灵体多少。好了，你慢慢修炼，剑法小成之前，老夫都还是能指点的。天色渐晚，皇室学府也已为秦修两人安排好住处。秦公子，这便是你们的住处了，你先看看，若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找我。苏和为秦修引荐，而此处府邸在外看去都极为气派，甚至还有淡薄的雾气萦绕。云霓裳美眸一颤，这才发现雾气不是美观，而是用阵法凝聚的灵气相当浓郁，灵气充盈到形如薄雾。但是每天维持阵法都得多少消耗，在灵曲城这么多年，他可从未见过，这让云霓裳大开眼界。府邸之中也是奢华而不失美感。秦修四处打量，突然间他听到云霓裳满是羞意的轻呼：夫君，你快过来一下。秦修对云霓裳以下意识改口的称呼很是满意，他一边走去，却又不禁挑眉。刚才在院长面前害羞他能理解，现在屋中就他们两人，怎么还更害羞了？当秦修走过屏风，也被眼前的一幕弄得脸色一红。只见屏风后是一张舒软的大床，云霓裳就这么扭捏脸红地站在床边，10根粉白修长的玉指紧扣在一起。我刚才找过了，就一张床。再看向床头的2个枕头时，云霓裳的俏脸更加红润，皓齿轻咬樱唇，清纯而明媚，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雪莲。秦修感到有些口干舌燥，这府邸乃是院长亲传的最高待遇，而院长的亲传弟子就那么几位。苏和安排时也只觉夫妻同住一屋，同寝一床再正常不过。云霓裳美眸微垂，羞意浓到几乎化作一池秋水，可温婉乖巧的她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让秦修打地铺这种话的。沉默的空气中泛起一缕旖旎，良久之后，云霓裳樱唇轻启，呢喃细如蚊音，撩人心魄。一张就一张吧。这声婉音如春雪酥融，将秦修的内心触动。虽然那日发生的事情，两人都处于朦胧的状态，却已食髓知味。何况连霓裳都轻唤夫君，他再不主动一些，那才真是不解风情。当即靠近了过去。云霓裳呼吸因为闷热而变得有些急促，心如小鹿乱撞。我不是那个意思，天还没黑呢。可说完这话，云霓裳的俏脸更加羞红，纤柔雪白的脖颈都泛起一片桃艳盛开的粉霞。他不禁想起，就在昨天，秦修一边给他穿衣服，一边说这还是白天呢。现在他哪里有脸去说秦修衣带剑节柳腰颤，花枝硕果弄缠绵。不愧是皇室学府，床很大，被子很白，枕头很软。也不知是不是觉醒神体的缘故，让秦修的体魄格外强大。足足半个多时辰后，云霓裳的阴凝都泛起了些许哭腔，让秦修一个机灵，才想起怜香惜玉乎。月上柳梢，云霓裳柔顺如瀑的青丝泛着晶莹的汗珠，却遮不住脸颊的那抹美艳红晕。轻哼的晚音渐渐舒缓，盖在身上的被子一阵起伏，云霓裳渐渐沉入了梦乡。这么久的担惊受怕，今夜依偎在秦修怀里，他终于能睡得香甜心安。秦修宠溺地为他盖好被角，也准备小憩一觉。可他刚沉入梦乡，就被眼前的一片冷白惊呆了。我这是自行进到梦炼神机了。秦修略一感知，确认只要他神志一动，就可退出梦境。但回过神的他并未急着离去，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继续锤炼灵魂强度。在灵虚城，我就算能炼丹，也没几个人买得起。但是在大离皇都就不一样了，这里不仅有能支持他炼丹的广阔天地，而且父亲留下的那些丹方中，可是有好多皇都都未曾见过的丹药。望着那10层台阶，秦修斗志昂扬。尽管很快，梦境中就又想起秦修被轰飞的闷哼一次次的锤炼，从一开始的脚尖刚触碰到第2阶，就如重顶压身，到秦修颤抖着将一只脚踩在了上边，终于又更进一步。再次被轰飞的秦修躺在梦境中，尽管灵魂疲倦不堪，但收获尤为可喜。梦中沉沉睡去，屋中的他骤然睁眼，果然如他所料那般，灵魂更上一层。敏锐的感知让他无需扭头目观，精神力就能将一旁的盛开的牡丹花叶数得一清二楚，比之前又提升了5成。我猜的没错，每上一层灵魂就能强大1倍。现在的他炼制丹药也应该手到擒来。云霓裳还在睡觉，留给他一道肤若凝脂的唯美玉杯。秦修温情一笑，伸手去够床桌前的茶杯。他刚晾了一杯茶水，刚才满身是汗，喉间略感干渴，但刚摸到茶杯，却感觉杯身炙烫。怎么这么烫？望着还冒着袅袅香气的茶杯，秦修一脸错愕。什么情况？他刚才在梦炼神机里锤炼，直到灵魂疲倦不堪才醒来，整个过程少说也有好几个时辰。本以为茶早已凉，怎么好像刚倒的一样？是霓裳看茶凉了，给我又换了一杯。
秦修疑惑地看向于霓裳，可这一看不要紧，他顿时又有点把持不住了。只见霓裳睡得香甜，粉嫩的阴唇微嘟轻启，如樱桃般可人，让人不由想要品尝。她睡姿未曾变过，还是那般千娇百媚，就连白皙的额头上都因满是幽兰香汗，显得如皑雪美艳。秦修突然发现了一件极其震撼的事情：我在梦炼神机的梦境中，外界的时间流速几乎是停止的。是了，梦境的时间流速都是混乱的，有时梦中光怪陆离好几年，睡醒才知恍然一梦。回想最初接触梦炼神机时，只顾着炼制药液，好像当时也只过去一刹。这个发现令秦修眸中阵阵惊芒，突然升起抹大胆的猜想。他翻出刚从藏书阁得来的星罡七杀剑，再次沉沉进入梦乡。果不其然，一片冷白闪过，秦修低头望着自己手中的那卷剑法，欣喜不已。看来我猜对了，我能掌握自己的梦中世界，那么在这里我完全能随心所欲地修炼武技。要知道，这梦境乃是自己的灵魂所凝聚，而灵魂不仅关乎精神力，还有记忆。而对于武技和功法以及一切修炼法门的领悟，不都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秦修又心念一动，果然如他所料般，手中多出了一柄利剑。外界时间近乎停止，那岂不是我在梦中练剑，一夜就相当于外界许久？要知道，武技和功法的修炼几乎占据了每位修行者过半的岁月，而且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省却的。但有梦炼神机，秦修可以节省茫茫多的时间，用于精进其他方面。说练就练。秦修翻开剑诀，眸露锋芒，宛若能看到剑玄前辈的虚影持剑，在他面前将每一处细节悉数真传。星罡七杀剑共分为7剑，并且是以北斗七星为名。第一剑名为天书，最后一剑名为瑶光。秦修当即舞动剑锋，身形飘渺，每一次挥舞都蕴藏凌冽杀机，片刻间就感受到剑法玄妙。这剑法乃是剑玄前辈为了战胜摘星阁师祖所创，所以此等强者之间的搏杀根本不存在试探，第一剑就是赫赫杀招。第一剑，秦修就感到宛若将自身的灵力视为一颗蕴藏无穷力量的星辰，再如感召天地一般，与手中剑合二为一。一剑出，星辰颤。而且不知是直接以灵魂修炼的缘故，秦修只觉得领悟速度更快，并且对剑法的感悟直接烙在灵魂，让他能将剑法的奥妙尽数了然。虽然无法催动灵力，毕竟灵力的提升关乎丹田和肉身，并且剑玄前辈有言对灵力的要求极为苛刻，但有着混沌神体的他根本无需顾虑。只见冷白的世界中，一道修长身影梦中舞剑，每一剑皆凌厉无比，剑指星空，可斩天穹。虽然依然会让灵魂疲倦，但这和登石阶比起来，秦修只感觉不要太轻松。何况他的灵魂经过锤炼也颇为强大，舞剑之姿信手拈来。就这般，秦修也不知过去多久，直至灵魂疲倦，他才酣畅淋漓地展出最后一剑。第三剑，天机。梦境中的秦修剑意纵横，他感觉星罡七杀剑每一式递进，威能倍增，犹如群星诸天，天高9000丈，天外更有天。也正因如此，当剑意攀涌至极致时，灭世般的剑威足以撼动乾坤，与顶尖灵体并驾齐驱，不相伯仲。秦修又磨砺了许久，梦境中的10数天在外界也只如弹指一挥间，直到对星罡七杀剑的第4剑天拳有了初步却深刻的领悟。这股新生的剑意锋芒内敛而锐利难掩，另一旁的于霓裳隐约间感受到一股穿透心扉的凌厉剑意。沉睡中的他柳眉轻蹙，仿佛被那剑意深处潜藏的森寒杀意所触动，娇躯不由自主地轻轻蜷缩，梦中似有所感，缓缓翻了个身。随即一只如雪般洁白无瑕、温润如玉的手臂悄然环住了秦修的腰身，那份依偎才带给了他一丝难得的安心。被窝一阵起伏，原是于霓裳那修长圆润的美腿也将秦修缠住，几根如粉玉精雕细琢的脚趾还从秦修那侧的背角伸出，在夜色中更添几分旖旎。秦修睁开了眼眸，低头便看到白花花的一片。要知道，两人此时都是一袭皇帝的新衣，如此亲密的接触，当即就让他火气有点大。不过看着面带疲惫、处于睡眠中的于霓裳，秦修还是强行冷静了下来。看不出来，这妮子还是个缠人的小妖精，便就那么拥着她。不一会，两人都沉沉睡去。仅仅一夜之间，皇家学府招揽了一位绝世神体的消息，便迅速传遍了整个皇都神体，横空出世，令整个皇城为之沸腾。无数权贵豪门连夜打听秦修的喜好，就想备上厚礼前去登门结交。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亦如暗流涌动，混杂其间。彼时玄天宗与摘星阁两大势力皆在场，皇家学府究竟凭什么抢先一步占得先机？更何况灵区城本就是玄天宗的地界，江宗主又怎会错失这近在咫尺的良机，不图先下手为强？神体不管选择去哪，必然都是顶格的待遇。于是便有人猜测，
是不是那位倾国倾城、被称之为皇城第一美人的长公主殿下以身相许换来的？别说，这样的可能性极大。谣言毕竟就是捕风捉影，而且越是往桃色方面去传，人们反而越发的感兴趣。皇室自然收到消息，出奇的，这次竟没有将这样的言论压下去，反而有点放任不管的意思。于是愈演愈烈。翌日清晨，秦修醒来的时候，就看到一双小鹿一般灵动的眸子正一直在盯着自己。当发现他醒来的时候，云霓裳还想躲避，却被秦修一个翻身压在了身下。你干嘛？顷刻，云霓裳的脸蛋就红了，不敢去和他对视。你说呢？秦修凑在他耳边。这小妖精一整夜都黏着他，他忍得很辛苦，必须要狠狠地鞭策一番。呀！接着，在云霓裳的轻呼声中，床榻轻轻地晃动了起来。日上三竿，苏和带人前来拜访。屋内一阵忙活，打开门的时候，秦修神清气爽，倒是云霓裳面红耳赤，不敢出来见人。秦公子休息得可好？有劳苏兄挂念。苏和乃是皇室学府的导师，虽还不是德高望重的长老，但胜在年轻，天赋和实力也是不凡。不过在秦修面前，他却显得很谦和。秦公子，我奉皇令，特送来几件礼服。陛下今夜将在学府大摆宴席，为公子接风洗尘。苏和身后的两位宫女端着华贵的锦袍，一脸恭敬。多谢，秦修一定准时赴宴。秦修接过衣服后，苏和又想到什么，询问道：秦公子，可需留下这两位宫女，以便料理日常琐事？她们皆是细心之人。那两名宫女生得极为标致，眉眼如画，身量娇小，正值青春年华。听闻此言，脸颊上泛起一抹羞涩的红晕，甚至还有点期待地看着秦修。能侍奉神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荣幸。唉，真的不必麻烦了。秦修连忙摆手，有些汗颜。他自然不能做出让娇妻伤心的事情，而且一张床4个人可怎么睡？见他拒绝，两位宫女都流露出失望之色。随着苏和离开，秦修捧着礼服回到了屋内，望着那绣有青鸾百花的锦衣，云霓裳作为女人爱美的天性当即展现出来。皇宫送来的衣物，无论是用料还是做工，皆是无比考究。云霓裳捧着衣物便要一换新颜，可她很快就又尴尬的脸红。虽然两人已经坦诚相见，但是大白天的，主要是身体上的不适让她有些怯怯，诺诺的道：你先转过身去，这不是掩耳盗铃吗？秦修还是从了他。宽衣解带的窸窸窣窣，令人浮想联翩。不多时，云霓裳就换好了。夫君怎么样，还合身吗？秦修转过身，顿时眼前一亮，只见云霓裳身着一袭淡雅青绿百花裙，裙摆轻扬，隐约勾勒出她修长窈窕的身姿，步履轻盈，恍若仙子漫步于云端，每一步都携带着飘逸与灵动。如瀑的青丝被金玉宝钗挽起，既添了几分端庄温婉的气质，又不失高贵与柔美，竟自带凄感。未施粉黛的俏脸清丽脱俗，五官精致的如同精心雕琢的诗篇，清雅与柔情在她脸上完美融合，无需任何装饰，已足够令人心动不已。翡翠玉镯戴在如玉藕的白嫩手腕上，如娇艳欲滴的荷莲，仅仅是一个轻托粉腮的动作，就充满倾倒众生的美。秦修眼中满是惊艳，他一直都觉得霓裳很美，奈何以前在云府被高婉华刁难，他连几件像样的首饰都不舍得买，一直衣着朴素。这一身锦衣玉带，钗环璀璨，才将霓裳的美发挥到极致。好美！云霓裳听到他的夸奖，美眸中泛起抹窃喜，在镜前盈盈一转，屋中满是异香馥郁。望着这样的他，秦修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将她拥入怀中，接着低下头擒住了那张诱人的小嘴。秦修只觉好似细品一颗香甜可人的荔枝，晶莹弹软，入口即化。云霓裳差点沦陷，但想到今夜还要面见陛下，这才用尽力气将秦修恋恋不舍地推开。他大口地呼吸着，小嘴显得有些红肿，满是情意地看着秦修。等晚宴回来如果现在再来一场的话，他怕待会走路都要秦修搀扶。秦修闻言也只得暂时作罢。趁此机会，他干脆来到院中舞剑来压制心间的火气。他将梦中的领悟化作席卷八方的剑光，寒芒映照，霎时间庭院内的花草仿佛感受到了那股凛冽之意，随风轻颤，摇曳生姿。剑锋闪烁的寒芒映照在秦修双眸之中，在梦中的修炼果然有效，不出片刻已令手中剑展出阵阵如龙吟的破空剑鸣。烙印在灵魂中的领悟与他在真实世界中的剑道造诣融会贯通。秦修双眸一震，准备按照剑诀中记载的灵力运转，攻破第4剑的真谛。而就在此时，却见莫老和长公主往他的府邸走来。莫老看上去容光焕发，人逢大喜，整个人都显得年轻许多。长公主依旧身着那袭绚烂如火、绣着翩跹火凤的红裙，
她的容颜绝美无双，倾国倾城。师尊，听闻昨日秦修挑选了剑玄仙祖所创的星罡七杀剑，您老人家对这剑法钻研多年，即便是小有所成，也最终选择放弃，怎么就不拦着他点？剑玄仙祖那套惊世骇俗的剑法，其深奥程度非比寻常。莫老自初次翻阅之时，便已心知肚明，以自己的剑道资质，此生恐难望其项背。倘若这剑法当真易于修炼，大黎皇室的世代剑修早就人手一本了。哎，你不要小瞧神体，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或许秦修就能创造奇迹。对于秦修，莫老还是很看好的。而当他们走进院子时，就看到秦修正准备催动灵力，来试试能否爆发出第4剑的星河战力。这一幕正好被莫老看在眼中，让他不禁皱起眉头。这是第4剑天机，这小子怎么如此心急？莫老顿时意识到，秦修这是将7剑拆分开来，一剑一剑的修炼。过往不乏有剑修弟子妄图捷径，觉得将7剑拆解学会后再图融会贯通，但结果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星罡七杀剑之真谛，讲究的就是7剑出斩星河，正是靠着剑意层层递进，直至将剑意凝聚至极致，方能让剑玄仙祖挥出那足以与摘星阁祖师平分秋色的旷世一剑。拆分剑招看似明智，实则却是违背了星罡七杀剑的精髓，无异于舍本逐末，削弱了剑法本身的浩瀚与磅礴。秦修，你先停下，这么练是不对的。莫老当即出声，准备纠正秦修。如果取巧有用的话，他又怎么会这么多年只练会前3剑就放弃呢？见到莫老两人，秦修收剑拱拳：“院长，公主殿下。”莫老对弟子极其严苛，又见到秦修走错了路，脸色不免有些严肃。秦修见状，不禁挠了挠头：“院长，我哪里练错了吗？你想取巧的心思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的。星罡七杀剑必须从第1剑开始，不得中断，直至最后1剑。”秦修皱了皱眉，他还当是哪里出错了，本来还期待琢磨老能给出一些高深的见解呢。可是院长，我这就是从第1剑开始的啊。此话一出，还准备继续教导的莫老顿时语塞，长公主更是凤眸瞪圆，一阵不可思议。但两人对视一眼过后，纷纷觉得不可能。秦修分明昨天傍晚才拿到剑诀，仅仅1夜时间，他怎么可能就练到第4剑？要知道，悟透第3剑天机就是星罡七杀剑小成，也是莫老的层次。可他就算中途放弃，那也是钻研了数年，何况他能担任皇室学府的院长，武道天赋何尝不是一代人中最顶尖的？即便秦修拥有举世无双的神体，没道理能强到这种地步吧？而且剑道不仅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更需要有很高的悟性，才能领悟其中精髓。别急，老夫并无责怪你的意思。莫老看秦修一脸真诚与无辜，倒没怀疑他在夸大其词，只认为秦修是因为眼界问题，未能全然领略玄阶武技的真意。毕竟秦修出身于偏远的灵曲城，估计连玄阶法门都没机会接触，加之缺乏高人指点，他在修炼的道路上难免会有些偏颇，误将剑法精髓误解，走了弯路。秦修却是更疑惑了：“院长，我着实没有拆解剑招，真的是一招一式的练到第4剑了？不可能，你难道在1夜之间就练到了第4剑？”长公主也不淡定了，没见过神体，她还没见过所谓的天才剑修吗？1夜之间从第1剑练到第4剑，太离谱了，这甚至超出了她的认知，所以才会提出质疑。那你把剑法展现一遍。莫老听着也没有制止，他也想要看看虚实，如果秦修只练其形表，他也好指点出其中不足，将秦修引回正道。行，秦修点头，正好他也有此意，毕竟他也是刚接触剑法一道，莫老在场，或许还能指点自己一番。当即秦修挺剑而战，剑虽未出，周身却缭绕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冰冷剑意，仿佛一尊蓄势待发的绝世剑魄，傲然于世。莫老轻轻捋着下颌银丝，心中实则对此并没有抱有太多的奢望。秦修仅修炼1日，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误入歧途也很正常。且不说此剑法之博大精深，光是施展剑法时对灵力的海量消耗，就足以让秦修知难而行。他虽闻秦修以炼气2重碾压了炼气5重的水曜灵体，可别忘了剑玄前辈创造的这道绝学本身门槛就是灵体方可练，他估计以秦修的修为，斩出1剑就会当场力竭。然而当秦修手中剑锋闪烁起如寒霜骤雪的剑芒时，莫老的脸上顿时就泛起一抹惊错。轰！当秦修斩出第1剑时，长公主那如樱桃般的小嘴就因震撼而张大，再也合不拢了。在此之前，她甚至觉得秦修可能只是修其形，并未领其意。这不是小觑秦修，武技的领悟分为入门、小成、大成以及圆满，而星罡七杀剑第1剑乃是入门，参悟第3剑则为小成，第5剑为大成，而圆满自然是将7剑融会贯通，不过那是剑玄仙祖都未达到的境界。
他修炼的那门皇室绝学是在父皇的亲自指导下，用了大半年才堪堪入门的。就这，父皇和一众皇亲国戚都对他的天赋夸赞有加。放眼整个大黎皇朝，能将玄阶中品武技1年以内入门者，哪个不是资质卓越的天骄？然而，即便是天骄，用到的时限也是要以年来计算。而秦修呢？而且，昨日他从藏书阁出来都已接近傍晚，也就是说，连1天都没到。这就是神体吗？莫老的震惊一点都不比长公主少。越是清楚新刚七杀剑有多么玄奥，多么难以领悟，就越觉得震撼。想当初，他摸到第一剑的门槛是花了多少时间来着？反正不低于1年。毕竟新刚七杀剑不同于普通武技，而莫老便是凭借这份天赋和领悟力，成为了皇家学院院长。然而很快，莫老和长公主感受着那凌冽纵横的剑光，才意识到刚才的震惊不是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眨眼之间，第2剑天旋已如一道星辰自9天而落，杀意滔滔。莫老瞠目结舌，他隐约感觉好像不是秦修误入歧途，而是自以为能指导秦修的他一厢情愿轰。第3剑天机，天机一出，整个庭院剑光漫天，莫老和长公主耳边竟是如龙吟虎啸的铮铮剑鸣。两人实力不凡，耳膜或许不觉生疼，可心脏却随着剑吟一阵阵疯狂颤动。第3剑秦修竟然一夜就悟出了第3剑，这代表着新刚七杀剑已入小成。长公主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她嘴上喊老顽固，可心底十分敬重的师尊，钻研数年也才止步小成了。突然间，秦修手中剑光闪烁，如满天星河摇摇欲坠，化作银河玉落人间一般。先前接连施展3剑，对他的灵力损耗相当之大。不过秦修眼中剑意澎湃，想借此机会一举斩出第4剑天拳，正好莫老在场，也好让他为自己指点一番。然而正当秦修凝聚浑身灵力，化作夺目耀眼的剑芒时，竟见莫老急忙喊道：停停，够了。莫老的声音因激动而显得有些嘶哑。贵为皇室学府的院长，哪怕收长公主为徒那天，也是一脸淡定地接过敬师茶。可因为秦修，莫老短短1天内情绪失控了2次。尽管莫老能看出来秦修对第4剑的参悟还欠缺一些火候，灵力也不堪重负，但这只是日常的演武而已。他相信在真正的生死搏杀面前，秦修绝对能斩出第4剑。至于灵力枯竭，他这才中深深的震撼中想起来，秦修分明才炼气2重，换做其他人，就算是灵体，同等境界斩出第1剑，怕是都得灵力枯竭。灵力会随着境界的提升而越发磅礴，而这对一尊绝世神体来说叫什么？4剑，他差点就斩出第4剑。虽被莫老叫停，可剑芒却如星辰璀璨，久久萦于秦修周身而不散。长公主感受着刺骨的剑意，她现在突然觉得云雪容真应该庆幸秦修刚刚觉醒，还没来得及修炼武技，不然就这一剑斩出，玄天宗大长老考虑的就不是出手偏袒，而是给云雪容收尸。长公主幡然醒悟，这哪里是秦修不尊重剑玄先祖，分明是他太过不尊重眼前这尊神体的悟性。他那玲珑曼妙、千金之躯的身子不禁发颤，他脑海之中只能想到4个字：恐怖如斯。这就是神体之威吗？而被叫停的秦修以为是莫老终于看出了他的不足，想要指点，当即眼前一亮。秦修天赋微末，暂时只参悟了第3剑，还请院长赐教。莫老和长公主正在那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呢？什么叫暂时只参悟了第3剑？如果这还叫天赋微末的话，那他们算什么？莫老嘴角直抽抽，被秦修这一句话差点憋出内伤来。本来几次想要开口说什么，却张了张嘴，一字未吐。此刻无声的沉默是那么的震耳欲聋。好半晌，莫老才断续地问道：你真的只练了1个晚上？话问出口后，他才觉察到自己问了一句废话。昨日秦修才得到新刚七杀剑，不是1夜，难道还能练了几年？即便是几年，那也是天才中的天才了。想当初他自己参悟第4剑时，花了数年时间，却没摸到门槛，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秦修，你是怎么做到的？长公主显然更急，甚至握住秦修的手，晃啊晃的。秦修看了一眼他们的神色，也才恍然回神。看起来这新刚七杀剑不是那么好领悟的。他当然不是用1夜时间办到的，只是梦炼神机牵扯到他最大的秘密，他当然不能全盘托出，便道：就是练啊练的就会了。他没提时间，应该不算是欺骗吧。然而莫老和长公主却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神特么的练啊练，这是练不练的问题吗？皇家学院大黎皇室，不知有多少人想要参悟新刚七杀剑，却连门槛都迈不进去。你再怎么练，也就是1夜时间，难道
就一变，就参悟了其中真意。这可能吗？两人都不愿相信，可事实却就摆在他们面前。这有问题吗？见两人迟迟不语，秦修试探性地问道，又似乎想到什么，可能小子太过着急，未领会其中真意，还望院长能指正。莫老还没从一个问题中回过神来呢，听到后面这句话，一张老脸上的神情格外的精彩。我指正你，我也才练到第3件好吗？哪来的脸指正你？再想到自己刚才夸出的海口，莫老面上不禁浮起一抹愧色，这哪里是人家秦修误入歧途，分明是自己坐井观天。嗨，莫老清了清嗓子，言语间带着几分尴尬和自不然。这剑法老夫也是多年未曾涉猎，心的浅薄，你所练之成果实属难能可贵，相当不错，老夫暂时没什么可指正的。说到暂时2字时，他只觉老脸火辣辣的。秦修这种情况哪还需要他指正，别拖后腿都不错了。又见长公主欲言又止的模样，莫老拉过他就要离去。你注意时间，别忘了晚宴。望着院长两人匆匆离去的背影，再低头看着手中剑，秦修略感失望。他还期盼院长能让他剑法再精进一步呢。殊不知走出院子后，莫老这才松了口气。这就是神体吗？天赋太可怕了，师尊，你以后在秦修面前说话悠着点，别再闪了舌头。换作以往，长公主绝不会放过奚落师尊的好机会。不过此时她自己也被震撼得不轻，若不是被莫老拉着走出来，她估计还站在那出神呢。而且这还真怪不到莫老，这种情况放在玄天宗和摘星阁，结果也是一样啊。莫老也在唏嘘，他自认已经很重视神体的潜质了，可没想到还是太低估了一些。莫老斜瞥了他一眼，没大没小，你过来不是想要澄清外界关于你俩的那些谣言吗？怎么刚才不吭声？一想到那些闹得风风雨雨的谣言，长公主就不由一阵脸红。尽管只是捕风捉影，但她脑海中却浮现出秦修刚才剑动星辰，身如谪仙的风采，想着，长公主那张绝美的脸更红了。嘀嘀咕咕，我只是忘了。再说区区谣言，本公主根本不在乎。不知为何，她心中莫名有些羡慕云霓裳了。秦修本已一飞冲天，但提及的要求却只是要带上云霓裳而已。如此重情重义，那云雪容母女被利益熏心，瞎眼不识金玉，本来甚至云家都能因此能在皇都立足的机会，就这么被他们错过了。两人走后，秦修又独自练了一会剑，眼看时间差不多了，便去收拾着装。云霓裳为他系上那镶嵌着白玉的锦衣玉带，指尖轻拂过衣角，将每一处细节都打理得恰到好处。当他目光再次落在秦修身上时，不禁微微一怔。但见他气宇轩昂，身姿挺拔而阳刚，星目剑眉，举手投足间如龙翔虎跃。云霓裳依偎在他身旁，挽着他的手臂，两人并肩向学府大殿行去。此时天色已晚，来往的弟子不少，无不因云霓裳那惊为天人的美貌纷纷侧目，在看向秦修时，不由得满是羡慕和嫉妒。大多数人根本不认识秦修，不过见两人着装不凡，却也没发生什么不愉快。学府大殿流灯欲展，盛宴隆重，虽还未开宴，但已有身姿婀娜的宫女穿梭其中，端上美酒珍馐。秦修刚刚踏入大殿，便听见呼唤，循声望去，只见身着火红凤纹长裙的长公主正向他招手，她的身影在灯火下更显明媚，宛如一朵盛开的火凤之花。真不愧是大黎皇都第一美人啊！不过秦修依旧紧握着云霓裳的小手，大步朝着长公主所在行去。大殿之上只有一尊主座在上，不用想那是留给大黎皇帝的。长公主则端坐于主座左侧最近的席位之上，她见到秦修时，竟起身轻移莲步，往后挪了2个位置，将那距离主座最近、最为显赫的席位留给了他和云霓裳。云霓裳见状，心脏砰砰直跳，这么近的座次意味着什么？他当然清楚。以前的他连黄豆都没来过，可就是来黄豆的第2天，秦修就带着他赴宴面圣。想到待会如此近距离的与大黎皇帝谈笑共饮，云霓裳便不由一阵紧张。秦修刚刚入座，就发现长公主的目光时不时地停留在云霓裳身上，似乎在比较。这身火凤红裙乃是她的常服，宫廷精心设计，自是尊贵而不失美感。她并未刻意装点，倒不是对今晚盛宴有所轻忽，实则生性淡泊，对浮华装扮素来不以为意。用她的话来说，将时光耗费于脂粉之间，远不如潜心修行来的实在。整个大黎没人敢把她视作徒有其表的摆设。然而此刻坐于席间，望着云霓裳那一身青鸾百花，如画中仙子凌晨唯美，哪怕是心底有些其他的心思，也不得不承认云霓裳和他各具风情，闭月与沉鱼共左右。秦修感受着长公主目光中那莫名的胜负欲，顿感一阵无语。他总觉得这位长公主对他的态度好像发生了一些改变。没一会，宾客纷纷前来赴宴，云霓裳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来往的宾客。
来人无不是气息深厚，举止尊贵，有些给他的压迫感丝毫不弱于当日咄咄逼人的玄天宗一众高层。可入席后，这些人无不收敛举止，注意到秦修的坐席后，纷纷向他投来温和友善，乃至带着一丝讨好的笑容入夜，一声朗声高喝，令晚宴陡然安静。陛下驾到！只见一位身着鎏金龙袍、高大威武的身影脚踏红毯，正是现任大黎皇帝。大黎皇位的继承，血统只是其一，最重要的是天赋修为也不能差。大黎皇帝无愧为一国君王，举手投足竟是久居高位的尊贵气宇，五官英朗，眸中闪烁着统御万里江山的浩然。黎皇登上客有龙物祥瑞的主座，目光就注意到秦修两人，他微微一笑，便让云霓裳感到如沐春风，窘迫紧张顷刻消散。诸位不必拘礼。随着黎皇的落座，晚宴正式开始。还未动筷，黎皇便举起酒杯，而宫女也早为秦修两人斟满宫廷珍藏的极品佳酿。昨日朕便听芷柔说起秦公子风采无双，神体盖世，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公子肯赴此宴，实乃我皇室学府之幸，我大黎之幸，随朕举杯，共敬秦公子一杯。云霓裳跟着连忙起身举杯，基本的礼仪他是懂，但依旧难掩紧张。紧张也是源于自从陪伴秦修身边后，就从未听过的一场场震撼。要知道在他对面，也就是陛下右手边的坐席，就是执掌皇室学府的莫老啊。美酒入喉，云霓裳微醺间突然有一丝害怕，害怕这一切如一场梦般好不真切。可秦修握着他的手掌传来的温厚，让云霓裳知道这不是梦。今夜宴坐皇都与帝王举杯共饮，耳边传来黎皇亲切温和的问候谈笑。又一阵举杯过后，终于轮到了宾客敬酒的环节。诸多宾客早迫不及待，一位年近半百、身着墨蓝锦袍的中年起身，对着秦修两人双手举杯。鄙人顾四海，久仰神体大名，今日得见秦公子莫上人如玉，尊夫人慧心事无双，我敬公子一杯。云霓裳举杯的同时，还在心底疑惑顾四海。这时突然间，他瞳孔猛地一震。顾四海他不认识，但他听说过大黎顾家。相传大黎顾家掌握着整个大黎一半以上的灵药生意，是奥利皇都上千年的顶尖世家。这位顾四海不会就是顾家家主吧？云霓裳还在惊疑间，顾四海已然一饮而尽，先干为敬。顾四海刚刚放下酒杯，就见到一位衣着虽朴实无华，但眼神迥然不凡的老者举杯。秦公子，会长前几日闭关炼丹，不巧没能赶上今日之大喜，就让老夫带会长，也带我大黎诸位丹道同仁，敬公子与夫人一杯。云霓裳再次被震惊了，这说的是大黎炼丹师公会的总会长，这可是被陛下都供奉为国师的大黎丹道第一人。这样的存在，只有别人盛情相邀，只为求他出手炼丹，谁敢说他因为炼丹耽搁了酒宴？就算今日没来，但能带他举杯，又代表大黎炼丹师的身份又能差了多少？云霓裳猜的没错，面前这位老者正是大黎炼丹师公会的副会长之一。不过此时的他已经被震撼到说不出一句话来。要说权贵世家拉拢结交，他可以理解，但炼丹师本来就地位尊崇，只有别人求他们的份儿。就算是一举觉醒就飞黄腾达的灵体，也只会让他们态度好些，但灵体也得同样礼让有加，毕竟灵体也需要丹药才能成长，不敢轻易得罪炼丹师。但是他们对秦修的态度看不出半点的孤高傲然。云霓裳顿感醉意，不是这酒太烈，而是秦修的神体太过耀眼，哪怕只是在夫君身边被这万丈光芒笼罩，他都感到无比的与有荣焉。今日不知有多少女子看向他时，眼中充满了羡慕，多少女子费尽心思也为讨得那些权贵的欢心，但只依靠美貌，也只不过当作玩物，不会拥有多高的地位。秦修却与他挽手赴宴，同陛下共饮，这代表他被这位绝世神体视为挚爱正妻。就在诸多宾客满是恭敬与秦修觥筹交错时，却不见一位青年看着秦修和长公主坐在一起，眼中满是怨恨。什么神体就值得如此巴结？还什么大黎之幸？没有神体，我大黎就衰败不堪了。青年豁然起身，龙行虎步地向秦修走去。见他走来，即便是一众豪门世家也纷纷靠后让开。原因无他，别看这位年纪轻轻，却是大黎镇国公世子，身世显赫之极。其祖辈世代为大黎征战，战功无数，直至其祖父拜镇国公。数年前，其父随黎皇征讨边疆妖兽灾难，遭遇刺客，是其父为黎皇挡下了致命暗杀，也因此殉国。这可是对黎皇的救命之恩，不仅许诺镇国公之位世袭罔替，对他也一直心怀愧疚，照顾有加，虽非皇室，地位却不逊于皇子。于龙相将酒杯往秦修面前一推，在下于龙相，今日得见神体，来敬秦公子一杯。说是敬酒，于龙相语气中却无多少敬意，眼神中甚至藏着一丝倨傲。不只是地位，于龙相的天赋实力也是立于大黎之巅的天骄，尤其是在剑道方面的造诣，比起祖辈
可谓青出于蓝，曾被莫老誉为大黎年轻一代的最强剑修。诸多宾客见到这一幕，倒吸凉气的同时，纷纷退得更远。显然，于龙相是为昨夜传遍满城的谣言而来。黄都谁人不知他仰慕长公主，可奈何他虽然身世显赫，但长公主同样为皇室掌上明珠。何况长公主不是花瓶，天资潜质同样名满皇都。他仰慕追求多年，得到的态度也始终是不冷不热。可结果，这所谓神体来到黄都的第一日，与长公主的谣言就人尽皆知。长公主见状，不禁柳眉蹙起，带着一丝不悦。你知不知道，秦修是本公主和玄天宗主硬刚到底，差点和江千鹤打起来才请回来的。于龙相，你已经醉了，别再喝了。可这话落入于龙相耳中，明显是长公主在偏袒秦修。要知道，虽然谣言不稀奇，但是关皇室还关乎长公主，别说传遍黄都，就算是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追查到底。念及此，他眼中嫉妒更甚。可他也知道，今天这场合直接挑衅，陛下都不会允许。于龙相眼神一闪，突然笑道：既然公主都说我喝醉了，那就当我是酒后吐真言。我只想斗胆问一句，神体虽举世无双，可我大黎这些年没有神体，又何尝不是风调雨顺，昌盛繁荣？此话一出，在场宾客心惊胆战。神体他们很想讨好，于龙相他们同样得罪不起。对视过后，纷纷满脸殷勤。世子说得对，我大黎能有今日之繁盛，镇国公功不可没。两位皆是我大黎之栋梁，神体天下无双，世子亦是威风盖世啊！于龙相心中闪过一丝得意，看见了吗？你有神体，但我在大黎亿万人拥趸。却见黎皇早已皱起眉头，略感不满。秦修没跟着玄天宗，就是大黎之幸，他好不容易才宴请这尊神体，你于龙相想干什么？换做别人，此刻还能不能站在这都是两说。可偏偏他和于龙相的父亲关系极好，当年其父舍生取义，令他耿耿于怀，悲痛不已。无奈之下，黎皇只能看向莫老，莫老心领神会。但于龙相敢当着陛下的面这样，他估计自己的话用处也不大。莫老只能旁敲侧击：于龙相，秦公子乃是陛下的客人，你们今后当好生相处，龙争虎斗伤到哪一位，陛下都不愿看到。于龙相淡淡一笑：莫老，我哪里伤他了？诸位可都看到，我是特来向神体敬酒的。你……莫老的脸色显得有些难看，于龙相则将酒杯高举，对秦修笑道：秦公子，你虽有神体，但天下剑修万般法门，登峰造极者无不可通神。在下走的是剑修一途，若他日秦公子对剑道感兴趣，大可来找我请教，在下知无不言。也希望在下请教秦公子神体之微时，公子也能不吝赐教。你……黎皇的脸色越发难看。秦修前几天才觉醒神体，你又修行了多久？你瑜伽剑法更是冠绝大黎。不行，哪怕让莫老言词重一些，也得给我把于龙相摁住。可当黎皇看向莫老时，却见他脸色变得十分古怪，一边说还一边咳嗽，宛若极力忍耐着什么。嘿嘿，于家小子，你还真是有心了。依老夫看不必改日了，就干脆在这指点秦修一二。莫老是在极力忍耐，但忍耐的是让自己别笑出声。他极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以免露馅。若是比试其他方面，或许秦修因为境界还能被他压一头，但谈及剑道，正好当时被秦修一句请院长指正，憋得正难受，无处宣泄呢。这小子岂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正好借此机会好好敲打一下于龙相，当着陛下的面还敢如此，着实是有些放肆了。而莫老的态度却让黎皇怔了一下，满心不解：不是，朕的心思很难揣摩吗？朕是让你拦住于龙相，你非但不拦，怎么还助长其威风了？黎皇顿感头疼，他已经听说秦修在没觉醒神体之前18载无法修行，别说像样的剑法，怕是连剑都没摸过几次。这不是正好给于龙相机会刁难取笑吗？黎皇双眸微眯，突然想到，莫老难道是觉得若是太过偏袒秦修，当众呵责于龙相，非但没用，没准还会惹出一些风言风语。镇国公府满门忠烈，确实不能如此对待，到时只怕整个皇朝都会传他黎皇薄情寡义，鸟尽弓藏。莫老这是在为他着想啊。不过神体不可辱，正好秦修刚踏上修炼一途，让他增长一些见识，到时他再亲自出面调停，于龙相也该消停了。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但问题是于龙相本就是镇国公世子，加上这些年他的照顾，天赋很强，心气和傲气更强。待会由着他展现非凡的剑道造诣，秦修恐怕没那么容易下台，少不了一番奚落。他只能看准火候，让于龙相点到为止了。而听到这话的长公主也紧紧咬着红唇，低头不语。老头，你天天说我使坏，我这分明都是师承于你。长公主瞥了一眼莫老，也没有开口制止。
父皇已经待于家不薄，于龙象还在挟恩图报，这让他极为恼怒，也一直都在躲着他，让他尝尝教训也是一件好事。可这一幕落入于龙象眼中，分明是长公主想为秦修开脱，却也哑口无言，只能低头沉默。于龙象的嘴角扬起抹傲然，但秦修并未注意到，因为他此刻只想琢磨老刚才所说。于公子当真要指点我的剑法？虽然于龙象语气不善，可从周围的议论声中却知晓其是大黎年轻一代的最强剑修，或许真有所得呢。他不是闭门造车之人，当即道：那秦修就献丑了。看秦修一脸真诚的模样，于龙象笑着点头，没问题，请。但心底却在冷笑，怎么着，这就低头认怂了？还当神体有多了不起呢？看在你这么识趣的份上，待会就让你少丢点脸。不过也得让长公主看清楚，在他冠绝大黎的剑道天赋面前，神体又当如何？在场一众宾客见状，脸色也不断变化。能坐在这的无不是响彻皇都的强者，短短片刻就明白其中的深意，莫老都发话了，这摆明了是想捧一下于龙象的。让秦修见识到他大黎天骄的实力后，也该知道世间并非神体就能纵横无敌，到时陛下再出面安抚，赢得人心想清楚后，当即就有人对于龙象恭维。久闻朕国公世子剑法超群，今夜指点秦公子，也是我等的一场机缘造化。不错，世子剑道造诣连莫老都夸赞有加，秦公子你待会可要虚心求教。秦修已然起身，对于龙象拱手道：秦修昨夜才从学府藏书阁中选中新钢七杀剑，请指教。新钢七杀剑？于龙象愣了愣，随即笑容愈发得意。他还真怕秦修从小钻研了一些剑法，虽然未必入流，但多年磨练很难跳出错来。但他昨天晚上才选的剑法，而且还是剑玄前辈的绝学，那可是玄阶中品的武技，仅仅一晚上，秦修怕是连剑法的门槛都摸不到。于龙象心底暗笑，拿这么高深的剑法请我指点，态度倒是摆得够低，算你小子懂事。虽然他对新钢七杀剑的钻研也不多，甚至当年也因太过高深而放弃，但指点秦修绰绰有余。秦修接过剑，当即凝聚灵力。于龙象面上一脸认真的审视，开始吧，我定不会藏私。见他如此胸有成竹，秦修也不再犹豫，霎时间剑锋闪动。殊不知于龙象心底想的是，第一剑耗费的灵力都能抽干你的丹田。黎皇将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也是这般想着，剑玄先祖的绝学可谓有古往没今来。不过好在秦修这么做算是主动退让，就算剑法不堪，于龙象也无法太过苛责，待会也好收场。轰！下一刻，冲天起的剑光令于龙象的笑容当场僵住。第一剑天书，那惊彻夜空的森寒剑意映照在黎皇英朗威严的脸上，也让还在想着待会怎么缓和两人的他猛然一惊。什么情况？难道是莫老昨夜单独传授真谛？第一剑这就练成了，一夜就能将玄阶中品修炼入门，不愧是神体。黎皇顿时露出笑意，原来莫老早有准备，这下于龙象应该不好意思再刁难了。但黎皇很快就发现，秦修压根没有停下的意思。第二道剑光横空斩出，令漫天玄朗的星光都为之一颤。那宁七星右面星河的剑威，威势已然席卷八方。天玄，于龙象已然呆住了。当第一道剑光闪过时，他心中就已满是懊悔。他深知，就凭这一剑，自己再如何吹毛求疵，陛下和长公主也只会觉得是他小气。可当第二剑斩出时，无比的震撼直接淹没了懊悔。为什么会这样？轰！当第三剑天机令满天星河站立时，于龙象的心也跟着深深站立。三剑，一晚上修炼了三剑，一夜之间将玄阶中品剑法炼至小成。这个过程他用了多久？10年，整整10年。于龙象整个人呆立当场，他真的很想问一句，是不是莫老给他传授真谛了？可这压根不可能，因为哪怕是以如今莫老的造诣，都不可能一夜将玄阶中品武技炼至小成。玄天宗、摘星阁，还有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所谓天才，都没人能做到。而更让于龙象感到惊恐的是，秦修斩出第三剑后，竟灵力燃腾，对着他一脸诚恳。世子，秦修对这第四剑略感困惑，请你一定看好，给予指正。他的灵力已显枯竭，但高人指点的机会千载难逢，说什么也要将第四剑斩出。轰！在那直冲九霄的滔天剑意面前，于龙象的脸色顷刻间一片苍白，他控制不住的向后趔趄，差点跌坐在地。于龙象眼中还尽是如见鬼般的惊恐。是的，已经不是震惊了，而是惊恐。四剑，一夜悟四剑，这小子还是人吗？不只是于龙象，放眼看去，整个夜宴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哪怕是尊贵如黎皇，此时也无法再保持淡定，紧握着酒杯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新钢七杀剑有多难练，他何尝不清楚。
多少天资卓越的剑修，究其一生都难以悟透第四剑，但这并不可耻，不会有人因此自愧天赋太差，而是这剑法太过高深。可秦修呢，仅用了1夜，这就是神体吗？离皇突然发现，他先前对神体的预估是在顶尖灵体之上，现在才知道是何等的浅薄与可笑。今夜一剑，才知什么叫一剑窥天骄。尤其是秦修又经历1下午的苦练，让离皇无比确信，如今限制秦修没能展出第4剑的，只剩境界与灵力。即便是半天前刚见识过，莫老一就止不住满脸的震撼。不过震撼中却带着一些畅快之意。终于被震惊到的不只是他了。看着呆若木鸡的众人，他感觉胸口的那口郁气得到了宣泄，爽。此时宴会上的宾客因为满心震惊而已经不知道该作何表态了。神体毕竟距离他们太过遥远，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可如今天赋、悟性真实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才知道神体和灵体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现在他们反而觉得长公主以身相许带回来神体理所当然，甚至还是大离皇室大赚。本来有些人也起了一些小心思，但是看着在站在那里的长公主和云霓裳，那点心思又随之熄灭。家中女儿根本没法比，即便想要联姻也不可能。于是一些女子看向云霓裳的目光更羡慕了。世子，请指正。秦修开口唤醒了鱼龙象。指正？这特么叫他怎么指正？放眼整个大黎，谁能展出第4剑？他嘴巴微张，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正当此刻，鱼龙象耳边传来莫老的声音：哎，这小子只练了1夜，不知有多少处缺陷，世子你可得好好指点指点他啊。鱼龙象闻言，整张脸顿时涌起深深的羞恼，尤其是感受到周围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时，他红温了当即，瞥头看向莫老，心中暗骂：老登，你分明是故意挖坑等着我。离皇当即恍然，莫老从一开始就不是要主动抬高鱼龙象，而是将计就计，借此机会让鱼龙象长长记性。只是秦修的天赋太过妖孽，别说鱼龙象，他刚才一直也都在想如何别让秦修太过难堪。可现在看来，于世子，你刚才离得那么近，一定都看清楚了，可不要藏私哦。长公主也开口了，声音虽然轻柔，但是听在鱼龙象耳中，却让他猛然清醒。原来莫老和长公主早就知道秦修的天赋了，在想着刚才自己绵里藏针的挑衅，落在他们2人眼中是何等的小丑，当即又是一个踉跄，浑身力气好像被抽干。世子，你没事吧？而秦修见到鱼龙象的情况，也连忙收剑，想要扶他一把。可鱼龙象见状，却如见鬼一般，慌乱地向后躲开他好几米。你别过来！看着秦修那一脸疑惑的模样，鱼龙象就忍不住咬牙切齿：小子，你特么装的真像啊！他还寻思秦修刚才低头认错，自己可以高抬贵手，不把他整得颜面扫地呢。可结果感受着那灵力未散的剑意，鱼龙象已经搞不懂秦修到底是故意在恶心他，还是真的虚心求教。关键一夜悟4剑，你还用求教别人吗？秦修不由皱起眉头，这是要拒绝指正。也是，2人非亲非故，人家凭什么用心教你？有些做师傅的叫徒弟都会留一手呢，看起来还得展现出自己的诚意才行。略一思索，秦修就表态道：世子放心，秦修绝不会知恩不报，今夜若得世子指点，他日定当重谢。噗！长公主再也憋不住了，而鱼龙象只感觉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神他妈知恩不报，你在这点我呢？分明是想要报复回来吧？在鱼龙象看来，秦修那所谓的必有重谢，更是在说这笔账他记下来，以后一定跟自己斗到底。鱼龙象只觉得脸上火辣，这么多黄斗强者看在眼里，他算是丢人丢大了。放眼大黎，连陛下都对他照顾有加，从没人让他如此难堪过。可想到刚才那4剑的震烁经验，让鱼龙象死死咬着牙，却挤不出半个字来。最终他望着笑到娇躯如花枝乱颤的长公主，愤然起身，眼神怨恨无比。我没什么可指点的，神体之威，今日本世子领教了。说罢，羞恼无比的甩袖离席。长公主看着他的背影，朱唇轻瞥，暗自呢喃：切，明明是被秦修搞得颜面尽失，好像还跟自己赢了似的。鱼龙象走了，诸多宾客却依旧大气都不敢喘在大黎。可只有镇国公世子训斥他人的时候，从来没人能驳他的面子。就如刚才，哪怕是莫老的面子都驳了。一众强者又精明的揣测，这会不会是陛下的计中计？为的就是借秦修之手来压世子气焰念及此，他们又连忙恭维：秦公子风采绝代，神威无双，今夜让我等大开眼界。不错，我等当以秦公子为楷模。大黎有此尊盖世神体，真乃我大黎之幸。望着一众奉承的强者，离皇长舒口气，虽然过程曲折了些，但结果是好的，甚至还出乎预料。
以后再也不用头疼没人能管教鱼龙象了。秦修真是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啊！黎皇更加感慨，当初女儿不惜冒着和玄天宗主翻脸的风险，也要向秦修示好，是多么的正确。18年不能修行又如何？我自己业务4件。好呀，秦修，你今日真是让朕大开眼界。看得出来，黎皇是发自肺腑的喜悦。以后你就在学府好生修行，正好，芷柔最近也在钻研剑道，你们有空可得多加来往。长公主闻言，国色天香的脸颊顿时一片羞红。我什么时候钻研剑道了？父皇你真是够了，那些谣言你不派人去追查就算了，现在你堂堂一国之君也编起谎话来了，难道真想要他？于是看向秦修时，竟眸光连连。黎皇这一席话几乎是不加掩饰。再看长公主当初鱼龙象追求她的时候，长公主可不是一脸娇羞，而是言辞拒绝，冷若冰霜。现在这很明显是心动了。众人都心知肚明，看起来这位神体真是艳福不浅啊。晚宴散去，唯有秦修满心无奈。从众人的神情中，他大概清楚，领悟第4件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看起来日后想要进步，只能靠自己。当然，最主要的是他清楚了自己的短处，修为太低。也正因为如此，才无法将第4件的威势尽数发挥出来。回到府院后，秦修做出决定，必须得尽快将境界提升上去。虽然他在皇家学府受到重视，但是在云家的那些年，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打铁还需自身硬。不想受人欺辱，就得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还有苍龙战诀也不能落下，凝聚第5道龙气不仅需要强大的体魄，还需要一枚极其珍贵的龙血髓阳丹。第5道龙气是寻常修行者一生不能触及的鸿沟，而龙血髓阳丹所需的药材极其珍贵稀少，即便是拥有，炼制起来也极为不易。按照父亲留下的丹方，秦修估计大多药材在黄都只要有钱还是能买到的，唯独龙血和天阳洗髓果极为难得。首先是龙血，顾名思义，乃是龙族的精血。当然，大黎从未出现过龙族，龙族可是仅存在于传说中极其强大和神秘的上古种族，所以只能猎杀那些拥有龙族后裔血脉的凶兽，将精血精炼，提取出些许龙血。不过哪怕只是极其稀薄的龙族血脉，都足以在凶兽中称王称霸，别说猎杀，很多时候反而会给大黎的城池带去毁灭般浩劫。龙血之珍奇，黄都恐怕也有价无市。而天阳洗髓果一样难得，必须是在极阳之地生长1000年才能结出的灵果，在4阶灵药中都属极品，这2样材料可都不好弄啊。秦修只能先将此事记在心上，下一刻目光就落在小娇妻云霓裳身上。只见小娇妻正轻解衣襟，随着青鸾百花锦衣细细飘落，云霓裳似乎注意到了他的目光，顿时娇羞地扭动着身姿，如一朵海棠飘满颤。他轻咬樱唇，这次没有让秦修避开。他对秦修的情谊在云家时就流露得淋漓尽致，只是被秦修这么看着，他还是会觉娇羞，同时心中被幸福充斥。若说秦修强势崛起后，他心中毫无担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但今夜秦修却一直挽着他的手，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4世酒劲涌上，云霓裳那一镜绝美的俏脸泛起一抹迷人的酡红，如盛开的桃花花瓣，令人忍不住咬上一口。那玉圆珠润的背影，又有佳人微醺回眸羞婉一笑，秦修顿时酒醒了，衣袍无风自扬，怎么都遮不住，当即走过去，一把将小娇妻拉入怀中。夜灯摇曳，勾映着相拥在一起的2道身影。床榻上，云霓裳疲惫的连手指头都抬不起了，浑身香汗淋漓，却感觉秦修还是龙精虎猛，只是碍于自己体力不支而强行忍耐。原本长公主表露出来的青睐，还让他感觉有些威胁，可见秦修这样夫君，我还可以。云霓裳开口，但是声音却显得有些嘶哑，看起来刚才很费嗓子。休息吧。秦修轻轻地拥着她，很是体贴。也是在这时，云霓裳悄悄做出了一个决定，神体不是她一人能承受的，或许长公主日后得和那位公主殿下亲近一些。翌日清晨，云霓裳还在熟睡，可见昨夜她被折腾得有多惨。秦修没有打搅她，正好今日他准备去找莫老，主要是想知道如何快速提升修为。如玄天宗这样的势力中都会有修炼宝地，想必皇家学府也会有。来到院长住处，就见莫老正在指点长公主殿下修行。长公主依旧是一袭火凤红裙，见到秦修时，她凤眸突然泛起羞意，还有些躲闪，但又忍不住会偷偷地瞥去一眼，像极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秦修怎么会看不出这位长公主的心意？只是他已有了云霓裳，当然不能辜负了小娇妻，便只是打了个招呼，便向莫老说明了来意。提升修为吗？方法倒是不少。说话间，莫老看向了他，有一个地方倒是灵气充盈，而且长进多少全凭各自本事，不过风险可不小。
秦修眼睛一亮，有这样的地方？在哪？进入可有限制。地火灵脉，地火灵脉乃是皇家学府的修行宝地，也是大黎皇室立足的根本所在。灵脉顾名思义，乃是中秀灵聚之地，其中的灵气磅礴而浓郁。而学府的这道灵脉地底，还有着一片地火，自地火苏醒后，烈威炽热无比，地火燃腾之下，反而将灵脉蕴藏的灵气又一次提纯，不仅有助于修行，还有着淬炼肉身之奇效，并且地火是炼丹的绝佳助力，一些炼丹师也会来学府借用地火。见秦修跃跃欲试，莫老眉头微蹙，提醒道：虽然没有限制，但是进入其中修炼，每时每刻都要承受的火灼烧。虽有法阵保护，但学府一直都不曾向炼气6重以下的弟子开放。莫老这话不是针对秦修，虽然他只有炼气2重，但神体之强横，2天前刚暴揍了炼气6重的水曜灵体。他只是在提醒秦修不可大意。莫老，我想去试试。秦修还是做出了决定，莫老也不阻止。长公主闲来无事，也非要一起去瞧瞧。一路上，莫老还不断嘱咐，灵脉共有5层，越是往下，就越靠近地火。老夫知道你神体非凡，虽然可以破例，但你最多也只能在上边2层修炼，千万别过于冒进。第3层对学府核心子弟而言，非炼气巅峰不可入，寻常弟子不踏入筑基境都难以抵御的火之威。秦修默默记下。与此同时，灵脉入口，鱼龙巷正和镇守灵脉的长老寒暄：陈老，我最近偶感突破在即，想借灵脉一用，不知可否？长老笑道：世子想用，当然可以。以鱼龙巷的身份，在学府不说横着走也差不多。昨日的挫败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反而激起了他的争强好胜之心。秦修，你见到天赋很厉害，但本世子也不是吃素的。论修为，本世子领先你18年，让你望尘莫及；论体魄，本世子从小到大吃的天才地宝，你怕是听都没听过。昨夜丢掉的面子，日后他必须要找回来。鱼龙巷正要往里走，就看到3人走了过来，放眼看去，便看到莫老身后，长公主正和秦修有说有笑的朝着这边走来。当即他的面色骤变，鱼龙巷心中怨愤到了极点。他天资卓越，在整个大黎年轻一代也是首屈一指的存在，可长公主却从未对他假以颜色，然而此时却对秦修笑靥如花。凭什么？甚至连莫老走了过来，他都没有失礼。莫老眉头微蹙，却也没和他计较，便对那陈长老说道：师弟，我准备让秦修进灵脉修行，让他进去吧。陈长老昨夜也曾赴宴，自然是认识秦修的，可闻听此言，不由一惊。院长，这……他打量着秦修，有些迟疑。秦修的境界并没有和剑法似的一夜暴涨，依然是炼气2重。再说，就算是暴涨，那离门槛也还相差甚远啊！不只是他，就连鱼龙巷都一阵惊错，随即又不禁面露玩味。小子，你挺狂啊！以为请莫老给你破例，是对你的特殊照顾。地火灵脉虽然是修行宝地，但却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一个炼气2重的修行者，只怕不出一炷香就会被地火烧成焦炭尸书。秦修可不是一般的炼气2重。长公主这时站了出来，说起了当日秦修碾压炼气6重的水曜灵体的事情。此话一出，鱼龙巷的笑容顿时僵住。假的，一定是假的。相差4重还是灵体，秦修怎么可能如此之强？不过即便如此，炼气6重也不过只是进入地火灵脉的门槛而已，顶多也就是待在第1层。若是贪图进度进入第2重，鱼龙巷当即精神一振，走了过来。秦师弟是神体，当然与众不同，我深感佩服，希望秦师弟能在2年后为皇家学院扬威，一雪前耻。秦修没听明白，可莫老和长公主却清楚他所说的是什么。大黎3大势力每隔3年就会举行一次比试，最近一次是在大半年前，夺得魁首的是玄天宗，这也是玄天宗敢于和皇室叫板的底气。至于比试为何是3年一度，那是因为一处秘境，那秘境3年开启一次，其内隐有龙鸣之音，所以被称之为龙陨之地。进入的人员有限，一次只能10人，并且修为得在第3境玄丹境之下，玄丹境以上即便强闯也无法进入，很是玄妙。这也就造成了比试的规则，只能玄丹境以下之人才能参与，选取前10进入龙陨之地寻找机缘。3大势力对此都极为重视，能不能在龙陨之地内寻找到机缘暂且不提，年轻一代的强弱也就决定了日后势力的兴盛。鱼龙巷口中的一雪前耻，其实说的是上一届皇家学院只占据前10两席，玄天宗和摘星阁各占4席，差距之大也造成了如今皇室示威的原因。若不是皇室底蕴深厚，只怕现在要面临的情况会更加的严峻。怕秦修不清楚，鱼龙巷还详细说起了这些情况。我天赋一般，上一届给学院丢了脸，才得了前6。说话间，他看了一眼长公主。上一届
长公主可是第二，若不是因为一些原因，其实是有望拿下第一的。龙陨之地，他说了那么多，秦修记住的却只有那处秘境。或许龙陨之地内有他想要的东西也说不定。可目前来看，想要获得进入龙陨之地的名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2年，至少也得到第2境筑基，才有资格去角逐前10。秦修，你无需急着修炼，这一次我有胜的把握。长公主见秦修在沉思，生怕他冒进，当即提醒。说到底，秦修还只是炼气2重，地火凶险，还是稳妥的好。这一幕看在于龙象眼中，却让他怒火中烧，拳头都握得青筋暴起。原本虽然长公主看不上他，但同样也看不上其他人啊。身为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他还是有一线希望的。现在破灭了。当着莫老和长公主，于龙象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是看了秦修一眼，便先行走了进去。莫老，秦修打招呼后正要进去，长公主却拉住了他。握住手掌的那一刻，两人都愣了一下。长公主面色一红，旋即又收回了玉手，故作镇定的道：秦修，我带你进去吧。说到底，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多谢公主。秦修迟疑片刻，还是应了下来。他对里面不甚了解，有长公主在的话，应该会少去很多麻烦。还没进入地火灵脉，只是靠近，秦修便感觉到一股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灵脉氤氲秀美，这里面的雾气竟都是灵气所凝，不时还有冲天而起的赤焰，将灵雾映如红霞，不愧是皇室学府的修行宝地。单是入口的灵气都要比府邸的聚灵阵浓郁数倍。秦修若是坚持不住，就一定要赶紧离开。虽然有陈老镇守，但地火凶险，一个不慎，几息间就能把人烧成焦炭。在长公主的提醒声中，两人已然下到了灵脉第1层。虽是地底，可火药滚滚，不时有热浪从脚底冒出，一片壮丽明亮。透过浓郁的灵雾，秦修看到灵脉依稀盘坐着几道身影，显然是学府的其他弟子也在此修行。虽然这里是第1层，但能在这里面修行的显然不是普通弟子。你就在此地修行吧。长公主带他来到一处还算是空旷的地方，秦修也不墨迹，两人便先后盘坐下去。原本以长公主的修为，自然可下到更深层次去，她在此停留，显然是为了照顾秦修。秦修看了他一眼，便是在地火灵脉这种灼热之地，长公主却仿佛置身事外，未受丝毫热浪侵扰。她的额间光洁如初，未见半点汗珠，宛如晨露未沾的莲花，清雅脱俗。地火的热烈光芒映照之下，本就拥有倾国倾城之貌的长公主，更添了几分难以言喻的风姿。她宛若浴火重生的凤凰，不仅美丽非凡，更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尊贵气息，令人心生敬畏，不敢直视。秦修没有多看，很快就感觉到一片湿滑，这竟然是灵雾凝聚而成的灵液，如小雨沥沥，才片刻就萦绕周身。地火滚滚，令秦修毛孔舒张，让灵液更好的吸收滋养浑身经脉。秦修忍不住感到一阵畅快，在此地修行胜过外界数倍，怪不得世人挤破脑袋也要拜入学府。灵脉入口处，莫老姑算着时间，对一旁的陈长老问道：师弟，咱们在此寒暄了有一炷香了吧？陈老捋了捋须，差不多。他知道莫老是何意，其实他内心也很惊讶于秦修能坚持这么久，炼气2重就能坚持一炷香，无愧为神体啊。莫老颇为满意，甚至还有几分自得。自从秦修来了学院之后，他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好，似乎每日都有惊喜在等着自己。不过哪怕是炼气6重，坚持这么久，差不多也该到极限了，咱们进去看看吧。于小子看纸柔丫头的眼神也看到了，我怕他故意激恼秦修，都正值年轻气盛，别做出什么赌斗的事情来。莫老的担心不无道理，学府这些年不是没见过相互有恩怨的同门，相约进入灵脉比试，谁坚持更久。因为逞强，还出过不少次意外。于龙象对长公主的心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绝对会找机会针对秦修。两位学府剧情走入灵脉当中，与此同时，秦修感受着体内充盈的滚滚灵力，一阵酣畅淋漓。在此地的修行速度，怕是能比得过府邸10倍。要知道，他与之对比的府邸，本就是皇室学府安排有强大聚灵阵的宝地，若是和在外界比起来，差距更不可同日而语。难怪学府弟子修行速度会如此之快。就拿长公主来说，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用于修习武技，境界也接近筑基巅峰，而他也不过是19而已。秦修一阵欣喜，感受着身下地火的炙热，心思也不由火热起来。第1层就如此了，那第2层又该是何等奇效？关键莫老所叮嘱的地火灼身之痛苦，他完全没有感觉到啊！别说痛苦，相反，他只觉沐浴春阳，浑身舒适。机会难得，必须得去第2层看看。秦修打定主意，他落后的修行时间太多了，如此难得的机会必须牢牢握住。念及此，他缓缓起身，
而莫老两人此刻也走了进来，虽灵雾萦绕，但丝毫不影响两人的目的。只一眼就注意到了起身的秦修，咱们来的还正是时候。见秦修站起身来，莫老笑着向他招了招手。陈老却突然发现，秦修那修长挺拔的身影，非但没有向他们这边走进来，反而还离他们远了一些。什么情况？我眼花了。陈老定睛一看，随即脸色骤变。不好，秦修走错方向了。他们这边是入口，而秦修竟然往反方向走去，那可是灵脉2层。莫老也不由一惊，看这样子，秦修是被的火灼烧的，神智都有些模糊不清了。果然，如此长的时间，一些炼气7重的弟子都要知难而退，对秦修而言还是太勉强了。只柔还不拉住他。听到师尊的低喝，长公主才恍然睁眸，只一眼就被秦修吓得凤眸瞪圆。秦修，你停下！情急之下，长公主伸出那鲜嫩如雪玉手，下意识地拉住了秦修。不知是不是地火涌动，让长公主倾国倾城的容颜上升起一抹红晕，但是这次她没有松开，反而满心担忧，还有一丝生气。太危险了！要知道灵脉2层，非炼气巅峰不可入。虽然秦修神体举世无双，但他从来学府到现在，境界可从未提升过。倘若不小心被的火伤到怎么办？那就得不偿失了。长公主纵然生气，俏脸的神韵也给人种别样的风情绝美。再看着那满是关切和担忧的凤眸，秦修不免感到掌心一阵火热。多谢公主担心，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不是走错了，我就是想去2层看看。什么？这话让长公主惊错的同时更加生气了。我还当你只是乱跑，没想到你是故意逞强。正当此刻，莫老两人也匆匆走来，听到这话，顿时心中一惊，脸色也沉了下去。气恼是一回事，主要是必须严厉的教导一番，才能让秦修意识到地火绝非儿戏。胡闹！你知不知道，灵脉2层还从来没有炼气巅峰的下去过。上月就有个炼气8重的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等老陈赶过去救人的时候，半边身子都烧得皮开肉绽了。陈老深以为然的点头，也是颇为惋惜。那位弟子无论是修炼的功法还是体魄，都绝对不差。就这，他迟到几息，地火便深入骨髓，导致落得个凄惨的下场。由此可见，秦修对于此地的敬畏远远不够。看着一脸严肃的莫老两人，秦修一阵苦笑。不过他也清楚，两位长者不是在阻拦他的进度，而是在关心他。还有长公主，秦修甚至能感觉到长公主紧张的掌心都渗出了汗水，便解释道：院长，不是弟子不知天高地厚，实在是这一层的地火，晚辈真没什么感觉。什么？没感觉？此话一出，莫老营须都气得上扬，还嘴硬。他刚想训斥，却突然发现秦修好像确实没什么事，不仅呼吸均匀，说话也中气十足，脸上的红润也不是灼热难忍，相反是进入修行佳境的舒畅与气血旺盛。莫老皱着眉仔细感知，就发现秦玉额头上不是汗流，而是灵液。看着他生龙活虎的模样，莫老和陈老对视一眼，无不是满脸惊愕。他们本来以为秦修在灵脉1层都需要咬牙坚持了，结果这小子怎么一点事没有，在1层那灼心热浪之中还如履平地，和在外边没什么两样。这莫老一阵语塞，难不成自己又严重低估了秦修的神体？如若秦修有一丝难受的迹象，他都会将之阻拦，可现在他根本看不出秦修有丝毫异样。陈老则显得更加震惊，常年镇守灵脉的他最清楚地火的可怕。刚才虽听说了秦修胜过水曜灵体，但并未亲眼所见，他认为就算是赢，也赢得极为艰难。可此刻秦修在灵脉中所展现出的体魄之强横，哪个炼气6重能比得了啊？这就是神体吗？高出他几个境界之辈，在1层都需时刻忍受煎熬，秦修却如沐暖阳，欲游汪洋般轻松惬意。神体不愧是神体，真是处处都透着神意不凡啊！既然如此，那你便去试试。莫老也没有再做阻拦，内心反而很是激动，甚至有几分期待。秦修虽然才到学院2日时间，却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坐井观天，试试也好。大不了他时刻注意着，将秦修带出去便好。长公主也回过神来，但望着两人握在一起的手，不由面色一红，连忙收回了小手。走，我带你前去。说着便带着秦修往2层走去。2层的地火，便是炼气巅峰也抵挡不了多久，我得时刻在你身边护法。正如长公主所说，刚走下2层，一股炙热的温度迎面而来。秦修脸上闪过一抹凝重，很快额头就浮现出一抹汗渍。果然，这1层根本看不到炼气境的身影，哪怕强如他的混沌神体，都感到呼吸带着灼烧，似在喷火。放眼看去，2层的灵雾更加浓郁，然而却显得朦胧错落，那是因为2层的地火将空气都灼烧的扭曲了。长公主关切地看了他一眼，
要不要退回去？秦修却暗暗咬牙，没关系，我能坚持。18年无法修行，不付出常人无法忍受之煎熬，如何能追赶得上？两人找了个地方席地而坐，秦修没有墨迹，当即运转功法，汲取着周围浓郁的灵气。见他能闭目凝神吐纳灵气，长公主紧绷的心弦得以放松时，又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虽是神体，但他毕竟才炼气2重啊。要知道，自学府创立以来，炼气境界踏入2层修炼者不过凤毛麟角。秦修此举可谓是前无古人，后只怕也无来者，不愧是震烁古今、独断天下的神体。随着地火翻涌，长公主的火凤红裙都随之飘扬，露出一截白嫩的玉腿。以她的修为，虽不惧2层的火，但也已能感到地火的凶烈。秦修很快就适应了2层的高温，修炼间颇感惊喜。第2层和第1层的地火凶险程度天差地别，所带来的益处也绝对与之匹配。在这里，地火精炼的灵液几乎是如胶水般涌进他的体内，哪怕是他宽厚如汪洋的经脉，都如雨润江河，提升迅猛。每一次呼吸，秦修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体内灵力肉眼可见地变得充盈。那3寸神树在火中灿灿生辉，在温绵如雨的灵液滋养之下，散发出耀眼的神光。尽管每一次吸入体内的灵气都让秦修的五脏六腑感到一阵翻腾，但每次咬牙坚持过后，他都能感到五脏六腑在这样的熔炼下变得更加坚韧。气血犹如沸腾的奔流，让秦修的心脏跳动之声犹如战鼓擂动。盘踞丹田的2尊龙影更是大口吸食着滚滚灵气，不时吞吐出一颗将灵力凝缩精炼到极致的龙珠。霎时间，盘坐在那的秦修浑身好似蒙上一层金色光辉，让他的身影更显挺拔伟岸。长公主因为放心不下，一直在注意着秦修的情况，却不想秦修非但没有屈服于地火之威，反而渐入佳境，吞吐灵气的声音犹如盘龙低吟，尽显威武阳刚。呼出的热气远远地打在长公主脸上，让她那绝世美颜都感到些许滚烫。不得不说，秦修的五官很是俊朗非凡，哪怕是初见时听信了云雪容的诬陷，长公主也只怀疑他的人品，但对他的颜值从未质疑过。尽管只是认识了2-3天，但秦修所展现出的风采，他都尽数看在眼里。昨夜父皇的撮合让他休息，甚至是一点抗拒之心都没有。也就是在那时，他似乎认清了自己的心意。秦修真的完美符合他心目中另一半的想象，即便是拥有举世无双的神体，却也没有丝毫狂傲跋扈。被3大势力争抢，又跟自己来到黄都，从未提过离谱的要求，一直是平易近人，谦虚有礼。尤其是对情谊的珍重，让他对于霓裳都无比羡慕。其实长公主隐约也觉察到秦修对自己有点疏远，似乎是怕于霓裳误会。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如飞蛾扑火一般，不断地去靠近秦修。她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这般想着，长公主都没察觉到自己眼中泛起一丝迷离。突然，秦修浑身猛颤，睁开眼眸。怎么了？回过神的长公主吓了一跳，这才猛地想起，她和秦修在第2层修炼的时间已经远超在第1层的逗留。长公主以为他已撑到极限，正准备扶他起身，却听秦修体内爆出一道犹如惊雷的声响。轰！那道凌厉的威势之强，令周围的浓郁灵雾都扫彻倒卷，体内翻腾的狂龙怒啸，令长公主不由凤眸剧颤。炼气3重突破，秦修只觉浑身灵力滔天，突破后的身躯坚如金铁，在灵液和汗水的映照下，更显得似宝玉无瑕。不愧是灵脉2层，哪怕他的神体所需灵力是常人的10倍，亦可让他这么快突破。长公主目瞪口呆，短短片刻间，她便感知到秦修身上的变化。突破了，但明明只是炼气境的突破，而且才是炼气3重而已，怎么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常人只是体内气息波动变得更加雄浑而已，而秦修却能影响到周围的环境，可见神体的不凡。恭喜！长公主由衷地说着，有劳公主殿下护法。长公主俏脸一红，她是一直待在秦修身边，但护法貌似用不上，反而只顾着胡思乱想。忽的，秦修的眼神仿佛捕捉到了什么，神色蓦地一僵，随后她匆匆地垂下了眼帘。长公主心中泛起疑惑，这是何意？但转瞬她就反应过来，只见秦修此刻汗水涔涔而下，而他身着的火凤红裙也因湿气而紧紧粘附于身，勾勒出他曼妙身姿的每一道曲线，分外惹眼。呀！长公主不由自主地低头审视自己，瞬间发出一声轻呼，脸颊瞬间染上了绯红，羞涩至极。而且刚才自己匆忙起身，让本就紧致的衣裙勒出了几道显眼的沟壑，尤其是刚才她低头一看，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脚尖，却就这么明晃晃地站在秦修面前，傲然挺立。你不许看！长公主羞得连忙去遮掩，可她只有一双手，又怎么可能遮得住呢？长公主见状，羞到整个人控制不住的花枝乱颤。她，我去换衣服。你不许偷看！
一声嗔怒，长公主如受惊的小鹿，逃也似的躲入远处的林雾当中。只是一路狱卒遁落，她越发感觉到衣裙没有随风翩翩起舞，反而随着她跑动时身子的扭动而紧贴玉背，乃至秦修收起了目光，用突破之喜来镇压心中的那股莫名的冲动。他以前不是这样的，难道是因为服用了龙涎果的原因？若是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话，那日后还要沐浴龙血，岂不是秦修没有多想？体质他是一定要提升的，他已经感受到了体质提升的诸多好处。这次突破，他的力气又暴涨了500斤，不用灵力就足有1500斤，这已经很接近炼气巅峰了。而且他能感觉到地火还能锤炼他的神体，不是如百炼金刚，他的神体本来就似一尊绝世金玉，在滚滚烈焰中光芒绽放得更加耀眼绝伦。不仅如此，在冷静下来后，他发现如第一层般沐浴暖阳的感觉又回来了。此刻的他立于第2层灵脉已感觉不到多少热量，或许我可以踏入第3层看看。秦修念及此，剑眸中还闪过如龙晶的赤金，在他的丹田内，那2道龙影萦绕一枚龙珠，纵横低吟的龙劲与他一样急不可待。不多时，就见长公主走了回来，只是比起离开时的匆忙精修，此刻却玉足轻挪，白嫩玉手还一直拽着裙角，生怕再贴在身上。长公主换了深雪白宫裙，整个人俏丽在秦修面前，犹如火山之巅盛开的冰清雪莲，高贵清雅。秦修轻咳2声，掩饰尴尬的同时又道出自己的想法：公主殿下，我想去第3层看看。什么？可这次他还没来得及反对，就注意到秦修呼吸深沉，气血旺盛，就像刚才在第1层那般，长公主再次被惊到了。2层炼气巅峰尚且还能进入其中修炼，可3层非筑基不可入。他自己也是突破筑基后才踏入了第3层，那可是真正一个大境界的差距啊！秦修的体质有这么强横吗？长公主突然有些恍惚，那是被秦修短短几天接连的震撼所致。她张了张嘴，却说不出阻拦的话语，显然已不敢再用自己的见识去衡量眼前的神体。尽管莫老再三嘱咐过2人，渴望着秦修那轩昂的身影，长公主也突然生出了一丝大胆的想法。那我陪你。朱唇轻启的3个字中，不仅有着殷殷关切，还有一抹从未在人前展露过的温柔情愫。2人走向灵雾的深处，手指还不时碰在一起，让长公主俏脸始终挂着一抹羞红情羞。虽然我也总是违背老头，但他不让你进第3层不无道理。第3层比起前2层，不仅的火更加凶烈，而且在其中修行还会有炎毒缠身。秦修愕然，炎毒？长公主解释道：地火不是凡火，虽然能够借此磨砺躯体，但过多的引火入体会让经脉乃至5脏6腑难以承受。炎毒造成的可不是皮外伤，稍有不慎就会在体内留下暗疾，更严重者还会伤到丹田，动摇修行的根基。他说得很慎重，但秦修眼中却只闪过凝重，并无惧意。还是那句话，落后18年，拼命也得追回来。更何况他相信自己忍受了18年严寒酷暑而觉醒的混沌神体。放心，我会在你身旁护法。长公主为他鼓气时，凤眸却闪过一阵心虚。这次他肯定专心护法，绝不会胡思乱想了。第3层，烈焰滚滚，空气已然不只是被灼烧扭曲，而是空中还脚下都不时爆出烈火，那是将空气都点燃的可怕。鱼龙像正端坐其中，满脸不甘。可恶，第4层还是那么恐怖，为什么我才坚持了短短几息？长公主前些天已经进到第4层了，她还停留在此，以后还怎么有机会坐在一起修行？但是转念一想，鱼龙像又安慰自己，第3层又如何，还不是比秦修强了100倍。秦修能在第1层修炼就已是极限，这么长时间他怕是早就撑不住了，不知1层发生了什么，真是让人期待啊。鱼龙像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即便秦修不强撑，他也能让公主殿下看到2人之间的差距，就算是神体，也只是没成长起来的神体而已。正在此时，他却看到3层入口处似有人下来，其中一道冷艳如白雪，但仔细看去，这不是长公主吗？鱼龙像顿时大喜，果然让长公主陪秦修在1层修炼，纯粹是浪费时间，还不是要来找自己。然而他刚才靠近，却突然惊愕地发现长公主身边怎么还有一道人影，而且看身形怎么这么像秦修？错觉，一定是错觉，他一定是被得火乱了心智，如此疑神疑鬼。就秦修那炼气2重，第2层都能把他烧成焦炭，还来第3层，怕是几息就会被地火化成一团血水。正当他摇头时，却突然听到长公主关切的声音：秦修，第3层还能承受吗？秦修的声音有些低沉沙哑，却充满斗志。还行，能撑住。秦修走入其中，身边的空气爆燃，恐怖的炽热远超刚才踏入第2层，但他却咬牙握拳，如此修炼宝地，
每多坚持一炷香，都能追赶回曾经落后的光阴。长公主周身也萦绕出一片华丽灵光，显然就算是她在第3层的地火面前都不敢太过随意。可于龙象听着两人的声音，整个人却呆住了。那是秦修。幻听？他怎么连幻听都出来了？秦修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这？就算出现，那也是痛苦的哀嚎和求救才对。然而当两人穿梭灵雾路过他身边时，于龙象才震惊地发现，这一切貌似不是幻觉。于龙象整张脸上充满了惊愕，眼珠子都瞪圆了。他居然在3层看见了秦修，最主要的是秦修居然还完好无损，似没有受到影响。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于龙象止不住颤声质问，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他急火攻心的幻觉而已。然而秦修还未来得及开口，就见长公主面若冰霜，婉音冷淡。她为何不能出现在此？第3层的烈焰足以融化金铁，周围的空气灼热无比，但于龙象却感觉心口一片苍凉。秦修，我们去那边吧，免得被人打扰。看着长公主挽着秦修的手又走入灵雾中时，于龙象眼中的嫉妒几乎化作2团烈火。这小子凭什么？他要是没看错的话，秦修的境界是有所突破，但也才炼气3重啊。炼气3重就能和他同处一层修炼。尽管他很不愿意承认，但依旧不禁想问一句，这神体到底有多逆天？这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衡量了啊。至少他在没突破筑基前根本不敢踏足这里。于龙象狠狠望了眼第4层的入口，很想冲关一怒再踏进去，可一想到刚才的可怖遭遇，最终只能忍恨咬牙。但就算进不去第4层，他也不信秦修能在修为上追上自己。此刻他还是觉得秦修或许只是逞强，甚至是需要长公主护着才能踏入3层。不过是炼气3重，在这里强撑可没什么好处。于龙象强压着怒火，还在自我安慰，就猛然想到什么，当即浑身如遭雷击。不对，长公主进来的时候明明是穿着一件火凤红裙，为什么会换了衣服？还是跟秦修在一起换衣服？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于龙象不敢再往下想，他现在只恨不得杀了秦修。那可是本世子追求多年，我大黎最为尊贵的女神啊。他以前就算偶尔能和长公主在第3层修行，但根本没有坐在一起，不仅和他保持着疏远的距离，对于自己的搭话，长公主也从来都是爱搭不理。可现在秦修，你若感觉不适，一定记得告诉我。哪怕那声音隔着层层灵雾，于龙象也能捕捉到长公主语气中的关切。秦修，于龙象后槽牙都几乎咬碎，心中1万个不甘。他堂堂镇国公世子，就算秦修是神体，可这才来黄斗几天，就让长公主关切的陪伴左右，最好待会就让地火烧得你灰飞烟灭，长公主救都来不及救那种。而秦修对于龙象的嫉妒毫不知情，他和长公主找了个僻静之处盘膝而坐，刚一吞那吐息，秦修额头就渗出层层汗珠。相较于第2层修炼时，仅是浅尝辄止的呼吸便如同灌入滚水般的炽热，这第3层的体验简直是直接将燃烧的火炭吞入腹中，火炭赤红，无情地灼烧着每一寸肌肤，顺着毛孔，那股不可抗拒的热力直透心扉，五脏六腑仿佛置身于熊熊烈火之中，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酷刑，甚至充盈着浩瀚凌厉的丹田都变得一片狂暴紊乱。秦修紧锁眉头，牙关紧咬，鼻息都好似从体内喷涌的烈火，但他必须得坚持住。尽管痛苦难当，极为煎熬，但他清楚地感受到在第3层修炼的好处，每一次吸入的灵气都是第2层的数倍之多。渐渐的，他稳住了心神，虽然每一次吐纳虽仍伴随着身躯细微的震颤，但终究是在这遍布的火爆烈的第3层立住根脚。长公主脸上始终挂着担忧，此地连她也需时刻凝聚灵力，以防万一，全神贯注，不敢有丝毫懈怠。直至感知到秦修的状态愈发沉稳，他那颗悬着的心才悄然落地，重负稍减。与此同时，内心却又泛起了波澜。在学府从来没有炼气竟能进入第3层修炼，更别说是炼气3重，而秦修却如此平稳，甚至一点都不亚于筑基境。难不成他的体质已能与筑基相提并论？长公主不清楚，或许这也属于神体神异的地方。又确认秦修没事后，长公主那双凤眸才安然闭上，也开始进入修行。只是闭目坚持的秦修看不到，长公主哪怕是在修炼，那一片红霞的绝世容颜上始终挂着抹淡淡的笑意。时间推移，地火狂涌，长公主周身的护体灵光都不时一阵激荡。她虽在修行，却也时刻留意秦修的安危。但就在刚才，她突然感觉秦修的安危貌似不用她担心。她惊异的是，自己吸收灵气的速度好像比平时慢了一些。她睁开凤眸，睫毛因汗珠而更显秀丽唯美。问题好像不是出在她身上，而是因为她和秦修离得有些过近了。只见秦修盘坐在那里，汗水将他的神体浇筑得更似无暇流域，他的一呼一吸间都如火龙吞吐，
充满着阳刚浩然之气，而周遭的大半灵气也都是这般被秦修吸收的。先前再上2层，他只顾着胡思乱想，还没注意，可现在两人都是聚精会神地吞吐灵气，这让长公主不禁惊呆了。秦修吸收灵气的速度竟然会在他之上。要知道，最能影响灵力吸收速度的只有2点，一是本身的境界，二是功法的强弱。境界就不用说了，他已接近筑基巅峰，境界越强，引动灵气的能力就越强。他本来担心自己会把周遭灵气抢光，耽误秦修。换做其他炼气3重坐在他身边，怕是一丝一毫的灵气都争抢不过。可秦修呢，和自己相比丝毫不落下风。再说功法，那长公主更不必怀疑了，自己修炼的可是大黎皇室最顶尖的玄阶中品。虽然依稀听说秦修的父亲身份神秘，但他觉得这根本不是理由。与秦修相处时间越长，他就越忍不住惊叹于什么是神威莫测。即便如此，长公主非但没有选择起身保持距离，相反稍稍放缓了修炼速度。她还得参加一次大比，提升修为上暂且不急，所以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在锤炼武技。上一次她就是因为大多时间用在了提升修为上，而忽略了武技的重要性，以至于技差一筹。灵脉之中恐怖的温度让空气不断自燃，将秦修周围的空气爆裂为足以融化金铁的烈焰。在这极端的高温下，秦修的身躯一片嫣红，犹如饱雪玛瑙般光泽璀璨。他口鼻呼吸悠长，呼出的热气萦绕不散，静影影化做龙影盘踞身边，映衬的他格外不凡。将他熏烤至此，可见3层的火之猛烈。然而外在的炽烈不过是体内煎熬的微弱映射，如火炭般在腹中翻滚焚烧的烈焰，应该就是长公主所说的炎毒。炎毒果然可怕，直接进到修行者体内，5脏6腑何其脆弱，稍有不慎便是严重的内伤。秦修能坚持到现在，原因有2：一是因为他的混沌神体坚不可摧，有着真金不怕火炼的强横；而最主要的是，在这些炎毒渗透进他体内后，却好似极其恐惧地躲避着3寸小树。明明火域树木当火势暴涨，可他们却生怕被混沌神树尽数吞噬，简直是倒逆生克，神异无比。这些炎毒不敢招惹混沌神树，又趁机侵入他的丹田之中。原本秦修担心丹田会遭受重创，却又惊奇地发现那2尊龙影竟龙威大作，争先扑向那些炎毒撕咬着。只见龙爪凶悍无比，将炎毒扼住后一把塞入口中，龙腹顿时一阵鼓胀，并未直接吞灭，而是犹如在炼化什么天才地宝般。很快龙口猛然张开，喷涌出炽热火红的烈焰。这2道烈焰依然散发着可怖的威能，但却没了先前的凶毒。2道龙影就这般一左一右围绕着先前以灵力凝聚的那颗龙珠，烈焰喷涌在龙珠表面，让其变得越发赤红。秦修内观而去，透过烈烈龙焰，竟发现那道龙珠之中竟然渐渐又孕育出一道龙影的雏形。这是双龙吐珠，不仅将炎毒尽数吞噬，似乎还将这些化作他蕴养第3道龙气的能量。秦修一阵愕然，按照苍龙战诀的记载，龙气会随着修炼而不断凝聚，但何时能蕴养出下一道，每个人所吸收的天才地宝不同，机缘造化不同，也无法给出具体。可他没想到父亲留下的功法竟有如此玄奥，学院中人畏之如虎的炎毒非但没能伤到他，反而还助他修行。而且他能清楚地感受到以地火蕴养的这道龙气比正在吞吐的这2道更加的猛烈与狂暴。他周身的灵物再次颤动起来，不仅是龙珠将要遇火而生，修炼了这么久，他又感到境界的桎梏，机遇冲破，咔嚓，随着又一口龙焰喷出，那枚龙珠表面裂出一道碎痕。而在裂痕当中，龙影浑身早已赤红如血的龙鳞已然怒然竖立，整具龙躯不断晃动，似乎要在这漫天地火之中降临。吼！正如秦修猜测那般，这道龙气的凶烈远超预期，还未彻底凝成，狂傲暴虐的龙吟就横扫八方。一阵霸气无匹的龙吟自秦修丹田传出，他顿感整个腹部好似有一道火龙破体而出。霎时间，秦修脸色骤变，而这生龙吟顿时将长公主惊醒。这么久的修炼，长公主浑身也已香汗淋漓，被这突然暴起的龙吟吓了一跳。秦修，你怎么了？长公主娇躯猛然一颤，眨眼间凤眸就充满担忧。她见过秦修与云雪容一战，知道这龙气是功法所凝，但她没有追问底细，因为盘问打探其他人的功法武技乃是大忌。可这龙吟太过凶横，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秦修不慎遭受炎毒，龙气开始不受控制的摧残丹田。秦修，你不要紧吧？稳住心神，我为你护法。长公主连忙催动化力灵光，玉手刚刚贴在秦修心口，却见后者咬着牙艰难地摇了摇头。长公主这才发现秦修的双眸不知何时已变作浩然龙晶，瞳孔深处还泛着毁灭万物的血红。别，这不是炎毒。这是他境界突破的同时，第3道龙气也在苏醒，
若是长公主情急之下以筑基巅峰的灵力将其镇压，那简直弄巧成拙。欲凝龙气，必成龙威。这第3道泛着滔天烈焰的龙气，他必须亲自将其降服。秦修整个人运转浑身灵力，而在丹田当中，那尊烈焰狂龙早已将龙珠震碎，不断肆虐冲撞着。桀骜狂霸的他似不愿受困于区区少年的丹田之中，怒然张开的龙口当中还喷涌出焚灭一切的龙息。霎时间，秦修黑发猎猎飘舞，身躯掀起令人生畏的火浪，发丝之上似都夹杂着耀眼火光。而长公主很想帮忙，却被秦修严词拒绝，这让他心急如焚，只能站在秦修身边，以防任何意外。秦修爆发的火焰席卷八方，拍打在长公主的俏脸上，饶是他都感到一阵心惊胆战，炽热逼人。要知道，严阵以待的他已然催动了筑基巅峰之力，而能让他感到一阵压迫，秦修体内究竟酝养出怎样的可怕龙威？他此刻又在承受何等的痛苦？与此同时，灵脉的另一边，于龙象的额头早已是汗如雨下。他舒了口气，如此长久的身处地火煎熬，他也略感虚脱。外边都快天黑了吧？秦修那小子怕是早就走了。于龙象瞥了眼当时两人选择的方向，由于长公主的疏远，两人选择离他很远静坐修行，隔着层层灵雾，他也看不清楚。但这还用看吗？连他都快到极限了，更别说秦修区区一个炼气3重，他是没有神体，但在大黎年轻一代，他也是仅次于长公主的天骄。算你小子识趣，没死在里边。不过你出去的时候怎么不敢从我身边过去了？于龙象心底冷哼，等下次他能在第4层站稳，必须得问问秦修，他怎么还好意思拖累长公主修炼。于龙象收敛灵力，起身就准备离开，可他还没迈出2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可怖至极的龙吟，惊得他浑身一颤。而当他扭身看去时，当场被眼前的一幕吓到心脏抽搐。只见层层灵雾之中，一道浴火而生的凶悍龙影冲天而起，龙吟响彻灵脉的刹那，将周遭一切震得云散火息。于龙象就怔怔地望着那道狂傲暴虐的龙影，盘踞在秦修身边，仅是龙鳞散发出的烈焰就将空气湮灭为一片扭曲。腾腾腾，于龙象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倒退数步，满心的惊骇已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道火龙究竟是什么东西？那股冲天的爆裂让他感觉比面对地火还要压迫。而且这么久的时间，秦修不应该已经走了吗？即便是他都坚持不住准备离开了。这小子待在这么久，不应该被烧成灰烬吗？怎么非但毫发无伤，反而还凝聚出如此恐怖的意象出来？于龙象固然张狂，但他的眼界绝对不差。正因如此，他才能清楚地认识到围绕秦修的这道火龙是何等的凶狂，蕴藏着极其暴虐的龙威。怪物，怪物！于龙象身躯站立不停，哪怕对秦修嫉妒到了极点，此刻却也说不出半句不服。太恐怖了！神体的恐怖似乎根本不是大黎皇朝的认知所能窥探的。炼气3重立于灵脉3层，其中的火毒连他坚持到现在都承受不住，可秦修却在火中画出一道炎龙。轰！于龙象身边的空气突然爆出一团火焰，惊得他怪叫一声，虽然未被伤到，可却感到心脏疼得痉挛抽搐，胸口更是被那道火龙的暴虐，不是秦修这尊神体所展现出的神威压得一阵窒息，沉闷到难以呼吸。这地方他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他怕再看下去，堂堂镇国公世子最后的骄傲也会被击碎，而且每看着长公主陪在秦修身边一刻，他都无比的扎心。于龙象扶着墙壁走出灵脉的背影有些狼狈，尽管如此，他也让自己离开时尽量不发出动静，因为一想到刚才盼着秦修被的火灰飞烟灭，暗自嘲笑他偷偷溜走，不敢从自己面前经过，他就不禁崩溃。不是的火伤了他，是秦修让他破防了。而于龙象并未注意到，哪怕是他的离去都未能吸引长公主抬头看上一眼，那双凤眸始终关切地注视着秦修。秦修，你不要紧吧？长公主的婉音满是轻柔，这道火龙的狂傲让她的眼神充斥着凝重。火龙在秦修周身腾挪冲撞，似乎是要冲破功法的枷锁，遨游天地，龙威狂傲，从不知何为低头，更遑论对这区炼气3重的少年俯首。只见秦修那如流玉光泽的肌肤上，竟隐约从体内显现出犹如岩浆迸裂的爆炎裂痕，那是龙气在不断肆虐他的丹田，欲将他整个人撕裂破体而出。难以言喻的痛苦令秦修双眸越发的赤红。先前他庆幸苍龙战诀为他抵御炎毒，而此刻这的火运养出的龙威全然成了他要面对的疑难。秦修疯狂地催动灵力，3寸小树也剧烈摇曳，盘根于丹田之上的根须好似下沉，将火龙压得龙躯一折，龙尾却更加张狂地胡乱横扫。我为神体，龙威也当俯首。只听秦修怒吼一声，喉间爆出的狂傲轩昂竟盖过了凶横的龙吟。轰！他浑身爆出滔天灵光，丹田内汹涌澎湃的灵力浩瀚神异，
犹如以星辰凝聚的无边汪洋，任凭那道炎龙再如何撼天斗地，也唯有困顿其中。他肌肤上如岩浆迸裂的伤痕，也被一缕缕耀眼的光芒笼罩。在这独断万古的神意面前，那尊炎龙的嘶吼声也渐渐不再残暴。神体一怒，擒伏狂龙。长公主只见那道火色龙影仰头低吼一声，紧接着就化作阵阵龙气转回了秦修体内。那道狂傲不羁的炎龙终于与先前的那道龙气共同在丹田内遨游，他依旧保持着凶性，只是对这道丹田的主人展现出臣服。只待秦修心念一动，炎龙又将喷吼出焚灭万物的凶残龙焰。成功了！目睹全程的长公主惊魂未定，再见到那道火色龙影最终乖乖爬到秦修肩膀，与他对视时，他不禁发自肺腑的欢呼。欢呼过后，长公主那曲线玲珑的娇躯又随之一软，俨然是因为刚才的状况太过凶险，让她的心早就紧绷到了极点。她能看得出来，这应该是秦修的功法发生了突破。毕竟功法也如武技一样，有着造诣高低之分，甚至功法的重要性还要在武技之上，毕竟功法大多是伴随着修行者一生的。而这道炎龙不仅是突破，更是一场奇遇般，让苍龙战诀凝聚出焚山熔海之威。长公主刚才都要被吓坏了，甚至不止一次想过出手将炎龙镇压，因为那龙焰蕴藏的狂暴威压太强了。她毫不怀疑，如果自己是炼气4重，这炎龙一击就能将自己撕成碎片，没有任何挣扎幸存的可能。可秦修不仅无视，而且还将其降服了。他虽不知苍龙战诀的玄奥，但对秦修这尊神体是彻彻底底的佩服与羡慕了。这就是神体，连龙威都能驾驭。尽管这声惊叹在长公主心口不知早已说了多少次，可每次依旧让她芳心一阵颤动。如此龙威，我大黎最为顶尖的法门又能否与之匹敌？从惊错中回过神，长公主又关心起秦修的状态。你还好吗？炎毒可曾残留在体内？秦修眼中的赤红退却，但抬眸间龙精那睥睨天下的浩然气宇更加显赫。他内观己身一番，并无大碍。不只是没事，这道炎龙的凝聚让他的战力骤然暴涨。秦修抬掌望着掌心凝而不发的龙气，都将空气扭曲，就可想蕴藏何等的可怖。长公主看在眼里，也不由惊疑，放眼大黎，筑基境下有谁的灵力能挡住这道炎龙？而且龙气乃是灵气所化，龙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可以犹如水流般变化莫测。也就是说，除非对手强大，让他连护体灵力一丝都难以轰破，否则但有破绽，龙气都能抓住时机攻其薄弱之处。不仅如此，此地的炎毒也给了秦修启发。前2层的高温，哪怕承受不住，也大多是皮外伤，但炎毒入体是直接伤及五脏六腑、经脉乃至丹田。他回想起和云雪容一战，龙气直接穿胸而过，云雪容当场口吐鲜血，皮外伤还好，可俨然已伤到内脏。那这道炎龙入体，必然会让对手当场体会到炎毒之凶烈。长公主正细细打量着缠绕在秦修身躯之上的炎龙，身有炎龙环绕的秦修此刻犹如古老传说中的神奇，他竟看呆了。忽的，他身旁猛然迸发出一团炽烈的地火，犹如深渊之火，突如其来。他一时未曾防备，娇躯不由自主地轻轻一颤，那份突如其来的惊吓在他眼底一闪而过。然而还不待他有所动作，就见秦修的炎龙如见到可口的猎物般骤然掠起，一道如火蛇般炽热的龙影几乎是贴着他的脸颊掠过，带起一阵灼热的气流。待长公主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回过神来，那炎龙已然将那团的火整个吞入腹中，仿佛是在品味着这世间最珍贵的佳肴，细细咀嚼，不肯放过丝毫。随着那地火在炎龙腹中被缓缓炼化，他的龙鳞之上骤然闪起一阵更加赤红耀眼的光芒，犹如燃烧的火焰，将周围的空气都仿佛点燃，而其气息更是愈发凶悍，犹如真正的火龙降临人间，带着不可一世的威严与力量。长公主再度愣怔，目光中满是不可置信，这炎龙竟然直接把地火生吞了，那可是从灵脉深处涌上来的烈焰，哪怕是他也须得小心翼翼，以灵力护体方能抵御。至于那些筑基以下的修行者，恐怕仅是触及边缘，便会被那恐怖的高温瞬间灼伤，甚至灰飞烟灭。炎龙却将其当成美味，而且还能强大自身。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不惧怕炎毒了？长公主又注意到秦修此刻脸色如常，呼吸均匀，俨然状态极佳，这和之前在第2层时几乎一模一样。长公主顿时被震惊到无语了，合着你每突破1重就能在1层灵脉中如履平地呗？前2层已经够让她惊讶的了，但这可是她都要谨慎应对的第3层。刚才虽然懒得理会鱼龙象，但不代表他不知道鱼龙象坚持不住溜走了别人在灵脉中需突破好几重境界，乃至是大境界的突破才能再往下1层。你倒好，每突破1重境界就能不惧1层的火，而且
这是炼气2重到炼气4重啊！讲道理，这点境界的提升，换成别人，在长公主眼里和没提升几乎没区别。神体的神意非凡，果然不是我等能揣测的。长公主满心唏嘘，但更多的是由衷为秦修开心。那双凤眸之中，似乎也只容得下她俊逸的脸庞。秦修也感受一番地火，好像确实如长公主所说，这炎龙被降服后，直接把炎毒当食物吞噬，还将其中蕴藏的能量都用来精炼那爆裂的龙气，这算是意外之喜吧。秦修也没想到，此次地火之行，不仅修为突飞猛进，还为功法带来了一场奇缘。外边估计都快天黑了，要不今日就先修行到这。长公主眨闪着长长的睫毛，俏脸还闪过抹让秦修不明所以的羞红。她在地脉坚持这么久，再待下去已经没什么多余的灵力维持衣裙不染汗水了，总不能待会又换一身衣服吧。而且这身雪白宫裙从某方面来说，明显比火凤红裙更加清凉，要是在紧贴身上，她都不敢想会修到多么难以见人。秦修也觉得差不多了，虽然连破2重，但炼气4重的他还无法做到辟谷。可就在他要离开之时，却突然感到丹田内的炎龙又一阵躁动，那低吼的龙吟宛若在告诉他并未吃够，而且龙气还指引着通往灵脉最深处，就好像炎龙嗅到了什么绝世至宝的味道，在催促着他赶紧下去。秦修望着炎龙催促的方向，就是通往第4层的入口，感受着入口传来的滔天烈焰，秦修面色凝重的同时，心中也不禁泛起好奇。他对炎龙的感知十分相信，毕竟他就是由这地火精炼而生的，有炎龙护佑，或许第4层的地火也不是不可以承受，至少全身而退没什么问题。炎龙与他的功法相伴相生，这让秦修也能深刻感应到灵脉最深处的神秘至宝散发着令人无比心痒的诱惑，不如趁机下去看看。秦修目光一闪，对长公主道出自己的想法：公主殿下，我想一睹第4层，要一起去吗？你要去第4层？长公主闻言又是一惊，但对秦修说出这话并未感到太过意外，毕竟她刚才就是这么走入第3层的。但是长公主望向那烈焰滚滚的入口，凤眸中都闪过一抹心悸。那可是第4层啊！她虽然已经能踏入其中，但最多也就坚持过1炷香。那其中的凶险，每次都如进到业火炼狱。第4层很危险的，我恐怕不能。长公主下意识的如先前那般，想说她最多只能独善其身，恐怕没法在乎秦修。可话未说完，长公主突然反应过来，好像现在秦修比她更不惧的火，到底是谁保护谁？这让她刚平静的内心又惊骇不已。她可是大黎年轻一代最为耀眼的天骄，仰慕她的那些人，哪怕是最张狂的鱼龙象，都只是在努力追赶她，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不自量力到说什么保护她之类的蠢话。可秦修长公主突然想到什么，声音中泛起几分柔弱：第4层的地火，连我都十分忌惮，若有意外，你会保护我吗？尽管这副模样有些做作，但忌惮的火确实不假。当然，秦修并未多想，只是觉得长公主为他护法一路，现在报答是理所应当。长公主闻言，内心止不住的欣喜，笑靥如火中雪莲绽放，动人无比。这可是你说的，一定要保护好我哦。说罢，也不管秦修的反应，白嫩温软的玉手就这么挽住他。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注意过，傲骨清冷的他，从未在人面前展现过需要人保护的纤柔。而且为了不让世人觉得他是因为身世才能成为大黎明珠，一直是拒人千里，冷若冰山，甚至让自己第一次撒娇的人也是秦修。念及此，长公主那如玉凝脂的柔体握得更紧了。两人缓缓走向烈焰滔天的第4层。与此同时，灵脉入口，天色已暗。莫老银眉微皱地走来，不由发问：师弟，你没告诉芷柔丫头让她来找老夫一趟？身为院长，莫老日理万机，自然不会一直等在这，可结果他都忙到傍晚，一猜就是那丫头又乱跑去哪了。陈老盘坐在入口的山石上，为长公主解释道：院长，他不是没去找你，是直到现在殿下和秦修都还没出来。什么？直到现在还没出来？这可都将近1天了，秦修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千真万确，我一直镇守在此，他们若是出来，师弟我岂能不知晓？其实陈老自己也极为震撼，他显然也没想到秦修能在灵脉中坚持这么久。不过陈老也并未担心，毕竟长公主可一直跟在秦修身边，若是遇到什么情况也能及时的退出来。估计此时秦修已经在1层了。莫老的心思和陈老一致，毕竟第2层的地火凶烈，就算是筑基境都不可能待到天黑，更别说秦修了。等会吧，秦修还未辟谷，应该不到片刻就出来了。莫老满心宽慰，不管如何，炼气3重就可在地火灵脉修行整整1个白天，已然是开了皇室学府的先河。两人正闲聊着，却见一道身影有些颠簸地走了出来，正是于龙象。
他眼神木讷而空洞，从灵脉中出来的他非但不觉得热，反而一片悲凉，自己以后还有机会接触长公主吗？怕是连趁着长公主在灵脉修行装作偶遇都再无机会。于龙象走过两人身边，低着头，连一句招呼都不想打。于小子，你见到芷柔和秦修了吗？莫老皱眉，这小子什么意思？直接把他这个院长当空气，最起码的礼节都不懂了。原本他对于龙象的观感还是不错的，至少以前表面看起来也算是谦谦君子，但现在却明显有失气度，没有容人之量，让他失望。然而于龙象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失魂落魄，就那么跌跌撞撞离开。这是受什么刺激了？莫老和陈老两人皆是不解。秦修并不知灵脉入口发生的一切，他正与长公主一起踏入第4层。轰！刚走过入口，秦修就只觉得天地变色，放眼看去，已然不只是地火爆裂那般简单。他视线之内的一切都被一层赤红笼罩着，就连这片区域的灵气，经过地火长年累月的熔烧，都蕴藏着令人难以承受的炙热高温。滋啦顷刻间，秦修的一缕发丝直接被气化。这不是地火翻涌的烈焰，只是这第4层无处不在的恐怖温度。好在那道炎龙盘踞在秦修身边，龙头猛张，将面前区域那些炙热的灵气尽数吞噬。这就是第4层吗？在这里已经没有地板，脚下就是镇压地火的法阵。身边的长公主凤眸中都泛起一抹凝重，这不是在秦修面前故作柔软。甚至说来骄傲的是，在秦修之前，他是年轻一代中唯一一个能进入第4层修行的。哪怕是炎龙护佑，秦修也只觉每一步都如置身炼狱当中。但炎龙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却显得无比亢奋，因为这里每一次吞吐都让他实质性的有所增强。身边的长公主见到这一幕，心中不由再次感到骇然。秦修竟然真的进来了，炼气4重，入地火灵脉4层。要不是亲眼所见，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要知道，第4层根本就不是对学府弟子开放的，而是给那些成名已久的长老强者。再看秦修，有炎龙在前开路，虽然步步谨慎，可显然要比自己第一次进来时强过太多。要知道，他也是大比之后有所突破，才能在第4层待住。可秦修就这般挽着他走入滔天烈焰之中，越是向前探进，炎龙就越发狂躁。秦修目光灼灼，心底那如灵至宝的期待越来越强。龙息凶猛，为两人开辟出一条道路。可秦修还未过多观察，就见炎龙浑身的鳞片光耀暴涌到极点，龙躯还不停地膨胀着。不好，这里的地火太过爆裂，炎龙吸收的速度有限，无法一直为我开路。秦修脸色骤变，龙气乃是他的灵气所化，而他现在才炼气4重，炎龙吞炼地火的速度受限，而且纵然他混沌神体坚毅至极，奈何境界还是太低了。炎龙稍微未能吸收掉的地火扑面而来，就让他感到肌肤一片灼烧的痛楚。不只是他，长公主周身的华光在地火的滔滔轰催下一阵明灭不定。显然在第4层，他坚持的时间也极为有限。不行，不能再往里走了。秦修当机立断，他们现在还能强撑，但还得留着灵力作为退路。两人对视一眼，长公主凤眸中也泛起了几分退意。她并不知道那道炎龙的情况，只觉得秦修是想见识下第4层地火的恐怖。今天的收获已十分圆满，两人当即携手向上层退去。呼！回到第3层后，长公主才胸脯起伏，勾出雪腻柔香的傲人曲线，倾世之貌的脸颊上红晕久久难散。秦修，你今日真的太让我大开眼界了。长公主舒了口气，回过神后又对秦修赞许不已。秦修谦虚道：哪里，也要多谢公主殿下为秦某护法一整日。要出去了，长公主这才感到秦修的手掌微颤，让她略有不舍地松开玉手，凤眸中闪过意犹未尽，令人感到风韵妙然。两人一边往外走时，长公主心底还不禁喜悦，以后她的修炼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当然，她以前修炼也有诸多天骄簇拥围绕，应该说她终于找到一个自己心甘情愿的人陪着。念及此，长公主朱唇闪过抹角霞，笑容带着几分傲娇与温柔。那以后咱们就比一比，谁在第4层坚持得更久。好。秦修并未多想，因为此刻丹田内的炎龙正满是不甘的龙躯乱舞，境界还是境界落后太多了。要是他也能达到筑基，或许用不到筑基，他就能不惧第4层的地火。只是他对那至宝的感知还要更深远，明显是还在第4层下边，也就是这条灵脉的底部。第4层尚如炼狱，寸步难行，第5层他是要直面地火，看来一时半会心急不得。秦修握了握拳，龙筋斗志不减，至少今天一场奇缘让他凝聚的炎龙也会随着他的境界变强而越发凶悍，能够吞噬炼化更多的地火。又深刻感受到地火灵脉这等修炼宝地的提升之快，
他相信终有一天自己能踏入灵脉最深处，漫步滔天地火，如履平地。灵脉入口，莫老又等了片刻，就看见秦修与长公主一同走了出来。比起鱼龙像那一副失魂落魄，秦修的气息鼎盛赤阳，犹如从熔炉中千锤百炼的绝世美玉，风采卓然。莫老当即就注意到，秦修竟然一天之内境界连破2重。不是说神体突破的难度是灵体的数倍吗？他为何突破得如此之快？如何第2层的地火可还能适应？莫老笑着对秦修询问。其实他也很期待秦修在第2层里坚持得更久些。奈何皇家学府从创立以来就没有这个境界能在第2层修炼的，所以莫老也无法单凭气息就判断出秦修这一天的经历。秦修如实答道：还可以，刚开始有些不适应，不过境界突破后就好多了。他并未想要炫耀，可身边的长公主却显得很激动，当即说道：师尊，你也太小瞧秦修了吧？你猜猜我们今日是在哪一层修炼？莫老闻言先是一怔，随即不由喜悦，果然他就知道神体总有惊喜等着他。这么说，你们进到第2层后就一直没撤回第1层，在其中修炼了一天？在旁的陈老也满是惊讶地打量着秦修，真不愧是神体，轻而易举就远超他们的预期。可两人却见长公主更加的趾高气扬。我都说了，别小瞧秦修，整个下午我和秦修可都在第3层待着，出来之前我俩顺便去第4层看了看。此话一出，莫老和陈老当场瞠目结舌。第几层？他的第一反应是捏住秦修的手臂，灵力探出一阵感知，生怕秦修身上留下什么暗伤和隐疾。咦，他竟连一丝炎毒都没感知到，这如何可能？要知道，即便是长公主、鱼龙象，甚至是莫老自己，只要在地火灵脉中待的时间太长，都会沾染炎毒。这也是为何学院弟子不能一直在地火灵脉中修炼的原因，必须得靠灵药和时间的温养，才能慢慢的将炎毒驱除出体外。若是任由炎毒在体内累积，迟早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秦修像是一块翡玉，根本毫无瑕疵。再看长公主像只骄傲的孔雀一样，莫老才意识到不对劲。果然，长公主接着说道：秦修可是神体，我们在3层修炼了接近3个时辰。3个时辰？莫老和陈老都惊得说不出话来。身为高层，他们当然清楚3层的情况，而且才炼气4重的秦修居然能去4层逛一圈。显然，长公主是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开玩笑。秦修，他说的是真的？望着满脸惊错的莫老，秦修思索少许，还是点了点头承认了。有劳院长和陈老担心，弟子也是想尽快弥补境界的落后。他这番话并非是在炫耀，而是想到明日自己还打算继续在灵脉中修行，迟早的告诉莫老，省得其挂念自己的安危。而莫老两人脸上的惊骇和长公主刚才如出一辙，神体的一举一动都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啊！好好好，倒是老夫这一天只顾着自己吓自己了，以后你想来灵脉修行随时皆可。得到莫老的允许后，秦修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府邸。云霓裳正坐在桌前翻阅着一卷古籍，认真的模样格外一静。见到秦修回来，云霓裳显得很是高兴。夫君在灵脉中修炼的如何？云霓裳为秦修脱下外衣，俨然已是一副贤妻的似水柔情。秦修说了声还好，没想让他太过担心。而云霓裳则和他说起，今日莫老为他推荐了好几位实力不俗的导师，有想学习的任何武技都可去请教。他已经选好了导师。夜灯火旖旎，云霓裳一袭薄衣，肤若凝脂。这几日的缠绵之下，她清雅的神韵间多出几分只会在秦修面前展现的妩媚。望着那如诗如画的婀娜身姿，在灵脉中修行了一天的秦修，只觉得火气很大，该睡觉了。云霓裳点头，轻轻投入他怀中，却被一把抱起，接着大步走向床榻。床幔落下，随着一道轻哼声从里面传出，接着就是不可描述的内容。1个时辰后，秦修满是疼惜的在他额头亲吻，走出府邸。院中轻抚的晚风让他感到一阵清凉。呼，境界连破2重，心罡七杀剑的第4剑应该难不住我了。秦修早已跃跃欲试，剑锋一抖，一缕森寒剑光便在夜光下背显凌冽。第4剑天拳，随着秦修那如寰宇浩瀚的灵力凝聚至剑锋，一道杀意冷冽至极的剑影划破夜空，惊得星辰乱颤。轰！秦修这一剑乃是向天而斩，霎时间头顶10数丈空气竟都一分为2，生生斩出道触目惊心的沟壑。在秦修抬头看去的视线内，就好似头顶高悬的明月被其斩为2道弯月。而且灭杀星辰的剑气纵横冲天，足足数息，空气中的剑痕都难以消散，弯月被斩离许久，才终于得以再圆融。剑光所席卷之处却是一片扭曲破灭，若是有人哪怕不慎被卷入余威，都将被绞杀的血肉碎裂。秦修周身剑意鼎盛，一双剑眸中更闪过摄人的金芒。果然境界突破后，
第4剑果然再无困顿，而且突破2重后暴涨的磅礴灵力，让他展出这一剑10剑微煌煌，丝毫不显勉强之颓色。接下来就能接着修炼第5剑了。秦修趁着剑意正盛，当即就要一鼓作气。第5剑玉衡，这也将是新刚七杀剑迈入大成的一剑。可以说，除却开创剑法的剑玄先祖外，秦修已然是当今后来者中对此剑法造诣最高者。而玉衡剑的玄妙，更是让秦修不由惊叹剑玄先祖的绝学之玄奥。玉衡一剑乃是刺剑而出，讲究的是剑光化如星瀑，剑光刺目如星河倾落。最为强大的是，在这绚丽而刺目的星光之中，会有一道极其不起眼却蕴藏着真正杀机的剑气。秦修惊叹第5剑的高深莫测，而要练成此剑共有2大难处。其一便是对灵力的要求，施展此剑仿佛要抽干山河之灵，其消耗之巨令人啧舌。再者，要隐匿那无形中的森然剑气，那倾涌而出的星瀑，即便是伪装，也需做到天衣无缝，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世间诸多精妙武技，往往以虚招为饵，诱敌深入，只为那致命一击的绽放。但别忘了，剑玄先祖开创这绝学，是为了战胜大黎最为顶尖的灵体，自然要求也就越高。所以，哪怕只是用来掩饰杀意的星瀑，威力都极其的强横，甚至都不能说是隐藏，而是这星瀑蕴藏的灵威要胜过第4剑才行。这样在对手的眼中看到的便是比第4剑更为强横的力量，才不会引起丝毫怀疑。而连衬托都需如此，再加上威势最大却不起眼的那道剑气，可想而知这一剑展出会是怎样的惊天动地，又需多么磅礴的灵力。秦修心中推演一番，这第5剑所需的灵力怕是比前4剑加起来都要多，而且要将剑气隐藏到难以捕捉，需要极其高深的剑道造诣。因为这一剑的威力很大程度还要取决于对手的防范意识。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必须将剑意掩藏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弱到反引怀疑，又不会强到让对手心生警惕。隐藏剑意，这已然是剑道造诣高深到常人难以揣摩的境地。秦修暗自思索，要知道在世人眼中，夸赞某位剑修都是说其剑气冷厉，锋芒尽显，这和不显山不露水却深藏惊天剑意完全不是一个境界。平时不出手，隐藏剑意很是容易，可一旦交手，还是面临强敌动用杀招时，还能将杀意内敛得如此微不可察。秦修突然有些理解莫老为何在练到第3剑后就选择了放弃。若非剑道翘楚，就算能明悟剑法，一生也无法展现其真谛。磅礴的灵力消耗，高深莫测的剑意，怪不得这件法镜放在藏书阁千载岁月，那么多剑修虽然心动，却都不曾修炼。秦修在院中试了几次，且不说每次展出的星瀑没有剑法中记载的那般耀眼绝伦，反而蕴藏极致剑意的那道杀招倒是刺目无比，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才是杀招所在。但即便如此，威力也远超第4剑。不过秦修并未觉得能够一剑破万法，不掩半点锋芒，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日后可能要面对的对手，甚至可能会强于那位摘星阁祖师，所以绝不能懈怠。夜已深，秦修轻手轻脚地回到屋内，熟睡中的云霓裳都美得那般一静，而他似乎也已习惯了同床共枕。秦修刚钻入被窝，就感到一只修长滚圆的玉腿霸占了自己的半边床位，一股犹如炎龙般暴躁的火气又涌上心头，让他一袍高高扬岂可。看着霓裳脸颊尚未擦去的楚楚泪痕，秦修咬了咬牙，干躺了下去，主动进到梦中世界。在梦炼神机中，他继续精进着自身剑道造诣，梦中少年持剑，剑化乾坤周彻。他领悟剑法中的玄妙，从锋芒毕露的一尊绝世神剑，不断内敛沉稳，洗净铅华，就如凝造出一道剑鞘，将真正的杀意藏于心胸，待时而动。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秦修越来越自信。莫老这样的强者都放弃，是因为人生时间有限，必须有所取舍。但在梦中的他却无需担心光阴不及，他相信自己坚持下去，最坏的结果也是勤能补拙。而且秦修还发现一个好处，那就是练剑的同时还能顺便提升灵魂强度。就如在真实世界中，魔力武技也有着强身健体、淬炼体魄的效果一个道理。虽然无法和直接攀登那如万顶压身的石阶相比，可胜在一举两得，而且长久的坚持之下，效果也会越发显著。就这般，秦修在睁眼时，云霓裳还是睡得那般香甜，一只玉臂还亲昵地向自己搂来，看似短短片刻，但他却宛若已经历数十天光阴。灵魂虽然疲倦，但秦修的目光却迥然有神，无论是剑法还是灵魂强度，都有着不小的提升。翌日清晨，云霓裳醒来的时候，觉得身体有些不适，似乎夜里一直被抵住。似乎想到什么，他的俏脸顿时一片羞红如潮。秦修尽量让自己面色平静，但高高扬起的背角诉说着他昨夜忍得有多么辛苦。夫君，我今日约了导师修炼武技，等晚上好吗？如江南烟雨的晚音中还带着糯米的怯软，
云霓裳是真的害怕再来一场，待会别说修炼武技，连站着的力气都没了。秦修深吸口气，对小娇妻的疼爱终是战胜了一时的火气。那我也先去灵脉修行了。收整一番后，秦修就向灵脉走去。陈老依旧镇守在入口，不过今天倒是没见到长公主的身影，应该是被莫老叫去修炼武技了。向陈老施礼过后，秦修就直奔第3层。一踏入其中，炎龙就似饥饿无比的大口吞吐地火，秦修顿时感到充盈的灵力温养全身。整整一天，灵脉人来人往，甚至还未到中午，在其中修行的弟子都换了好几波面孔。可对秦修来说，灵脉简直如全天为他开放，有炎龙护佑，他完全能安心在这里享受境界的突飞猛进。直到夜晚，秦修感到饥肠辘辘，才意犹未尽的起身。可他的气宇却越发的锐不可当，盘踞周身的那道炎龙也明显比先前粗了一指，龙鳞光耀烁目。见他走出，哪怕早已领略过神体风采的陈老，仍忍不住眼中闪过一阵惊艳。看你的气息，明日又能再突破一重了。陈老不禁赞叹，都说神体突破所需比旁人艰难数倍，可就凭秦修这日进百尺的修行速度，非但没有被其他弟子落下，反而还在迅速追赶上来。秦修亦是满心悦然，照这样下去，他落后18年的修炼进度未尝不可后发制人。正如陈老所预感那般，翌日秦修又经历了一整天的地火淬炼，成功突破了炼气5重。灵力的暴涨令那尊炎龙更加的凶狂，不时在秦修身边游龙低吼，似在催促他赶紧下到灵脉最深处，将那绝世至宝收入囊中。夜晚，秦修回到府邸，一夜的温存他却依然精力旺盛，一点也没有软弱的迹象。云霓裳如小猫一般依偎在他胸膛，满面春红，柔声细语的呢喃：今日我见到长公主了。哦，说起来秦修自己这2日都没见到，看云霓裳这模样，似乎2人还相处不错。明明2人身份相差巨大，怎么会聚到一起去的？云霓裳说起他们2人在演武堂相遇，而且长公主还为他指点了武技，2人进行了一些交流。真是奇了，明明连于龙象那样的天才，长公主都爱答不理，怎么会和云霓裳的关系如此亲密？长公主可还好相处？秦修虽是少年，但却历经世事，长公主对他的心意，其实从离黄叶宴时的态度都能略窥1二。每次相处，秦修也有说不出的尴尬，他对云霓裳真心无二，所以始终与长公主保持着分寸和距离。长公主接近云霓裳，会不会是想？然而还没待秦修细想，就见云霓裳柔声细语道：长公主殿下对我很好，还教了我不少皇室不外传的武技精髓。云霓裳温婉一笑，都说长公主冷若冰山，高傲无比，可她与其相处时却很融洽，这或许是我多虑了吧。秦修暗自思索，但他剑眉微蹙的细微表情并未逃过云霓裳的眼睛。云霓裳落落大方，身为女子，她的心思更加细腻。早在前几夜梨花带雨时，她就已经下定决心，秦修的非凡与优秀定然会吸引很多女子的喜欢，而且他的强悍不是他一人能独享的。原本他还在想着找什么借口与长公主拉近关系，出乎预料的是，长公主一见面就挽住他的手，相谈甚欢。2人相处中，他似乎感觉到这位公主殿下似乎和他有一样的想法。虽然2人还未点破，但相处的也算融洽。云霓裳心中也没有不舒服，相反，只要能一直陪在秦修身边，他便觉得非常幸福。夜里挑灯渐影动，梦中少年似谪仙。翌日，秦修刚走出温柔乡，准备再去灵脉，却没想长公主竟在院外等他。秦修，今天老头有事，我准备再去灵脉修行。长公主一袭红裙似火，笑容明媚，仅是站在那里就满是令无数人仰慕的美。可秦修却感觉有些意外，他是也正要去灵脉，也不介意和长公主一起，但问题是，你没必要等在门口吧？秦修还未说话，就见云霓裳走了出来。她一袭翠绿洁白的马面裙，优美的同时又将盈盈柳腰紧束，俨然正准备去找导师。2女互相对视的刹那，秦修感觉气氛有些尴尬。可云霓裳微微怔神后，就笑着颔首：既是长公主相邀，那夫君你便去吧。秦修闻言却略感愕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长公主也是盈盈回礼，婉音妙雅：霓裳妹妹，你放心，我会看好她的。2女相视一笑，这却让秦修怔在原地。他仔细打量了许久，也没嗅到空气中的火药味。他发誓，真的不是他太过自恋，和公主殿下一起去灵脉修行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他又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难道是我太迟钝了？怎么没感觉霓裳和公主表面客气，实则绵里藏针？尤其是长公主对霓裳的那一席话，更是让秦修不明白了，自己还需要他看好，别坚守自盗都不错了。2女之间有种让他摸不到头脑的默契，或许霓裳和长公主都不是小气的人吧。秦修微微摇头，并未多想，与长公主一起去往灵脉。
而一路上不知多少道羡慕的目光和窃窃私语，足以证明绝对不是秦修自恋。就连陈老木送两人的眼神都带着几分打趣，看看这不比于龙象般配多了。灵脉第4层入口，秦修剑眸逐渐泛起龙精的激昂，突破之后的他重燃自信，而长公主也跃跃欲试，想起了和秦修之前定下的比拼。轰！一片赤红的空间中依旧是滔天烈焰，可秦修体内飞腾而出的那道炎龙却比先前粗壮一半不止。这次炎龙似乎终于能大快朵颐，龙口一张就吞炼成片地火。秦修见状一喜，这次终于能在4层中安稳修炼了。而4层不愧是脚下就是法阵的灵脉深处，在这里不仅可供炎龙吞噬的炎毒更强，连灵气也是从地底直涌，最优先享用到的。前3层的灵气加起来都不及第4层，只要能适应，那么已被烧至赤红的灵气就如最为纯绵的美酒，温酒入喉，舒畅无比。秦修只觉置身于温泉当中，而这温泉的每一滴水都是被地火提炼到精纯的灵液，灵力提升的迅猛，让他哪怕置身一片炽热当中都无比值得。秦修沉浸其中，却见不多时，长公主白皙光洁的额头就泛起一阵香汗。一炷香后，秦修就听到长公主轻呼一声，连忙起身。不行，还是没长进多少。显然他已快到坚持的极限，而他却见秦修才缓缓睁眸，那一抹茫然和尴尬，好像在说时间过得很快吗？你，长公主如何看不出秦修才渐入佳境？这回连年轻一代中最强的他都不如秦修在灵脉中坚持的久了。一片粉霞的俏颜上满是惊愕，要知道他和秦修才2天没见，都说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可对秦修这尊神体而言，每一天都会让他感到无比的震惊。我先出去了，真是受不了你，每次见面都能让我受惊。这词好像说不出口。长公主离开时有些匆忙，而当她发现自己的凤裙又因汗如瀑下而紧贴腰之时，玉足修逃的速度又加快了几分，也不知被秦修看到了多少。秦修目送长公主离去，眼中只有对修炼的渴望。虽然长公主已经坚持不住，可她却似乎没受到多大的影响。两人之间在这方面上已拉开差距。约莫1个时辰左右，秦修身边的炎龙才发出一道满足的低吼，只见其龙躯粗犷，片片龙鳞散发着夺目的翅芒。境界若是再提高些，一定能坚持更久。不过秦修也并未失落，因为在4层修炼1个时辰就足以媲美第3层1整天。这次虽然还是没能将灵脉一探究竟，可他已然能在其中安然修炼。刚退回第3层，秦修浑身燃腾着炽烈火焰，却见长公主望眼欲穿，见到他的身影，凤眸不由一亮。从先撤回3层等到现在，长公主一直都在计算着时间。她想要看看秦修能比自己多坚持多长时间。本以为等不了片刻，秦修也将出来，却没想这一等就是将近1个时辰。放眼大黎，除却那些实力深厚的长老，谁人能坚持这么久？秦修又在第3层盘坐，而此刻炎龙竟表现得有些嫌弃般，吞吐炎毒时都显得慵懒，就好像吃过了珍馐美味再吃粗茶淡饭一样。秦修有些哭笑不得，暗自催动苍龙战诀，炎龙游荡在他周身，凶悍再现。虽然回来后明显感觉修炼的速度慢了，但纵观整个学府，能在第3层修炼的也寥寥无几，秦修可不愿耽搁半刻。一整天下来，长公主也惊叹于秦修的勤奋以及心性之沉稳。她见过诸多天骄，甚至自己偶尔也心性浮躁，但就如秦修，就如他的名字蕴藏的寓意，勤勉修行胜过一切。而直到下午，秦修也渐渐发现，炎龙表现出的懒散不是挑食，而是在吸收刚才吞炼的地火。随着炎龙在丹田内吞吐出一缕缕蕴藏着精纯灵力的龙焰，为他的修行速度平添一道猛火。直至傍晚时分，长公主虽已辟谷，但周身灵光已不时明灭，一袭红裙也浸湿了大片。我们该回去了吧？秦修也有这个打算，可他刚起身就发现炎龙略显不满的低吼一声，这让秦修皱起眉头，紧接着却又不禁一喜。炎龙似是在表示，刚才的地火消化的差不多了，他又行了，那我岂不是又能去第4层再修炼1个时辰？秦修眼中当即又燃起对修炼的纯粹渴望。说去就去，他告辞一声，示意长公主不必等他。这让长公主又呆住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修炼狂魔，关键他怎么又能去第4层的？这就缓过来了。每次从第4层出来，他整个人都近乎虚脱，根本不存在缓过来一说。所以在此之前，长公主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她哪怕回到第3层，也要一整天小心翼翼地抵御炎毒。结果秦修一天连续进去2次，神体之强悍也太匪夷所思了吧。秦修却觉得这样的修行节奏非常好，他早上进到第4层1个时辰，然后退回第3层，待到傍晚再进第4层1个时辰，然后回去休息一夜，第2天清晨又能龙精虎猛。这回长公主离去时，
是真的有些失落了。倒不是因为一整天几乎没和秦修在一起，他只是一时间难以适应这样的落差。要知道前几天还是他给秦修护法，又一层层深入灵脉，结果这才几天就让自己先回去了。入夜，秦修走出来时，整个人如一尊刚问世的玉瓷，肌肤一片灼目焰火，那如汪洋蓬勃的血管中似都流淌着滚烫的岩浆。陈老看着那如炎龙出渊的身影，整个人有些凌乱。刚才长公主出来时说秦修又进第4层修炼了，就已经够让他震惊了，要不是再三追问确认没事，他才放心秦修的安危。结果长公主走了1个时辰他才出来，这时又在第4层修炼了1个时辰，一个又字让陈老震惊的久久无言。他还寻思秦修的修炼速度会越来越慢，毕竟不只是神体突破要比旁人艰难数倍，每一层境界的突破也需要先前数倍的灵力，但他看这样子好像并没有慢多少。之后的几天，每到清晨秦修就来到灵脉，入夜才会离去。7天过后，他再次突破达到炼气6重。又过去几天，长公主突然就不再约他同去灵脉修炼了，因为就算相约，他每天也就只能见到秦修1炷香，也就是他在第4层坚持的时间。而秦修呢，前几天还会退回第3层缓缓，自从突破炼气6重后，就再难看到他的身影。长公主这一路的内心无比坎坷，先是担心秦修落后太多帮他找补，后又约定一起修炼，没几天他又被秦修反超，现在他实在无法撼动秦修眼中对修行的向往。不过这些天他与云霓裳的走动倒是不少，还带他去皇城逛了逛，又看了不少皇都的繁华景象。秦修则一心修炼，白天灵脉，晚上梦中练剑，当然还有喂饱娇妻云霓裳。至于是怎么喂的，直到1个月后，秦修已然能整日盘坐于第4层的滔天烈焰中。这一日，他周身灵力暴涌，随着炎龙仰头的一声怒啸，横扫而出的威势令地火都为之一颤。炼气7重破，秦修整个人沐浴在火中，丹田已然浩瀚到犹如能容纳一片银河星海。而伴随他身边的炎龙也在怒啸间龙躯赫然膨胀，龙鳞怒然竖起，每一道都如一尊百炼不折的锋刃神体的灵力之磅礴，令运养出的炎龙也极为凶悍。最初他不过秦修手腕粗细，而今已如其大腿，纵然其主秦修未动，单是其一声龙吼就足以将助激境下的一切焚灭为灰烬。炼气7重，秦修呢喃间缓缓睁开一片惊鸿浩然的龙睛，他望着在灵脉中纵横腾飞的炎龙，不禁一笑，这回你再也不会担心吃撑了吧？龙吟亢奋炽烈，秦修一如涅槃，他起身间脚踏地火，好似天神下凡，任凭滔天烈焰将他整个人笼罩，也难以在他的肌肤上留下一缕烧痕。突然间，一人一龙对视一眼，秦修嘴角上扬。说起来这1个月，他无时无刻不感受着炎龙对那绝世至宝的垂涎。此刻他傲立火中，脚下所踩就是镇压的火的法阵，而再往下就是灵脉的最深处，被大离视为禁忌之地的第5层。望着灵脉的最深处，秦修内心一阵波澜起伏。哪怕炎龙早些天就对炎毒展现出不屑，可对地火尽头的向往始终无比强烈。此等宝物，若是错过，必然会心留遗憾。秦修决定前去一试。第5层便是学院长老也不会轻易涉足其中，只有每隔数年，院长才会下来一次检修稳固阵法。这里的地火万年不灭，打造法阵的初衷甚至不是为了这片修炼宝地，而是为了防止地火爆发，否则整个大离皇都将被地火吞噬。炎龙开路，秦修一步步向第5层走去，每向下一步，他都能感受到更加狂暴的烈焰，炙热难耐，感觉整个人都在燃烧着。即便是将铁玉石扔入其中，不出几息，只怕就会完全融化。这让秦修恍然明白，第4层为何会成为学府强者止步的终点。再者，为何大离会选择以法阵压阵地火？地火是堵不住的，它迟早会爆发出来。而修行的5层空间，其实是让地火有个宣泄的地方。学院弟子来这里面修行，将那些炙热的灵力汲取、吸收，自然也就减轻了彻底爆发的风险。这可能也是皇家学院会将此地对所有弟子开放的原因吧。轰！当秦修跨过第4层的法阵屏障时，眼前不再是朦胧着的一片赤红，而是彻底的置身于焚灭天地的炼狱当中。无穷无尽的地火从不可凝望的深渊中肆虐喷涌，哗啦，烈焰扑面而来，似因秦修的擅闯而震怒，携裹着恐怖至极的温度，将他的身躯吞没其中。吼！炎龙昂首，怒吼震耳欲聋，凶猛地吞噬着地火。秦修立刻屏住呼吸，这地火哪怕只是吸入一缕，都足以将人烧为灰烬，更何况亘古不灭的燃烧，让这里早已没了空气。炎龙与地火依旧在缠斗，在来到第5层后，秦修对下方至宝的感知已经极其清晰，他可以确定至宝就在地火之中。但别说深入的火中去，单是凝视几息就灼烧的人双眸升腾。突然，炎龙的反应慢了一瞬，
烈焰越过龙躯向秦修滚滚而来。滋啦刹那间，被接触到的肌肤就赤红一片，发出皮开肉绽的瘆人声音。秦修凝聚灵力护体，可纵然强如混沌神体的浩瀚灵力，也只能堪堪抵挡住地火的焚烧。他已是炼气7重，灵力如滔滔江河般源源不断，但在地火面前却如冬雪遇烈阳，短短几息让他周身的灵光明灭摇动。秦修并不知道，每次巩固法阵时，连莫老都得持有灵宝才能在这里畅通无阻，而他才练气境就敢只身擅闯。秦修连忙后退，他的动作已经够快了，可即便如此，手臂上也留下一道灼心蚀骨的烈焰。炎龙对着地火狂吼连连，满心不甘，可依然只能随秦修一起后退。好在有炎龙为秦修平复着手臂上的残焰，可他心底依旧惊惧不已。看来我还是低估了第5层的可怕。秦修本以为有把握一探究竟，可他忘了前4层再如何，那都是有法阵庇佑的。看这情况，即便是突破住机境，也不可能取出其中至宝。他已经很拼命的在修炼了。混沌神体助他傲立火海，可10倍于他人的艰难也让他倍感压力。今后境界很难再如以前这般突飞猛进了。秦修目光灼灼，不只是境界，想走到绝世之宝面前，肉身也要比法宝更加坚韧才行。地火之凶险，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境界，必须要用龙血髓阳丹淬体。这也是秦修一直记在心上的大事。龙血髓阳丹对苍龙战诀的提升极大，会令龙威暴涨，更从容地吞噬地火。同时对肉身也将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洗炼，毕竟这可是用以突破第5道龙气桎梏的升华，还是得找机会炼制此丹。不过龙血髓阳丹材料极其珍贵，想要提升成丹的概率，光靠自己瞎摸索可不行。虽然炼制出了高品质的药液，但秦修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龙血髓阳丹乃是3阶顶级灵丹，其炼制难度之大，即便是放眼整个大黎王朝，即便是那黄兜之中声名显赫的炼丹大师，恐怕也难有必然的把握。至于秦修，以他目前的境况，想要成功炼制此丹，无异于痴人说梦，希望渺茫。虽说父亲留下的心得详尽记载着炼丹的奥妙，但仅凭这些纸上得来的知识，终究如同空中楼阁，缺乏实践的支撑，难以化为实实在在的成功。看来又得去一趟院长那里了。倒不是说莫老本人在炼丹一道上有着登峰造极的造诣，而是因为他身为学院的院长，自然认识不少炼丹师，由他引荐自然是最好的。龙血髓阳丹是关秦修身上的秘密，还是自己亲自炼制的好，所以他也不在乎浪费一点时间花在学习炼丹上。入夜，只是看到云霓裳，秦修就感觉自己的火气根本压制不住，到底是体质问题，还是因为在地火灵脉修炼的原因，他也不清楚。每次看着小娇妻咬牙坚持，他就满心愧疚，所以每日还是会尽量的抑制内心的冲动。即便他已经很收着了，可以他现在的体质也不是云霓裳能承受得了的。很快他就疲惫的沉沉睡去。秦修没有再下床榻，而是拥着小娇妻入了梦。要想炼制丹药，灵魂强度必不可少。在梦中练剑整整1个月，他剑法大为精进的同时，灵魂也得到深刻的磨砺。几乎没费多少力气，他就踏上了第2道石阶，如万钧重鼎的威压再未能将他轰飞。当秦修再次醒来时，只觉一道来自灵魂的桎梏豁然解开，周遭的一切愈加清晰。如今的他，灵魂强度乃是常人的3倍，这让他哪怕没经历过精神力技巧的修炼，也能将精神力凝聚于指尖。秦修伸手，床边的茶杯竟一阵颤动，紧接着就向他飞来。虽然整个过程杯中香茗晃动飘忽，但最终还是成功的落在了他的掌中。隔空御物，不是依靠灵力，而是精神力。翌日清晨，院长住处，当莫老听到秦修的想法时，满脸的难以置信。你想学习炼丹？莫老顿感一阵为难。你确定你有这方面的天赋吗？炼丹师可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而且灵魂强度生来注定，他也好，玄天宗主也罢，都没有这个运气成为炼丹师。别说他们，就算是气运傍身的各大灵体，若没有炼丹方面的天赋，需要丹药的时候也得乖乖去求炼丹师。天赋方面弟子也不太清楚，但自从觉醒神体后，感知愈发敏锐。秦修并未道出梦炼神机的奥秘，但也没有直接否认，因为他若是能炼丹，那就足以说明灵魂强度的不凡。而在世人眼中，灵魂强度是生来注定的，有这样的潜质，就算再灵取成，也没道理默默无闻18年，最起码也是一位炼丹学徒。哦，神体竟还有如此神异，这让莫老感到几分诧异。纵观大黎，世代都有灵体，还出过星辰灵体，可从未听说灵体的觉醒会让灵魂变强，能否成为炼丹师皆是生来所赐，这是公认的铁律。没想到神体觉醒后还会令灵魂方面得到提升。不过莫老似乎没有因此感到开心，反倒是愁绪更添几分。
秦修啊，非是老夫有意泼你冷水，炼丹师之尊贵，人人向往。可要成为丹师，灵魂强度只是门槛。他们对精神力技巧的钻研，对炼丹手法的日夜磨练，其艰辛程度丝毫不逊于武道修行之路。莫老师在教导他，贪多则不精，稳扎稳打方为正途。他并不是否认秦修的天赋，然而若凡事皆欲涉足，恐怕最终只会落得个浅尝辄止、一事无成的下场。正如他毅然舍弃心罡七杀剑那般，那是因为有更擅长的方面让他去追求这个道理，在秦修身上只会更加明显。他身怀绝世神体，修行之路如履平地，战力更是能横碾灵体。倘若他能心无旁骛地投身修炼一途，那么不出几年，他必将傲立于大黎之巅，让那些早已成名的老一辈强者也望尘莫及。超越他们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可炼丹一道呢，灵魂强度、天赋、悟性、时间缺一不可。若不然，黄州那些炼丹大师也不会个个都是白发苍苍。炼丹一途没有捷径可言，他不想看到秦修将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秦修，你可曾耳闻炼丹界内流传的一句老话：学徒10载默默无闻，一旦丹成天下经。这便是炼丹师一途的辛酸与不易。岂止10年光阴可道尽？去黄州外走一走，不乏年岁近半百之人，仍然还只是一介学徒而已。你身怀这等旷世神体，着实无需在此道上分心劳神。莫老的话语中满是关怀与劝诫。面对莫老的肺腑之言，秦修恭敬地行了一礼，眼中闪烁着坚定。院长放心，弟子只是想了解一下炼丹一道，不会耽误修行。也好，了解一番也不是坏事。见秦修执意如此，莫老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就当待秦修开开眼界，等发现炼丹比修炼艰难多了，也就知难而退，不会瞎折腾了。莫老的人脉毋庸置疑，直接带着秦修就往黄州炼丹师总会而去。炼丹师总会，巍峨古老的高塔矗立在黄州最为繁华的地段，往来的行人个个衣着华贵，可脸上无不挂着恭敬与恳求。哪怕是黄州各大世家来此，也都是求一枚宝丹，所以态度摆得极低。这里汇聚着大黎最强的丹道底蕴，而且炼丹师这个群体极其特殊，并未有什么三分势力，在大黎皇朝，总会就是丹师的荣心之地。谈笑皆强者，往来无白丁。幸而莫老身居高位，威名远播，他步入此地之时，立即有侍者满面春风地迎上前来，烦请通报徐会长，严明老夫有要事相求。有执事前去通禀，而秦修也对莫老充满了感激。这位徐会长想来便是大黎丹道界的泰山北斗，连黎皇亦须礼敬3分。莫老此番引荐的竟是如此显赫的人物，实在出乎秦修的意料。正当二人等待时，高塔之上，一座弥漫着古朴韵味的高阁之中，徐清风看着眼前认真催动炉火的清丽少女，苛刻如她，此刻也不禁流露出一抹赞许之色。很好，为师闭关的这些日子里，你不但没有丝毫懈怠，反而炼丹的手法愈发精进。清丽少女名唤穆红英，正值28年华，身姿亭亭玉立，容颜清纯绝美，宛如初绽的樱花般娇艳动人，举止间更是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优雅，聪慧灵动，气质中既有着自信，又不失静谧之美。她是徐清风最为得意的亲传弟子，在大黎被誉为丹道明珠。尽管她出身平凡，可如今却地位显赫，甚至有不少人将她与长公主相提并论，可见炼丹师身为地位之高。穆红英玉手合拢，鼎中宝丹也变得愈发圆润，杂质不断被剥离。待到宝丹散发着沁人丹香被呈到他面前时，徐清风眼中赞许之意更浓。甚好，这韵灵温络丹，即便是于2阶丹药之中，亦属炼制难度颇高之列。为师记得清楚，你学习此丹炼制之法，不过区半年光景，年岁上不足双10，便能炼成2阶丹药，这天赋将来极可能继承他的衣钵。穆红英是理感激师尊的教诲，正欲进一步讨教炼制过程中的细微瑕疵，忽闻门外传来通报之声：会长，皇家学府莫院长在外求见。徐清风闻此，眉头不由自主地轻轻蹙起，神色间透出一丝不悦。他素来反感在指导弟子之时被无端打扰，外人或许以为这是他们性情高傲所致，诚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若恰逢炼丹紧要关头有人来求见，一旦被扰，不仅炼丹可能功亏一篑，更可能严重损伤弟子的精神力，后果不堪设想。至于他自己炼丹之时被扰，那更是绝对的大忌。即便是地位尊崇如莫老，遇到他闭关炼丹，也只能打道回府。请他进来吧。看在莫老的面子上，徐清风的语气才缓和几分。显然两人的交情不是一般的深厚。不多时，就见莫老领着秦修走进高阁。徐会长，这位就是我大黎的绝世神体秦修。秦修朝着徐清风深深一揖，心中暗自惊异。他没想到会长徐清风竟是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要知道，副会长已经白发苍苍，
而徐清风的丹道造诣显然在那位年长的副会长之上，可见其天赋。秦公子，当日陛下夜宴相邀，恰逢我在闭关，今日一见，着实气宇非凡。虽然灵体见他都需尊敬有加，但对秦修这位神体，徐清风态度算是相当客气了。他与莫老相熟，故而寒暄之语便省去了，直接切入正题。此次前来，可是需要我为你炼制丹药？徐清风并未多想，毕竟来找他还能有什么事？却见莫老闻言，先是无奈地看了眼秦修，才满是为难道：“倒不是劳烦你炼丹，而是秦修想学习炼丹，特来拜会你，来学炼丹。”徐清风闻此，目光如炬，一抹意外转瞬即逝于那深邃的眼底。随后，他轻抿一口清茶，沉默不语。高阁之内突然一片安静，秦修突然感到空气中泛起尴尬。莫老，你我多年交情，我择徒的标准，你心中自当有数。莫老岂能不知？徐清风收徒，素来不问出身贵贱，不论世俗人情，唯重天赋与心性。这些年里，他耳闻目睹多少世家豪门欲将子孙托付于他门下，无不被他一一拒绝了。甚至还有一位皇子也曾向徐清风拜师，当年离皇为此还亲临公会与之商议，可结果依然是被徐清风婉拒了。而且那位皇子绝非纨绔，他在去年也成为了炼丹师，天赋相当不错，只是没能达到徐清风的要求。由此可见，徐清风收徒之严苛，纵然是皇亲国戚，也毫无后门可走。徐清风望着秦修，虽未明言，可眼底依然闪过抹不悦。他的出身也很平凡，走到这一步，全凭天赋与夜以继日的勤修苦练，最看不上这种托关系的行为。说实话，他对秦修已经很客气了，否则哪怕是莫老带着其直系亲属，天赋不够，他也早就端茶送客。而至于秦修是否有这个天赋，秦公子，我听闻你是灵曲城出身，你年少时可曾求学拜师，当过丹道学徒？秦修也知道徐会长这么问的用意，但他唯有如实回答：不曾。果然，徐清风眼中闪过抹失望，那抹不悦也更加明显。连学徒都不是，托关系还托到我这了。秦修是举世无双的神体，他尊贵如皇朝丹道第一人，也需礼待没问题。可他今日的登门，在徐清风看来，已然有几分蔑视丹道之嫌了。修炼一途，若是背景显赫，拜在莫老门下，哪怕资质愚钝，有莫老的指点，也会有不低的成就。可丹道呢？他讲人情世故，炼丹时熊然赤焰的炉鼎会讲人情吗？灵魂强度会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就有所区别吗？莫老面露一丝尴尬之色，轻咳一声道：老徐啊，咱俩之间我也不藏着掖着了。秦修这孩子自打神体觉醒之后，感知力竟是突飞猛进，敏锐异常，兴许他在这方面还真有些天分。这样吧，老夫也不求你收他为徒，你先给他开个小灶，传授些入门的门道，点拨点拨他，咱们且看他的造化如何，再做定夺。这就是最让莫老头疼的点，以他的面子和秦修的神体，便是请徐清风出手炼制丹药也并非难事。可偏偏秦修这小子心血来潮，非要自己学习炼丹，而他此番直接来找徐清风也是有用意的。徐清风的严苛大礼人尽皆知，甚至比他指导弟子还要严格。在他看来，秦修很可能是灵魂胜过他人，却又达不到丹道天才的地步。被徐清风拒之门外后，也就能断了这念想，从此安心修炼。当然，如若秦修真能让徐清风看中，也是极好的。但这种可能性，从徐清风那不满的态度就能看出端倪。神体还能提升灵魂强度，倒是前所未闻。徐清风略感惊讶地打量着秦修，但也只是一句带过。再提升，能从毫无天赋提升到学徒就不错了，离他的收徒门槛可能还差着10万8千里。但看着莫老那略带无奈的笑意，徐清风眼神闪烁，也大概猜出了这位老友的用意。既如此，我就先从最基础的炼制药液教起。不过事先说好，丹道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因为你是神体而区别对待。秦公子若是未能通过考验，那今后为你炼丹可以，收徒之事就莫要再提了。徐清风俨然已做出极大的让步，甚至为秦修破了多年的规矩。秦修深知此恩非浅，连忙起身恭敬行礼，请长者赐教。善，那我们便从最基础也是至关重要的聚气液讲起。徐清风道：聚气液乃炼气境提升修为的常见药液，你在灵虚城想来也见过。其所需的材料，徐清风对丹道一片热忱赤诚，哪怕认为秦修很可能只是走个过场，也教得极其认真，一丝不苟，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而秦修也是一脸虚心求教的聆听，尽管他很想说聚气液他早已练过，而且品质高达极品，不过为了学到真正的炼丹，他还是耐心听着，也深刻领略到徐会长的造诣之不凡。很多炼药时的关键诀窍和父亲留下的心得不谋而合，可见其传道解惑时的毫无吝啬。两炷香后，
徐清风讲完药液最后提纯时容易犯的失误。如何？听进去多少？询问的同时，徐清风已然在试探和观察秦修。聚气液是最基础的，他讲的也很详细。如果秦修还一头雾水，说明其实再没有踏足丹道的天赋。至于觉醒神体后的感知敏锐，兴许也只是神体的洞察力远超他人，却和灵魂强度无关。多谢会长，晚辈受益匪浅。秦修一脸诚恳，徐清风也没看出异常。不过听懂才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便由你亲自演练一遍。徐清风的脸色变得严肃。我的规矩便是2次之内炼制出一瓶不低于中品橙色的药液。他顿了顿，语气稍缓。念在你从未接触过，特许你炼制3次，只要成色别太浑浊，以后我便可以偶尔指点你1、2。身旁的穆红英眨了眨灵动的美眸，师尊的确是为秦修屡屡破例了。可莫老的脸色却很清楚，哪怕是徐清风再三放低要求，都要比其他炼丹师严格许多。只听了一遍就要当场考验，哪怕工会那几位长老收徒时都没这般规矩。这是徐清风在以退为进，他把要求定这么低，如若还做不到，那即便秦修是神体，以后也没脸再来烦他。开始吧。徐清风手腕一抖，聚气液所需的材料就摆在了丹鼎前。而这尊丹鼎虽然只是弟子练手所用，也相当厚重不凡，炼制药液绰绰有余。秦修走到丹鼎前，看着材料不禁陷入沉思。徐会长刚才的意思是说，我如果只达到最低要求，他顶多偶尔教几次，离真正的拜师还相差甚远。这其中的差距秦修很清楚，就如莫老也会因为人情而收几名弟子，可让他上心的真传只有长公主等寥寥几人。为了学好炼丹，他决定不隐藏，也想试试自己现在的真实水平如何。秦修开始炼制药液，他将一株株药材整齐分类，每种材料的分量也精准到毫厘。他的动作很慢，但是却做得很认真，和炼丹师公会那些刚入门的学徒没什么区别。这也验证了徐清风心中的猜想，这位神体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炼丹一道。好在是秦修谨慎的态度，让他有继续看下去的耐心。莫老也坐了下来，一边品茶一边观察。这么苛刻的条件，几率本就渺茫，秦修失败之后也能回去安心修炼，无论怎样都不算差。而穆红英也偷偷打量着秦修，或许是受到师父徐清风的影响，他也没有对神体另眼相看，显得很平静。开始炼药。只见秦修的动作生疏而缓慢，却极为认真，每道步骤都做到了一丝不苟。在此期间，徐清风望着随秦修手掌催动而明灭闪耀的炉火，眼神一阵闪动。从精神力波动上来看，秦修的灵魂强度确实胜过寻常人，难不成神体还真有此奇异？不过这并不值他过多的惊讶，只是炼制药液而已，是丹道入门的步骤，算不得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秦修精神力的催动下，炉火燃腾，一株株药材化作精纯的药液，其中的杂质被不断提炼。徐清风时而在心中盘算，期间有几次就是炼制药液最容易失败的关窍，没想到秦修竟没费多少力气，过程虽慢，却无一处出错。不多时，莫老也嗅到了一丝沁人心脾的药香，这让他不由惊诧，这不能第一次就要成功了吧？没事，老徐讲的那么深入浅出，成功倒是有可能，但不是还对成色有要求吗？然而随着秦修掌心一拍鼎身，潺潺药液飘涌而出，莫老就见到徐清风身影一闪，竟拿过一枚瓷瓶替秦修盛装起药液。这什么情况？莫老刚想发问，就见徐清风晃动着瓷瓶，面色骤变，口中呼道：竟是极品，是极品药液。什么？莫老整个人如五雷轰顶，不能吧？他虽没有丹道天赋，可药液的成色还是清楚的，第一次炼制就是极品，这简直闻所未闻。然而那药液的清澈透亮，哪怕以他毒辣的目光看去，都找不出丝毫杂质。老徐，这会不会巧合？莫老眉头都挤到了一起，他看秦修的动作挺生疏的，完全就是新手模样，能不失败就很是得益于徐清风的倾囊相授了，没道理一次就提炼出极品药液吧？怎么可能是巧合？哪知徐清风闻听此言，当即低声反驳，那严肃的模样似是连与莫老多年的交情都抛之脑后。徐清风性格就是如此，人情归人情，他对丹道的一切都无比认真。过程虽然很是手生，但每一步关键都丝毫不差。莫老，丹道一途岂能有巧合一说？徐清风称赞不已，看向秦修的眼神都变了。没想到你在炼丹一道的悟性竟如此之高，我只讲了一遍，你就能尽数领悟。一旁的莫老整个人都傻了，这不对啊！他带秦修过来，只是想让秦修见识见识丹道的高深与艰难，好让他知难而退。这家伙怎么还越夸越起劲了？甚至刚才秦修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取过瓷瓶，徐清风就迫不及待了。旁边穆红英那双灵动的美眸也满是惊艳，重新打量起秦修。
要知道，他当年也是刚入门就获得了徐清风的青睐，甚至被其视为真传弟子。但当初他经受考验时，也不过是炼制出上品成色的聚气液，而且他当时已经当了一段时间学徒了，并不是什么纯新手。正是因为展现出了自身的天赋，所以才引来了徐清风的注意。可秦修从他那生涩的动作就能看出，他对此道非常陌生，最多也就是自己摸索过一二，没有受到过任何指点。也对，在他所在的那座城池，有没有炼丹师都还两说呢，自然也就没人指点他。虽然只是炼制聚气液，还无法看出一个人灵魂强度的深浅，可秦修炼药时对每一步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无疑都展现出极强的丹道天赋。穆红英的目光有些恍惚，这样的天赋让他都忍不住满心羡慕。而秦修却总感觉徐清风的神情很是熟悉，就连那围着自己如获至宝的目光，都和第一次见莫老师一模一样，还是仰仗会长的悉心点拨，晚辈不过是循规蹈矩，依葫芦画瓢罢了。秦修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谦逊，同时心底也松了口气。虽然他在灵躯城已经炼制过药液，但是当时手法极其粗糙，全凭灵魂强度。现在经过徐清风点拨，他的手法虽然生涩，却没那么粗糙，至少看起来也算是有模有样了。而且最主要的也没当初那般吃力了，这就是师承的重要性。徐清风心中轻叹，循规蹈矩，依葫芦画瓢，说得简单，其实若悟性和灵魂强度两者缺一，都不可能炼出极品药液。这也是他此时如此动容的原因。若秦修能钻研丹道，日后成就必然在他之上。他此时看向秦修的目光，就如是在看着一块未曾雕琢的璞玉一样。秦修被他看得不自然，便道：会长，晚辈可还要再练一次吗？徐清风回过神来，大手一挥：不用，只有那些天赋平平之辈才须有失败的余地。虽然你手法生涩，在外行人眼里或是巧合，但本会长岂会看不出你的天赋？这话给莫老听懵了，这不是直接点名道姓说自己是个外行人吗？而且看徐清风这架势，是想要留下秦修啊。好好好，给他上手段了是吧？哈哈，老徐，今日过来叨扰多时，你且忙着，我就先带秦修回去了。正当莫老想要带秦修离开时，徐清风却一把拽住他：莫老头，你要带我徒弟去啊？莫老顿时眼睛就瞪圆了，他没想到平日里素来清高的老友竟如此的不要脸，什么就成他的徒弟了？两个老友竟吵得面红耳赤，秦修和穆红英都看傻了。这两个长者，一人是皇家学院的院长，一人是炼丹师公会的会长，地位之高非同一般。然而此时竟为了秦修斗嘴。穆红英看了一眼秦修，眸中光芒涌动，方才定然是师尊感知到了秦修的灵魂强度，不然绝不会如此失态。神体连灵魂强度也如此之高吗？莫老头，你可知道秦修灵魂强度有多高？那可是常人的3倍啊，整整3倍。他若不入丹门，岂不是暴殄天物？徐清风此时哪还有风轻云淡的样子，唾沫星子都差点飙莫老脸上了。莫老闻言顿时也被噎了一下，瞳孔微缩。3倍，身为皇家学院院长的他自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难怪老友会撕破脸皮也要和他抢人了。如此之高的灵魂强度，再加上秦修表现出来的悟性和天赋，若是败在徐清风门下，日后大离第一炼丹师非他莫属啊。不过莫老依旧梗着脖子应声道：秦修可是神体，岂能将时间浪费在旁门左道之上？旁门左道？徐清风闻言双目一瞪：好你个莫老头，你硬气了，日后可别再来找我这个旁门左道给你炼什么丹药了。莫老这才恍然，自己似是不经意间说错了话。论起炼丹之术，大理可没有比徐清风更靠谱的了。老徐，莫要动怒。他先扶着徐清风坐下，随后才正色道：你也知道秦修是神体，如何能将全部精力耗费在炼丹之上？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徐清风虽然有些不甘，但内心却也清楚莫老说的是有道理的。不过让他就这么放弃这块璞玉，如同割肉啊！秦小子不是自己说要学习炼丹吗？两人同时看向秦修，还望徐会长教我。秦修毕恭毕敬对着徐清风行了一礼。见状，莫老张了张嘴，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哈哈，好，好。徐清风顿时站起身，双手将秦修扶起，眼中满是欣赏。不卑不亢，不骄不躁，这样的人当真是炼丹的好苗子啊！可惜，他收起心中那一点失落，调整好心态，开始认真地为秦修讲起了炼丹方面的细节。炼丹一道，要想丹药品质高，主要在于对灵魂之力的把控和使用。说话间，徐清风开始将药材丢入丹炉中，炼化的同时，也在教秦修使用灵魂之力的技巧。他从秦修刚才炼制药液的过程就看得出，全无技巧，纯靠灵魂强度。秦修听得很仔细，看得很认真，听着徐清风的讲解，
很多原本他无法参透的细节也顺利的融会贯通。果然，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若是靠他自己闭门造车，估计会耗费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时间。当，很快，一枚圆润的丹药就从丹炉中浮现了出来。你可要尝试一遍。徐清风面带笑容，对着秦修说道。他其实全程都在观察着秦修，那是越看越满意啊，只是可惜不能继承他的衣钵了。好，秦修应下。他并没有急着炼丹，而是在丹炉面前盘坐了下来，闭上眼眸，仔细的在脑海里面回想了一遍徐清风炼丹的过程。半炷香时间后，他才睁开了眼眸。接下来，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将药材投入到丹炉中。以他炼气7重的修为，炼制一阶的聚灵丹，根本不存在灵气不够的情况。他的动作依然很慢，在莫老看起来，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像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不过，却很稳。然而，徐清风却看得眼睛越来越亮。和刚才炼制药液一样，秦修没有一个步骤出错，即便是出现一些波折，却以灵魂强度硬抗了过去。若是换做其他人，甚至刚学习炼丹的穆红英，也可能会因此失败。然而在秦修这里，却仅仅只是一些波折而已。穆红英也在此过程中看出了秦修的灵魂强度，那双清澈的眸子内充满了惊叹之色。原本对于秦修的出现，他也是有点不以为意的，却万万没想到，此人的灵魂强度和悟性竟远远在自己之上。难怪黄都会有传言说，长公主倾心于他，如此优秀，吸引到长公主殿下，实属正常。时间流逝，秦修将药材炼化成药液后，并没有停下，而是进行凝丹的过程。他以灵魂之力控制着灵气所化之火，不断的熏烤着药液。这个过程对灵火的大小控制必须极其精确，稍有差池便会导致炼丹失败。随着药液在丹炉中慢慢固化，秦修的面色也愈发的凝重。最后以双手拍击丹炉，灵魂之力骤然涌入，炉中丹药终于成型。当，成了。莫老听到里面丹药落炉的声音，当即凑了过来。徐清风打开了丹炉，一枚丹药缓缓浮起，确实成功了。但是这丹药却坑坑洼洼，像是一个疙瘩。秦修眉头微蹙，他的步骤没有出错，虽然没有失败，但这对于他来说也远远算不上是成功。他要炼制的可是龙血水阳丹，那是3阶丹药，非1阶聚气丹能比的。然而看着那枚疙瘩，不管是徐清风还是莫老，甚至穆红英都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在此之前，若是有人和他们说有人第一次学习炼丹就能成功炼制出丹药来，他们绝对不信。如穆红英以他的天赋，而且在有徐清风教导的情况下，也耗费了3年时间才成功炼制出第1枚丹药。丹成才能被称之为炼丹师，而且当初他炼制出的第1枚丹药，成色和品质还远不如秦修这一枚。徐清风目光变得火热无比，甚至投向莫老，可莫老却全当没看见。开玩笑，他怎么可能让神体将大量时间浪费在炼丹上面呢？秦修愚钝，还望徐会长能指正不足之处。秦修的一句话才让几人回过神来。虽然他态度谦逊，但怎么听起来有点刺耳呢？徐清风看得出秦修应该自己炼制过药液，因为在将药材炼化成药液的时候，秦修的动作虽然缓慢，整个过程却并不生疏。但是刚才在凝丹的过程中，秦修的一切动作和行为都是一板一眼的在模仿他刚才炼丹的过程，仅仅只是教了一遍啊，秦修竟然就成功炼制成丹，而他自己竟还说自己愚钝。如果这还叫做愚钝的话，那他们算什么？不要妄自菲薄，你当是我大离开国以来丹道天赋最强之人。徐清风一脸认真，炼丹之道重在心怀自信。试想，若内心缺乏对成功的笃定，又如何能驾驭炉火，精炼出一粒粒高品质的丹药？在徐清风眼中，谦逊固然是好事，但是秦修还如此年轻，应该张扬，方不负这韶华青春。唯有张扬，才会有开拓进取之心，才会敢于去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倘若一味循规蹈矩，即便是天赋异禀，悟性超群，其成就也终将被框定在前人的阴影之下，难以逾越。秦修铭记于心。秦修闻言，神色坚毅，再次向徐清风躬身行礼。徐清风见他竟快速领悟自己的用意，顿时更满意了。不过此时他已没有再要求秦修拜自己为师的意思，就如当时莫老看见秦修炼剑时的心态一样，能为秦修启蒙已是幸事，他不敢奢求太多。而且以徐清风的眼见，自然看得出应该有人教过秦修炼丹方面的知识，这只是他第一次付诸于实践而已。他不是那种欺世盗名之辈，更不屑为之。至于指正，徐清风稍稍沉思片刻后才道，炼丹成败在于使用灵魂之力的技巧，但技巧并非一成不变。你要知道，每个人的灵魂强度都是不同的，我的技巧只是适用于我自己，并不一定适用于你。你可以借鉴我的技巧，
但要懂得变通且灵活运用它。他说得很详细，一席话顿时叫秦修醍醐灌顶。难怪他刚才炼制出的那枚丹药是个凹凸不平的疙瘩，原来是灵魂强度的原因，稍有用力过猛，自然就会留下一些凹凸。原来如此啊！接下来，徐清风又为秦修演示了一遍炼制丹药的过程，并在每一个细节处停下，详细说出当时秦修的一些不足之处。待到天色昏暗下来，也是秦修第3次炼制聚气丹，虽没有徐清风炼制的那般圆润，却看上去像是一枚丹药了。他如今算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炼丹师了，如此进度，当初穆红英足足花了5年时间，而秦修仅仅只用了半日。离开炼丹师工会时，徐清风亲自将2人送到门口，在工会内的一些炼丹师惊愕的目光下，拉着秦修的手说道：“以后有什么难点，尽管来此找我。”多谢会长。秦修对眼前这位长者满是敬意，即便当时他提出拜师，却被徐清风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和莫老相同。虽然拒绝，但是对他却没有丝毫藏私。回到住处，推开门，秦修却是一怔：“公主殿下。”房间内正是长公主和云霓裳，两人一个沉鱼落雁，一个国色天香，也不知在聊些什么。在看见秦修突然闯入进来后，云霓裳愣了一下，而长公主却明显变得不自然，面色竟莫名变得红润。“霓裳，明日我再来找你。”留下这句话，长公主竟没和秦修打招呼，就匆匆离去。“夫君。”云霓裳带着灿烂的笑容迎了上来。秦修将小娇妻拥入怀中，感受着她那丰腴的身姿，顿觉火气增长，衣袍上扬。“你们方才在聊什么？”他好奇地问了一嘴，手掌却不客气地放在了小娇妻的臀上。“一些女儿家的事。”云霓裳并未解释，反而故作神秘。“好啊，对夫君还敢隐瞒？”看着娇羞的小娇妻，秦修目光灼灼，将其一把抱起，大步走向床榻。不多时，一些碎布如蝴蝶一般从床榻上飞落下来，坚实的实木床榻也开始发出一些支撑不住的嘎吱声。随着他倾囊相授，云霓裳收获满满，沉沉睡去。秦修入梦，他并没有在梦中练心罡七杀剑，第5剑天拳的奥义他已参悟，如今欠缺的只是灵力而已，等到境界提升上去，再参悟第6剑也不迟。正好以他现在的境界，即便是灵魂强度远超常人，想要炼制3阶丹药，成功率不会高于2成。这还是往高了说，白日可去的火灵脉提升修为，夜间正好提升灵魂强度，两者一起提升，或许等他突破筑基，就可炼制龙血水阳丹。急不来。虽然秦修很迫切的想要下到第5层去，可在白天他说出自己想炼制3阶丹药时，徐清风却劝他不要急躁。3阶丹药是给第3境玄丹强者服用的丹药，他才炼气7重，即便是炼制出了龙血水阳丹，服用下去，他也可能会被3阶丹药的药效撑爆身体，而且是大概率。再者就是龙血水阳丹的那味主药，虽然需要的不是纯粹的龙血，但大黎皇朝现在也没有，那种东西太稀缺了，或许只有龙陨秘境里面才可能有。可是想要进入秘境，得夺取前10才行。玄天宗和摘星阁必然也在为此做准备，甚至为夺取名额，2大势力的修士故意不突破玄丹，只磨练武技，那可都是筑基巅峰层次的存在啊。也因为有这样的人，即便是长公主也吃了大亏，虽然拥有神体，但是秦修却不会盲目自大，还有2年时间突破到筑基境才有机会。在地火灵脉中，即便是在第4层，他也感觉到境界提升放缓了下来，不过2年突破筑基问题应该不大。经过1晚上的磨练，虽然无法踏足第3到10阶，秦修依然感觉灵魂强度有了不少的提升。清晨，秦修从入梦中清醒过来，却感觉被阳光包裹，低头一看，却见小娇妻竟缩在被褥之下吞吞吐吐，长公主依旧红衣似火，像是一只高贵的火凤。在学院中一路走来，旁人只敢远远看上一眼，不敢有任何冒犯的行为。直到来到秦修的府邸，长公主脸上的高冷才如冰山融化，带着一抹浅笑推门而入。这是昨日他和云霓裳约好的。刚进入院中，一阵如哭似泣的声音就断断续续地传入他耳中。是云霓裳？他这是在哭？难道是秦修在欺负他？不会吧。下一刻，长公主似乎明白了过来，顿时面色骤变，一抹绯红迅速布满整张脸颊。霓裳，这都已经是白日了，还在。白日轩这个词汇浮现在他脑海，顿时让他羞得差点夺路而逃。秦修神清气爽地从房间内走了出来，正准备前往地火灵脉中修炼，提升修为，刻不容缓啊！一眼他就看到了坐在院中石凳上的长公主。公主殿下。秦修打着招呼。长公主故作镇定，轻轻地应了一声，旋即解释道：我昨日与霓裳约好，今日同去演武堂，有劳公主殿下照顾霓裳。
秦修对这位长公主殿下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长公主为他出头，才让他得以雪耻。如今在学院中，对他对云霓裳又是百般照顾，如此恩情，无以为报。秦修离开后，长公主才明显的松了口气，接着便站起身来。然而还没走路，长公主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尤其是看到石凳上竟还有雨水，那国色天香的俏脸顿时如桃花般盛开。这天气还真是阴雨连绵啊！都怪霓裳，若不是她，自己怎么会？长公主整理了一下衣裙，便一把推开门走了进去。门刚打开，一股石楠花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屋内的一切已经被整理过，但却依旧还是有痕迹残留，可见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云霓裳躺在床榻上，那绝美的俏脸上挂着泪水和疲惫，陷入深深的睡眠中，甚至连她进来也没发现。正准备调侃她几句的长公主，最终还是没有打搅她。想了想，默默地将窗户打开。房间内有点闷，得多通风才行，绝不是因为其他什么。随后长公主又换了一身衣裙，这才找了个椅子坐下，扫了一眼屋内后，她的目光再次落在了云霓裳身上。被折腾得有点惨，秦修如此的不知怜香惜玉吗？可明明两人在他面前也如胶似漆啊，还是说秦修太强了？长公主脑海中浮现出在地火灵脉中的一幕，在那灼热的环境中，秦修汗如雨下，衣服贴身，将他壮硕的身躯展现了出来，再加上身旁盘旋的炎龙，衬托的他就如火中神奇一样。只是想着，长公主突然觉得有点闷，怎么肥四？明明他都已经把窗户打开了呀。他用小手在脸颊边上轻轻扇动，却没起到半点效果，便想着喝口水压压，一不小心却碰到了水壶。公主殿下。云霓裳听到声音被惊醒，虽然还很疲惫，却还是挣扎着想要起身。你躺着。长公主走了过来，让他继续躺下，这才嘀咕了一句，秦修怎么如此不知珍惜你？不关夫君的事，是我。想到早上发生的事情，云霓裳疲惫的脸蛋上浮现出一抹红晕，但目光却停留在长公主身上。看着我做什么？长公主被他看得心里毛毛的，莫名的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心虚，提议道，不如你休息一日，明日我们再去演武堂。不行。云霓裳忽然神色坚定了起来，他不想成为秦修身边的累赘，他不是什么灵体，更没有觉醒什么神体，所以他必须加倍的努力才行。长公主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有劝阻，陪着云霓裳走向演武堂。或许是受到秦修的影响，云霓裳开始练剑，他连剑意都未曾领悟，但是却练得很认真。长公主在他身上看到一种强大的执念，那位先祖也正是因为强大的执念，才创出了新罡七杀剑。云霓裳也能成为那样的存在吗？长公主也看得出来，云霓裳似乎正在努力地追赶秦修。接下来的日子，秦修过得很平静，白日在地火灵脉提升修为，夜里陪伴小娇妻之后就入梦提升灵魂强度，有时也会前往炼丹师公会聆听徐清风的教诲，日子过得很充实。期间也没有什么不起眼的站出来挑衅他，就连平素心高气傲的鱼龙象似乎也有点避着他。由此可见，鱼龙象亦非鲁莽之辈，虽然很嫉妒秦修，却也清楚在学院内他不能把秦修如何，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公主和秦修越走越近。如今长公主和云霓裳被并称为皇家学院双珠，他们的风采更是不知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然而那场夜宴之上，秦修一夜之间领悟四剑之奥秘，其惊世骇俗之天赋犹如一道天堑，横亘在众人面前，让人心生敬畏，望而却步。时间流逝，转眼2年过去，如今已临近大比，大离黄都也逐渐热闹起来。不过这一切似乎与秦修无关。地火灵脉第4层，这里几乎没有学院弟子会下来，只有一道身影盘坐在那里，不断地吸纳着那通红如火的灵气，正是秦修。炎龙盘踞在他身上，有一口没一口地吞噬着周围的地火，那双赤色的眸子不时地看向地火深处，不知过去了多久。秦修睁开眼眸，眸中似有赤芒闪过。历经2年，如今他处于炼气巅峰，已经接近半年时间。整整半年，他体内的丹海还远远没有被填满。虽然在地火4层修炼的速度是外界的数十倍，可他是神体，需要的灵气本就是普通修士的数十倍之多，顶多算是持平状态。2年从炼气2重突破到炼气巅峰，这速度虽算不得什么神速，却也不算慢。然而却只有秦修一人知晓，在他步入炼气巅峰后，体内的混沌神术在不断的汲取灵气，所以才导致他迟迟未能突破筑基。丹田内3寸小树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显盎然。秦修已经炼气巅峰，丹田似海，灵气如潮，3寸小树扎根，灵气如溪河一般顺着条条树根源源不断地为其吸收。秦修眉头浅蹙，
正因为有此术存在，他整整18年不能修炼。按目前这情况，难不成还得再让他等个18年？那时他都36了。即便是神体，若36了还是炼气巅峰，必然也会引来诸多的流言蜚语。秦修自己也不能确定，因为3寸小树像是个无底洞一样，不知何时才会知足。忽的，他脑海中灵光一闪，或许3寸小树吸收灵气是为了结出果实呢。第一枚果实梦炼神机给了秦修提升灵魂强度的能力，而且在入梦之中还能磨练参悟武技，种种神异超乎想象。他仔细打量，还真在3寸小树上发现第2颗果实，只是这颗果实还很青涩，还未成熟，才半个指甲盖大小，即便以灵力去触碰也毫无反应。原来如此，秦修没有气馁，相反内心充满了期待，不知这颗果实会带来什么样的神异。只不过第2颗果实想要成熟也非易事，他已步入炼气巅峰半年时间，这颗果实却才长成半个指甲盖大小，而第1颗却熟得像个寿桃，差距实在太大。这还是秦修每个月在莫老那里领取100枚聚气丹，加上在地火灵脉第4重修炼的结果。如果循规蹈矩，怕是10年内也难以突破。秦修有这种感觉，他必须另辟蹊径。他的视线不由再次落在了地火灵脉深处。这2年时间，他也多次下到第5层去过，然而即便他体质强横，还有炎龙护体，依旧无法久待。当然，现在他并不是想要去第5层修炼，而是打起了地火深处那未知事物的主意。随着修为境界的提升，加之这2年间多次的深入探索，秦修已经大概确认了那东西所处的位置。在没办法炼制龙血髓阳丹提升体质的情况下，他只能依靠炎龙了。炎龙本就是由地火精粹与天地灵气凝聚而成，经过这2年时间，早已非昔日可比。他蜿蜒盘绕于秦修身侧，身形未见显著膨胀，但其鳞片却焕发着耀眼的光泽，仿佛每一片都凝聚了实质化的龙威，熠熠生辉，令人不敢直视下去看看。秦修起身的那一刻，原本还显得无精打采的炎龙顿时就亢奋了起来，甚至在他身侧游动了起来。狂暴的火蛇如同怒涛般汹涌而至，将秦修再度吞噬于那焚天灭地的炼狱深渊之中。四周地火绵延不绝，喷薄而出，仿佛置身于一座永不停歇的火山复兴，炽热的气息令人窒息。然而面对这一切，秦修的神色却异常平静，他步伐坚定，一步步迈向那最为炽烈的核心地带。那里已经不再是火海，而是翻滚沸腾的赤红岩浆，恐怖的高温，即便是隔着一些距离，也仿佛能穿透空间扑面而来，令人心生畏惧。秦修曾以物试探，即便是坚硬无比的金铁武器，一旦落入那岩浆之中，也不过是瞬息之间便化为乌有，融于那片赤红之中。但他所感应之物就处于在这滚滚岩浆之中，相隔1丈，秦修就停住了脚步。虽然他能踏足5层，但依旧感觉自己口鼻都在喷吐火焰，整个人内外都在燃烧着。嗷呜！炎龙发出一阵龙啸，似乎因为他停住脚步而感到不满。秦修能感受到炎龙对那岩浆中的东西那种渴望，可是以他现在的肉身强度，显然还是不可能下到岩浆当中去。至于用其他东西捞上来，秦修不是没考虑过，可即便是最好的金铁武器落入进去都会融化，他总不可能去找一些灵兵来捞吧。灵兵本就极其稀有，整个皇家学府拥有的数量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怎么可能作为试探之用？损坏一柄，那都是莫大的损失。唉，秦修轻叹一声，他感觉倘若能吸收岩浆当中的东西，他大概率有望突破筑基，只是已成奢望。不过既然都已经下来了，他便盘坐下去，开始汲取灵气修炼。然而炎龙却忽然腾空而起，身躯宛若灵蛇般骤然延展，毫不犹豫地朝那核心地带的沸腾岩浆疾驰而去。秦修本欲将其召回，却见炎龙一头扎进那熊熊燃烧的岩浆之中，非但未见丝毫消融之际，反倒如同饿了许久的猛兽，大口大口地吞噬着那滚烫的岩浆，其龙躯之上光芒愈发璀璨夺目。或许不需要我下到岩浆中去也能取到。秦修的双眸骤亮，以往炎龙一曾试探性地踏入那片岩浆区域，可才碰触，锋利的龙爪便瞬间化为乌有。如今随着炎龙不断地吞噬地火，已经成长到了能抗衡岩浆的地步了。那滚滚高温，连空间都被扭曲了。秦修无奈之下，只得将自身的灵魂之力渗透进炎龙庞大的身躯之中，借此拓宽自己的视野。刹那间，炎龙的感知仿佛与他融为一体，成为了他感知世界的延伸。下一刻，秦修就被震惊了，这哪里是什么岩浆，分明就是一潭液状的灵气啊！根据记载，灵脉之中会诞生灵液，如玄天宗那条灵脉，1年可诞生10滴，计量单位是滴。而现在秦修眼前是整整一潭灵液，而且是那么的深不可测，简直无法计量到底有多少。
这若是传出去，不知会引起多大的轰动。不过也不尽然，至少每一任皇家学院的院长都会下来此地加固阵法。若说一人没发现很正常，总不能全部都视而不见吧。只是明明知道这是灵液，却没有人能够吸收。即便是拥有神体的秦修，此时也不敢说自己能直接吸收炼化。但炎龙不一样啊，他本就是地火精粹与天地灵气所化，吞噬这些灵液反而成长得更快。秦修也不怕他会失控，他能感觉到自己一念之间就可令炎龙溃散。得到秦修的准许，炎龙才终于能大快朵颐一场。但见其龙口豁然张开，恍若巨龙吞噬江河，将那历经万千岁月精炼的至纯灵液一股脑地卷入腹中。这次秦修能真切地感知到炎龙的腹部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那灵液的醇厚之感亦是清晰可辨。这可是历代院长都只能远观的灵液，而待炎龙将其尽数吸纳，再反馈于秦修的丹田之中，必将为其实力带来极大的裨益。随着灵液不断地被吞噬，炎龙腹部不断地饱胀，龙鳞竖起，鳞片缝隙还散发出夺目烈焰，亢奋至极。独享一池灵液的舒爽，让秦修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正当此刻，炎龙猛然间昂首挺胸，那双赤红如焰的龙筋仿佛能洞穿虚空，死死锁定于一个方向，不曾稍顺。其龙颈后方，一片片逆鳞如锋刃般根根直立，散发着不容小觑的凛冽气息。这份共鸣般的警觉，也让与之心灵相通的秦修心头一紧，仿佛有股无形的重压，让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吼！炎龙的嘶吼震颤天地，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暴躁与愤怒，更有一丝秦修前所未闻的敬畏之情。自炎龙凝聚的那一刻，他便以睥睨万物之姿，张扬着无尽的狂傲。龙本就生而为尊，何况是这尊浑身浴火、残暴凶横的炎龙之一。即便是面对秦修这位主人，炎龙也曾有过几分不满。究竟发生了什么？秦修双眸也如龙筋般赤昂，透过岩浆，他看到了令他极为震惊的一幕。只见一道古剑将一只身躯数米、犹如虎狼的凶兽死死钉在岩浆深处。单是这一幕就够让秦修震惊了。这古剑不知埋藏在此多久，灵兵都得和岩浆融为一体，可其却分毫不动。更别说那具尸体，这么多年也没被烧为灰烬，极其完好，还保持着挣扎拔剑的姿势。这就是炎龙感应到的至宝。秦修心脏狂跳，细看之下，他更是倒吸口气，喉间滚烫。那具被震杀的尸体，身躯犹如麋鹿，却还能看到残缺的鳞片覆盖，蹄爪如狼，目若狮虎般散发着百兽至尊的睥睨和不甘头顶生绝。一条狭长的尾巴垂落，哪怕陨落多年，也散发着威震江山气运的祥瑞之气，让人不禁心生敬意的同时，还有着傲视天下的狂霸。吼！在听到炎龙警惕的同时，犹如遇到同类的激动，秦修心底掀起滔天巨浪。麒麟，这等世间祥瑞，犹如龙族一样，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上古种族。原本秦修也觉得麒麟只存于传说中，但炎龙相伴的这2年，他早已极为熟悉。若非同是上古大族，炎龙岂会如此惺惺相惜？秦修怎么也没想到，大黎皇朝竟然会有麒麟这般祥瑞。毕竟，就算是有龙族微薄血脉的凶兽，都能在大黎为祸一方。也就是父亲留给他的功法奇特，再加上神体机缘巧合，才能蕴养这么一尊栩栩如生的炎龙。可这麒麟却是一整具完好的尸体，而且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秦修隐约感到这尊麒麟并未死透，那双瞳孔中闪过一抹紫气东来的睥睨金芒，似乎也是他指引着炎龙。炎龙激昂怒吼过后，竟一个俯冲遨游于岩浆深处。秦修只觉炽热无比，紧接着就见炎龙怒然咬住剑柄，用尽全力拔动，不仅是要救麒麟，还要为其主夺得这尊绝世神兵。可很快，秦修就感到天旋地转，龙牙刚触碰剑柄的刹那，就被一道极其可怖的力道震飞出去。秦修能感觉到，这柄古剑已经沉寂了万千年，威势内敛的同时，还要分出至少9%来镇压麒麟。即便如此，炎龙都被瞬间震飞，若此剑威势尽显，恐怕散溢出的剑意就能将炎龙斩断，不可莽撞。秦修心底低喝一声，麒麟乃上古祥瑞，而能震杀他的古剑，又岂是现在的他能招惹的？秦修借机打量起这尊古剑，其材质已然超出他的眼界，更毋庸置疑。在地火深处万年不断，秦修可以肯定，整个大黎都找不出哪怕只是锻造古剑的材料。剑身通体黑金，经过万载淬火，还蒙上了一层犹如黑曜石般的剑纹，剑威尽数内敛，却依旧让人感觉此剑在手，一剑便可斩天辟地。秦修也着实没想到，他在灵脉深处发现的至宝惠此等的惊天动地。无论是一尊完整的麒麟尸体，还是能震杀麒麟的黑金古剑，毫不夸张地说，把大黎卖了都抵不过分毫。秦修可以肯定，那一池灵液或许莫老知道，但岩浆最深处的麒麟与古剑，恐怕大黎历代强者都不曾知晓。
突然，炎龙扭头对着他嘶吼不断，似乎在邀秦修一起拔出这惊世古剑。秦修满心震惊，若是让其他人知道了这里埋葬着什么，恐怕大黎那些成名已久的强者都会冒着化作灰烬的凶险前仆后继。他说不心动，那是假的。渴望着那炽烈如深渊的岩浆，秦修满心百爪千挠，他下不去啊！区区炼气巅峰，能来第5层已经是冠绝古今了。你先回来。秦修对炎龙下令，而炎龙可谓不满至极，却不得不从，因为在秦修体内有着让他真正惧怕的事物。炎龙在火海中翻涌，虽然见到了至宝，可一人一龙非但没有平静，内心反而愈发的迫不及待，似乎连一刻都等不了。等我再提升提升，无需如此心急。秦修安抚着炎龙，又何尝不是在极力鞭策自己？待他突破筑基，再加上吞服龙血髓阳丹，无论是肉身还是龙气，都将有质的飞跃。到那时，自己或许就能踏入岩浆之中，拔神剑，收麒麟。龙血，大黎一直没有，但龙羽秘境中有龙吟却是事实，或有龙血也说不定。所以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凭本事夺得龙血。秦修拳锋赫然紧握，他记得莫老前几天就提起，3大势力决定龙羽秘境名额的大比开始在即，让他做好准备。秦修退回到了第4层，在仅剩的几天里，他必须将炎龙吞噬的灵液之精华尽数吸收。他的灵力越发磅礴，在混沌神树上接触的那颗璀璨奇异的果实，也在灵液的滋养下不再那么青涩。尽管尚未完全成熟，但进度却明显被拉快，至少不需要再以年为单位了。这几日里，本就凶悍狂傲的炎龙，龙鳞更加的凝实，他盘踞在秦修周身，吐息间竟化作了炽热无比的龙焰，其温度丝毫不逊于地底深处熊熊燃烧的地火。此时的秦修几乎已在炼气境登峰造极，只差一场势如破竹的机缘，就可助他一步入筑基。奈何3宗大比并未留给他时间。这一日，皇室学府院长殿前，秦修立在殿宇前，除了他之外，身边还有9位气宇不凡的身影。长公主与鱼龙像赫然在列，其余之人有男有女，这些面孔秦修进出灵脉时都曾在第3层见过。显然他们10人是代表大黎皇室学府最强的天骄。3年之期已过，我皇家学府又将与摘星阁以及玄天宗大比一场。莫老今日身着严肃，银发飘舞，双眸如雷霆般威严十足。你们皆是我学府的骄傲，亦是我大黎的骄傲。此次大比，希望你们全力以赴，扬我皇室之威。这般神情激昂的鼓舞，让于龙象等人脸上都泛起了强烈的战意。长公主粉拳紧握，凤眸中涌动着巾帼不让须眉的冷傲。上次他惜败于玄天宗首席，但3年苦修，他必将一雪前耻。秦修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也站在了代表皇室学府的天骄队列当中。放眼看去，不是天赋卓越的皇亲国戚，就是顶尖世家最引以为傲的年轻一代。他们从能修行那天就拜入学府，有莫老和最为顶尖的导师亲传指导。3年过去，于龙象的气息也愈发浑厚，他摩拳擦掌，战意高昂。虽然离筑基巅峰还相差些许，但也是筑基境内战力不凡的存在。秦修扫视一眼，很好，就自己一个炼气境格外扎眼。莫老鼓舞过后也注意到了他。此次大比，老夫准备带秦修一同前去，原因无他，就是让玄天宗和摘星阁看看神体在我大黎是何等举世无双。莫老自然能觉察到他的气息，但让秦修直接站在，这就是他的安排。老夫知道秦修而今还未筑基，这10位名额本就该有能者居之，你们谁若不服，大可站出来挑战他，老夫保证公允公正。此话一出，前来送行的诸多弟子脸色一变，但却没一人站出来。就连于龙象都只是不甘地握了握拳，脸上闪过抹愤懑，却说不出半句反对。虽然未见过秦修展现出真正实力，可他这2年在地火灵脉第4层修炼的事早已响彻学府，能站在第4层，单单是这肉身之强横，都没人敢有半句质疑。何况很多人都计算过，以秦修常年在灵脉深处修炼的灵气之浓郁，再加上莫老以亲传弟子的待遇给出的灵丹妙药，换他人堆也能堆上筑基了，秦修却仍处于炼气，可见神体所需灵力之浩瀚。所以他直接跳过选拔，而代表学府出战，无人异议。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秦修自己要求来的，若是错过此次时机，只怕又得再等3年。既如此，出发。一行人浩浩荡荡向传送阵走去。据长公主所说，他们将直接前往龙宇秘境之外，在那里与2大势力碰面，再决出前10的名额。莫老与陈老走在前边，而除却秦修10人外，还有10余位气息同样不凡的学府天骄。他们是学府内部选拔惜败前10的人，但整体实力也很强。此次同去，可观摩战斗来精进自身。由于长公主的邀请，云霓裳也跟随同去，增长见识。在这2年期间，他也展露出了自身的天赋，在7个月前就领悟了属于自己的剑意。
练剑1年半还不到，就领悟了剑意，这让莫老都感到惊叹。明明云霓裳连灵体都不是，怎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悟性？似乎一切都源于他的执念，他在追赶神体。可能会有人觉得荒谬，但是云霓裳却在付诸行动。夫君，我相信你一定能夺得进入秘境的名额。秦修捏了捏他的小手，2年时间，两人感情如胶似漆。期间，云霓裳甚至对他提出过一些离谱的建议，说长公主什么。秦修惊讶于他的大度，却也知道原因。神体强大，小娇妻一人确实有点难以承受。他其实也很过意不去，一直都有意的压低自己的输出。但长公主金枝玉叶，不可儿戏。走在前面的长公主闻言，竟也回眸一笑，让身后的众人一阵惊艳正神。只是争夺名额，你未免也太小看秦修了。那双明媚的凤眸中闪过抹朝夕相处的情愫，又狡黠一笑：霓裳，你说如果最后和我争夺第一的是秦修，你认为谁会赢？此言一出，众人不由一惊，没想到长公主对秦修的评价如此之高。云霓裳却被为难住了，一个是这2年相处关系最好的姐妹，一个则是与自己朝朝暮暮共度晨昏的夫君，她玉指轻抵，纠结许久。当然是公主殿下，夫君才修行2年，如今还未筑基，怎会是殿下的对手？看着3人嬉笑的模样，本自认已经麻木的鱼龙像又一次硬了，拳头硬了。他忍不了，这可是皇家学府的2颗明珠啊！云霓裳也就算了，毕竟是秦修的结发妻子，可长公主算怎么回事？为秦修争风吃醋已经够让她难受了，现在2女还情同姐妹，一左一右陪着秦修，你可是尊贵的皇室长公主啊！别说嫁人，从来只有他人入赘驸马，可现在长公主甚至不介意与人共事秦修。麻木2年的鱼龙像又破防了，不过是练气，也敢妄图争夺第一，等着吧。虽然神体很强，但他和秦修几乎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鱼龙像有足够的信心碾压秦修，此次大比不说一鸣惊人，至少他要将秦修踩在脚下，若不然再这样下去，他都快沦为长公主眼里的路人甲了。来到传送阵前，秦修感到唏嘘，2年前他以神体名扬大黎，随长公主来到黄都，2年后的今天，3大势力将再次齐聚，他也将与大黎最强的天骄争锋，入秘境夺龙血。秦修眸中泛起傲视天下的斗志，这2年他不是在地火中磨砺，就是在梦中舞剑乱星辰，没有丝毫懈怠。来吧，就以我混沌神体的炼气巅峰来领教各位筑基境的大黎天骄。传送阵的光耀将秦修与一众学府中的佼佼者包裹其中，转瞬之间，他们的身影便跨越了空间的界限。当秦修的视线逐渐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座历经风霜、岁月沉淀的古城之内。这座城池虽无黄都那般金碧辉煌、繁华似锦，却自有一番沉稳与古朴之韵。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如此一座底蕴深厚的城池，竟显得人烟稀少，街道上行人寥寥。那些偶尔出现的身影，大多腰佩刀剑，散发着常年厮杀的血腥凶悍。就在这时，长公主的声音适时响起：“此地名为望郊城，乃我大黎边疆之重镇。城垣之外，凶兽横行，故而敢于安居于此的子民寥寥可数。但世事总有2面，凶兽肆虐之地，亦是修行者寻求试炼与机缘之所，故而此城居民养成彪悍习性。至于望郊城之名的由来，相传古时有蛟龙出没于这片地域，其势若虹，其威震天。城中人望其形，敬其力，遂以此命名。那里便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所在——龙陨秘境。”长公主先手指向城垣之外，秦修顺势望去，只见远方天际鸟兽惊飞，凶嚎一片。隐约之中，一阵尖啸穿透云霄，犹如狂风怒卷过重峦叠嶂，其声之烈竟能跨越广袤无垠的山野，清晰地在城中回响，震颤着每一寸空间。秦修心中暗自惊骇，这等声势绝不是狂风能掀起的。据长公主所言，那是来自一头蛟龙的嘶吼。相传那龙陨秘境乃是一头极其强横的蛟龙陨落之地，具体已经难以考据。但秦修知道，蛟龙这种存在，其蕴藏的龙族血脉绝不薄弱，是凶兽中的一方霸主，绝不好惹。蛟龙虽死，可其龙魂、龙威至今仍旧凛然不散，影响着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使得这片区域内的灵草奇珍皆沐浴在龙息之下，得以蜕变进化。这片区域的凶兽亦是如此，似为那无形的龙威所感召，聚而不散，使人难以涉足。长公主凤眸闪烁，对我们而言，这是蕴藏着诸多机缘的秘境，谁若是能夺得蛟龙尸首，无疑能借此一举名震大黎。秦修毫不怀疑，蛟龙浑身是宝，恐怕一只龙爪都能换一座城池。却听长公主话锋一转，不过尚存的龙魂又何尝不是把我们视作猎物？秘境之内，凶兽尽皆受其钳制，甚至死后的魂魄
亦乖乖听命于那蛟龙之令，无一的脱。曾有先辈提出惊人之论，那尊教师或许正企图借由吞噬修行者之躯，借龙魂之力，达成一种另类的重生。秦修面色沉凝，果然，世间哪有唾手可得的机缘？若龙血龙鳞这等稀世珍宝轻易可得，此地早已人满为患，哪里还能轮到他？长公主似回忆起3年前的凶险，那张倾国倾城的俏脸上掠过一抹难以言喻的凝重，仿佛是回忆中潜藏的阴霾再次浮上心头。那一回，我们10人进去，学府的一位同门不慎陨落其中，还有玄天宗某位亲传，虽然侥幸捡回一命，却落得半身残破，余生再难修行。这番话语让云霓长挽着秦修的手臂都不自觉地紧了一紧，细密的汗珠在掌心若隐若现。要知道，大比选出的可是整个大黎最强的年轻一代，每一位都是各自势力排名前3的天之骄子，如此实力都还会惨死其中，这秘境究竟有多凶险？既然这样，为什么历代强者不彻底将蛟师铲除？云霓长指的显然是莫老和玄天宗高层这等级别的强者。长公主望着他略显苍白的俏脸，苦笑道：若能如此轻易就好了。事实上，莫老等突破玄丹多年的老辈强者，进到其中后感到的威压更加可怕。玄丹顾名思义，是在筑基巅峰之时感召到对天地灵气的运用，凝聚出自身的灵力源泉，可称之为法丹或金丹。玄丹强者举手投足可催动天地间的无边灵力，以此化作诸多强大的法相，玄通莫测。而正因为玄丹强者是对天地灵力感知掌握的越发高深，才越是被那龙威镇压的难以喘息。早在莫老之前，就有老辈强者踏入其中，可在龙威的镇压之下，他们的战力和状态还不如筑基巅峰的年轻一代，并且随时还会有被龙威绞杀的风险。秦修听得一阵心悸，莫老也好，玄天宗主也罢，都是各自势力的纲鼎人物，一旦出事，必然会引起大黎的动荡。可话说回来，连莫老这样的强者都被镇压到难以喘息，这具蛟龙究竟有多强？其尸骨所化的秘境，究竟是他们这些大黎年轻一代的机缘福地，还是以龙血龙骨为诱饵的葬身之地？曾经有人自作聪明，想进到秘境之中突破，以此占据争抢机缘的优势，结果刚凝结成丹，就被当场碾杀为血肉。长公主目光悠悠，其中凶险她早已领略。可龙血龙鼓动人心，至宝旗原可助人一飞冲天，哪怕他是皇室明珠，也要以命去搏。不过也无需太过担心。长公主生怕云霓长担心，安慰道：我和秦修应该稳占2席，剩下几位同门应该也能占据名额，到时我们联手，自当收获颇丰。云霓长叹了口气，希望如此吧。不过夫君真的能稳占1席之地吗？他注意到于龙象等人虽战意昂扬，却也面露忐忑。显然哪怕是在学府成名多年的他们，也无绝对把握。而夫君可以说是所有人中境界最低的，且低的不是一点半点。莫老带他们去城主府歇息，只是还未落脚，就见传送阵的光耀再次闪起。云霓长回眸看去，眉头顿时蹙紧。夫君，你说咱们这次会见到姐姐吗？他不禁想起了云雪容，却不知该如何面对。秦修却面无表情，我都没想过她还是你姐，更不会念及那形同废纸的婚约。而从传送阵中走出的，竟然真是玄天宗的一众强者。更让云霓长没想到的是，姐姐云雪容也赫然在列。2年多没见，云雪容也愈发娇艳动人，此刻正挽着一位身形高大的玄天宗弟子，笑容妩媚的同时还带着殷勤。柳师兄，这次多亏了你，才能带人家见识3宗天骄争锋。柳姓弟子傲然一笑，望着他那前凸后翘的身材，眼神火热。云师妹客气了，你本就是灵体，这几年又刻苦修行已入筑基，来此观摩理所应当。倒是那仰仗神体就欺辱你的负心汉，看来无需师兄出手，你自己便可报仇雪耻。念及此，原本媚笑的云雪容顿时银牙紧咬，眼神充满怨毒，正好和不远处秦修的目光对上。秦修先是一怔，随即笑容渐冷。哦，2年不见，我又成欺辱你的负心汉了。云雪容闻听此言，目光愈发阴沉。2年前领取成一别，是秦修的平步青云，更是他一生难忘的耻辱。所以这2年来，他刻苦修行，再加上师尊和宗门的照拂，关键还傍上了柳怀安，柳师兄。柳怀安上次大比可是3大势力排名第5的天骄，于玄天宗内亦是仅次于首席师兄的赫赫存在。至于他自己，亦是未曾懈怠，在赶来此地之前，终于突破筑基，水曜灵体的威能也更上一层楼。放眼看去，江千鹤与玄天宗大长老带着一众弟子浩浩荡荡走来，云雪容昂首挺胸，满脸得意。他深知神体前期的成长之艰难，当初在灵虚城吃了那么多天才地宝，才炼气2重。这2年，他绝对遥遥领先秦修。当初我求你原谅你都不肯，若躲在黄豆也就罢了，这次你既然来了，我可以好好与你切磋一番。云雪容暗自咬牙，眸中的恨意
让想要叙旧的云霓裳一怔，显然能看出姐姐这2年始终都未曾放下怨恨。江千鹤走来时，对莫老笑着寒暄：“莫老院长，别来无恙。”莫老也笑着回礼：“哪里哪里。”江宗主称霸一方，这声别来无恙，老夫2年前就该领教的。此话一出，江千鹤笑容一僵，俨然莫老所说的就是2年前争夺秦修这尊神体。当初要不是秦修和云雪容结仇，再有长公主的无心插柳，现在秦修怕是已然站在江千鹤身边了。江千鹤依然保持着笑容，但看得出来，玄天宗和皇室之间并非表面那般和谐，常年明争暗斗。江千鹤突然笑容玩味，有时我也羡慕离皇陛下生的这么一位风华无双的明珠，我玄天宗没这般福分，就是不知道秦修在学府待得如何。莫老，你可千万别误了神体的前程啊！这口气，江千鹤也憋了2年多，说什么也得反讽2句。秦修去你皇室学府也就罢了，但是你这老东西能教导的。莫老闻言也一脸遗憾，叹道：“哎，老夫确实才能有限，这么久来还未助秦修突破筑基，至今还处在炼气巅峰。”呵呵，江千鹤冷笑2声，算你识趣，神体岂是池中物，就算去了皇室学府等会。他刚才说什么境界？江千鹤的目光连忙越过人群，凝视着秦修，脸上的冷笑顿时消散，变得凝重。竟已炼气巅峰，这速度都已经能赶上云雪容了。毕竟是水药灵体，玄天宗怎么可能轻待？修炼资源可一点都没少给，如今也不过是刚入筑基。秦修若是神体，所需灵气必然是灵体数倍，修炼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还是说他并不是所谓神体，而只是强横一些的灵体？毕竟也只是皇室铜镜测试过，当初摘星阁祖师测试不就让铜镜裂开了吗？江千鹤若有所思，却也没有轻视半分。毕竟秦修就算不是神体，估计也是能比肩摘星阁祖师星辰灵体的存在。哼，皇家学府还真是舍得，如此强大的体质，要在2年内突破到炼气巅峰，不知要消耗多少丹药和资源。然而在江千鹤审视之下，却惊错地发现秦修气宇轩昂，灵力澎湃，这绝不是天才地宝喂出来的空架子所能散发的。江千鹤笑不出声了，他本来还想借机挖苦莫老，没准还有机会撬一下秦修的墙角，可怎么而莫老看着他那不断变化的脸色，顿时笑声爽朗：“江宗主，你看你大惊小怪，神体质非凡，岂是你我能揣摩的？其实这些多是秦修自己的本事。”他这话还真不是自谦，这2年来，秦修虽享有亲传弟子的待遇，可除此之外，他还真帮不上什么。毕竟在灵脉4层一修炼，就是1天这样的创举，他就是想帮也有心无力，只能说带着秦修在身边，走到哪都有面子。却不见人群中的云雪容脸色比自家宗主更加难看。要知道，他可是从炼气6重突破到筑基，虽说大境界突破艰难，可在艰难还能比得过神体成长之难。关键秦修走的时候才炼气2重啊，这么算下来，秦修这2年的境界提升，甚至比他还要更快。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云雪容想不明白。可当他与秦修四目相对时，娇躯猛然一颤，回忆起难以磨灭的恐惧。他本来还想趁着神体成长艰难，扬眉吐气一场，可现在当初秦修炼气2重打他炼气6重，都让他做了不知多久的噩梦。现在炼气巅峰，打自己筑基，云雪容娇躯止不住的站立，明明筑基的是他，境界占优的也是他，甚至他还身怀灵体。渴望着秦修淡漠的眼神，他甚至都不敢再提半句旧事。尤其是发现挽着秦修的云霓裳2年不见，不仅愈发明媚美艳，修为也长进不少。而且他隐约还感觉到云霓裳那看似柔弱无骨的娇躯散发着一股侵占明澈的剑意，可恶啊！云雪容理所当然地觉得，定然是皇家学府看在秦修的面子上，也给云霓裳最好的资源。这一切明明都是属于他的啊！云雪容的心都在滴血，充满了无尽的悔意。他竟然将这一切拱手相让。虽然看似他在玄天宗的地位不低，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高层对他是什么样的态度。真正的核心资源，他根本接触不到。而在秦修右边，长公主一袭红裙，如浴火昂首的凤凰，高傲绝美，国色天香，风华如仙。这让云雪容不禁想起当初自己抱着秦修大腿苦苦哀求，却换不回一点情分。他说秦修有眼无珠，但而今陪在他身边的可是大黎皇室的明珠啊！云雪容脸色灰暗，只是见面的一瞬，他便觉得自己这2年来所谓的发愤图强，好像一场笑话。身旁的柳怀安见状，不禁皱起眉头，望向秦修充满冷意。说到底，云雪容长相秀美，便是放在玄天宗也找不出几个能与之相比，更何况她还拥有灵体。本来柳怀安以为这位小师妹会很难接近，谁知竟无比的体贴仁义。现在可是他心心念念的好妹妹，甚至因为要卡境界，他还将自己的很多资源让给了云雪容，这才让他得以在2年内突破筑基。
此时，柳怀安见云雪容竟还对秦修余情未了的模样，顿时恼怒，看向秦修的目光也愈发的不善神体。不尽然吧？柳怀安冷冷地看向长公主和于容相，顿时眼眸微眯，以调侃的口吻道：“哟，这不是我们郑国公府的于世子吗？我听闻长公主殿下对神体一见倾心，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啊？”你，于容相勃然大怒，也怪他当初太高调，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他于容相在追求长公主。如今这样的传言流传开后，无疑是将他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在学府内，因为他的身份，无人敢触碰他这一层逆鳞。而此时，柳怀安却当众揭露，他震怒的同时，顿感脸颊火辣，紧咬的牙缝却挤不出其他话反驳。如此没有心气，也想重振郑国公府荣光。柳怀安语气中尽是不屑。柳怀安，于容相气势大涨，一副要搏命的架势。如何？难道还想与我动手不成？3年前，柳怀安就压了于容相一头，而且不同于长公主的惜败一招，于容相当初很是狼狈，毕竟年龄差距在这摆着呢。眼见于容相都敢怒不敢言，柳怀安笑容愈发狂傲，看向秦修神体。古籍记载，神体者，修行难度数十倍于正常修士。你这速度倒是不慢啊！他很明显是在质疑秦修神体的真假。秦修还没说话呢，长公主就先站了出来，斥道：“蝼蚁观天，神体的神意岂是你能想象？这2年内，他不知被秦修所展露出的天赋震惊了多少遍，所以说的也是底气十足。不过，知晓这些的人却寥寥无几。哈哈，神体又当如何？还不是只能观摩我等风采。想出头，再练几年吧。不过到时候我们可能早就结丹了。哈哈哈。”他很明显就是想激怒秦修，正好他就可以当众将这所谓的神体踩在脚下。谁告诉你秦修是来观摩的？长公主此话一出，玄天宗所有人瞠目结舌，连宗主江千鹤也都只以为秦修是被莫老带来炫耀的同时来观摩精进一番。毕竟秦修才只是炼气巅峰，而放眼有资格夺得10大名额者，哪一位不是筑基境？甚至有几位在3年前就已是筑基巅峰，经过3年的磨砺，武技功法无不有所突破。可以说这里汇聚着大离结丹之下的最强一代。而秦修想要跨越整整一个大境界，江千鹤都感觉不可能。一整个大境界的差距实在过大，犹如鸿沟一般难以跨越。即便是秦修，也应当不可能吧？柳怀安在错愕过后顿时大笑，真当神体天下无敌了吗？还是觉得觉醒了神体，我们所有人都得让着你？要知道10大名额乃是挑战制，直到战至所有人心服口服，所以即便皇家学府想故意将名额给秦修都行不通。柳怀安指着他：“你最好找你的同门挑战，或许他们还会下手轻点，若是敢惹到我玄天宗头上。”柳怀安眼中的冷厉足以说明一切，江千鹤看在眼里，虽眉头轻蹙，却并未再如2年前那般为了拉拢秦修训斥自家弟子。当初就没拉拢成功，秦修又在黄都待了2年，加上那连离黄都默许的谣言，他再拉拢也只是无用功。既然已经站在了对立面，那还不如秦修却波澜不惊。那些年在云家，他什么冷也没受过。江千鹤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就很幼稚，不过他正好想要检验一下自己如今实力如何。正当此刻，传送阵的光耀再次闪烁，摘星阁主依旧是薄纱遮面，2年未见，却不见其白皙光洁的额头多出丝毫皱纹，甚至那独有的风情万种，让他比起长公主或云雪容这般双10年华的少女，更显成熟动人的风韵。莫老，江宗主，别来无恙。秦公子，当初一别过得可真快啊！摘星阁主一双月瞳眨闪间，依旧是那般勾魂夺魄。秦修不由打了个寒战，身边的2女更泛起一股醋意。江千鹤对他笑道：“这次不仅别来无恙，我们还能有幸一见神体显威。”摘星阁主露出疑惑，什么意思？随后他就听到秦修竟然要来争夺10大名额，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秦修身上。炼气巅峰，这修炼速度绝对不慢，但若是将时间都放在了提升境界上，武技定然跟不上。要知道，武技也是一个修士实力的一部分。当初长公主不就是吃了武技的亏吗？难不成皇家学府还想在同一处跌倒2次？饶是一阁之主的他都没想明白。在他身后，那2位贴身侍女依然是各具娇美，如2位坠入凡尘的仙子。秦修无论是五官气质，还是神体的盖世风采，都让他们芳心乱颤。但他们此刻却眉头微皱，比起惊艳，还有一丝警惕，更多的是在想秦修挑战到他们头上，要放水吗？名额有限，玄天宗的实力又太强劲，秦修也不可能去挑战同门，那只可能是他摘星阁了。摘星阁主也有这个想法，可却颇感为难。如果名额能让，
他很愿意卖个面子，拉拢秦修。但且不说玄天宗答应与否，他能照顾秦修，但秘境中的凶兽可不会在乎闯入者是谁，即便进入，也是九死一生。入夜，长公主住在秦修隔壁，本想要修行的她，听着隔壁不断传来的一些哼唧声，顿觉闷热。明日就要比试，今夜居然还。她嘀咕了一句，面色却显红润。无法入定的她，在床榻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恍惚间，眸光如水，就如醉酒了一般，小嘴微张，不断地吐着香气。可恶的霓裳！随后，她一脚蹬开被褥，下了床榻，朝着沐浴室走去。不多时，就传来一阵阵水声。约莫过去了一炷香时间，长公主才脸蛋红红的从沐浴室走了出来。第二人，刚从房间出来的秦修就觉得长公主看向自己的目光变得怪怪的，好像有点畏惧。这是在畏惧什么？秦修想了想，还是主动开口：“公主殿下，不知可否切磋一二？”体质强度，他是清楚的。如今哪怕不靠炎龙，他也能立足于地火灵脉4层。这就说明，就肉身而言，他不弱于筑基。当然，一切还得通过实践才能得出结果。好，长公主其实心里也没底，正好可以验证一下秦修的实力。他们住的是城主府邸，自然是有眼武堂的。两人进入其内后，大门紧闭。约莫半个时辰后，两人才从里面走了出来。胜负未知，只是长公主看向秦修的眸子亮了许多。今日就是大比，有些细节自然还得安排。等到齐聚，莫老才说道：“玄天宗整体实力最强，以往至少能占据4个席位。皇家学府和宗门势力终究是不同，有些弟子如柳怀安这种早已筑基巅峰，虽已年近40，却一直在磨练武技，只为获取秘境名额。但皇家学府不一样，若是年轻一代一直停滞在筑基境，如何去抵御外敌？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周围的皇朝之间可少不了摩擦，玄丹境界才是主要战力。长公主能停留这3年，已是极限。摘星阁也不容小觑，尤其是阁主那2个亲传弟子皆是灵体，只怕今次都能进前5之列。显然，昨日3方会见，莫老已经将玄天宗和摘星阁的底子摸得差不多了。当然，其他2方也都差不多。唯一的变数就是秦修，或许让他参与大比，莫老也不过只是抱着让他增长见识的想法，并没有想过秦修能夺得1席名额。哼，江千鹤那个老东西，为了名额无所不用其极，竟纵容弟子不入玄丹，此次定然要从玄天宗上咬下几块肉来。莫老显然对玄天宗不满已久，他将目光落在长公主和鱼龙象身上。此次你2人可有把握占据前5两席？此次我必然拿下玄天宗首席。长公主本想说拿下第1，但在瞥了秦修一眼后，却改变了说法。他也没料到秦修居然那般的强横，尤其是那条炎龙实在凶悍，竟已能与他打得有来有回。虽然是在双方没有动用全力和底牌的情况下，但秦修以炼气境界就能与他交手，足以说明问题。很好，莫老很欣慰，又看向鱼龙象，前3不在话下。鱼龙象依旧那般的傲气，当然他有那个实力狂妄。此次他定然要一雪前耻，尤其是柳怀安竟敢当众嘲讽他，还有秦修。不过毕竟同出皇家学府，至少在莫老面前不能闹得太难看了，但这也不耽误他耀武扬威的心思。神体又如何？他可是大黎年轻一代前3的存在。随后莫老又挨个鼓励，最后才将目光落在秦修身上。你不要太有压力，不要硬抗，尽力就好，便是拿不到名额也无妨。他显然是有点担心秦修会意气用事。院长放心，秦修并没有多说。不过在和长公主切磋之后，他也有必然拿下名额的信心。遥望交城之南，一方辽阔的空旷之地映入眼帘，业已被精心构筑成一座宏伟的比武擂台，作为3大势力每次大比所用。待到3方巨头依次莅临，那擂台周遭早已是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人群中既有交城本土的居民，但更多的是来自大黎其他城池，他们大多是带家族小辈过来拓宽眼界，增长阅历。莫老、玄天宗主与摘星阁主3位巨头简短寒暄之后，上一届前10便站上擂台，不过却只有7人。皇家学府折损1人，玄天宗那亲传弟子也废了，自然不可能再参与。再有就是摘星阁1人已突破玄丹。与往常一样，先决出10个名额，再决排名。凡觉有能力者，皆可站出来挑战他们10人。规则很简单，3大巨头更不墨迹。莫老直接宣布了开始。因为有3个名额的空缺，他们当然不会首先去挑战擂台上的7人，至少他们都早已证明过自己的实力，而且又经过3年的精进，哪是这些连前10都没进过的人能比的。随后3大势力弟子皆在为这3个名额比拼，获胜者
皆可获得恢复灵力的丹药，以确保绝对的公正。秦修一直在观察，并不急着参与。不得不说，能站上擂台的确实都不简单，都是各自势力中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场外各种惊呼声不断，于龙象、柳怀安他们站在三大巨头下方，威风凛凛，目光睥睨，市场外那些人如同蝼蚁。很快，柳怀安就将目光落在了秦修身上。昨夜虽然云雪容没有叫他得偿所愿，两人的关系却有了极大的进展，并且云雪容言明，只要他能当众挫败秦修，就可以。柳怀安内心火热，他筑基巅峰多年，岂能怕了秦修？唯一担心的是秦修不上套而已。不过他自有办法，在他看来，秦修年轻，而且是神体，岂会没有傲气？约莫2个时辰，场面上就差不多停了下来。3个名额，玄天宗占据其2，摘星阁其1，皇家学府竟一个都没有。场外议论纷纷，场内玄天宗主满脸春风，而莫老面色却不是很好看。不过秦修还没出手，诸位快看，这位正是我大黎王朝自古以来唯一神体秦修。说话的是柳怀安。话落，在场的目光皆汇聚到了秦修的身上。神体之名早已传扬开来，只是秦修过于低调，在学府内也不显山露水，有些质疑声也实属正常。毕竟每一位灵体都声名赫赫，而这神体拥有者反而默默无名，自然会有人怀疑神体的真实性。秦修虽然已经预料到了柳怀安要说什么，然而仅以一抹淡然的目光回应着柳怀安的挑衅，那眼神中仿佛蕴含着对一切小丑行径的不屑与漠视。即便是神体又如何？要想在这擂台上夺得一席之地，还需凭借自身实力去争取，莫非还妄想同门手足相让？柳怀安笑得肆无忌惮，他已打定主意，即便秦修不上台，他也要当众羞辱一番，替自己的好妹妹出这口恶气。既如此，那秦修欲挑战第5名柳怀安。秦修的声音风轻云淡，却让整个全场瞬间安静无声。柳怀安口中话语戛然而止，不可置信地看向秦修。然而秦修一脸平静，好像挑战自己是他深思熟虑过后找的一枚软柿子。柳怀安面色骤变，秦修竟然将自己当成是软柿子，而且还是在此众目睽睽之下。与此同时，莫老也一脸惊愕，明明刚才秦修还答应了他，怎么如此的意气用事？要知道柳怀安可是上一届的前5，而且轻而易举就碾压了于龙象，如今经过3年磨砺，实力定然会更胜一筹。秦修虽强，如何能与之抗衡？秦修，你可先拿下其1名额，再追逐排名高低。莫老着急地瞪向秦修，想让他赶紧改口，可秦修却一脸淡定，非但没觉得自己错了，反而很轻松。莫老，这是我考虑再三的选择。言下之意就是觉得柳怀安最弱。好，好。柳怀安被气笑了，脸色有些扭曲且狰狞，生怕秦修反悔，低吼充满残忍：我接受你的挑战。他当然求之不得，本来还担心激将法对秦修没用怎么办，但现在他脑子里想的是如何碾压秦修，以找回自己的面子。能与我大黎的无双神体一较高下，实乃刘某生平一大快事，亦是荣幸之至。柳怀安的话语看似夸赞，可嘴角的冷笑充满讥讽，似在嘲笑秦修不知死活。你虽是神体，却背信弃义，欺辱我雪容师妹。今日我柳怀安是要为雪容师妹讨回这个公道。倘若你肯跪在雪容师妹面前诚心忏悔，我尚可给你留些情面，只略施小惩。但若你执迷不悟，纵使你是神体，我今日也要教会你一个道理，在强者面前，你最好保持敬畏之心，不然必将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柳怀安的眼神中闪烁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寒光，那是他对秦修压抑许久的怒意与杀意。人群之中，云雪容见状，满脸幸灾乐祸，眸中满是兴奋。以前的秦修在云家可是很能隐忍的，如今看来去到黄州这2年，周围人的吹捧让他膨胀到无法无天了。虽然不能亲手报仇，但能看到柳师兄将他踩在脚下，云雪容心中就泛起一阵爽快。秦修，我等着看你下场。他绝不相信只是练气的秦修会是柳怀安的对手。若是秦修因此夭折，那他必然将会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他可是水曜灵体，若不是因为秦修的原因，他岂会受现在这种不公的待遇？他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一切都是自己和玄天宗的原因。江千鹤看向莫老，说不出是何表情。莫老，既然双方都已应战，你来宣布吧。莫老内心纠结，但是看到秦修那平静的表情，他还是选择相信。大不了他豁出这张老脸出手干预，总之绝对不能让秦修遭受重大打击和伤害。秦修迎战柳怀安。柳怀安身如狂鹰，脚尖轻点便傲然跃于一处擂台上，而看着他的身影，于龙象眼中同样也有种幸灾乐祸的期待。
本来他还发愁如何踩秦修一脚，毕竟同出皇家学府，若是他站出来教训秦修，必然会引来莫老的责怪。这回好了，柳怀安可不会有半点心慈手软，被打得再惨也和自己无关。在万众瞩目下，秦修登上擂台，场外众说纷纭，能看到绝世神体出手，显然在他们意料之外。同时，他们也好奇身体到底有何神意，竟敢跨越一个大境界挑战成名已久的柳怀安，是自大，还是源于对自己神体的自信？当年就算是大成的星辰灵体，也不敢说压低一大境界挑衅我玄天宗祖师。看着走上擂台的秦修，柳怀安眼中满是傲然与自负。在他看来，秦修定然是将所有时间都放在了提升修为上，那么自然就会懈怠武技的修炼。上一届的长弓主便是如此，我还真没试过。阿神体当垫脚时是什么感觉？轰！柳怀安直接出手，筑基巅峰之威尽显无疑。正如于龙象所猜测，他没有丝毫留手，一出手就是全力。毕竟他把秦修打得越惨，雪容师妹就越满意，说不定今夜就能让他如愿以偿。只是想想云雪容那火辣的身姿，他就内心炽热。跪下吧！磅礴的灵力足以令山河破碎。台下的云霓裳感受着其中杀意，俏脸一阵苍白。好强，这就是筑基巅峰吗？在学府，公主殿下和那几位亲传原来谦让了他这么多。柳怀安的灵力几乎吞没整座擂台，随着他手臂举落，如雄山崩碎，尽数压向秦修的身躯。秦修立于擂台，柳怀安见他依然不动，还以为是被吓破胆子了，那就不能怪他了。难不成还想要他放水不成？他眸中闪烁着兴奋和残忍，把神体踩在脚下，他柳怀安也足以能名垂千古了。却见秦修眉头微皱，满脸失望，他还等柳怀安施展什么杀招呢？结果就这，轰！一拳仰天轰出，浩瀚的灵力携裹着战天斗地的轩昂。只见柳怀安那笼罩整座擂台的灵力，如被擎天神剑洞穿，一道触目惊心的缺口被轰出，紧接着迅速扩散，犹如撕开天幕，罡风肆虐，如阵阵龙吟。当众人透过被震碎的灵力看清擂台时，就见柳怀安一脸愕然，如遭雷击般怔怔呆立。秦修竟然能轰碎他的灵力，相差整整一个大境界的灵力。所有人脸上都泛着前所未有的震撼，因为这一幕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相差一大境界，非但没有被一击轰杀，反而还与之平分秋色。至少他们望着秦修淡然的神色，根本判断不出刚才的灵力对轰中究竟谁占了优势。以炼气战筑基，大黎从未有人做到过。但若是在其中加上巅峰二字，正如柳怀安所说，摘星阁祖师也不敢如此托大。更何况他们可从未把柳怀安当寻常筑基看待。你的灵力？柳怀安脸色铁青，他着实低估了秦修。但望着台下的云雪容，柳怀安一股邪火涌出，冷哼两声。刚才我不过只是试探一二，现在就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轰！霎时间，滔滔灵力向着柳怀安的双掌凝聚，单是他挥掌抬手掀起的涟漪，就如惊涛骇浪，焚山移海。惊涛碎云掌！柳怀安一声怒吼，震得四周空气都为之一颤。他双掌之间仿佛有千钧之力涌动，化作滚滚波涛，汹涌澎湃。随着他双掌猛然拍出，原本碧空如洗的天幕，竟在刹那间被浓厚的阴云笼罩。这一掌不仅蕴含着怒海狂涛般的磅礴灵威，更夹杂着乌云压顶般的沉重与杀机。狂涛如万马奔腾，势不可当，瞬间淹没了整座擂台。头顶的阴云也随着柳怀安的出掌如山似月般压落而下。在这一掌之下，秦修仿佛置身于绝境之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一掌本是打算用于收拾鱼龙象的，今日便赏你了。柳怀安的眼神凶厉，面目狰狞，直接爆发出自己的最强杀招。鱼龙象刚欲开口反驳，却见头顶之上乌云翻滚，怒涛汹涌，遮蔽了天日。他的脸色霎时间变得惨白如纸，云海翻腾，遮天蔽日，封天阴地之境。他竟然将这惊涛碎云掌修炼至了大成的境界。惊涛碎云掌可是玄阶武技，威力惊人，想要修习条件极其苛刻，悟性、天赋、苦修三者缺一不可。3年前，柳怀安便是凭借此掌法将他击败，那时也不过是小成的火候。未曾料到，仅仅3年，柳怀安竟将此武技磨砺至大成之境，着实令人震惊。于龙象心中泛起一丝惬意，他深知柳怀安的讥讽绝非虚张声势，这一掌若是留着对付自己，他怕是要比3年前更为狼狈，颜面扫地。然而转念之间，于龙象又感到一丝侥幸，还好有秦修这个替罪羊替他试出了柳怀安的深浅。毕竟玄阶武技的大成与小成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犹如云泥之畔。柳怀安周身灵力狂涌不止，脸色愈发显得狰狞疯狂。今日
他定然要这神体跪伏在自己面前。围观的众人无不被他这一掌的威势所震撼，而云雪容更是拍手称快：“秦修，我要当众踩在你头上，让你颜面尽失。”莫老见状，心头猛地一揪，大叫不好。面对那已然大成之境的玄阶武技，秦修竟迟迟未拔剑以对，这怎能不让他焦急万分？然而转瞬之间，乌云已如巨浪般汹涌至秦修头顶，将他笼罩其中。此刻拔剑已然是太晚了。要知道，新钢七杀剑每一剑的威力都更胜前一剑，欲与这灵力一击相抗，秦修非得施展出第三剑，乃至威力更为惊人的第四剑不可。而惊涛碎云掌一旦炼制大成，其全部威能便会在这一瞬间爆发，如狂风暴雨般倾泻而出，不给对手丝毫喘息之机。秦修错失了机会，必败无疑。唉，这孩子终究还是太过年轻了些。莫老痛心疾首，论实战能力，秦修几乎为零，而柳怀安经验丰富，即便是狮子搏兔，也直接全力施展，不给半点机会。可惜，莫老正要出手阻止，却见秦修竟在狂风怒海间傲立，身若擎天万丈山，伟岸挺拔如谪仙，不动如山，动时似狂龙出海。武技我确实没怎么练，但打你也还用不上武技。吼！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炸响，其中蕴含的睥睨万物、狂暴凶残，硬生生地将头顶厚重的阴云撕裂开来，露出一片清明。柳怀安眼前陡变，只见秦修一拳挥出，伴随着拳风，一尊赤红如焰的狂龙凭空显现，张牙舞爪，气势磅礴。他灵力汇聚而成的汹涌波涛，在这狂龙面前竟脆弱如纸，瞬间被焚为虚无，只余下一丝袅袅热气飘散于空中。那炎龙浑身赤红，每一片龙鳞都仿佛燃烧着熊熊烈焰，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高温。那双赤红如血的龙眼更是蕴含着无尽的杀意与毁灭之意。直视之下，柳怀安只觉心中寒意直冒，胆魄欲裂。哪怕云天变色，炎龙却如入无人之境般，所向披靡，无可阻挡。龙躯纵横而过，以更为凶烈的火海将一切融化。与此同时，秦修双臂亦有两道赤金龙影缠绕，所过之处拨云见日，平浪震海。柳怀安的这一击并不简单，他的灵力不尽，怒涛与云天便滔滔不绝。不，这绝不可能。大离皇室所能赐予你的最高功法，也不过是玄阶中品，你能厉害到哪去？秦修的身影在狂风暴雨中摇曳，显得格外修长而孤弱。随着柳怀安的一声怒吼，怒涛般的灵力与阴云再次从左右两侧猛然爆发，仿佛要将秦修彻底吞噬在这毁灭性的力量之中。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秦修竟然选择直接以躯体硬汉这可怖的灵威。他的身影在灵力的洪流中穿梭，如同一把锋利的剑，只为更快地穿透一切阻碍，杀至柳怀安面前。从云海中杀出的秦修犹如神奇将士，柳怀安只觉毛骨悚然。这小子为什么既不防御也不后退，而是直接硬抗自己这一击的余威？这还是人吗？不只是他，于龙象嘴角那抹窃喜也化作了无比的震撼，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知道秦修躯体强横，可没想到会这么强。这一掌的威能换作他是能扛住，但也需全力应对，绝不可能这般轻松写意。别说是他，一宗之主的江千鹤都被惊得豁然起身。这道炎龙气息竟如此熟悉，难不成是皇家学府的地火所运？对于学府的地火灵脉，江千鹤极为熟悉，甚至十分垂涎。但其中的凶险他也早有耳闻，这也是让江千鹤无比震撼的原因。地火灵脉，就是莫老想帮也帮不了，哪怕为秦修护法，但又没法替秦修在其中修炼，更不可能为秦修抵御炎毒。何况炼气竟能进的火灵脉修行就已是奇迹，秦修又是怎么凝聚出这道炎龙的？轰！正当所有人惊诧之时，秦修的拳风与怒啸的炎龙合二为一，猛然轰在了柳怀安心口。柳怀安也无愧一宗天骄，惊恐之余却不忘催动护体灵力。他与秦修四目相对，怒声高吼：“给我滚开！”他就不信秦修一个炼气能破他筑基巅峰的护体灵力。咔嚓！但刹那过后，灵力碎裂的刺耳声响让柳怀安如魂飞魄散般正在当场。炼气境竟然能轰开他的护体灵力，不可能，不可能！柳怀安难以置信，下一刻却突然喉间鼓胀，吐出一大口鲜血。更让他脸色苍白的是，鲜血中竟然还夹杂着内脏的碎块，并且还泛着渗人的热气。顿时他便五官扭曲地捂着肚腹，五脏六腑好似被点燃一般，痛苦无比。轰！暴力无匹的炎龙又一次轰落，柳怀安带着满脸的不可置信被重重轰飞。摔落在地的他吐出的鲜血更加滚烫，令地板都融化出一道浅坑。秦修刚才那一拳让他真切地感受到置身于火海炼狱当中。被轰下擂台的柳怀安除却惊恐外，竟还深感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毫不怀疑，再挨上一拳，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得被焚灭为一地血水。放眼看去，全场鸦雀无声，只剩一道道惊骇难言的目光。秦修赢了，炼气巅峰，站筑基巅峰。他们不知道那一拳究竟有多可怕，更从未想过被轰下擂台的竟会是柳怀安，被炼气巅峰用拳头生生打了下来。这就是神体吗？不鸣则已，一鸣便威震大黎，相差一大境。以炼气胜筑基，不愧是神体，创先古之绝无，断位世之无双。如果说是切磋，或许还会有些许质疑声，但柳怀安乃是大黎年轻一代排名前5的存在，而且从他刚才出手的狠力就能看出，他并无半点顾忌神体。神体就是神体，我们只当是比灵体更强大的存在。今日一见才知，拿灵体与之相比，是何等荒谬。人群中的云雪容眼神呆滞，久久难以相信柳师兄败了。他这几年用尽殷勤讨好，答应替他狠虐秦修的柳师兄竟然会败，凭什么？而且就如秦修所说，他根本没修炼什么武技，却凭借无坚不摧的神体硬汉柳师兄的杀招。云雪容失魂落魄，在那一刻宛若心死般的绝望。本来他还想趁秦修前期成长困难，找机会报仇雪耻，可刚才那一拳轰碎了他所有的幻想。云雪容知道，今日柳师兄败了，那他这辈子就再不可能有资格找秦修报仇。高台之上的鱼龙象一时被吓得趔趄后退，比起旁人的震撼，他看秦修时更如面对杀神的悚惧。这小子还是人吗？说实话，他从夜宴时就憋着一股火，可现在看着惨败的柳怀安，他只感觉无比庆幸。还好，虽然当时夜宴上他丢了面子，却没有像柳怀安这样被打个半死啊。若现在被轰下擂台的是他，那他这一辈子也休想再抬起头做人。唯有长公主望着擂台上淡然而立的那道身影，会心一笑，满是骄傲。他或许是唯一一个知晓秦修底细的人。院长，这应该算是秦修胜了吧？长公主开口，莫老才从惊错中回过神来，他脸上还带着惊错，可见也是被震惊的不轻。2年下来，他已经告诉自己不要小觑秦修了，结果每次却都能颠覆他的认知。亏他刚才还苦叹秦修实战不足，拔剑为时已晚，结果竟是自己瞎操心，压根就不用拔剑。关键莫老也很无奈，他知道秦修夜以继日的在地火灵脉第4层修炼，可谁能想到秦修在修炼的同时还凝聚出一尊炎龙来，那可是连他都避之不及的地火和炎毒啊。从这也看得出秦修体质之强横，竟能容纳炎龙，真不愧是神体啊，果然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比起莫老，江千鹤的脸色却阴晴不定，他极其后悔当初一念之差就错过了这尊神体，方才甚至觉得拉拢无望，还默许柳怀安口出狂言。杀云雪容的念头再次涌上心头，收下这位水药灵体，他此刻非但感觉不到欣喜，反而无比后悔。当初要是摘星阁或学府收了云雪容，那此刻春风满面的不就该是他了吗？而今这笑容却绽放在莫老脸上。江宗主，这一局应是算秦修胜了吧？他明显的炫耀让江千鹤差点破防。老不死的！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身为一宗之主，却不想还失了气度，自然。哈哈，好！莫老大笑，旋即宣布：秦修战柳怀安，秦修胜，位列第5。顿了顿，莫老环顾全场，只觉胸中一口闷气得到宣泄，舒畅无比。按大比规则，谁若不服，可继续挑战。话音落下，整个场面上却只剩莫老的声音回荡，哪有一个人敢出声？开玩笑，要是秦修打的是第9、第10，他们或许还会考虑考虑。但现在只要不瞎，都能看出柳怀安的实力有多强。高台之上，那位气息强大的玄天宗首席双眸微眯，秦修刚才的表现令他如芒在背。尽管他随时都能突破玄丹，可同样的，秦修只是没时间修炼武技，他不会蠢到去质疑一尊神体的悟性。今日能练气战筑基，3年后难道还要筑基战玄丹？正当此刻，却听长公主一声英气十足的娇喝：江玉珏，今天便是我皇室学府一扫颓势之日。秦修的名额已然无人胆敢质疑，而他和江玉珏的恩怨也该一分高下了。江玉珏双眸一震，战意攀涌，神体之威与你皇室学府何干？秦公子在哪一宗修炼，也不会低于今日之成就。恰是时候，就让秦公子亲眼见证我皇家学府与我玄天宗的差距。此番大比，首席之位，玄天宗志在必得，不容旁落。莫老眉头紧蹙，此子不愧是江千鹤从小就收养，并且最后赐姓亲传的首席。他不仅实力超群，而且言辞犀利，寥寥数语间便巧妙地平息了柳怀安的嚣张气焰，还未再拉拢秦修铺下台阶。两人战意高昂，犹如烈火烹油，使得围观之人潮涌动，热情再次被点燃。长公主和江玉珏
绝对是现在大黎年轻一代最强的存在。他们很多人来此，便是想看到两人之间的大战。然而，正当秦修离开擂台时，却突然看到天际飞来10数道气息深沉而强大的身影。他们似横跨边陲千里，转瞬即至，凌空虚踏于望交城之巅。伴随着狂傲不屑的笑声，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令得全场众人心惊肉跳。哈哈哈！一群蝼蚁，还要分出个第一第二，简直可笑。罢了，此后你们不必再多此一举。龙域秘境，从此归我大燕上国。话语间，那股霸气与狂妄，如同烈日当空，不容置疑，让整个望交城都为之颤抖。燕国，秦修望着这一行气焰狂傲的燕国强者，不由剑眉微蹙。围观的人群顿时一阵恐慌，偶有少数人面露愤懑。长公主的凤眸顿时泛起一层恨意，而让秦修愕然的是，于龙象刚见到这群人，就双眸赤红，愤恨怒吼：“燕国贼人！”秦修暗暗错愕，却见长公主朱唇轻启，声音虽轻，却也恨意难掩。当年父皇遭遇的那场暗杀，就是燕国所为。秦修一怔，怪不得于龙象如此激动，这可谓是杀父之仇。而且对方连离皇都敢刺杀，可见两国的关系绝不同于玄天宗的明争暗斗，而是势同水火般敌对。秦修这才想起，当时听说过边陲有一邻国名为大燕，疆域乃是大黎的数倍，数万里江山，底蕴深厚富饶。只是往昔这些消息未曾引起他足够的重视，觉得距离自己很遥远，却没料到燕国竟直接欺上门来。莫老抬头望着燕国一众，银发飘舞，面容冷峻如霜。燕万里，此乃我大黎疆土，几时烟儿等踏足了，还不速速退去？燕万里便是为首的长者，看年龄与莫老相当，可散发的气息却要比其更加深沉。他扫视全场，眸中尽是不屑。穷乡小国，我大燕想来就来。他俯瞰众人，当打量长公主和于龙象时，眼中泛起一抹戏谑。虽然都是些不入流的废物，但都死在这，你离国气运也就从此断绝了吧。此话一出，莫老等人脸色骤变。而敢放眼看去，大黎3大势力的年轻一代脸色苍白，既愤懑，但更多的是恐惧。长公主眸光剧烈颤动，她明白了，大燕这是想趁大比之时，3大势力天骄汇聚在此，好斩草除根，屠灭干净。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紧接着燕万里身形暴起，化作一道难以捕捉的幽影，如同暗夜中的鬼魅，瞬间打破了这片死寂。轰然一声，天地为之色变。莫老额上青筋如藤蔓般暴突，双眼圆睁，怒吼之声震耳欲聋。快逃！他与燕万里交锋的余劲如同狂风暴雨肆虐开来，竟生生震塌了望交城的一隅城墙，碎石飞溅，尘土漫天。人群瞬间陷入了惊恐与混乱之中，哀嚎声、呼救声交织在一起。秦修亦是瞠目结舌，万万未曾料到燕国竟会如此决绝，将杀戮的屠刀毫不犹豫地挥向了这里。他连忙奔向人群中的云霓裳，紧紧挽住他的手，再回头便见长公主也在他身边。3人脸色凝重，正所谓斩草除根，对方既然敢来，那就绝不会留下一个活口。快走！秦修很清楚，现在不是为莫老操心的时候，他们能安全逃走，不给莫老添麻烦，就是最大的帮助。3人犹如离弦之箭，朝着那光芒隐现的传送阵狂奔，其中筑基巅峰修为的长公主更是身后幻化出一抹火凤展翅的虚影，振翅间携带着他们腾空而起，向着传送阵的所在疾驰而去，气势如虹。然而他们才刚看到传送阵的轮廓，就见一道道燕国的强者降临，一人拳风怒砸，大地崩裂。原本已经闪烁起光耀的传送阵巨颤之下，直接碎裂开来。燕国强者犹如猛虎下山，如临激扬般扼住想要搭乘传送阵逃遁的人喉咙。饶命！上国尊使饶命！我不是大黎的人，我玄天宗愿臣服上国。被揪出的人竟然是柳怀安，他刚才见势不对，就赶紧往传送阵跑，却没想燕国之人早有预料。只见燕国强者嘴角扬着残忍的弧度，掌间也不断运力，柳怀安的喉间顿时发出喉骨断裂的瘆人声响。什么玄天宗，屁大点的小国还3分天下，从今往后统统纳入我大燕版图。这一幕令云霓裳美眸苍白，惊恐到了极点。柳怀安虽然败给夫君，可再怎么说也是大黎排名前3的天骄，此刻却被燕国当猪狗般屠杀，随手便将尸骨扔到路旁。但此刻他们根本顾不得为其他人哀伤，因为已然有数道凌冽的杀意锁定秦修3人。好一朵大黎明珠，可惜今天就要香消玉殒了。长公主那一袭红裙着实惹眼，瞬间就被几位燕国强者围攻。轰轰轰！你保护好霓裳！长公主推开2人，犹如火凤昂天，拼死搏杀。秦修紧搂着云霓裳，剑眸欲裂，瞳孔深处怒龙噬杀的狂怒已然压抑不住。相处这2年，长公主已然和他关系莫逆，
今日燕国赶尽杀绝，他岂能坐视不理？可他必须顾及云霓裳，这等恐怖的屠杀，稍微一道余波都不是他能承受的。秦修浑身龙气萦绕，不断轰碎燕国横扫碾杀而来的凌厉匹练。突然间，他看到天际一道刺目至极的雷光闪过，紧接着就听姜玉绝闷哼一声，从天而坠。而那雷光凝体的身影放声狂笑，凶残至极。哈哈哈哈！什么狗屁玄天宗首席，你也不用跟李芷柔争什么第一第二了，今日都给我死在这！长公主凤眸瞥视，如临大敌。燕九霄，雷霆凝体威万钧，动若电掣震九霄。此人是大燕二皇子燕九霄，雷霆灵体可掌雷霆之威，灭杀一切敌。虽早有听闻，却没想到竟强横如斯。望郊城内，将千鹤身影闪烁，将一位位玄天宗亲传护于身边。这一幕让他双眸欲裂。燕万里，我玄天宗可从未与你燕国作对。回应他的却是燕万里蔑视一切的冷笑。蠢货，你碾死一只蚂蚁的时候，会在乎这只蚂蚁如何看待你吗？大离皇室也好，玄天宗也罢，在他眼中都不过是蝼蚁而已，统统碾杀而过又如何？摘星阁主浑身月光冷冽，琥珀般的月瞳也焦急无比。他那两位爱徒此刻也被燕国强者围攻，虽然和长公主暂时会合，但落败是迟早的事。事实上，也就只有长公主等人还能多支撑片刻，其余原本是想观摩大比的三宗弟子的哀嚎惨叫，早已响彻全城。莫老的嘴角已然被震出血迹，他挡住最强的燕万里本就压力最大，可依然忧心忡忡地望向那一袭红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各自为战，都得死。这话是对江千鹤两人说的，而他更担心的是长公主等人，这可都是他大离皇室栽培多年、耗尽心血的下一代翘楚啊！雷霆灵体不仅战力可怖，而且速度极快，此等追杀屠戮，他大离年轻一代根本没人能逃得掉。再这么拖下去，长公主等人怕是得死在他们前边。尤其是当他注意到护着云霓裳的秦修，那一道道龙吟不断震碎四面八方的灵力，莫老便心如刀绞。这尊神体，这尊曾选择他皇室学府，曾和他有2年多的师徒情谊的神体，绝不能夭折在此一瞬间。莫老眼中闪过将生死度之身外的决然。宁震，开秘境。此话一出，江千鹤与摘星阁主脸色骤变。你疯了！要知道秘境中龙威狂横不已，每次开启秘境都需要他们3位耗费极大的灵力，而且这还是在平时的状态下。此刻燕万里已一敌3都不落下风，关键一旦凝聚力量开启秘境入口，他们和站着不动没任何区别。说实话，以莫老的实力，若是想独自苟活，是有机会逃走的。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却将一切抛之脑后，怒吼比先前更加决绝。我说结阵。江千鹤与摘星阁主对视一眼，也愤然豁出去了。今日燕万里率众而来的屠杀，只是燕国吞并大黎的第一步，纵使今日苟活，用不了多久也会被燕国铁蹄踏门而入。正如莫老所说，覆巢之下无完卵，以燕国强大的实力，根本不会允许自己吞并的版图上存在什么3分势力。江玉珏乃是他最亲爱的弟子，甚至已经视作亲生儿子般，他活着，玄天宗就留有一道传承香火。结阵，3大强者齐声怒吼，顿时遮天蔽日的磅礴灵力暴涌而出，向着秘境所在之处的当空轰去。霎时间，空间震荡，竟缓缓裂出一道散发着无边凶力的裂缝。尽管秘境当中也凶险无比，可也好过这里的屠杀。芷柔，还不过来！全力应战的长公主只来得及匆匆一瞥，可她刚回眸看到的就是满脸狰狞的燕万里，拳风都轰进了莫老的胸膛上。莫老浑身剧颤，气色瞬间变得灰暗萎靡，可他却依旧死死咬牙，傲立当空，全部灵力都用来开启秘境。师尊，师尊！长公主那双凤眸瞬间赤红无比，燕万里的4声嘲笑如一柄柄锋利的刀剑，让他心痛欲碎。哈哈哈，还真是感天动地啊！站在这给我打！不出几日，我燕国强者便可踏平2等黄都，国都亡了，保这几个不入流的废物又能怎样？轰轰轰！每一拳轰出都蕴藏着恐怖的杀意，每一拳落下，莫老的身躯便剧烈颤抖，一团团血雾爆开，宛若将天地都染得变色。秦修也见到了这一幕，短短几息，莫老便苍老得如风中残烛，却还强撑身躯，令裂痕一点点开启。院长，秦修提剑犹如杀神，那尊炎龙也仰头狂笑，似要将眼前一切敌撕成碎片。却见莫老咬牙，苍老的眸中光彩都越发暗淡，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吼：既然喊我师尊，那还不听师尊的话速速进去！莫老已然是用最后的生机强撑，这么重的伤势，此刻纵然收手，也断无生还的可能。那一刻，云霓裳美眸中也一片雾气，
他浑身绽放出清冽而强大的剑意。在学府2年多来，莫老为他引荐各大优秀导师，还不时亲自指点于他，给出的呵护与优待也于其他亲传弟子无二。可以说，莫老不只是长公主的师尊，更对他和秦修师恩重如山。江千鹤在那一刻都深深动容，莫老无愧为学府之扛鼎，这是在用命护佑大黎的未来。玉珏还不带他们走？记住，玄天宗的未来就托付于你了。江玉珏眼中也满是愤恨与苦痛，可他身为玄天宗的首席，显赫的不仅是实力，还有宗门的兴亡。他猛地咬牙，与摘星阁主的2位亲传合力杀出一条血路。飞遁于秦修上空时，他祭出灵力化作手掌，猛地将2人拽起，同时对长公主怒吼：你想让莫老白死吗？走！长公主那双凤眸早已泪如决堤，什么时候她大黎如此狼狈，被人当猪狗一样的屠杀，还让师尊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给他们争取到一丝逃命的机会。实力，我若有实力，今日被当作宰鸡屠狗的，将会是他燕国贼人。这是秦修几人灵魂深处的咆哮，前方的裂隙已然化作一道圆形光幕，而莫老整个人也已生机凋零，他的心脏都已被打穿，碎裂成血肉，却依旧在倔强而微弱地跳动着。燕万里也没想到，他竟然能当着自己的面开启秘境，不屑地一甩手上血迹。你这条老狗，骨头倒是真硬啊，但开启了又怎样？轰杀你大黎学府院长轻而易举，我大雁天教杀你们黎国这几个丧家之犬，同样易如反掌。九霄，留住他们！燕九霄闻言，嘴角上扬，浑身肌肤竟都凝聚出一道道雷霆交错的灵纹。你们黎国连逃命的本事都这么差？嗖！雷霆破空，几息之间就横在了秦修等人前方，凌空傲立。让本皇子送你们去陪那条老狗。燕九霄戏谑间，指尖跃动着耀眼可怖的雷弧，这声讥讽让秦修的恨怒爆涌到了极点。他的掌间也赫然多出一柄利剑，赤红的龙晶闪烁着疯狂。他希望长公主和燕九霄能与他有些默契，只要牵制住他几息，自己的第5剑绝对能将这狂妄至极的雷霆灵体斩成齑粉。不，一剑封喉太便宜他了。仅剩的理智告诉秦修，他要将燕九霄的手脚斩断。你不是姓燕吗？你不是高高在上的燕国皇子吗？那用你的命来换莫老的，来为所有人斩出一条生路。感受着秦修冷冽至极的剑意，长公主一阵惊骇，下一瞬她亦是凤眸淡漠，杀意翻涌。长公主玉手化作2道火凤傲鸣，将要对上燕九霄的耀眼雷霆，而秦修手中剑也已化作一道凌冽森寒的剑芒，划破当空。可让2人意想不到的是，莫老在瞬息之间竟横跨当空，苍老的身躯护在了秦修身前。轰！燕九霄纵然再强，也不过是燕国年轻一代，换作平时根本难以威胁到莫老。但此刻的莫老早已是风中残烛，他的心脏都已然快要破碎。秦修只看到一道凝聚雷霆的狠厉拳锋，轰透莫老的后心。那一刻，他双眸欲裂，杀意滔天。然而，这是莫老为他们最后一次遮风挡雨。他脸色苍白，一手死死扼着燕九霄的喉咙，另外一掌轰出，将追杀而来的燕国众人震退数10丈。他再也不会怀疑秦修的实力了，或许他们齐力的确能与燕九霄分庭抗礼，但燕九霄无需分出胜负，只需拦住他们片刻，他用命开启的秘境便将功亏一篑啊！院长，师尊，秦修和长公主只觉心如刀绞。他们都知道莫老本可以逃走的，可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以命为他们搏出一条活路。更让秦修触动的是，莫老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竟还对他撑起抹欣慰的笑容。紧接着，秦修就感觉掌心紧紧握住一枚令牌，那正是象征着皇室学府传承的令牌。聚天下英才，成大黎荣幸，我做到了。莫老的声音无比虚弱，长公主发疯一般捂住他的心口，想为他止血，可却于事无补。很快，他那双纤纤玉手也被染成一片嫣红。师尊，不要再说了。莫老牵着他的手，与秦修紧紧握在一起，那枚承在大黎学府的令牌俨然成为最后的见证。秦修，能与你结缘一场，老夫今日虽死无悔。秦修能感觉到莫老的手因失血过多而如枯木褶皱，他的手很是冰凉，刺得秦修的心如坠冰窟。他如垂目燃尽的长者，道说着最后的夙愿，以后照顾好芷柔。轰！莫老吊着的最后一丝力气，化作助秦修等人飞遁入秘境的力量。不，长公主早已哭到泪眼模糊，拼命地摇头。秦修只觉视线都变得血红，眼前是散发着凶险龙威的秘境。他回头看去，只见那道为大黎鞠躬尽瘁到最后一刻的身躯无力地陨落。砰！秦修等人犹如横跨虚空，坠入了秘境当中。这里一片寂静，崇山峻岭，荒野连绵数百里，却处处充斥着死亡与荒芜，宛若从一场屠杀又坠入另一座坟墓。师尊，
长公主悲痛无比地怒吼着，她从未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为莫老送终。萦绕她的火凤仰天悲鸣，她青丝凌乱，奋力想要再杀回去，可透过迅速闭合的裂痕，几人也只能看到逐渐不敌的江千鹤与摘星阁主。师尊，此刻的几人眸间皆写满恨意。秦修也赫然想明白，莫老最后为他挡下那一击是多么关键。他能杀燕九霄，又能杀得进燕国吗？令牌在秦修掌中握得阵阵发颤，掌心的皮肉都深陷于纹路之中，染红了那沧桑有力的大离二字，更燃起了他心底复仇的烈焰。鲜血染红的不仅是大离二字，更是实力二字。没有实力，在这世间就如猪狗一般被随意宰杀。没有实力，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莫老陨落在他面前。这一刻，秦修发誓一定要比之前更勤奋刻苦10倍100倍的提升实力，一定不会让莫老的血白流。待我神体大成时，以燕姓贼人之血祭莫老在天之灵。良久过后，望郊城内满地尸骸，血流成河。江千鹤已然凌厉不知的单膝跪地，摘星阁主的薄纱早已被轰碎，娇美丰韵的身躯伤痕累累。燕万里也长舒一口气，嘴角闪过抹愚弄。多亏那姓莫的老狗想不开，非要舍生取义，否则他必然还要苦战许久。遥望着龙陨秘境，燕万里却感到可笑。姓莫的，你真是可怜又可笑。你以为豁出性命就能给他们拼出一条活路？龙陨秘境的凶险，他也早有耳闻。如果是以往离国排名前10的年轻一代进去，或许还真成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但他刚才只模糊地觉察到，好像进去的人里还有2道炼气境的气息。燕万里摇头嗤笑，并未多想，估计是离国的什么皇亲国戚吧。这种实力没被刚才的余波碾死就算命大，但休想从龙陨秘境中活着出来。九霄，去看看，别有什么漏网之鱼。既然是灭国的第一步，那就定然要斩尽杀绝。剩余的燕国强者轰开废墟，拽出幸存的离国之人，哪怕是前来围观三宗大比的子民，也未曾放过。惨叫声再次响起，突然间，一道狼狈的身影被人从隐蔽的角落拽了出来。长得倒是不错，这身材也很够劲啊。此人正是云雪容。他刚才趁乱躲藏了起来，衣服早已在刚才的屠杀中被震得衣衫褴褛，惹火挺翘的娇躯满是泥泞血迹，被粗暴地拖拽着头发。别杀我，别杀我，求上国尊使开恩，让我做什么都行。见证了燕国手段之凶残，云雪容早已被吓得俏脸惨白，语无伦次。几位燕国强者打量着他的目光中满是邪欲，楚九霄眸中却闪过抹射人的雷光。有意思，竟然还是一位水药灵体，还好没放过你这条漏网之鱼。当然，水药灵体且才刚刚筑基，在他眼中毫无威胁，却不想云雪容为了活命，竟手脚并用地爬到他的脚边，搂着他的裤腿，颤声叫喊：我这灵体在殿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但我离国还有一尊神体，就是那个炼气巅峰被送进秘境的那个家伙。云雪容急忙指向龙陨秘境的方向，如此重要的消息，兴许能换他一条性命。可楚九霄闻言，却双眸微眯，暗藏滚滚雷威的一掌就将他拍得吐血轰飞。这么白痴的谎话也想蒙骗我？就凭你们离国这穷乡僻壤，岂能诞生神体？就连他大雁都未出现过神体，那分明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云雪容又连忙爬到他脚边，眼中除了哀求，还有阵阵怨毒。殿下，我岂敢骗您？不信的话，您可以问他们。那神体名叫秦修，上国法驾之前，他刚打败了一位筑基巅峰。出卖秦修，他毫无心理负担，甚至在他看来，要不是为了一雪前耻，他都不会来这里。等大燕上国的强者将秦修挫骨扬灰，自己也算为其解决了一大隐患，这功劳足以让他活命。眼见他说个没完，江千鹤都顿感气血翻涌，双眸怒瞪：孽徒，给我住口！这世道弱肉强食，输便输了，我玄天宗用不着摇尾乞怜。他和莫老明争暗斗了半辈子，也为秦修选择皇室学府而郁闷许久，但此时莫老的尸骸血未流进骨未寒，他对其只剩一腔敬意。秦修真没说错，你就是个无情无义的婊子，我玄天宗怎会收了你这孽障？可他的怒吼却让燕万里眼中泛起抹金芒。这水药灵体还可能是为了求饶胡言乱语，但江千鹤的态度难道离国真出了一位神体？燕万里一时间脸色无比凝重，他着实没想到区区卑贱小国竟能诞生举世无双的神体。随即他看向云雪容的眼神泛起抹赞许，这个消息可实在太重要了，怪不得那姓莫的宁肯被活活打死也要护他们进去。他还当是为了离国长公主，原来还有更重要的神体。狞笑间，燕国一众强者无不是又泛起凶厉的杀意。一尊神体若是成长起来，那绝对会成为燕国的心腹大患。斩草必须除根，他们刚才
是进去了6个人。是。燕九霄颔首，嘴角始终挂着那抹灭是一切的戏谑。不过算上神体，足足有2个炼器。燕万里听到此，顿时长舒口气，悬着的心终于不再担忧，放声大笑。6个，也就是说我还能送你们4个人进去。最关键的是，九霄殿下这几年专注于磨砺雷霆灵体，并未着急突破玄丹，他依旧是筑基巅峰。6打4，其中还有2个炼器，这一战他都不知道离国那几人哪能有半点活路。就算那神体可以炼气战筑基，但赢的也不过是被他大雁随意屠杀的垃圾，岂能和他此次带来的心腹相提并论？望着龙陨秘境，燕万里神色阴狠。姓莫的，你以为你豁出性命就能保住那尊神体？痴人说梦。九霄，你挑3个人，其余人随我开启秘境，送二等进去。燕九霄一脸不以为然，而且没记错的话，进出秘境都是需要外界有强者开启的，也就是说那6个丧家之犬再怎么逃也只能在秘境当中躲藏。对他而言，不过就是藏在阴沟里的老鼠，搜寻起来费些力气，但迟早会被他带到，终是死路一条。神体有意思，我也没想到这辈子竟然能亲自扼杀一位神体，嘿嘿。与此同时，秘境之内，长公主几女泣不成声，而江玉珏虽满心悲痛，可他和秦修对视一眼，显然都极为清楚，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冷静，赶紧走。以燕国的手段，极可能会斩草除根，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立刻往秘境深处躲藏。他和长公主就足以让对方打定杀心了，更别说倘若有人把秦修的身份透露出去，江玉珏带着催促的陈赫，让几人暂时放下悲痛。他们环顾着荒芜的山野，已然能隐约听到凶兽震彻百里的低吼。他说的对，秦修也沉声道，而且诸位也该暂时放下成见，同仇敌忾，再像以前那样3大势力分道扬镳，各走各的，发现宝物和机缘时还时刻提防被他人抢走，那样只会死得更快。江玉珏和长公主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闪着同样强烈的恨意。以前的两人为了大黎第一争斗多年，可现在大黎第一在燕国的屠杀面前就是个笑话。几人踏上逃亡，而且为了隐匿行踪，长公主等人也不敢凌空飞掠，在秘境中飞行，简直就是告诉凶兽自己的行踪。而凶兽平时的低吼和遭遇敌人的怒吼，稍微仔细一听就能分辨出来，所以他们此次不是来找寻机缘的，而是尽量避开会引起动静的一切。这一路，江玉珏在前开路，摘星阁主的2位侍女相互搀扶着，长公主则挽着云霓裳，让她别因为觐见而落慢步伐。令江玉珏暗暗惊讶的是，在不飞遁的情况下，秦修的身法迅敏，完全不输他们，气息平稳而轻缓，反倒是最不让他担心的那个。只是这一路上，几人都沉默无声，身负的血海深仇让几人比先前任何一次探索秘境都要压抑。好在长公主等人有先辈们无数次探索绘制的详细地图，标注出了大部分险地，身边不时有散发着嗜血残暴的庞大身影从他们身边掠过，好在几人刻意隐秘之下，一路有惊无险。可没过去多久，一道裂痕的出现惊动了秘境中的凶兽，秦修耳边顿时响起沉闷的吼叫。几人回头看去，正是秘境再次被开启。他们能进来4个人，燕九霄也还未突破玄丹。江玉珏短短一句话，就令长公主几人本就灰暗的脸色愈发苍白。4位燕国强者，燕九霄的实力之强，早在刚才他们都已深深领教。再看他们，虽然有6个人，但哪怕他不小觑秦修，可云霓裳终归不能算作战力，甚至还得时刻分出1人保护。而且最让江玉珏崩溃的是，燕国强者要开启秘境，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灵力，这个过程也必须无人打扰。那他师尊和摘星阁主究竟是趁机遁逃，还是已经江玉珏不敢再往下想？何况他现在连能否保全自己都是未知。咱们究竟要逃到什么时候，又能逃到几时？突然间，摘星阁其一少女开口，她名为心灵，另一人名为心妙，你们还记得咱们以前是怎么出去的吗？此话一出，江玉珏的表情顿时僵住了。以前他们是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莫老3人联手开辟进出的裂隙，可现在已无退路，去找他们拼了。长公主那双凤眸中翻涌着毕生难忘的恨意，但江玉珏一句话就让她哑口无言。咱们要是拼得过，还会逃到这里边吗？长公主背齿紧咬，朱唇都因愤恨而咬出血来。那你说怎么办？逃又无处可逃，难道回去求饶吗？四周又陷入了沉默，两人都低下了头，被追杀的心烦意乱，无处发泄，此刻好像又堕入一条死路。沉默归沉默，几人的步伐并未停下，江玉珏此刻也只能祈祷燕九霄并未最先向他们这个方向找寻，不然心妙突然顿住脚步，在众人的注视下弱弱开口道：莫老和江宗主应该也和你们提到过此地的心秘吧？这秘境是因为那尊蛟龙的龙魂万年不散才封天彻地，我在想
如果能灭杀其残存的龙魂，会不会就能离开秘境？此话一出，走在最前面的江玉决竟笑了，只是那笑容3分苦涩，7分皆是自嘲。灭杀那道龙魂，那咱们还是回去找烟九霄拼命吧，兴许还有调生路。那尊龙魂是何其恐怖，如若能轻易消灭，这处秘境也不会世代留存，那千丈龙师的诸多宝贝也早就被瓜分干净了。星妙也清楚自己这般想法是何等荒谬，与之相比，好像他们去找烟九霄拼命，生还的可能性还大一些。当然，这也只是10死无生和9死1生的区别，或者说对他们毫无区别。关键，烟九霄还不是一个人，他召集的3位同伴必然都是燕国强者，每一位的实力都不会弱于他们。更麻烦的是，就算杀了燕九霄，他们依然被困在秘境里。难道还要在这困顿3年，然后等燕国下次派10位强者进来把他们灭杀干净？思绪越想越乱，气氛也是越发的沉重。秦修并未插话，因为他的目光被刚才悄然越过的一处山崖吸引。在山崖之下，常年被烈阳直射，他隐约瞥见崖间结出了一株熠熠生辉的灵果，和他在父亲的心得上看到的天阳习髓果很像。这可是他炼制龙血髓阳丹的2大珍奇药材之一。龙陨秘境不愧是机缘与凶险并存的宝地，但秦修此刻也只能强压着激动，因为刚才路过时，那里有一只气息强横的凶兽盘踞着，能不能打过是一回事，他们此刻在逃命，凶兽被袭击的怒吼，相隔极远都能听到。秦修无奈只能继续赶路，而就在他思索该如何找到一条生路时，却见江玉珏突然顿住脚步。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几人顺着江玉珏的目光抬头看去，竟见远处的天空之上，宛若升起了一轮雷霆凝聚的人影。雷霆肆虐而狂傲，四涌而出的雷光，似要与当空的烈阳争辉一般，轰轰轰。紧接着，几人就见到雷霆肆虐而出，很快就惊动了数位凶兽，向其飞掠袭杀而去。只见燕九霄一边轰袭飞来的凶兽，在其身边的几位同伴也临危抱拥。他们并没有分散着搜捕，虽然那样效率极高，但燕九霄很清楚，离国那几人大概率是抱团在一起的，走散开来，被逐个击破这种低级错误，他可不会犯，他绝不会给那神体半点苟活的机会。只是这么相聚在一起搜寻实在太慢了，秘境茫茫望不到边际，这样下去不知要浪费多久。但他想到个好办法，只见他傲立当空，抱拥雷霆之威，一道道雷霆并无目标，却如狂雷暴雨般向四面八方轰袭而去。尽管如此威力分散，想要劈中离国那几人如大海捞针，他也并不觉得自己的运气能这么好，这么做只是为了去惊动盘踞在秘境各处的凶兽。凶兽一旦被惊动，立刻会陷入狂暴，很可能会撞破那几只躲藏的老鼠。以凶兽的灵智，可不会思考那么多，只会攻击闯入其领地的离国几人，这可比他们这么漫无目的找下去容易多了。畏首畏尾的老鼠，给我滚出来受死！只听燕九霄高声讥讽，一道道雷霆肆虐而过，立刻就见森林燃起成片大火，山石崩碎，其头顶的云层都被耀目雷光笼罩。很快四面八方的凶兽都被触怒，一声声怒吼震彻秘境。秦修还能听到远处凶兽奔腾的脚步，震得大地都为之发颤。江玉珏等人脸色骤变，瞬间猜到了燕九霄的用意。咔嚓轰！然而就在此时，却见一道雷霆劈落距离他们数百米外的山崖间。几人倒是毫发无伤，可山崖里一声凶狂的怒吼让几人毛骨悚然。不好！秦修等人刚想迅速离开，可先前他们悄然躲过的凶兽已然跃于山顶，充满残暴的巨大兽瞳正好俯视着他们。操！江玉珏忍不住咒骂出声，凶兽被惊动，直接发现了他们。怎么办？逃还是战？这凶兽散发的气息令长公主等人脸色骤变。江玉珏脸色阴沉，跑！这凶兽就算追不上他们，但一路纠缠也会极大影响他们的速度，而且这一路奔腾的动静简直就是给燕九霄引路，甩不掉，速战速决杀了他。江玉珏憋闷到了极点，其实杀了这凶兽也比逃强不到哪去。凶兽被斩杀时的哀嚎，燕九霄绝对能分辨出来。更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这尊凶兽散不出的气息竟然是结丹。从表面看去，这尊凶兽已死，它乃是一尊身长10数米的巨狼，其半颗脑袋已然被削掉，身躯都已腐烂，后肢都能看到森然兽骨。但是这里的凶兽被龙威奴役，巨狼被削掉的半颗脑袋竟有着和其兽躯一样的虚影，正是其兽魂。那一明一暗的狼瞳散发着幽冷嗜杀的凶芒，其残存的灵智并不知道也不在乎眼前之人是离国还是燕国闯入秘境者，统统灭杀。别留手！江玉珏当机立断，还好这凶兽的实力比生前弱了几分，而长公主和摘星阁两女也深知事态紧急，几人浑身灵力暴涌，直接动用了杀招。秦修也手持利剑，他想要加入战局，却放心不下云霓裳。云霓裳却紧咬樱唇，声音充满自责：
不用管我，快去帮他们。这一路他无比内疚，自己是最拖后腿的那个，连逃跑都要长公主带着才能不掉队。秦修重重颔首，凌冽剑意攀涌起寒芒的同时，又猛然喝令炎龙去把那株天阳洗髓果采了，然后保护好它。反正已经惊动凶兽了，他采摘与否也没有任何影响。炎龙怒吼一声，化作龙影冲下山崖，而秦修也提剑杀向巨狼。轰！长公主4人的全力轰击，令这凶兽发出痛苦而又狂怒的狼嚎。巨狼本就残破的身躯血肉炸裂，兽骨崩碎，可他的肉身着实强横，修行者可修炼武技功法，凶兽俨然也有着天生奇异。巨狼兽瞳的凶芒越发猩红，几人都知道此刻每拖延一息，燕九霄就越可能发现他们的踪迹。秦修身若狂龙掠过几人，手中剑锋闪过一缕森然的剑芒，令与之擦肩而过的江玉绝顿感一阵刺骨杀意。第一剑天书，秦修没有丝毫耽搁，一剑斩出，剑威如星辰怒耀，顷刻间就将巨狼开膛破肚。巨狼腹中的血肉内脏几近腐烂，但却有一颗残破的兽丹在剧烈跳动，这正是凶兽的力量源泉。江玉绝被这一剑震得心神动荡，这巨狼虽是腐尸，可肉身强度绝不弱于他们，虽有他们杀招铺垫在前，才能让秦修有机会一剑斩其兽丹所在的腹部。但秦修这一剑的威势，显然足以令筑基巅峰强者身首异处。江玉珏猛然回忆起秦修在擂台与柳师弟一战所说，他不是不会武技，只是对付柳师弟根本不屑动用。此刻看来，当真没有半点吹嘘。轰！紧接着又见秦修斩出第二剑天旋，星辰与剑芒融为夺目可怖的杀意，将巨狼的腹部赫然斩裂开来，锋芒最盛的剑尖刺在兽丹之上。砰！蕴藏着凶悍力量的兽丹顿时四分五裂，爆裂出的气浪令山崖剧烈震颤，哪怕云霓常躲在远处，也被惊得俏脸一阵苍白。而江玉珏此刻也才认出来，秦修这剑法乃是离剑玄前辈的绝学星罡七杀剑，他竟然已经修炼出了2剑。其他剑法或许江玉珏还不会如此震惊，可离剑玄前辈乃是和星辰灵体一战威震大离的绝世剑修，他自创的绝学有多么难以参悟，他貌似从未在皇室学府弟子辈身上见过有人施展出第2剑，这就是神体的悟性吗？简直恐怖如斯。江玉珏难以想象，秦修可是连境界都没落下，甚至修炼速度还远超预期，那他的武技只能是百忙之中偶尔钻研磨砺，就这短短2年竟已能斩出第2剑，只能说秦修这尊神体绝没有辜负莫老舍生取义，若是成长起来，燕国又当如何？但现在说这些都太过遥远，仅凭这些也绝不是燕九霄的对手。以燕九霄的天赋和享受燕国最顶级的栽培，没有着急突破玄丹，可想他的灵体功法武技绝对是同境无敌。快走！江玉珏回过神后急喝一声，身形化作疾影连忙奔逃而去。他们斩杀这凶兽的速度已经够快了，可还是无法阻止巨狼倒地时发出的那一声不甘的哀嚎吼，这震耳的声音哪怕秦修等人跑出很快也依旧能听到。与此同时，一位盘坐的燕国强者耳间突然微微颤动，赫然睁眸指向秦修等人的方向。殿下，那边刚才那声音是凶兽被杀的动静。燕九霄闻言，双眸之中雷光涌动，轰然间化作一道快若奔雷的残影，所过之处空气似乎都被撕裂了，发出刺耳的声音。其雷霆灵体飞遁的速度俨然要胜过秦修等人小心翼翼奔逃的速度数倍。东躲西藏的老鼠终于露出尾巴了。尽管秦修等人在那道雷光降临山崖之前已然奔逃出很远，可被燕九霄锁定一次位置后，他们之后暴露踪迹的风险将极大提高。怎么办？根本躲不掉。心灵匆忙回头看了一眼，发现燕九霄又化作雷光傲立当空，雷霆再次向四面八方肆虐而去，显然是要故技重施。这么折腾下去，他们迟早还得遭遇被惊动的凶兽，不出几次必然会被燕九霄彻底发现。江玉珏也憋屈到了极点，他望着秘境深处，语气发狠：只能按你说的拼一次了，去找那尊蛟龙的尸体，咱们联手试试能不能杀出一条出路，如果不行，那就只能回头跟他们拼了。江玉珏也并非完全鲁莽，他这般选择属于逆向思维。他们知道龙威可怖，不敢靠近，燕九霄同样对此很是忌惮，所以向最深处的龙尸逃去，被追上的可能反而最低。当然，若是燕九霄也猜到这点，那他们这就是自己走向一条无法回头的死路。可他们没得选，江玉珏愤恨咬牙，就算是死也得咬燕国一口肉下来。唯一算是好消息的，那便是他们此行的实力其实要比以往进入秘境强大太多。他们4位乃是3大势力最强者，要知道以前在秘境他们都是各自为战，不互相使绊子就不错了。再加上2剑斩碎兽丹的秦修，就算九死一生，那还能搏一线生机。打定主意后的几人
也无需再东躲西藏，直奔龙威最为可怕的秘境深处。这一路的速度加快不少，令几人暗松口气的是，烟九霄的确没有第一时间猜到他们的行踪。那道凌空傲立的雷光离他们越来越远，终于秦修一行人来到秘境的深处。在这里，天日无光，乌云盖顶，秦修见到一尊浑身墨黑的龙狮横于大地之上，在远处看去时，犹如一座巍峨的长城。蛟龙虽死，可龙魂未散。这一路走来，暴虐的龙吟令秦修等人举步维艰。放眼看去，江玉珏和摘星阁两女的耳中已然被震出血来。长公主浑身灵力化作火凤利明，她保全自身的同时，还要照顾云霓裳，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秦修见状，连忙祭出炎龙，护佑在两女身前。长公主这才感到压力骤减，同时她和云霓裳也暗感惊讶。这尊炎龙刚一出现，就将龙狮散发的龙威抵挡了大半。被乌云笼罩的窒息终于能长舒口气，然而秦修却剑眉微蹙。这尊龙狮横跨千丈，震得大地都遍布沟壑，他们才刚刚靠近龙威，都如此可怖。而且最外围，也就是从龙尾开始，已经干枯破碎。定睛看去，发现龙鳞龙骨都残缺不堪，明显是被灵宝利器剥落的。显然，尾部的龙鳞以及诸多至宝都被他们之前进到秘境的人搜刮殆尽了。毕竟谁都不愿再往前承受更可怕的龙威，有些可能都要追溯到莫老之前的三大势力先辈们。所谓江玉珏几人也没有搜刮东西的心情，他们此行可是要去唤醒乃至触怒称霸这里万千岁月的龙魂，要么曝尸荒野，而且以后离国大概率也没人能给他们来收尸，要么杀出一条活路，皆在此一举。然而那尊龙狮依旧如沉绵般盘踞未动，单单是走向其所要承受的凶威，都令江玉珏几人的护体灵力激荡不已。云霓裳见状，更加为秦修担忧。要知道，这几位可都是离国最强的年轻一代，都被凶威压得难以抬头。云霓裳美眸中泛起一片水雾，却觉得自己连哭的资格都没有。自己究竟弱小到了什么地步？不仅一路需要夫君和长公主帮扶，甚至云霓裳很清楚，如若她不是秦修的女人，根本都不值得莫老以命保护她。她这条命，哪怕换作任何一位离国排名前10之辈，都能在燕九霄面前多一分胜算。夫君，不行，我退到一处隐秘之地，不能再拖累你们了。秦修闻言，剑眸泛起一抹怒意，不是生气云霓裳的拖累，相反是不愿看到他这么想。别再说这种傻话了，我还撑得住。秦修言语间充斥着霸气，他是在安慰云霓裳，而且在这龙狮的赫赫凶威面前，他的确没觉得那般寸步难行。毕竟炎龙这2年的地火不是白吞炼的，那一池灵液也不是白炼化的，何况除却炎龙，他体内还有2道狂傲赤金的龙气。只见炎龙龙鳞路数对着那尊庞然可怕的龙狮不断发出低吼，满是不忿与桀骜。尽管受限于秦修的境界，他和这千丈蛟龙相比显得很是渺小，但他浑身烈焰升腾着显赫龙威，似乎在蔑视这区区血脉混杂的蛟龙。秦修勉强还能承受，但自从靠近龙狮后，他就一直感觉一道极其恐怖的力量在暗中窥探凝视着他，想来便是那道残存的龙魂在作祟。几人谨慎地靠近龙狮，唤醒龙魂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踏入一定的区域内即可。江玉珏每一步都走得胆战心惊，他不担心无法唤醒龙狮，相反，他恐惧的是唤醒龙狮后该如何杀出一条生路。他也看出来秦修的功法似乎与龙威息息相关，但就如他虽是神体，却还要被灵体的烟九霄追杀的一路逃遁一样。这具蛟尸离国数千年都无法解决，秦修那道几丈长的炎龙和千丈相比，简直如萤火皓月。摘星阁两女一路上娇躯也站立不断，越是靠近，这股心悸至极的威压越让他们觉得还不如去找烟九霄拼死一战。突然间，秦修好似看到蛟龙的眼睛眨动了一下，那漆黑如2轮黑月的龙晶之中迸发出暴力滔天的凶威。砰！下一瞬，横跨千丈的龙躯猛地苏醒，龙鳞破碎不堪的龙尾随意一扫，便是地动山摇。摘星阁两女已经时刻保持着警惕，可依旧瞬间便被龙尾重重甩飞。身在半空，两女的护体灵力便碎裂开来，潭口吐血不已。不好！江玉珏惊骇不已，龙魂沉眠时他还抱有一丝侥幸与忐忑，可当龙狮真正苏醒时，他才知道先前的凶威只是冰山一角。只见蛟龙摇晃着头颅，低吼声也从懵懂渐渐变为狂目凶残，其一颗头颅便可遮住头顶烈阳。随着其苏醒，凶威越发令人毛骨悚然，阴云越发沉厚，压得人不见天日，压得人心神剧烈。吼！怒然爆吼的龙口猛然张开，吼叫而出的龙息令空气都化作一道数10米的漩涡。江玉珏被震得浑身青筋暴起，短短刹那，他就只能看着自己的护体灵力层层破碎。黑龙醒目，天地变色。长公主匆忙凝聚灵力，可她那犹如火凤的华丽灵光凝聚刚刚乍现，就被震碎为一片光蓝，炸碎绝望。江玉珏几人眼中只剩看不到半点希冀的绝望。
如若说他们对燕九霄是惧怕，但他们4位联手也未必没有丝毫胜算，主要是其身边还有3位不输他们的燕国强者。但这千丈黑蛟仅仅龙躯横扫，就令他们难以招架。放眼看去，几位筑基巅峰之人轰出的灵力都被黑蛟一声怒吼震碎。江玉珏取出一柄法宝长刀，凝聚灵威展出的一道强横劈链，还未近身就被狂蛟挥舞龙躯震碎大半。残存的刀光斩在龙鳞之上，就见龙威只是轻微的颤动，连脱落的迹象都没有。江玉珏惊恐难言，这还是数千年岁月消磨下龙师不及巅峰时10之1/2的凶威。但尽管如此，都让他们深感刚才所谓的搏出一条生路是何等自以为是的可笑。江玉珏咬牙，此刻最好的结果也只剩祸水东移，将这龙尸引向燕九霄，或许还能拉他陪葬。但下一瞬，江玉珏便整个人彻底崩溃。只见黑蛟龙首俯视，凶威如万丈高山压下，令几人连身形都难以动弹。紧接着，一声充斥着狂喜又暴躁的龙吼响彻，秦修便见到一道黑龙虚影从千丈龙尸破体而出，那狰狞可怖的龙首就正冲着他俯瞰而来。黑龙虚影正是其酝养数千年的龙魂。轰！几人根本反应不及，就看到千丈龙魂轰入秦修的心口。夫君！云霓裳美眸颤动，更让他惊恐的是，这龙魂并未撕碎秦修的胸膛，反而引入他的体内。几人眼睁睁看着千丈黑龙自狰狞的龙首到搅弄天地的龙尾，尽数钻入秦修心脏。轰！下一瞬，便见秦修如坠九幽，浑身剧颤。长公主刚想上前，就被其体内爆发出的一道凶威震得吐血。紧接着，几人便听到自秦修体内响起一道嘶哑却难掩凶残的狂笑。哈哈哈！几千年了，没想到竟让本尊等到了一具神体。这道声音中蕴藏的威势，竟令几人内心绝望的同时，还忍不住臣服敬畏。江玉珏双眸欲裂，这是夺舍。先辈们的猜测没错，这具龙魂奴役此地的凶兽，残杀那么多离国年轻强者，就是伺机而动，夺取一具其看中之人。而秦修的神体，不就是最让其满意的猎物？黑龙也未曾想到，当年他遭受重创，命不久矣，只能选择肉身陨落，以秘法尘封龙魂不散。这万千年来，他见过太过人闯进，觊觎他的龙鳞龙血，但是在他眼中，这些人族都太弱了，大部分还未来得及逃遁就被轰杀。这样的猎物显然不值得他夺舍，但选择陨落在离国也是无奈之举。毕竟若是陨落在强者云集的地狱，那被分尸的就该是他了。这些年他也见过一些灵体，但依然觉得不够。他还从这些人族口中听说，这偏壤之地曾诞生过一位星辰灵体，只可惜那家伙灵体大成前谨慎胆小得很，根本就不曾进到这里。漫长的等待让他都越发厌倦。就在刚才，他捕捉到了一道雷霆灵体的气息，本想就这般凑合算了，可没想到在雷霆灵体之前，竟让他撞到了一尊绝世神体。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云霓裳只见秦修发出陌生又让他惧怕的狂吼，那修长挺拔的身姿也在剧烈颤抖着，似乎要不受控制仰天狂笑一般。本尊这一世有此神体，上至诸天，下彻九幽，谁人能挡？神体，万世罕见的神体，竟然让他给等到了。长公主见势不对，身如火凤般向秦修冲去，可还未到近前，身后突然浮现出一道千丈巍峨的阴影。轰！长公主被轰出上百米远，踉跄着抹去唇间的血迹，却惊恐地发现那具龙尸的龙筋已然浑浊无光，却还残存着最后一缕龙魂。这缕龙魂尚存最原始的战斗本能，俨然是在防止他们阻碍夺舍。不只是阻挡他们，遮天蔽日的龙威之下，碾死他们也不过是顺便的事。快逃！江玉珏已乱了分寸，这千丈狂蛟沉寂苦等数千年的谋算，根本不会给他们，更不会给秦修半点反抗的可能。那可是离国数千年都敬而远之的龙魂，虽然需彻底抹除秦修的存在，还要占据其身魂，过程并不容易。可秦修说到底才只是炼气巅峰，目前这种情况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反转的可能性。倘若残魂没有灌入秦修体内，江玉珏或许还会舍命陪其赌上一把，可现在别说赌命，再挨上龙躯的几次轰击，他连站起来都难。长公主和云霓裳双眸通红，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去，而江玉珏才飞遁出不远，就又正立当场。完了，彻底完了！江玉珏无力地呢喃着，见到龙魂的那一刻，他便失魂落魄。而在远方的天边，一道雷光纵横的身影还正迅速向他们而来。前有千丈龙尸，后有燕国追杀，这次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片刻前，燕九霄还在山林间搜寻，那位感知敏锐的同伴心思同样缜密。殿下，那几只丧家之犬会不会逃去龙尸所在之地了？卑职听说这具龙尸在此数千年，离国一直无能为力，甚至据说这秘境就是因为龙魂封印此地。燕九霄眸中雷光闪烁，对此他是极为不屑的。
龙师之威，连他都很是忌惮，就凭离国那几个废物，也想让龙魂给他们让出一条活路。痴人说梦。不过，你说的未必没有可能，干脆就过去看看，毕竟杀了神体和那几人，龙陨秘境也将归他大燕所有。那具龙尸的价值，让燕九霄都无比心动。而他没想到，自己才刚打定主意，就听见秘境深处传来的暴虐龙吟。这动静，那几个废物竟然真去惊动龙魂了。但燕九霄只是怔愣了一瞬，紧接着就狂喜不已。这回我看你们往哪逃！轰！燕九霄化作撕裂天穹的雷光，嘴角又扬起那目空一切的戏谑。谨慎了这么半天，就是怕神体逃遁出去，上演什么成长起来，后来报复他燕国的戏码。现在没准都无需他出手，等他赶到的时候，龙师已经把他们碾成一地碎渣了。而眼看雷光迅速逼近，将欲决意咬牙，只能又折返回去。长公主还在孤身一人与龙师拼杀，那袭似火的红裙早已破碎不堪，却依旧拼尽全力想要靠近秦修。就连云霓裳也只是躲在一处山石后边紧握利剑，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江玉珏却顾不得那么多，对着那尊龙师恭敬不已道：前辈，我等无意冒犯，实在是走投无路，请前辈高抬贵手，放我等一条生路。现在他只求一条生路，至于秦修是否被夺舍，他已经不想考虑了，这也不是他能左右的。然而千丈龙师纵横天地间，始终将他们视为蝼蚁般俯视着。被龙魂入体的秦修也依然是身躯剧颤，却似乎根本不屑理会他的央求。却不知龙魂不屑是真，更重要的是，他的龙魂轰入秦修的灵魂深处后，并没有预想中那般夺舍人族躯体的感知，反而他发现自己立于一片冷白的世界当中。这片世界似乎无边无际，却又苍白无物，只有一座看似渺小的山峰，却散发着让他都不敢僭越的威压。当他在仔细打量时，突然就见一道孤傲修长的身影，手持3尺利剑，向他斩出一道森寒剑芒。轰！这是龙魂未曾预料到的。他和人族不同，龙魂又以秘法沉睡至今，可是极其强大的。而这尊神体不过炼器，显然都还没机会成长，也不知是什么天赐良机，会让他慌不择路地进到自己的地盘。他刚才冲进秦修体内那一击，就该将其的灵魂生生震碎，然后成功夺舍重生的。可为何迎接自己的会是一道如此凌冽的剑芒？剑光斩在他的龙躯之上，一整片龙鳞竟然都被斩出深邃的剑痕。你的灵魂怎么会如此强横？龙魂吃痛的同时又十分惊错，这等灵魂强度在人族炼丹师当中都是十分不俗的存在了。难不成这小子气运爆棚到既是神体，灵魂也得苍天垂青？还是说神体本就会令灵魂也变得坚韧不凡？不愧是神体，本尊还真是低估你了。龙魂盘踞在一片冷白的世界，浑身散发的龙威将天地都染为凶厉的漆黑。不过你越是神威不凡，本尊就越是高兴。说到底，这小子也不过是炼气巅峰，而在离国这种小地方，能把他栽培得多强？无论如何，今天这具神体他夺定了。吼！一声嗜杀的龙吼，让这片天地颤抖的同时，秦修也深感灵魂剧痛无比，但他却紧握手中剑，剑眸深处泛起无边的杀意。这一路上的憋屈，他实在是受够了。甚至他的神体从觉醒那天就被人冒名顶替，因此害得霓裳心碎落泪。今日那位他十分敬重的长者为他而死，好不容易躲进这秘境，只为求一条生路，却还要被夺舍。秦修知道，在外界，霓裳还等着自己，长公主也还等着自己，莫老尸骨也还未凉。区区蛟龙，老子的神体是你想要就要的。今天先灭你这具龙魂，再把那杏烟的雷霆灵体挫骨扬灰。轰轰轰！灵魂世界中，秦修连续挥洒出10余道夺人心魄、灭魂断念的凛冽剑芒。他的灵魂极为强大，在这里，他不仅能如筑击强者那般飞天遁地，还能将剑意化作森冷的劈炼，横斩而出。黑龙见状怒笑一声，千丈龙躯狂舞横碾，残暴强横的威势化作漆黑的龙息镇压而去，似要将眼前这少年如蝼蚁般碾碎一人一龙，在天地间搏杀。而秦修的灵魂虽然无法有灵力加持，但是剑道造诣与剑意是蕴藏于灵魂深处，这让他的森寒剑芒竟将黑龙那如墨金乌金的龙鳞斩出一道道裂痕。不过这在长公主等人眼中，秦修始终浑身剧颤，剑眸虽似龙金般轩昂，但却是赤红与漆黑交融浑浊，宛若在承受极大痛苦。秦修，长公主担忧的同时，凤眸中又泛起一抹希冀。她想起来，在黄州这2年，秦修不时去请教徐会长炼丹一道，后者也夸赞其丹道天赋极为不凡。难道秦修的灵魂强大到能与这龙魂一战？长公主绝美的容颜泛起一抹决然，不管胜负如何，她都会在这陪秦修到最后一刻。
不远处，江玉绝慌不择路的又飞了回来，脸色惨淡。而那道撕裂云层的雷光以极其可怖的速度追赶而上，几乎只比他慢了几息，就赫然傲立于几人面前。这回我看你们往哪逃！燕九霄雷光凶横的眸光睥睨几人，确认一个不漏后，笑容如嘲笑蝼蚁，不屑至极。今日过后，离国再无未来，灭国指日可待。长公主四人如临大敌，凝聚浑身灵力抵御那灭世雷威的镇压，但燕九霄身后飞来的3道身影让他们的呼吸都为之一滞。这3位燕国强者俨然各具不凡，每一位都散发着不输他们的气息。4人凌空而立，彻底将他们的退路封死。突然间，燕九霄眸光一震，极致的杀意锁视着秦修巨颤的身影。秦修此刻周身暴虐的龙威让他很是诧异，但这也让他的杀意更加果决。先杀神铁！燕九霄行事狠厉果断，这声暴喝中还带着难以言喻的亢奋。这辈子他竟然能亲手轰杀一尊神体，还好这次天佑我大宴，让我今日就撞到了你，否则离国暗中全力栽培10数年，把秦修这尊神体捧上玄丹，那将会是他大燕的噩梦。杀意暴涌间，燕国3位强者向长公主4人震杀而去，而燕九霄则化作一道奔雷，直取秦修性命。先解决完神体，再杀剩下这几个离国的废物，易如反掌。然而燕九霄那雷霆乍涌的拳风还未靠近秦修时，就突然感到一道可怕无比的阴影，将他身后的天日都尽数笼罩。不好！燕九霄猛然扭身，他无愧为燕国寄予厚望的皇子，战力极其强横，但在那千丈龙躯暴怒的席卷之下，也只觉一阵天崩地裂。砰！燕九霄的身影被轰然震飞，周身的雷光阵阵破碎。殿下！燕国3人见状无不一惊，燕九霄同样满脸惊错。这是……突然他见秦修并未张口，却从体内爆发出令他都深感敬畏的怒吼：雷霆灵体，本尊放你一马，你却敢不知死活！这神体本尊要定了，谁敢从中作梗，杀无赦！那怒吼中夹杂的可怖杀意让燕九霄脸色骤变，同时尚存一丝残魂的龙狮豹涌起的凶狂威压，令燕国几人顿感后脊发凉。长公主几人见状，眼中突然泛起一丝光彩。此刻这具龙狮反而会不留余力地保护秦修，尽管龙狮也会不留余力地攻击他们，可最起码能让他们和燕九霄同归于尽。江玉珏更是激动无比，此刻他或许能再恳求这尊龙魂放自己一条生路。毕竟秦修已经没救了，死在燕九霄手上和被夺舍也没任何区别。燕九霄一边飞遁躲避龙狮的轰杀，这变数让他始料不及。这是夺舍！如此可怖的龙狮，他着实招惹不起，甚至发起狂来，能把他们全部留在这。燕九霄眼神闪烁，突然灵光一闪，急忙收敛杀意，摆出无比恭敬的姿态。恭贺前辈，喜得神体。晚辈燕九霄在此恭祝前辈重见天日，纵横在世。晚辈斗胆，想与前辈做个交易如何？前辈尽管夺舍这神体，晚辈只求能杀这几个碍事的家伙。除此之外，吾等绝不敢打扰前辈。事成之后，前辈大路朝天，吾等也绝不逗留。甚至前辈若是肯赏脸，我燕国定将前辈奉为座上贵宾。燕九霄赫然想起，夺舍之后秦修的灵魂将被灭杀，整个人的记忆也会被抹除掉，那么他就会忘却和自己之间的血海深仇。神体虽还是那尊神体，可将被这尊黑龙占据，他与黑龙又无冤无仇，对方也绝不会保护离国这几只丧家之犬。虽然眼看神体被夺舍，让燕九霄心底都泛起阵阵嫉妒，但如若此事可成，他燕国非但会解决一位神体的死仇，还反过来有机会结交一尊神体。天地间又陷入了沉寂，千丈龙狮俯首睥睨，那双浑浊的龙睛似在思索。显然龙魂与燕九霄之间正无声的博弈，他并不认识燕九霄，而2世万年所经历的腥风血雨让他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神体怀璧其罪，争夺至宝得不到就毁掉，他早已见过太多。此刻那尊残魂尚存的龙狮杀意若隐若现，很明显是想一次性灭杀掉在场所有人。比起这种临时拼凑的承诺，他更相信肃清全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但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自己夺舍成功后，这具神体依然是炼气巅峰，弱小无比。他没有绝对把握一瞬间轰杀这具雷霆灵体，而对方若是生化雷霆全力逃遁，目前的状况他也不可能控制尸身追杀到底。关键把他所镇压的天地撕开裂痕，也就是第2次开启的秘境入口，意味着这雷霆灵体背后还有强者在等着他。自己若是赶尽杀绝，那夺舍后如蝼蚁般的炼气，再如何神体，也极可能会被燕九霄背后的强者扼杀，天地间死寂一片，唯有每个人紧绷的杀意。长公主脸色苍白，而江玉绝紧握战刀的手都早已遍布冷汗。燕九霄提出的交易，把他们刚看到的活路再次堵死。说到底，
他们的实力是这场搏杀中最弱的，无论是燕九霄还是这尊龙魂的一念之间，都能决定他们的生死。突然，浑身灵光和黑雾交织的秦修迸发出一道冷笑：“杀光他们，本尊便交你这个朋友。”此话一出，疆域绝几人顿时满目绝望，燕九霄却大为狂喜：“哈哈，好，多谢前辈成全，那我就踩着这几个废物的尸体，恭迎前辈夺舍重生。”轰！雷霆之威再无丝毫保留，化作震碎山河的滔滔雷海，倾涌而落。千丈龙狮盘踞于天上，镇压了疆域绝几人最后的生机，愚弄着俯瞰这几只蝼蚁的拼杀挣扎秘境深处。雷霆不断撕碎长公主几人的灵光，而在秦修的灵魂深处，那尊漆黑龙魂虽龙鳞成片碎裂，却凶威不减。小子，你是很强，但本尊谋划数千年，岂是你能撼动？他突然发现，夺下神体后，不仅实力举世无双，而且还会受尽尊崇。这一世不知会是何等的叱咤诸天。却不见秦修握剑凌空傲立，眼中的杀意更加的森然冷漠。他的感知还未被封印，所以黑龙和燕九霄刚才的交易，他听得一清二楚。你知不知道，那个杂碎是老子的尸仇人？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杀的人里有老子的挚爱法器？轰！滔天的怒火宛若令秦修的灵魂都燃烧起焚灭一切的烈焰。他的剑意更加凛然，剑光震烁，令星河战栗，黑白交错的灵魂世界都为之颤动。然而秦修的身影尚与千丈黑龙厮杀不断，可外界燕九霄的雷霆之威几乎是横年长公主几人。放眼看去，短短片刻间，摘星阁两女便浑身遍体鳞伤，姐妹两人相互搀扶着。曾发现几人踪迹的燕国强者面露狞笑，两女在他眼中如待宰的羔羊。这么漂亮，给我当侍女多好。却见心灵心妙美眸当中满是不屈与决然。燕国贼人大离不会亡。虽是女子，可她们却不曾说过半句求饶之话，甚至姐妹两女还挡在秦修身前。虽然她们未曾听闻秦修的灵魂之强大，可她们却目睹了秦修坚持到现在。尤其是他那双龙睛之中，虽漆黑一片，却还不是闪烁起绝不屈服的赤红。显然秦修此刻遭受的劫难比他们更加艰难恐怖。姐妹两人心中都有一丝希冀。如此绝世神体，如此气宇非凡，灵躯呈惊鸿一瞥，姐妹两人芳心曾暗颤许久。当时多么可惜，秦修并未选择他摘星阁。但是今日莫老舍生取义，他们最后能遁入秘境，还是江宗主与师尊拦住了燕万里。他们希望秦修能活着，只要他活着，大离就不会亡。虽只见过匆匆两面，虽不过萍水相逢，却也愿与秦修同生共死。秦公子，心灵只有一步情之请，你若能活，请将我等尸骨带回大理，告诉世人，我姐妹二人未曾如我摘星阁威名。杀！一声视死如归的交斥，两女身形如化作划破天际，却也燃尽自己的两道星彩，留下摘星阁最后的绝唱。轰！猝不及防之下，燕云强者脸色骤变，一条手臂至半边肩膀都被星彩碾为血肉炸开，甚至这一击还令他的心脏都遭受重创。两个贱人，贱人，给我杀！等老子出去，就把你们摘星阁全部杀光！燕国强者手舞断臂，脸色苍白而狰狞。心灵、心妙相依而立，这是他们最后的杀招。望着其余燕国强者杀气腾腾的围来，两女回眸，望着那修长如龙的身影，凄然一笑，眼角泪如星痕滑落。秦公子，这一世与你相识一场，也算不枉此生了呢。与此同时，疆域绝已不知被雷霆镇压多少次，大地上尽是被他身形砸出的沟壑。在那浩荡雷威面前，他身形摇晃，长刀都几欲无力脱手。我早就说了，两个废物还要争什么第一第二？砰！燕九霄掌间闪烁起一道耀眼无比的雷霆灵纹，竟以掌锋硬汉疆域绝的法宝刀锋。这一掌雷威滚滚，顷刻之间就顺着刀锋摧残入疆域绝体内。霎时间，疆域绝浑身抖如筛糠，紧握兵刃的手也越来越绝望无力，怎么不求饶了？你玄天宗那位水曜灵体可比你识趣的很。虽然没有云雪容，他都会进来斩草除根，但他还是喜欢看到这些蝼蚁跪地央求的模样。疆域绝双眸遍布血丝，雷威的璀璨让他的眼睛都渗出血来，几乎爆裂。我操你妈！要杀就杀，老子但凡求饶一句，就不是玄天宗首席。轰！疆域绝用尽最后的力气，猛然轰出一拳，可换来的只是燕九霄嘴角的戏谑。只见他另一只猛然扼住疆域绝的拳锋，猛然用力，雷霆肆虐间便传来筋骨断裂的可怖声响。你有种，江千鹤不会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不过既然你骨头这么硬，那就没必要给你留拳师了。话音落毕，燕九霄掌心的雷霆灵纹更加耀眼，让他的整只手掌都化作一团雷光。在那碎灭万物的雷光面前，疆域绝的脸庞被映照着无比苍白。紧接着，
那柄长刀和他整个人尽数被雷霆轰为一地碎片。废物！燕九霄不屑一顾，摘星阁两女娇柔的身躯已然横尸当场，只剩长公主一人还在独自强撑。那袭火红凤袍被鲜血染尽，满是刺目的嫣红。长公主浑身数不尽的大小伤势，娇躯摇摇欲坠，却依旧紧咬着贝齿挡在秦修身前。离大公主，你不会还幻想着有什么奇迹发生吧？神体之气运不是你们这种贫瘠下国能承受的。燕九霄扬着嗤笑的同时，其实也还心有余悸。听黑龙前辈刚才那意思，要不是恰巧遇到了秦修这尊神体，那被夺舍的很可能就是他这位雷霆灵梯了。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他大燕一场屠杀，又怎会把秦修逼入秘境，成全黑龙呢？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皆大欢喜。解决完神体这等变数，他日吞并离国，易如反掌。望着围杀而来的燕九霄几人，长公主已然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唯有燃尽最后一丝灵力。那如火凤悲鸣的灵光，诉说着他的决然。他说过，无论发生什么，都会陪秦修到最后一刻。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秦修。这种不顾一切的悲情，却让燕九霄感觉想笑前辈，速战速决吧，吾等已经等不及为您接风洗尘了。秦修的双眸依然是浑浊一片，但这声动静却未得到任何的回应。灵魂世界黑白交错，比起外界，这里的时间流速俨然更快。只是片刻间，秦修已不知斩出多少凛冽剑光，与黑龙厮杀的天昏地暗。然而此时的秦修却单膝跪地，他修长挺拔的身躯破碎不堪，周体黯然无光，俨然灵魂遭受重创，就连支撑他的利剑都遍布裂痕。但黑龙浑身的龙鳞也早已碎裂不堪，甚至后脊还有2道可怖的伤痕，将他的龙筋都生生斩断。那双暴戾的龙筋中已然没了先前视如蝼蚁的嘲弄，反而凝重而忌惮。本尊还真是小觑了你这尊神体。秦修的灵魂之强横，剑意之可怖，为他这场夺舍徒生太多变数。他此刻甚至都有些庆幸，就如燕九霄所说，还好这是一尊没机会成长起来，只有区区炼气的神体，否则无需结丹，哪怕只是筑基巅峰，外界所有人加起来，在他面前都撑不过10息。但还好，是他赢了。只见其龙魂之上，一片黑云翻涌倒卷，化作一道吞天噬地，犹如深渊的漆黑龙口，向那已站立不起的身影吞噬而去。要怪，就怪你虽气运滔天，却偏偏逢此劫难。不过你的劫难，却是本尊傲视天地的造化。安心去死吧，本尊这一世定会比你活得精彩。黑龙冷笑桀骜，在他的秘法之下，秦修的百骸经脉也都被黑雾吞没，那株灿灿生辉的3寸神树更是让他垂涎至极。轰！漆黑龙口直接将秦修那渺小的身影吞入其中，侵蚀入体的黑雾也涌彻4肢百骸，只剩3道龙影围绕着神树和丹田最后的坚守。秦修只觉得一切陷入了黑暗，他的灵魂宛若从这片天地抹去。可是他那滔天的愤恨与不甘，让他绝不愿就此屈服。莫老的仇还等着他来报，霓裳还等着自己。心灵、心妙两女嘱托于他的遗言，秦修一听得一清二楚。长公主此刻娇躯孤零挡在他身前，他也感受得一清二楚。无知神体，怎可能让你这只蛟龙夺舍？轰！秦修扬天悲吼，斩出那惊天动地的一剑。他此刻虽无灵力，但这一剑却是在燃烧自己的灵魂。一剑所出，心魄倒悬，就见原本吞噬万物的漆黑龙首被无数凛冽耀眼的剑光与星芒不断轰碎开来，其中一道不起眼的星芒却生生轰碎了龙头的天灵，万千星芒剑光倾涌而出，秦修虚弱至极的灵魂一片透明，宛若随时会消散于天地间。可就如那道不起眼却能轰穿龙头的星芒一般，此刻的他犹如踏着无尽星河杀出的神奇。与此同时，秦修的丹田之内，一缕黑龙的凶威刚贪婪地触碰神树之叶，却见神树巨颤，神辉灿烂，神威冲天。轰隆隆，已被黑暗夺占的天地，竟有一道道神辉照耀而进。黑龙抬头看去，看到的竟是浩瀚无比的寰宇。寰宇的神辉四自荒古而来，动彻亿万星辰，自己称霸万载的千丈龙躯，在高高在上的星河睥睨面前，竟瞬间渺小如蝼蚁。这黑龙突然感到一股可怖至极的神威，直接震碎了自己侵蚀秦修的凶威。而更让他胆颤的是，随着这片天地的颤动，似乎惊动了刚才无论他们打得如何天昏地暗，始终岿然不动的那座小山。小山随着天地变色而巨颤不已，冷白色的大地开裂，犹如秦修残破的灵魂。但那开裂的天地却将象征他龙魂之力的黑暗尽数吞没。轰隆隆，那座小山震颤得越发声势浩瀚，黑龙萦绕在心头的那抹恐惧就越是强烈，直至吞噬秦修的龙首被剑光斩的化作一缕黑烟消散，那座小山竟拔地而起，引得星河9天为之明灭。不好！黑龙想不明白，这座小山不过10阶，他一爪就可将之拍碎，
可为何却如诸天都向他压了下来？轰！这片灵魂世界浩无边际，石阶小山怒砸而下，竟直接将他的龙脊砸断，整具龙躯生生被镇压在秦修脚下。放眼看去，不知是将那小山化作万丈神山，还是将那千丈黑龙化作难以挣扎的丈许小蛇。只此一击，黑龙就感觉自己的灵魂被生生震碎。恍惚间，他宛若听到自9天之上传来一道淡漠的声音：区区蛟龙也妄想夺吾之神体。那声音遥不可及，却如神奇的阵法，短短一句便灭他数千年之谋划，短短一句便断他龙魂之生死。不！黑龙奋力挣扎，可模样却只是如拼命摆动头颅，想要抬头看清秦修。那一刻，浩瀚遮天的神威让他感觉到了什么叫蚍蜉撼树，什么叫坐井观天。他的龙筋中再无半点觊觎贪婪，只剩惊恐至极的哀求与惧怕。他甚至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觉察到神树一颤，就惊动了诸天万界。此刻的外界，燕九霄的凶悍雷霆已然震碎了长公主最后的一抹灵光，那坚韧不屈的火凤也随着一声悲鸣，化作漫天灰烬，羽毛消散戈崩。燕九霄脸色凶狠，猛然扼住长公主的粉颈，笑容狰狞无比。我早就说过，神体不是你们这等贫瘠下国能拥有的，你还指望神体能保佑你离国不灭？没准这位前辈还会助我大燕灭你离国。然而他的话音刚落，就听秦修体内传来无比恐惧的哀求。不！燕九霄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秦修浑身爆发出荡平云天的刺目神光。轰！神光席卷天地八方，就如神体当镇压世间一切敌。燕九霄几人横飞而出，身形重重砸落出一道深坑。而他刚刚爬起身形，就听到让他更加惊恐的喊叫：不！饶了我！我愿为奴为仆，饶了我！这声求饶令燕九霄几人肝胆俱裂，到底发生了什么？黑龙为什么会向秦修求饶？秦修再怎么也只是个觉醒没多久，区炼气巅峰而已，而黑龙那可是叱咤2世万年的强者。但他们再惊恐，也比不上黑龙此刻正经历的噩梦。只有他才隐约窥见这尊神体蕴藏着怎样颠覆诸天万界的神威。吾乃神体，区蛟龙也配为我奴仆？燕九霄彻底被吓傻了，因为这句话不是在从秦修体内传出，而是他嘴唇微动的呢喃。呢喃落毕时，秦修赫然睁眸，眼中黑金交错，犹如他举目睥睨便可分天地阴阳。漆黑虽依旧蕴藏着嗜杀与凶戾，却再也无法让他的目光浑浊。只见他浑身神光内敛，残存的龙魂与黑雾尽数被湮灭，片缕不剩。区蛟龙还不配给他为奴为仆，但用其之龙魂凶威化作他筑基的垫脚石，恰到好处。长公主就这般惊错地看着秦修的气息越发强横，犹如神奇下凡，仙王降世。不好，快杀了他！不得不说，燕九霄能在此刻克服这般恐惧，还对秦修泛起杀意，无愧为燕国天骄。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依旧身化雷霆，说什么都要将这尊神体扼杀。长公主见状奋力起身，就连躲在山石后的云霓裳都愤然拔剑。放眼看去，秘境仅剩的几道身影无不向秦修冲去。然而还不待燕九霄靠近，那尊千丈龙狮竟如濒死般疯狂地抽搐乱舞，掀起的碎石残渣让燕九霄站立不稳。他好不容易冲到秦修面前时，正好与秦修的双眸对视。他只看到秦修双眸中既有龙威浩然，又藏无边星河。轰！燕九霄已然分辨不清自己到底是被龙狮震飞，还是被秦修的眼神吓退，但他却能清楚地感受到，此刻的秦修就如真龙天子归位，踏龙魂凝神魂，镇龙狮入筑基。砰！燕国几人如临大敌，趁着燕九霄挡住了那道神威的横扫，强忍着惊恐杀去。虽然满心惊惧，可他们都知道必须立刻杀掉秦修。筑基巅峰的灵威斜裹着拳锋，愤然轰向秦修的脑袋，却没想到竟被秦修蓦然抬掌，单手扼住。你手上沾的是我摘星阁那2位朋友的血。轰的一声巨响，千丈龙狮瞳中暗淡无光，那如巍峨长城的狮身砸在大地，震出一道触目惊心的深坑。而被秦修握住拳锋的燕国强者，只觉得一股难以匹敌的神力顺着手指顷刻就蔓延臂膀，紧接着他整条手臂便被霸道可怖的力量碾得扭曲变形。啊！惨叫声瘆人无比。燕九霄无论如何都未曾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单凭龙狮残存的凶威，他就可以确定黑龙生前绝对是一尊威名赫赫的强者。可为什么谋划数千年的夺舍会失败？和他相比，秦修就如蝼蚁，凭什么能够反杀龙魂？还有那傲视诸天的怒吼，黑龙甚至连求饶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秦修当作筑基的垫脚石。燕九霄强忍着满心的惊恐，颤声怒吼：他才刚刚筑基，一起上杀了他！他就不信了，刚刚筑基的神体还真能逆天改命不成？
他们可是4位筑基巅峰的强者，而且不是离国这些废物能比的。秦修休想跨越如此淤泥之别的境界差距。虽然有一位同伴被摘星阁两女临死的反扑重伤，但他可身怀雷霆灵体，这乃是他此生最大的骄傲。哪怕是在大燕，雷霆灵体也是诸多灵体中极为强横的存在。燕九霄一声咆哮，肌肤之上的雷霆灵纹耀眼澎湃，引得风驰电掣，雷威大作。再看秦修竟然取出一把利剑时，燕九霄雷光闪烁的瞳孔中狰狞再现，这小子是剑修，可笑。江玉觉得刀法乃是离国年轻一代之最，结果又如何？连其师尊赐予他的法宝战刀都被他的雷霆之威震为一地碎片。再看秦修手上那把利剑，离国还真是平极寒碜，那剑竟然连法宝都不是，自己一掌就能将其轰成渣。念及此，燕九霄怒杀而至。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当他那蕴含着无尽雷霆之力的掌锋与秦修手中剑碰撞的刹那，一股森寒至极的剑意竟将他的雷霆斩碎为漫天光华。轰！燕九霄心头惊骇如潮，连忙抽身后退。那股剑意之凌厉，若非他周身雷光闪烁形成护体屏障，恐怕早已穿透肉身，直击心脉，后果不堪设想。即便他反应迅捷，逃过一劫，但周身雷光却已裂痕遍布，仿佛被寒风吹裂的冰面寸寸崩碎。而那如银河倾泻而下的剑光，带着不可阻挡之势怒斩而下，让他的雷霆黯然失色。怎么可能？只是交手的一瞬，燕九霄就深深明白，单是这般剑道造诣就能在离国脱颖而出。他的神体才觉醒多久？那水曜灵体不是说他这2年只顾着在地火灵脉里追赶境界吗？云雪容绝不敢骗自己，2年多前这小子才练气2重。秦修能将境界追赶至此，就应该是极限了啊！怎么可能一剑斩灭自己筑基巅峰的雷霆灵威？燕九霄更万万不会想到的是，先前那一剑才是他噩梦的开始。第2剑天旋，轰！比先前更加凛冽的剑芒划破天际，那断了一臂的燕国强者身形一正，紧接着头颅被斩断，脖颈的鲜血喷涌而出，让头颅在半空横飞数米，才滚落在燕九霄脚下。星灵星妙至死都没有求饶，所以他也绝不会给燕国贼人半句求饶废话的机会。秦修持剑傲立，剑尖滴落燕国强者的血，他那双龙睛之中唯有一片淡漠的杀意。莫老、江宗主还有月离阁主，以及这一路与他同生共死的朋友，这一笔笔血债，这一道道刻骨铭心的仇与恨，唯有以燕国贼人之血来洗刷。轰！一瞬之间，秦修整个人如剑仙凌尘。这一场劫难让他悟出更为森然狠绝的剑意。剑玄前辈自创新罡期杀剑，是为战胜星辰灵体扬大离皇室之威，而今日持剑而立的人换为了他，斩的也不再是离国的自己人，扬的却依旧是他大离之傲骨气节。这是他自创的剑法。望着同伴跌撞几步倒落在地的无头尸体，燕九霄骤然感到一股后脊发凉的寒意。快闪开！轰！然而他的提醒还是慢了一步，或者说今日在秦修手中3尺剑锋下，没有一个燕国之人能活。又一位同伴捂着血流如注的喉咙颤颤倒下，瞳孔迅速失去光彩，但那抹恐惧却至死难忘。燕九霄如坠冰窟般呆立当场。3剑，剑意大成，这怎么可能？就是那姓莫的活着也难以指点。短短2年时间，就算以他的悟性一心钻研不顾别事，再加上父皇和师尊倾力栽培，也未必能磨砺至小成。燕九霄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己无比信赖的心腹倒在秦修的剑下，而且每一人都挡不住他一剑，一剑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直至第4剑，秦修剑芒中的杀意森寒到了极点，最后一位同伴也倒在自己脚下，燕九霄才感到什么叫真正的噩梦。4剑离国的细作跟他说过，就算是莫老这么多年，也只是将新罡期杀剑练到小成就放弃了。此刻的秦修在他眼中是剑仙，更是杀神。他的同伴可都是筑基巅峰啊！就在刚才，他们轰杀离国3大势力的最强天才都十分轻松，可刚刚筑基的秦修杀他们，似乎比他们再望交城的屠杀还要轻松，要残忍，要狠绝。别用你燕国井底之蛙的眼界来衡量无知神体。若我早生3年，你们踏入望交城的那一刻，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尽管此时燕九霄浑身依然没什么伤势，可他整个人却控制不住的站立，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那敢与烈阳争辉的雷霆，如银芒与皓月相争般可笑。长公主和云霓裳正相互搀扶，站在一块碎石间，望着如杀神傲立的秦修，已如死灰的容颜上，终于焕发出一缕惊艳光彩。秦修举剑直指燕九霄，天地间似有100道尽是杀机的剑气，笼罩着他那满身雷霆灵纹。我记得你说过，你残杀我大离天骄如屠鸡宰狗，那我杀你这杂碎雷霆灵体，比屠鸡宰狗如何？少他妈在这装腔作势了！
燕九霄内心四惊惧到了极点，竟化作歇斯底里的怒吼：老子既然能认出你的剑法，就能猜出你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星罡七杀剑乃是强者之间拼杀的绝学，能够一剑杀一人，灵力的损耗之巨可想而知。换作寻常筑基，先前接连的3剑都能将丹田抽干。就算秦修的神体之灵力数倍磅礴，但每一剑相比先前损耗的灵力也是数倍。所以在燕九霄看来，此刻周遭凝聚的剑气其实是外强中干，更何况他就不信秦修短短2年能参悟出第5剑。别说年轻一代了，放眼整个离国，有几人能把星罡七杀剑修炼到这一步？他那2年几乎全是在地火灵脉度过，拿什么展出第5剑？而反观他自己，虽然一路追杀，但最多也只是身负轻伤而已。秦修拿什么和他斗？我不会输的，我堂堂大燕皇子，怎会输给你们这种卑贱下国的垃圾？来啊！老子今天就要以灵体诛杀神体，踩着你的尸骨扬名立万！燕九霄的暴吼嘶哑癫狂，他的身躯都被耀眼的雷霆所笼罩，那一道道怒然闪烁的雷霆灵纹，散发着令人不敢直视的灵威，宛若雷神阵法。燕九霄怒瞪的双眸中雷霆暴涌，无论如何，今天笑到最后的人依然是他。只要杀了秦修，就凭李芷柔此刻的状态，也绝不可能黄雀在后。至于那炼气6种，他一根手指就可碾死。杀完秦修之后，他还可独享这千丈龙狮，他会以灵体镇杀神体的荣耀，成为大燕最显赫的皇子。夫君，秦修！天地间雷云翻涌，自燕九霄浑身绽放的雷霆将山岳崩碎。长公主两女只觉雷声震耳欲聋，紧接着那狂傲灭世的雷光便向秦修暴怒杀去。两女慌乱无神，没想到燕九霄的战意如此疯狂，而且她并未猜错。长公主虽然见过秦修一夜连破4剑，可从那之后，她几乎就没再见过秦修魔力剑法。最关键的是，先前接连怒斩的4剑已经耗尽了秦修太多灵力，那柄裂痕遍布的利剑显然也成为了他的拖累。却不见秦修望着那暴虐震天的奔雷，手中剑锋竟也燃起如银河落9天的星光，星光如瀑怒卷尘灰，其中一道最不起眼的星芒，偏偏藏着他最为极致的杀意。你笑我4剑已是强弩之末，我笑你铜镜之内，灵体在我面前接蝼蚁。轰！霎时间，飞流直下3000尺的星光与阵伐天地霸道狂烈的雷霆碰撞在一起。刚强撑着起身的长公主两女只觉眼前变为了一片白昼，那席卷八荒的光耀所过，让他们只觉双眸刺痛。无论是秦修的漫天神辉，还是燕九霄淬炼多年的滔天雷光，都不是他们所能直视的。咔嚓！突然间，一道金铁崩碎的声音被长公主捕捉到，这让她本就已千疮百孔的心几乎碎掉。这是秦修的剑断裂之声。完了，刚刚筑基，终究还是输给了筑基巅峰嘛。长公主面如死灰，若是秦修的境界再强一些，若是他的兵刃再厉害些，可他明白秦修已经做得够好了，该自责的是他。如果他的实力再强一些，能在燕九霄身上多留下几道伤口，那秦修也就无需一人独占燕国4大强者。那阵彻天地的光耀不知持续了多久，对长公主两人来说，宛若比一生还要漫长。直到光芒稍微平息，长公主才鼓足勇气抬头看去，而眼前这一幕可谓让她一眼万年。秦修手中3尺剑的确不堪重负的寸寸碎裂，可在碎裂之前，别说是他，就连燕九霄都不曾注意到有一缕不起眼的星光涌入了他的体内。那如星瀑怒啸的灭绝剑芒震碎了他浑身的雷霆灵纹。只见燕九霄浑身黯然，曾经引以为傲，在离国众人面前高高在上的雷光尽数破灭，原本被雷霆笼罩的肌肤上还渗出一道道可怖的血痕。哇！突然，燕九霄的脸色瞬间苍白，一大口鲜血难以压抑地从口中喷涌而出。他身前褴褛破碎的衣袍也眨眼间便被染红。他知道星罡七杀剑，自然也就清楚，浑身止不住的鲜血其实是从体内5脏6腑爆裂喷溅而出的。你怎么可能？一瞬之间，燕九霄的再也找不回曾经的高傲和狂放。他惊恐欲裂的双眸怎么也看不明白，秦修为什么能斩出第5剑。短短2年，炼气巅峰，还将离国流传威震数千年的最强剑法修炼到这一步。如此恐怖的成长速度，他口中卑贱的离国不可能有人能做到。就算是他大燕皇子，也不可能2年之内境界、体魄、武技每一项都磨砺得如此卓越非凡。咣当，残剑落地的厉响让燕九霄如梦初醒。可秦修虽然扔掉了残剑，但拳锋却紧紧握起。随着拳锋握紧而怒啸凝聚的龙影，让燕九霄站立不稳。这才是噩梦的开始。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用剑杀了你。凝聚雷霆的掌锋轰穿莫老的后心那一幕，秦修此生难忘。这一拳，为与我同生共死的朋友。轰！2道赤金狂横的龙影赫然轰出，破空声震的大地都为之巨颤。
燕九霄的心口骤然被轰出一道可怕的血洞，那里能看到他因恐惧而剧烈跳动的心脏。长公主看着这一幕，泪水再也按捺不住，或者说望着那道站到最后如真龙天子的身影，她终于能放声痛哭。星庙、心灵，你们看到了吗？秦修还活着，不仅活着，还要让燕国的皇子给你们陪葬。这一拳是为江宗主师徒还有月离阁主。当时他只被莫老最后一丝力气送进秘境，可他如何想不明白，莫老拦住了燕九霄，又是谁拦住了最强的燕万里？轰！炎龙焚灭万物的烈焰中藏着秦修说不尽的怒火。燕九霄的心脏怦然碎裂，只剩濒死无助的抽搐。长公主望着那碎裂一地的刀刃，泪如雨下。从今往后再也没人和他争大黎第一了，但他大黎不会亡，因为他大黎第一乃是一尊杀灵体如沙蝼蚁的神体。最后一拳，我替莫老还给你。霎时间，秦修拳锋紧握，抱起的青筋上沾满燕九霄的血，一尊凶厉嗜杀的漆黑龙影凝聚，将鲜血吞噬得一干二净。随着这道黑龙的浮现，天地间原本散去的阴云再现，那残暴凶狠的杀意直令燕九霄感到窒息。黑龙，这是黑龙前辈的凶威，他竟然真的将黑龙之威炼化为了龙气。我秦修发誓，从今往后杀尽你燕国皇亲国戚，以祭莫老在天之灵。在那一刻，燕九霄只觉恐惧无比，这种恐惧甚至超越了死亡。他竟然会死在离国之人手中，死在这刚刚筑基的神体之手。而秦修逃过这次追杀后，只会海阔天空，宛若龙游九天。这秘境中的龙威还未散去，万里皇叔一时片刻也难以察觉。他大宴，至此彻底得罪了一尊神体，一尊已然筑基、神威初显的神体。轰！这所向睥睨的一拳，回响着凶威赫赫的龙吟，倾泻着秦修的满腔愤恨。长公主两女就这般看着秦修被龙镜笼罩的拳锋轰碎了燕九霄胸膛，一道黑龙从他的后心纵横而出，就如燕九霄残杀莫老时一模一样。秦修收拳，燕九霄的尸首无力的垂落，不知过去多久，天地间才宛若恢复平静。云霓裳和长公主望着秦修傲然屹立的身影，泪眼朦胧，相拥着泣不成声。赢了，我们赢了，他们活下来了。长公主哽咽至极，让她落泪的不只是这一路如丧家之犬般被追杀的狼狈，而是她大黎终于没有被赶尽杀绝。追杀他们的燕国贼人尽数被诛，那么对秦修而言，今后龙游天地再无数，神威盖世震八荒。突然，秦修的身躯一阵摇晃，刚才那舞剑几乎将他的灵力耗尽，若非脚踩黑龙破筑基，他也难以轰出最后那告慰莫老等人在天之灵的几拳。我没事。秦修语气中满是坚毅，可这次云霓裳和长公主才不管他再说什么，伤痕累累的娇躯一左一右搀扶着他，望着那一地还未干涸的鲜血，秦修那双剑眸中满是伤感。筑基易得，复生难求，这一战之惨烈，足以令大黎举国哀痛。秦修能做的，唯有为他们报仇，再为他们整理尸骨，告诉玄天宗和摘星阁，纵使燕国贼人再如何凶残，他们也未曾屈服过。秦修望了眼心灵、星庙的遗体，眼中闪过抹悲痛，不愿回想他们生前遭到了怎样的虐杀。我没事，你们去把心灵姑娘和星庙姑娘的遗物收整一下吧。男女有别，他轻轻摆手，示意长公主和云霓裳来为这对姐妹整理仪容，而秦修自己则撑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弯腰一点点捡起碎裂满地的刀刃。玉珏兄，江首席，你安心去吧。燕九霄说的，我全都听到了。我与云雪容之间的新仇旧怨，是我和他的事，但你和江宗主以及玄天宗都是我秦修的朋友。清风拂过，满地刀刃荡起阵阵金铁交鸣的叮铃之音，云霓裳和长公主也为心灵姐妹擦干净脸颊的血迹，整理凌乱的发丝，为他们体面的送行。然而就在秦修将一地刀刃捧在掌心起身时，那具深埋沟壑中的千丈龙尸竟猛然一颤，紧接着一道数丈粗犷的黑龙趁所有人始料不及之时，猛然又钻入秦修体内。霎时间，秦修浑身又剧烈颤动起来，那双恨意刚刚平息些许的剑眸再次被一片嗜杀的漆黑占据。不好！长公主见状大惊失色，这是那黑龙最后残存的一缕龙魂，他竟然隐忍到了现在。所有人包括秦修刚才都忽视了他，以为随着龙魂被镇压，凶威也被自己炼化，以突破筑基，那黑龙已彻底魂飞魄散。可没想到他装死到了现在，一直在冷眼旁观他和燕九霄的生死搏杀。夫君，秦修！长公主扑向秦修的身姿还是那般义无反顾，可他才刚刚触碰到秦修的衣角，却见他面容狰狞扭曲，残忍无情的一掌轰向长公主心口。别过来！本就满身重创的长公主在这一掌之下，脸颊更加苍白。她和云霓裳惊恐地望着秦修，只见他刚才轰出的那一掌不住颤抖，
另一只手掌死死将其扼着。可刚才秦修斯吼出的那3个字，已然混杂着黑龙不甘的嘶吼：“小杂碎，本尊隐忍了数千年，那是本尊的神体，本尊的神体。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有此滔天气运？”秦修的嘶吼变得极其恐怖暴怒，比起片刻前的杀神将士，此刻更如恶魔最后的疯狂。你毁了本尊的造化，本尊也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突然间，秦修感到眼前变得一片漆黑，他的理智迅速被一股残暴的杀意吞噬，恨不得将眼前的一切全部撕成碎片。就如黑龙所说，神体也好，至宝也罢，得不到就毁掉。杀！杀！脑海中一声声怒吼，让秦修的灵魂都为之颤动。黑龙知道，这最后一缕残魂想要夺舍秦修再无可能，但也足以乱了秦修的神智，让他陷入癫狂。这股杀意蕴藏着黑龙与生俱来的残暴和隐忍数千年的不甘，强烈到了极点。如果说刚才秦修很乐意让这股杀意暂时取代他的理智，但燕九霄已被他手刃，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只剩他的挚爱发妻和长公主。秦修俊逸的五官因痛苦而变得扭曲，他向着云霓裳猛然踏出一步，一步便跃出数丈。可他望着那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怒吼咆哮，脚掌都深深陷入大地中。快走，快走！只见秦修紧捏山石克制杀意，而那如黑龙怒爪的拳风竟是将巨石都碾为齑粉。突然，秦修仰天狂笑，那嘶哑的笑声中满是玉石俱焚的疯魔。你当本尊不知道吗？你以本尊龙魂来修补你的灵魂，还用本尊龙威临场突破，那舞剑真是厉害啊！多亏那雷霆灵体当了替死鬼，你现在可是真的强弩之末。这一劫你躲不掉，这是你挚爱的女人吧？杀！给本尊杀！这一世就算你是神体，本尊也要让你活在痛苦里。秦修灵魂不断嘶吼，极力克制着那股疯狂的杀意。快走，走啊！这黑龙好歹毒得同归于尽，尽管只要他大开杀戒，这一缕残存的龙魂将再也奈何不得他。但如若他失手伤害长公主和云霓裳，那这辈子就算他神威盖世，成就再如何耀眼，也将活在无比内疚的阴影当中。可任凭他如何怒吼，云霓裳两女都始终不肯离开。长公主看了出来，这股杀意和怨恨，秦修如若不发泄出来，则会反噬他自身。且不说本就经历了一场血战的秦修能否支撑得住，就算他是神体，也将走火入魔，陷入癫狂。秦修身躯无比痛苦地颤抖着，而更让他痛心绝望的是，云霓裳非但没走，反而那道侵占曼妙的娇躯还向他义无反顾地冲了过来。霓裳！秦修的嘶吼因痛苦而无比沙哑，已然分辨不出究竟是他和黑龙谁的声音，而云霓裳美眸之中却唯有一片决然。如若要在他和秦修之间只能活一个人的话，他在灵曲城便已给出过答案，而今再来一次，他的选择也从未变过。砰！犹如龙爪的掌风不受控制的怒拍而出，云霓裳的娇躯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阴唇强忍却依旧咳出的鲜血满是凄然。霓裳！这一掌打在云霓裳身上，却比轰在秦修心口还要痛苦。他狠狠捶打着自己心口，想要发泄黑龙犹如诅咒的怨恨与杀意。霓裳，你没事吧？长公主艰难将云霓裳搀扶起来。此刻如果他们能将这缕残魂的杀意消耗殆尽，秦修也就有机会恢复理智。但是秦修的实力是何其恐怖，就连雷霆灵体的燕九霄都被其轰碎心脏。再看他和云霓裳，一个重伤难支，一个才炼气6重，刚才都要在山石后躲避战斗的余波，可云霓裳却紧咬着背齿，再次倔强地站起身形，娇躯虽步履蹒跚，却依然坚定地向秦修走去。我不会再当你的累赘了。秦修就看着自己挚爱的女人，婉音颤抖，一向温婉贤淑的霓裳，此刻却满是决绝。这抹决绝的背后，是让他心如刀绞的自责。这一路上，为了保护她，秦修究竟付出了多少？每个人都在拼命，每个人都在流血，可只有他只能远远躲着。云霓裳满心悲痛，这2年来，他时刻告诉自己要全力追赶秦修，绝不做他的累赘。可结果，自己依然沦为了秦修的软肋。难道要因为他毁掉秦修神体的一生吗？为了觉醒这尊神体，秦修受了多少欺辱霸凌，他可都全都看在眼里啊！我再也不要做你的累赘了。云霓裳虽哽咽痛哭，但目光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他向秦修走去时，娇躯萦绕的剑意竟化作柔情似水、温软如云的剑气。这剑气杀意不强，但那温婉轻柔的剑意，宛若能将一切苦痛隔绝在外。他这2年来为追赶秦修而磨砺出的剑意，在这一刻赫然升华。他与秦修的剑意，宛若走向2道极端。一个是森寒冷酷至极的杀戮，只为斩尽一切敌；但对于霓裳而言，杀戮也好，温婉也罢，皆是为了守护自己最珍爱之人。砰！剑气柔情似水，
目光却坚毅无比。云霓裳以手中剑坦然迎着秦修怒挥而出的漆黑龙爪，云霓裳死死盯着秦修那双龙晶中的暴力，就算杀了我，我也绝不会让你伤害秦修。胸威暴涌，剑意震荡，犹如云水缠勺。又一次，云霓裳的娇躯又一次被重重震飞，他摔落在地，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煞白的同时，萦绕周身的轻柔剑意也消散无疑。霓裳，刚才暴虐无比的一掌过后，秦修终于能恢复一瞬的神智，可这反而让他更加痛不欲生。霓裳可还是练气而已啊，他这是想用命来平息黑龙最后的怨念。但挚爱之人若是死在自己面前，要这神体又有何用？眼看云霓裳还要撑着柔弱的娇躯让秦修宣泄杀意，长公主死死拽着他，再来一次你会死的。甚至若非云霓裳临危突破了剑意，秦修刚才那一击就足以令他香消玉殒。可云霓裳却顾不得那么多，他奋力挣脱着长公主的阻拦。殿下，你快走吧，我和夫君的命是莫老还有那么多人牺牲才换来的，这一路艰难险阻都过来了，绝不能让你和夫君折损在这，要杀就用我的命。一声声怒吼，宛若一柄柄锋利的刀剑，直让秦修的心比千刀万剐还要痛苦。黑龙，我定要你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秦修愤恨至极，他形如魔神向那千丈龙狮走去，有种黑龙就和自己一命换一命。可他殊不知自己的愤恨反而助长了黑龙这缕残魂的凶力。只见秦修刚走出2步，口中又发出低沉扭曲的狞笑，呵呵呵呵，还真是感天动地啊，本尊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连死都不怕，但本尊说过要让你这辈子都活在痛苦里，除了死办法还多的是。突然秦修感到一股强烈无比的邪念从他的灵魂疯狂地涌向他的腹下，那是来自黑龙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力量。龙性本淫，黑龙最甚。他的嘴角突然不受控制地扬起邪笑，眼角不断向云霓裳两人曼妙凄然的娇躯看去，浑浊的凶力中不住地散发淫邪。那一刻秦修感到一股让他如坠冰窟的念头，黑龙这杂碎要他在杀死霓裳和长公主之前还要做些人畜不如的行径。凭什么你是神体？凭什么你的女人这么漂亮？本尊让你这辈子回忆起自己的女人都要做噩梦。黑龙在灵魂深处肆虐的怒吼充满了嫉妒，而长公主还浑然不知秦修眼神的变化，她此刻只顾着拦住云霓裳，再挨一下你会死的。渴望着秦修因忍受痛苦而剧烈颤动的身影，她心中又何尝不痛苦。突然她发现秦修好像更加难受了，这让她紧咬着朱唇，一抹决然将深埋在心底2年的情愫点燃。你不是秦修的累赘，但我也说过无论如何我都会陪他到最后一刻。你能陪秦修严寒酷暑18年，我此生也能陪他闯刀山下火海。长公主说罢，傲然挺身向秦修而去。云霓裳见状美眸巨颤，虽说长公主乃是筑基巅峰，实力远在她之上，但她先前拼死抵挡燕九霄，伤势何其严重，此刻在秦修那疯魔的状态面前，怕是比自己也好不到哪去。而望着他那已伤痕累累却还决绝走向自己的倩影，秦修心神颤抖得更加剧烈。别过来！黑龙那缕残魂在他体内的嘶吼，已经不只是杀光眼前的一切，而是比这更加残忍恶毒的邪念。这股来自黑龙本性的淫邪，比任何药物都来得狂躁，且无法压抑。尤其是长公主此刻红裙已然残破，白嫩的肌肤上染着血迹，宛若绽放的血色蔷薇。秦修奋力争夺自己的身躯，可长公主却将他的呵指抛之脑后，两人的脸颊几乎贴在一起。长公主咬牙紧闭凤眸，她知道以自己此刻的状态很可能会被秦修一击必杀，在那凶厉的龙威面前，谁人都无法压抑地感到恐惧。可他并未因这抹恐惧而退缩，反而因此将他心中的情愫点燃。秦修，我知道你和霓裳是天造地设，我不怕死，可……长公主紧咬的朱唇红润到了极点，那在芳心压抑2年的情谊，此刻再不说，或许这辈子都再没机会了。长公主银牙紧咬，临死之前就让他自私一回吧，何况他陨落之后也不会再打扰秦修和霓裳。然而就在他想将心中情话尽数倾诉时，却见秦修那燃着黑雾的掌风赫然拍在他的心口。可令长公主和云霓裳都未曾想到的是，这一掌并非如先前那般欲取他们性命般将人重重轰飞，而是指尖如龙爪弄玉拈花，轻轻一挑，将他那本就褴褛破碎的火凤红裙4分5裂。啊！长公主惊呼一声，凤眸猛然睁开，刚想说的情话都被吓了回去。快走！她惊愕地发现秦修此刻不只要痛苦地控制掌心萦绕的漆黑龙气，还极力紧闭双眼，不愿入他半分清白。可那缕浑浊凶厉的黑雾却将他的双眸撑开缝隙，从中涌出蠢蠢欲动的邪光。长公主只觉一阵窒息。秦修，不，
应该说，那如黑龙怒爪的掌风没有将他轰飞，反而扼住他的喉咙，紧接着一股不容反抗的霸道之力就将他猛然拽进秦修怀里。异国公主也不错嘛。此刻的他只觉得周围凉风阵阵，娇躯因害怕而颤抖着，他不敢看秦修的眼睛，可却清楚地感觉到那狂躁的力量从秦修身上暴涌而起。省略。远处云霓裳的俏脸已然羞红到了极点。怎么会这样？很快两人就见秦修在极力忍耐，黑龙的嘶吼却恶毒到令人发指。来吧小子，你自己选一个，是以后你想到自己的女人就会做噩梦，还是你和你女人以后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位公主殿下？我选你妈。但任凭秦修如何克制，黑龙残魂的杀意化作狂躁的邪火与本能，这让他只觉浑身血液沸腾，仅存的理智正在被摧毁。秦修拼尽全力在抑制，却也无计可施。那暴虐的杀意，他还能找千丈龙师一命换一命，可这黑龙的本性，他就在秦修彻底失控时，却见长公主从惊吓中回过神后，比起先前面对杀意时的恐惧，反而无比淡定。尽管那双凤眸中满是娇羞，可当他捕捉到秦修龙筋深处的黑龙残魂时，竟是戏谑一笑，风华绝代。你倒真是恶毒，不过比起耻辱，本公主倒该感谢你成全。和云霓裳的柔情似水相比，他里只柔情焰似火，更加敢爱敢恨。交贺间，长公主来了一招打蛇打七寸，这般反应让黑龙都始料不及，也让秦修终于又短暂的清醒一瞬。可清醒的秦修和黑龙一样的惊错至极。殿下，你别……下一刻，长公主却将他堵得哑口无言。这一刻，长公主眼中泛起2年来点点滴滴的陪伴，地火灵脉时的相互鼓励与比拼，还有秦修脚踏龙狮为他们挡住漫天雷光的伟岸身影。这一幕幕令本就深埋心底的情念燃烧得更加炽热。只见长公主那双凤眸中既泛着娇艳欲滴的羞意，还有模反江义军的得意与讥讽。你想害秦修种下心魔，余生都深陷自责，那就给我听好，本公主心甘情愿。不仅如此，长公主还将这么久来被黑龙惊吓的怒火化作力量，用她自己整个人来狠狠将其镇压。秦修只觉脑海一片凌乱，他真的记不清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那日火凤修提很是声色又高亢，将令他陷入癫狂的凶威尽数融化。脑海中黑龙的怒吼越来越弱，越来越不甘。怎么会这样？这个小子凭什么？先是那绝世之姿的女人肯生死不顾的用自己的命换这小子的命，还有这位国色天香的公主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就算是神体也不可能让这种事心甘情愿啊。他本来想让秦修这辈子都留下魔障，可没想到那火凤浑身的痴情火热，让他这缕残魂烟消云散前，还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崩溃。终于不知过去了多久，随着一声怒龙颤吼，天地间才归于平静。长公主整个人无力的瘫软着，刚才她承受的地动山摇比云霓裳挨的那2掌要可怕多了，但她那倾国倾城的俏脸并非苍白，反而比那撕碎一地的红裙还要娇艳嫣红。秦修整个人也近乎晕厥，他已然不想去分辨究竟是因为被黑龙的接连摧残，还是这场惊天动地的龙威侵涌。甚至此刻的秦修紧闭着双眼，他根本不敢睁眼，更不知道用怎样的目光去面对长公主，更别说在旁的云霓裳俏脸上的非议比长公主好不到哪去。他将刚才的一切都全程看着，他发誓他也很不想的，但比起羞恼，他更需要担心秦修和长公主会不会发生意外。这也让他终于清楚地见识到夫君平时为了照顾他究竟隐藏了多少实力。尴尬，气氛无比的尴尬。秦修甚至都不敢动弹分毫，理智虽然已经回归，可长公主看起来却不容乐观，属于伤上加伤。突然间，长公主撑起玉臂，似乎想要起身，然而仅仅只是这么一个看似平常的行为，却显得极其艰难。秦修悬着的心稍稍放下，长公主还能动，说明情况没那么糟糕，伤势应该是在可控范围。你没事吧？长公主不仅能动，虚弱的声音却充满关切，朱唇轻启间，幽兰温热的香气轻抚过她的脸颊，让秦修本就紧蹙的剑眉不禁一颤。他理解长公主是在关心他，可怎么总感觉这么怪？这话分明是他在学府时一直对霓裳说的啊。再想到长公主堵住他嘴唇时的温情似火，秦修又不禁一阵头大。以长公主的性格，不会想一辈子都骑在自己头上吧？更让秦修抓狂的是，他能感到云霓裳正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同样充满关切和羞涩。你们没事吧？秦修彻底无语，自己和长公主这样已经够难以启齿了，而且霓裳就在旁边看着。由于一直担心他和长公主的状况，霓裳怕是全程都目不转睛，只能说黑龙想让他一辈子都活在心魔和痛苦里，差点就成功了。秦修本想保持沉默，
可他紧皱的眉头让两女知道，他此刻已然清醒了。呀！长公主顿时满脸羞意，立刻起身，动作慌乱间竟然有些站不稳。殿下，你没事吧？云霓裳见状，连忙搀扶着她，俏脸也羞红如火染云霞。这都叫什么事啊？要说半点幽怨不悦都没有，那是假的。可他此刻得先照顾长公主的身体，毕竟长公主在此之前就已浑身是伤，而且面对的还是全盛实力的夫君。被黑龙残存蒙蔽理智的秦修显然记不起要怜香惜玉，甚至急急的云霓裳撕下衣裙给长公主擦拭伤口。在云霓裳的搀扶下，长公主才一瘸一拐地躲到一处碎石后边，秦修也终于能坐起身。片刻后，他才见长公主从碎石后伸出脑袋，绝美的脸颊红润还未褪去。你说实话，刚才到底是被黑龙占据神智，还是你自己那么凶的？秦修人傻了，他发誓的确是黑龙所为，在此之前他几乎要与千丈龙师玉石俱焚了。但问题是，黑龙虽扭曲他的心神，但身体还是他自己的啊。而且从忍痛打伤霓裳时，就故意让他的感知清楚地体会这般折磨。眼见秦修沉默以对，长公主那双凤眸水雾翻腾，虽又换好了衣物，但却躲在碎石后不敢见人。甚至回想起上次这么换衣服也是和秦修在一起，他就羞涩难当。他是心甘情愿，甚至主动道出一直藏在心底的那团情愫，但那是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更让长公主嗔怪自己的是，当从秦修的反应看出他刚才并未被封印无感时，心底的羞耻反而大半都变为了窃喜和庆幸。李芷柔，你之前最多只是和他牵手啊，那我说的话你也都听到了，你以后想怎么对我，总不能当作无事发生吧？长公主又一声楚楚可怜的娇喝，让好不容易起身的秦修一个趔趄。秦修凌乱地看向云霓裳，却发现自己的小娇妻虽羞红着脸，却挽着长公主的手，情同姐妹，竟还替她说话。夫君，我都无所谓的。殿下他金枝玉叶，又和你情投意合，我看就别在乎这些世俗繁文了。今后你对我和殿下平等相待，就别做妻妾大小之分了。云霓裳在心底悄悄幽怨，夫君定然不是事后无情的人。虽然他和长公主以前在闺中私语时也曾聊到过，想到过会有这么一天，可真正遇到时，谁心底能难免没有一丝酸涩？总不能自以这位原配发妻让位作小吧？却不知望着相互依偎的两女，秦修一时间真的分不出大小啊。不是，我也没说他小啊，而且这是大小的问题吗？关键小娇妻云霓裳这是怎么了？秦修看得出来，小娇妻虽然羞涩间还略显幽怨，可从头到尾都没有哭闹不满。秦修莫名感觉刚才的场面，小娇妻怎么像早就曾预料过似的。秦修怔立无语，他是真的彻底服了女人的脑回路。他们刚被一路追杀，遭遇黑龙夺舍反噬，刚能松口气，竟然就要他分出个大小来。然而秦修并不知道自己还是太年轻了，平日里虽然龙精虎猛，但绝对猜不到小娇妻和长公主闺蜜平时聊的话题有多令人瞠目结舌。心中一阵五味杂陈过后，秦修终究还是抬起了头，那双剑眸中满是真挚与坦诚。殿下，你说的话我确实都听到了，你说愿意陪我到最后一刻，无论是刀山火海，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你的。话音落毕，秦修也依稀感觉忍耐2年多的一道心痒得以舒缓。长公主闻言，忐忑娇羞的凤眸顿时一亮，目光中的喜悦让她看起来比以往更加明艳动人。两女对视一眼，似戳破秘密般相互捂唇窃笑，两双秋水盈盈的美眸又看了眼秦修。我和霓裳先去搜刮战利品，你赶紧把自己收拾干净。秦修就这般望着长公主和云霓裳挽着手，小鹿修桃的模样像在躲着他，可他却很快就听到两女面红耳赤的窃窃私语些什么。长公主的玉手还莫名的比划着什么，秦修摇了摇头。长公主乾坤界里有疗伤丹药，应该不用他再担心。冷静下来后，他那阴沉的目光终于能彻底审视这再无动静的千丈龙师。盘踞大黎，威震方圆千里的千丈黑龙，自今日起魂飞魄散。一想到刚才把他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夺舍和反噬，秦修内心的怒火就压抑不住。刚才是你夺舍我，这回该轮到我搜刮你这一身龙血龙灵了。秦修不只是心中怒火难耐，他丹田之内的龙气也早就蠢蠢欲动。轰！随着秦修一声喝令，炎龙首当其冲，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其炽热的龙焰瞬间化作汹涌澎湃的火浪，席卷四方。龙口大张，宛如深渊巨口，对着那横亘千丈的龙狮猛扑过去，大快朵颐。其余2道药精龙影也不甘落后，奋声嘶吼，双龙纵横交错间，锋利的龙爪轻易撕开了漆黑龙鳞的防御，一头扎进龙尸体内，肆意吸食着残存的龙血。就连那道筑基之时凝练而成、凶威赫赫的黑色龙影，
在秦修的喝令之下，锋利的龙牙也撕咬咀嚼着龙尸的骨与肉。秦修顿感一阵大仇得抱地扬眉吐气。虽说黑龙尸骨因陨落数千年，龙血有所流失，但这千丈龙尸哪怕残存的龙威，对他而言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宴。这黑龙生前实力之巅峰，绝对足以覆灭离国，此刻却成为了他淬炼龙威的美餐。龙影吞炼所带来的力量，令秦修枯竭的灵力短短几息就暴涨迅速，疲倦的身躯也愈发龙劲狂涌，整个人如金鸡玉骨，龙血沸腾。四道龙影争先恐后的分食千丈龙尸。炎龙原本自追随秦修左右灵液和地火都吞炼习惯，此刻终于又能尝到极品美味。秦修也着实没想到，这四道龙影的胃口竟如此之大。他原本还在头疼千丈龙尸该如何处置，毕竟他们几人的乾坤界加起来怕是都装不下。可如饕餮狂食的龙影显然没有打包的意思，尤其是那道黑曜闪烁的龙影，随着黑龙最后残存的龙魂消散后，他也彻底被秦修掌控。而就如黑龙险些夺舍反噬秦修一般，不仅是因为其刚才处于强弩之末，也因为他是以侵蚀他的黑龙凶威筑基，两者之间存在生灭相吸的羁绊。所以当秦修反杀黑龙炼化龙尸时，就宛若收回自己的力量一般，黑色龙影龙口犹如深渊，每狠狠吞咬一口都似不用咀嚼，转瞬就将龙尸残存的力量炼化。秦修就这般亲眼目睹四道龙影从刚开始不过手臂粗细，龙躯暴涨堪比他的大腿，龙威也更为凶狂残暴。随着龙尸被分食的渐渐只剩骨架，四道龙影仰天长吟，他们浑身的龙鳞所散发的凶芒令周遭充斥着可怖的威压。四道狂龙的龙躯还在不断膨胀，秦修也感到一股强横的力量令他洗髓伐落。他连忙盘膝而坐，龙威与浩瀚灵力相映成辉，竟让他的气息层层攀升。刚把燕国几人的宝物搜刮干净的长公主与云霓裳两人，俏脸还残存着风韵绝美柔雅的红晕，直至回到秦修身边才止住窃窃私语。但是很快两人就又怔愣，被秦修此刻四龙萦绕，龙威直冲天灵的气势惊到了。轰！灵光暴涌的涟漪横扫惊起狂风呼啸，这动静长公主再熟悉不过，分明是筑基境突破的威势。筑基境一分为一到九重，秦修不到半天前才刚踏入筑基，没想到此刻竟又有所突破。关键两人十分清楚秦修的神体成长之艰难，此刻他再次突破，不由都为他感到欣喜。尤其在此之前，长公主也对如何处置龙尸颇为头疼。她已盘算过，除了收整心灵姐妹遗物之外，哪怕加上燕九霄几人的乾坤界，也只能带走龙尸一小部分。而且今时不同往日，龙宇秘境虽是他离国疆土，但根本不可能再找人帮忙搜刮龙尸，相反，他们若带不走，只会便宜了围杀在外的燕国贼人。两女未曾打搅秦修，静静感受着他的气息愈加炽烈阳刚，如一轮烈阳高升当空，神威普照。随着吞噬的龙血被精炼，秦修气宇间充斥的龙威更加浩然威凛。那四道龙躯也暴涨到如秦修腰身粗犷，狰狞摄人，每一道龙鳞都宛若实质，熠熠生辉。他们盘踞在秦修周身狂舞嘶吼，长公主感受着那股凶狂的威压，不由心惊，恐怕每一道龙影单独拎出来都能震杀一位筑基强者。更别说炎龙烈焰焚天，此刻喷涌出的龙息已如真正的岩浆，眨眼间便可融化金铁坚石。黑龙更可吞噬万物，狠绝而又残暴，单论龙威之凶狂，还要更胜炎龙。盘膝而坐的秦修肌肤亦如琉璃铸凝，在烈阳的照耀下，竟折射出赤金、黑曜与炎红交错的光泽，仿佛欲伤他的神体分毫，须先破开这交替成灰的三层坚韧龙鳞。直至最后，四道狂龙将龙骨风云残卷的渣都不剩，秦修体内神骨又发出一阵如龙吟高亢的爆鸣。他那修长挺拔的身形散发着狂战于野的强横，伴随着又一道境界突破的灵光纵横，神体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长公主凤眸中满是惊艳，若是秦修以此刻之实力轰杀燕九霄几人，黑龙残魂怕是根本没机会反扑。因为他若是不留手，燕九霄根本撑不过他倾泻怒火的三拳，就要毙命。当场秦修沐浴在璀璨神光之中，四道龙影归于丹田，一双剑眸深处却不时闪过浩然龙威。尽管只是过去一天，两女却感觉秦修从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变得举手投足已有真龙天子之气与威势，身影挺拔而立实，更如顶天立地般伟岸。直到秦修扭身，才发现两女正满眼惊艳和痴迷地盯着自己。云霓裳美眸眨闪，正暗暗心想，今后有长公主与他联手，终于能与那怒龙正面鏖战了。长公主也满面非议，贵为皇室明珠，她20余载不曾尝一口锦果，谁成想情窦初开，品尝的便是刚猛无比的神体。嗨嗨，抱歉，我好像把黑龙的造化独占了。秦修连忙轻咳两声，这一路他们皆拼上性命，可龙宇秘境最大的机缘却被他独享。只是他总感觉霓裳和长公主看他的眼神在哪见过，很像凶兽打量美味的猎物。眼见秦修面露善然，
两女这才回过神，对视一眼相互的窘态，长公主连忙摆手：“啊，没事没事，燕九霄和那几个贼人的乾坤界里也找到不少好东西。”他说的不假，燕九霄身为燕国天赋与血脉都极其不凡的皇子，身怀的宝物可想而知。他那几位同伴也皆是燕国皇室着重栽培的心腹。长公主满心凄然，尽管这一战满是惨烈与牺牲，可若是师尊在天之灵能看到此刻的结局，也会为他们满怀欣慰吧。事不宜迟，咱们还是赶快离开此地吧。秦修此话一出，长公主和云霓裳俏脸上又泛起难掩的恐慌和愤恨。刚解决完燕九霄和黑龙，他们还没来得及喘息，就想起再望交城，可是还有燕万里以及数位燕国玄丹强者在等着。龙师已被秦修尽数炼化，禁锢天地的凶威已经在慢慢消散。一旦秘境消失，燕万里便会前来查探。若让他看到燕九霄几人横尸遍野，他必然会反应过来，秦修这尊神体还活着。以燕国行事之狠厉，绝对会继续追杀到底，将他们斩尽杀绝。那几位可都是玄丹境强者，燕万里更是燕国凶名赫赫的巨禽之一。若是被他带到，哪怕秦修以神体迎战，也将十死无生。那咱们现在要往哪逃？长公主忧心忡忡，她很想立刻赶回大黎黄都，将这里发生的一切禀告父皇，调动各方势力，抵御燕国即将发起的大举侵犯。可理智告诉她，回黄都的话，很容易被燕国强者截杀。更让她担心的是，就算顺利逃回黄都，对秦修而言不仅并未安全，反而更加危险。燕国若是进犯，那大黎黄都是首要攻破的目标，而且燕国派去攻打黄都的，必然是不亚于燕万里的巨禽强者。那可不再是与燕九霄这些年轻皇子的厮杀，而是国之存亡的浩劫。黄都再被围困的话，秦修就真的无处可逃了。秦修也有这般顾虑，他在外闯荡反而更不容易被找到，并且还能牵制燕国派出强者追杀他，减轻离国的压力。云霓裳也轻声表态：“我觉得现在我们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离国、对你父皇最大的帮助。”云霓裳一阵酸楚，逃到秘境是莫老和江宗主等人的牺牲，难道黄都被围，还要离皇以命再为他们杀出一条血路吗？长公主轻咬朱唇，也不得不认可。虽然此刻四面八方天高地阔任他们遨游，但能选择的方向其实并不多。沉默片刻后，长公主才指向天边一角：“不回黄都的话，我们能选择的也就这几处方向了。”她左侧的方向直接被排除，因为那边就是燕国边陲。若是这边，以我们的速度，大概7日左右就能飞过茫茫荒野大山，并且那里的城池规模不小，也不属于燕国势力。虽然他也极少踏出离国疆土，但身为离国皇室明珠，对周围地域的认知显然远超秦修两人。大隐隐于是，我们也可趁机打听离国和燕国的消息，再做决定。秦修没有意见，临走前，他冷眼望着心口被轰穿的燕九霄，他懒得毁尸灭迹，反正燕万里只要来这看上一眼，就能猜出大概。这笔血债，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燕国，都远远没有结束。今日他要逃，但他发誓，只要给他些许成长时间，无需太久。待他结丹之时，燕万里怎么屠杀的望交城，他就怎么屠灭燕国皇宫。突破筑基后，灵力更加浑厚的同时，对灵力的掌握和运用也突破到新的层次，灵力外放更加得心应手，不仅能化作刀光剑影的各类灵力匹练，还能催动灵力御空飞行。长公主本来想再次涌动火凤灵光笼罩两人，却听秦修道：“你才服用丹药，还是让我来吧。”虽然只是就事论事，可长公主心思何其细腻，发现比起以前对她的敬而远之，秦修眼神中明显多出关切，这让她明媚一笑，顿感心暖地主动挽住她的臂膀：“我们俩以后可就要陪你亡命天涯了。”秦修不言，只是身如狂龙冲天而起，三人飞遁的身影划过天际。长公主原本还担心秦修才刚突破筑基不久，带着他俩会严重拖延速度，但身侧掠过的狂风吹起她略显湿润的青丝，长公主就知道自己多虑了。以秦修神体之灵力，飞遁速度全然不输筑基巅峰的他。他望向那道俊逸的侧脸，凤眸更加情意浓浓。今日有家不能回，还要选择背井离乡躲藏追杀的他们或许很狼狈，但他相信只要给秦修足够的时间，他们一定能赶在黄都被攻破前昂首挺胸的回去。秦修对修行的刻苦让他无比放心的同时，还倍感欣慰。望着渐行渐远的离国边陲，他没有作声，又不禁为秦修深感担忧。一尊神体的潜力和神威大成后的实力有多恐怖，燕国就会有多重视，而有多么重视，就会多少强者铺天盖地的来追杀。说来，这一切都怪那该死的云雪容。如若不是他告密，燕万里很难从秘境的尸横遍野推断出真相，至少要很久以后才知晓秦修就是那尊神体。离国和燕国的实力差距之大，他最为清楚。可以说，燕国若打定覆灭离国之计后，
大离黄兜撑不了多久。关键黄兜就在那里，如果他是燕国高层，就不急着攻破，反而会优先派遣更多强者先扼杀掉秦修这尊神体，因为这才是真正会对燕国产生巨大威胁的因素。今后秦修所承受之重，怕是比父皇更加艰巨。想到这里，长公主不免感觉有些揪心。这一路上，秦修虽然沉默寡言，可他如何不清楚，他是在为离国分担压力。他不禁又想起秦修和自己相互承诺的那道山盟海誓，前路无论是刀山火海，他都会陪秦修到最后一刻。三人飞遁渐远，与此同时望交城，残垣断壁，血流成河。燕万里却悠然淡定地盘膝而坐，服下丹药来恢复灵力。他确实不着急，别说传送阵已毁，就是尚在，离国那帮垃圾一时半会也不敢来寻仇。而以燕九霄的实力，再加上身边还有一位擅长追踪的心腹，杀光那几只丧家之犬用不了多久。神体虽万世罕有，但与我大雁为敌的神体，还是永远留在炼气境比较好。夕阳西下，燕万里心底冷笑之余，远方那令他都颇为忌惮的黑龙凶威，他竟突然感知不到，好似烟消云散了。燕万里豁然一惊，身边几位燕国强者也陆续感应，纷纷起身。这是关于龙陨秘境的禁忌，他们也都了解。传说若能将那尊强横的龙魂战胜或降服，就可令秘境的凶威消失，并且还能得到那千丈龙师的浑身至宝。难道九霄不仅已经把神体还有那几个废物杀光，连龙魂都被他降服了？念及此，燕万里顿时欣喜不已，身边的燕国众人也都惊赞连连。九霄殿下不愧是陛下寄予厚望之皇子，不仅镇杀神体，还降服凶蛟。神体又当如何？今后世人只会记得九霄殿下的雷威盖世。虽然没有当着燕九霄的面，但一众燕国强者依然满是恭敬的赞叹，毕竟天底下的恭维还有传不到其本人耳朵里的。燕万里双眸泛着金芒，那尊千丈龙师的价值让他都很是垂涎。他大燕气运果然的苍天青睐，先是将神体扼杀于炼气，又将斩获一具焦尸，距离吞并离国也已是唾手可得。走，随我去迎接九霄凯旋。燕万里当即化作一道快到极致的残影，此刻心情大喜的他，浩瀚强横的气息也不断外涌，所过之处天地都震颤连连。然而随着他深入秘境，嘴角的笑容却赫然消失。这一路所过，他看到不少凶兽的腐尸，囚禁此地的龙魂消散，他们的兽魂也难以维系，但他却找不到那尊黑龙的尸骨。怎么回事？九霄就算能降服龙魂，但也不可能毁坏龙尸啊。燕万里心底莫名泛起一丝心悸。传说那尊龙尸足有千丈，陨落于此，如一道天折，令人望而生畏。千丈龙尸，他没道理看不到啊。突然间，燕万里眸光一颤，简直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那是……轰！燕万里轰然落地，望着那道心口被轰出血洞，就这般被遗弃在荒野的遗体，双眸中的惊骇难以言喻。一众燕国强者也察觉到异样，他们刚刚落地就被燕九霄的尸体吓得惊悚无比。九霄殿下，不！燕万里抱起燕九霄的尸骨，整个人仰天悲吼，可怖的气息如一片血海翻腾，令大地崩裂，山川破灭。是谁？那条黑龙呢？滚出来受死！燕万里整个人震怒的发疯一般，怎么会这样？他不是来迎接九霄殿下凯旋的吗？为什么会沦为给殿下收尸？一众燕国强者很快也发现了跟随燕九霄一同进到秘境的几人尸骨。此刻没有一个人能再保持笑容，脸色无不难看到极点。而更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为什么没看到离国那几个废物的尸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是那黑龙暴怒而起，将所有闯入者都杀了？但黑龙的尸骨又去哪了？还能不翼而飞？突然间，一位燕国玄丹强者颤声道：“大人，快看他们的致命伤！”他指着一道无头尸体，其脖颈喷涌的鲜血已经干结成血痂，但一眼就能看出来切口极其整齐，显然是被锋利无比的利器一击毙命。再翻转其余几人的尸体，燕国众人惊骇到说不出话来。这些尸体不仅都是一击毙命，而且伤口皆是平整无比，看得出来是一位剑修强者所为。若是黑龙发狂的屠杀，绝对不会这样。燕万里强忍着悲愤，审视起燕九霄的尸骨。不看不要紧，以他狠毒的眼力与见识，很快就发现九霄殿下浑身的经脉和脏腑早就全被剑气绞杀碎裂了，而且胸口那道触目惊心的血洞和那杏墨的死状简直一模一样。这绝对不是黑龙所为，而是离国的报复。可这个发现却让燕万里如遭雷击，杀了他都难以相信离国那几个废物也能伤到九霄。李芷柔，不，他没这个本事。江千鹤的徒弟也没这个本事，区区卑贱下国，到底是谁能残害九霄？又或者是那位神体？不可能。当时他虽然被江千鹤两人缠斗，但绝对能确定有2道炼气境的身影。
此刻燕万里心乱如麻，会不会是九霄不小心招惹到了黑龙，被其重创后再被离国那几个家伙黄雀在后？但问题是龙师呢？突然间，燕万里望着燕九霄被折断的手指，心脏骤然猛战。这是九霄佩戴乾坤戒的手指，死后还被折断，更能确定是离国之人为了泄愤。这也说明离国之人不仅还活着，而且还能搜刮完九霄几人的宝物，才逃遁燕万里，强行让自己冷静，扫视着眼前的一切。但良久过后，他先前独自迎战莫老三位离国剧情都不落下风的身躯，竟控制不住地站立起来。尽管他很不愿意相信，但理智和事实告诉他，这里发生的最大可能便是九霄和其他几人都是被那位神体所杀，而且那位神体见到天赋还妖孽无比，甚至黑龙的造化还都被其夺走了。到底为什么？云雪荣此刻也满脸恐惧地躲在众人后边。他以告密秦修的身份为投名状，燕国尊使不仅饶他性命，而且看在他的姿色和灵体的份上，让他也能跟着回燕国皇宫侍奉燕九霄。就在片刻前，他还满心窃喜，丝毫没觉得有什么背叛宗门的耻辱，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让秦修死，他就很开心。何况燕九霄的身份何其尊贵，离国已经覆灭在即，他这是又给自己谋了个好前程。但九霄殿下，为何会云雪荣还沉浸在恐惧中，就突然感到一股可怖的力量捏住他的天灵，几乎将他的脑袋捏爆？你不是说神体只是区区炼器，3年前还是个废人，从未修炼过武技吗？一剑杀一人，这是多么恐怖的剑法！单是感受绞杀九霄浑身经脉残存的杀意，燕万里就感到一阵森寒。饶命！云雪荣也害怕极了，但他发誓绝对没有说谎。这真的是秦修所为，一个炼器巅峰，一个筑基巅峰，他凭什么能杀害九霄殿下的？燕万里的脸色也变得阴沉无比。之前云雪荣说过秦修战力能横跨一大境界，他却嗤之以鼻，只认为是离国的所谓天才不堪一击。可竟然连他大雁倾尽无数心血栽培的雷霆灵体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就是神体吗？若是让他活着，我大雁将永无宁日。追，都给我追！就是找遍天涯海角，也绝不能放任那小杂碎逃走。燕万里阴狠的眼神扫视着天地八方，思绪飞速转动。他们应该不敢往离国折返，也不可能往我大燕的边陲去送死，那就只剩这几处方向了。燕万里厉声喝：我从这边追，你们剩下一人一个方向，务必要将那神体挫骨扬灰。不仅如此，他还指派了一位燕国强者，你用最快的速度折返回黄都，将这一切禀明陛下，让陛下暂缓吞并离国的计划，再让玄丹以上的强者，只要能调动的统统派出去。他几乎是要派出大燕所有能调动的强者，如此手笔可谓是天罗地网。但燕九霄一点也不觉得小题大做，相反，和一尊结下血海深仇又逃遁的神体比起来，区区离国不过是囊中之物。燕九霄几人尸骨的惨状，让他已隐隐意识到神体的可怖，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以最快的时间将之彻底扼杀轰。燕万里吩咐完这一切，自身更化作一道震碎云霄的残影，一步便横跨出数百丈。记住，他们带着炼器的累赘，速度肯定不如你们快，别着急，一定要搜仔细。他又怒然指向瑟瑟发抖的云雪荣，把那神体还有他女人的模样画出来，不管他往哪逃，不论花费多少代价，一定要查出他们的踪迹。还有，让陛下派来的人沿着你们的踪迹再搜一遍，记住，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燕万里眼神中闪烁着强烈的恨意，他无愧为燕国巨禽之一，短短片刻间就将追杀安排的滴水不漏。但无论如何，这也只是亡羊补牢，他没想到竟真的让那姓莫的得逞了，为神体搏出一条生路。燕万里现在只希望自己找寻的方向就是秦修几人逃遁的方向，这样他便要让那小杂碎知道与他大燕为敌的后果。几位强者有折返回燕国边陲者，其余几人也纷纷腾空而起。九霄殿下被杀，神体逃之夭夭，无论哪一件事都足以令大燕震颤，他们也绝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几人身化流光，令天穹掀起阵阵劲风的尖啸，眼中无不闪烁着冷冽恨意。尽管九霄殿下已是筑基巅峰，距离突破玄丹也只剩水到渠成的一步，能将殿下和那几位心腹杀害，神体的实力不容小觑。但他们可不是刚刚突破玄丹，每一位皆是大燕成名许久的强者，原本此次前来是辅佐燕万里一同镇杀离国3大强者的，实力可想而知。何况神体跨越一大境，战胜寻常修行者，他们相信，但九霄殿下的雷霆灵体在一众灵体中极其强横，又锤炼这么多年，几人无不认为应该是那黑龙暴起，九霄殿下苦战许久，才让那神体渔翁得利，偷袭成功。不管他们谁找到秦修，都只有3个字：杀无赦。入夜，秦修3人的身影在月光笼罩的树林间穿梭，树叶擦过衣角，发出簌簌声。他没有再选择飞遁，
因为在夜幕下飞遁的灵光太过招摇显眼，而且这片森林树木茂密，层层树叶反而更能遮掩他们的行踪。秦修很清楚，他带着云霓裳两人比速度迟早会被燕国的玄丹强者带住，所以比起逃遁的多快，他更该考虑隐藏身形。森林茫茫，直至接近午夜，三人才在山涧发现一处隐秘的洞穴，于是躲了进去。三人没敢点燃篝火，秦修更是倚靠在洞口的一处山石后，将自己隐匿在黑暗中的同时，还能更好地观察上空。直到长公主从乾坤戒中取出食物和水递给云霓裳，解决完饥肠辘辘后，两女才终于能松口气。秦修也接过一枚恢复灵力的丹药吞入口中，那双剑眸却始终炯然有神地警惕外边。看样子燕万里并没有选择咱们这个方向，毕竟以燕万里的飞遁速度，他们恐怕还没天黑都要被追上，而如若是其余几位燕国玄丹，洞察力就要弱上许多了。除非放慢脚步在山林中仔细找寻，不然飞掠而过很难发现他们。而要说放慢脚步的找寻，从森林边缘到他们的藏身之地，恐怕找到天明也还找不到。毕竟筑基飞遁速度一息便可数十米，此刻他们虽是逃命，但身在暗处反而比回黄都更加安全。舒了口气后，秦修也终于有空内观自己的丹田，而此刻他丹田那道灿灿生辉的混沌神树上，已然又结出了一道神光氤氲的果实。果然，混沌神树是一个大境界酝养出一枚神果。刚才一路逃遁，秦修也在强忍着好奇与期待。毕竟万一再是梦炼神机这样的造化，跑路的他还能当场进入梦乡不成？可话说回来，他踏入炼气的果实便蕴藏着梦炼神机这样颠覆世人，可逆天而行提升灵魂强度的天大机缘。筑基境的果实也绝对不会差到哪去，这难道又是什么能改换天地的神意？于是乎，秦修凝动灵力，拨开笼罩果实的层层神辉。他并未出声，却也没刻意避讳云霓裳和长公主，毕竟这两位都是与他同生共死的妻子。何况能提升灵魂强度这种事，他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信。随着混沌神树一阵摇曳，他将那枚神果摘了下来，顿时道道神辉萦绕在丹田之上，与他神体共鸣的道妙神迹，令秦修不禁屏住呼吸。果实散发的神辉飘荡于神树周围，竟逐渐形成一道道神秘而古老的字符。秦修眨了眨眼，一时间竟感到阵阵恍惚，字符明明不多，他却数不清到底蕴藏多少神妙。不仅如此，大多字符此刻闪烁着强烈而刺目的神辉，让他如看镜中水月，模糊不清。这是……秦修面露茫然，定了定神，才发现自己目前只能看清楚三道字符：阵、风、战。这些字符神光闪烁，宛若9天之上的神奇，以无上伟力所刻写而出。秦修心底默念，直觉告诉他，这每一道字符都代表着一道神威莫测的力量。阵是指镇压之意吗？还有风和战指的又是什么？字符如仙神落笔，若非秦修拥有神体，似乎连直视神迹的资格都没有。秦修满心好奇，实在忍不住想试试，毕竟他的境界提升实在是太难了，一路写满坎坷。于是秦修从洞穴探出脑袋，屏息良久，确认附近连飞禽走兽都没有后，才敢试试。他选择从第一个阵开始，只见这道神符笔劲沧桑，犹如一座万丈神山，一经催动便可令四海波涛平，万里风静止。秦修催动阵之神符，一刹那满怀期待的脸色就变得凝重。只见他丹田浩瀚如星河的灵力席卷而出，才令阵之神符的光芒越发耀眼。而这灵力损耗的速度，让他顿时就回忆起曾经强行斩出天拳与玉衡之剑。秦修暗暗心惊，同时不得不按捺住好奇。不行不行，我的灵力还得支撑明天飞遁一整天，这损耗根本承担不起。秦修挥散灵力，才让阵之神符闪耀的神芒渐渐平息。他难以想象，若是完全激发这字符的神威，需要多么磅礴的灵力。可他并不知道，自己刚才浅尝辄止的行为，竟让正轻声闲聊的长公主和云霓裳声音戛然而止，俏脸也变得无比煞白。不好，被发现了！长公主连忙起身，灵光暴涌，一副被追上后要拼命的姿态。只因刚才那一瞬，她和云霓裳同时感到一股极其可怖的威压，这股威压之强，如万钧重鼎从天镇压砸落，让她刹那间就满心战栗。那感觉分明是被燕国玄丹强者锁定踪迹，而且是距离他们极近，宛若就立于他们头顶俯瞰。长公主就要拉着云霓裳往山洞外跑，可还未与秦修擦肩而过，竟不由怔在了原地。奇怪，那股威压消失了。长公主不敢动弹，同时眼神示意云霓裳千万别发出任何动静。此刻的她白皙如玉的额头上泛起细密的冷汗，除了害怕外，还感到无比庆幸。难道是燕国的玄丹强者感知扫过，却阴差阳错没发现他们，又已走远了？长公主不禁感慨，这运气简直是死里逃生。而望着她短短几息
绝美容颜就闪过诸多心惊胆战的表情。秦修不由扬起抹讪笑，语气带着歉意：“抱歉，忘了提前跟你们说，刚才是我在催动突破筑基后的神体之威。”什么？长公主都忘了他们在逃命？婉音带着惊颤，她先是略显气恼地打量秦修，这家伙有意思吗？人吓人真的会吓死的。但随即他和云霓裳却又满心愕然，刚才那股让他们动弹不得的威压，竟然是秦修散发的，这也太强了吧！长公主此刻才敢大口喘气，刚才的压迫感简直比被玄丹强者杀意直接锁定还要令人窒息。她想不明白秦修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但可以肯定他只是凝聚了一瞬那股神威，就让他如劫后余生。秦修也终于初步领略神符的威力，他刚才若是将镇之神符完全催动，长公主和霓裳别说动弹不得，甚至会被直接碾得浑身爆开。从长公主凤眸中的惊魂未定，秦修可以确定神符的威力之强横。殿下乃是筑基巅峰，都如此反应，这神符也绝对能镇压玄丹强者。这让秦修剑眸泛起凛冽金芒，这几道神符连自己最亲近的2位女人都不知道，若是真被燕国围追堵截，起码多出一道保命杀招。不过这灵力的损耗，只能说玄丹之下根本就不值得我催动神符。秦修暗叹口气，他又打量起那些模糊的神符，他用尽灵力和精神力，也只是依稀看到那些神符中好像每一道都是惊天动地的字迹，有2道看轮廓很像是语咒2字，他猜测其他神符模糊不清难以触碰，会不会是以他现在的灵力根本就无法催动？毕竟按照镇之神符的威压，其他神符肯定都各具难以想象的惊天伟力，境界又是10倍于他人的境界啊！深夜，长公主和他交替值夜，有惊无险。翌日清晨，3人不敢懈怠，再次一路飞遁。而让3人感叹运气不俗的是，整整飞遁5天都没有遇到燕国强者的踪迹。呼，看来是咱们太提心吊胆了。想想也是，天大地大，3个人引如大海捞针。此刻3人立于一片怪石嶙峋的崇山峻岭前，长公主拿着地图对照，语气都轻快了许多。飞过这乱石山，就能看到连云城了，那就是他说的不属于燕国势力范围的城池。速度快点的话，1天1夜，后天日出前咱们就能进城。关键连云城是有传送阵的，且4通8达，而以他们从燕九霄等人身上搜出的灵石，足够让他们传送出万里之遥。到那时就真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我行。燕国再想找他们，何止是大海捞针？这让3人眼神中都泛起喜悦。秦修也终于能大口享受清凉的空气，还是老样子，找处藏身处，躲过今夜。秦修颔首，依旧保持着应有的警惕。他们飞入山间，突然看到一处水清潺潺的瀑布溪流。云霓裳忍不住阴唇轻咬：“夫君，你有没闻到我身上有些异味？”不是他矫情，实在是这一路奔波，血水、汗水、泪水，再加上泥泞混在一起的味道，云霓裳此刻对自己都无比嫌弃。长公主也早有此意，从小养尊处优的她，比云霓裳更憧憬那处瀑布。秦修见状也只得答应，反正都要暂时歇息，若只是因为这点小事就被燕国强者追上，那他只能自认倒霉。2女雀跃欢呼，窈窕曼妙的2道倩影如仙子临尘，来到溪河边。长公主一身雪白如莲的宫裙也已有不少泥泞，可她刚解开束腰玉带，却突然俏脸一红。她本想回头看看秦修是否走远，却惊错地发现霓裳早把衣衫扔弃，一双洁白纤细的玉腿已经漫入清澈的溪水中。长公主满面羞红，霓裳妹妹就算还是练气，也能听到秦修还没走远吧？可她怎么好像完全没听见一样？她看着云霓裳轻柔粉颈，美眸微眯，俏脸露出难得的惬意，这哪里是没注意到秦修，分明是习惯成自然了都。长公主玉臂轻环着褪下香肩的宫裙，这般举止让本就时刻背负沉重的她更觉呼吸不畅，朱唇呼出的弥热香气吹皱一池春水。芷柔姐，你怎么了？是担心突然被燕国贼人撞到吗？云霓裳已然整个人都沉入清凉的溪水中，水面波光粼粼。当拂衣大白2人已然以姐妹相称，长公主也和秦修提起过，如今这般关系，再喊他殿下很是生分，不如直呼他名讳。秦修却表示顺口了，想到什么便如何称呼吧。长公主也随他去了。云霓裳自青丝流淌下晶莹水珠，她美眸眨闪，心想这不是有夫君在警惕吗？那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的。长公主看他一脸清纯的茫然，更是银牙紧咬，玉臂愈发紧搂，衣襟都被勒出一片褶皱。有没有可能他迟迟犹豫，就是因为秦修在旁边？他也是服了云霓裳，很难想象他与秦修这2年过的都是怎样没羞没臊的生活，连在对方面前沐浴都毫不避讳了吗？溪流连连，一缕清流漫过长公主粉白晶莹又美如残玉的脚趾，清凉的感觉让长公主忍不住轻哼出声，于溪河中
如玉连交合的脚掌都因久违的清爽略微蜷缩。他本来也想忍忍的，但浑身的血腻和汗渍实在太难受了。瀑布激起的水雾轻抚过他那国色天香的容颜，长公主却感觉脸颊滚烫。都怪当时只想着把发狂的秦修镇压，才搞得自己伤情恶化。以后他是再不敢骑在秦修头上了。不对，我有什么害羞的？又不是没看过。确认秦修去山涧收整，长公主才轻咬朱唇，下到水中。扑通水波荡漾，长公主虽满心羞涩，可到底是金枝玉叶。片刻后，从水面浮出脸颊，白皙柔软的玉手轻抚秀发的水珠，优雅至极。接连数日的提心吊胆，似乎都被这股清凉洗净。很快，溪河处便传来两女如莺啼悦耳的嬉闹，而秦修立于山涧，望着这一幕，他心神微颤。他发誓，他真的只是出于安全，扫视下这处是否隐蔽。可哪怕他无意细看，但龙与秘境一战，让他境界猛长的同时，无论是躯体之坚韧，还是五感之敏锐，总之，哪怕相隔极远，他也看得一清二楚。哪怕云霓裳和长公主大半身躯都没于水中，但溪河清澈，非但无法遮挡那凹凸有致的身段，反而随着水波折映，如此半隐半现，反而更显惊艳。关键他很想说，长公主如此宽阔胸襟，实在是很难沉下水去。两位妻子沉浸在清凉中，秦修却是苦不堪言。关键云霓裳诉苦连日奔波，浑身泥泞，别忘了这几天耗力最多的可是他。先被黑龙夺舍，又反噬，不断拼杀血战。哦不，他身上的血迹倒不是自己的，可他身上沾的汗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啊！不行，我也得洗个清水澡。不过秦修等两女换上崭新衣袍，长公主能替他放哨后，才跃入水中。而立于山缝的长公主顿时就发现，这处位置视野极佳，能把瀑布上下看得清清楚楚。刚被溪水洗净的脸颊又泛起一抹非议。然而她从未怀疑过秦修的人品，而且不同于云霓裳才练气劲、筑基巅峰的她，凤眸同样目力不俗，匆匆一瞥下，长公主凤眸一片秋水，却还是时不时地瞥去一眼。神体是真不一般，她真不敢相信当时自己为何会那么的勇敢。不可思议。入夜，秦修几人享用着烟酒消乾坤界中的皇室佳肴，饱餐过后，云霓裳静躺。没办法，他境界太低，以他的感知根本无法守夜。秦修刚想如往常般去洞口守夜，却发现云霓裳一直看着自己，眸光连连。两人四目相对，一路的惊心动魄得以疏解，再加上即将逃出升天，这般大起大落，云霓裳对秦修的情谊已是刻骨铭心。你们，长公主看了看身边的好姐妹，又看了一眼秦修，当即站起身来。我去洞口守夜。她扭着娇躯往外走去，心底暗嗔，好不知羞，这种事情有那么不可自拔吗？而且他们还在被追杀啊，就不知收敛一些吗？长公主本想冷静下，但是很快夜风中就带来了一阵低语。以前还只是隔墙略闻，这回她听的那叫一个真切。她很想谴责秦修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不过仔细想想，应该还是有所保留了。秦修乃是神体，如今更是突破了筑基，才是炼气境界的云霓裳哪里会是他的对手？不过云霓裳意志坚定，看似悟性和天赋平平无奇，却在短短2年时间中练出了剑意。便是身为公主的她也颇为心惊，难道是因为有秦修的熏陶？夜风中，长公主胡思乱想，思绪不知已经飘到哪里去了。洞中，秦修惊觉自己的变化，吞噬了黑龙后，受龙性影响，他发现自己的情绪变得愈发的难以自制。不许再欺负霓裳！长公主玉足猛然一跺，玉手轻挥，震碎山石，堵住入口，将夜色彻底隔绝在外。第1日，第2日，第3日，长公主终究还是不敌神体。4日，三人继续逃匿。或许是因为有同甘共苦的情谊，长公主和云霓裳相处得更为融洽。秦修松了口气，却没有放松警惕。或许也是因为燕国强者根本没有料到，逃亡中的秦修居然还敢停下休整半日，居然没有遇到什么围追堵截。毕竟以他展现出来的战力，玄丹以下遇之必死。大雁虽强，又能派出多少玄丹？终于，连云城在望。停下！秦修突然停滞下身形，面色凝重，看向那座城池。他灵魂强大，觉察到有一道气息在寻找着什么。显然，燕国强者也考虑到了他们会前往连云城，早就来到城内守株待兔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是玄丹强者，而秦修三人当中还有一个炼气，怎么也比不过玄丹的脚力。燕云涛斜坐在城外的一处山石之后，在刚追杀的前2天，他也曾仔细搜索，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天高地阔，照他这么搜，找到神体的可能无比渺茫，甚至还会让神体越逃越远。幸亏他选择的方向就只有连云城这么一座城池，
没有身份之人绝不可能飞遁进城，只能乖乖从城门进去。他目光所及，能清楚地看到进城之人的身形容貌，并且他在3天前已经和连云城主打过招呼了。虽然这不属于燕国势力范围，但看在数目不菲的灵石份上，连云城主很乐意接过秦修的画像。也不知道那神体往哪逃了，最好是被万里大人抓到。燕云涛略感无趣，虽然他们行事缜密，但首先秦修未必是往这个方向逃，更没准还在哪处山野躲着。然而他却不知远处的秦修已经发现了他。你确定那是燕国贼人的气息？化成灰我也不会忘。毕竟在被送入秘境前，秦修只是保护于霓裳不受余波伤及，所以有时间记清楚每一位燕国玄丹的气息。三人的眼中都泛起恨意，长公主却谨慎到他能守在这，一定早已布置过，没准都已买通连云城主。他暗道糟糕，本以为即将海阔天空，却没想对方直接堵在城外。再想往其他方向逃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燕国的搜索会越来越紧密，其他城池也大概率有人守株待兔。甚至若非秦修感知敏锐，一定是燕国那位玄丹先察觉到他们。可秦修闭目感知一番后，却缓缓睁眸，眼中不仅杀意漠然，更有炽烈无比的自信。问题不大，只有一个人，杀了他，再进城也不迟。长公主惊呆了，什么叫只有一个人？那是一位玄丹，而且绝不是刚刚突破的玄丹，是燕国的砥柱心腹。秦修却似无视了他的惊错，你看好霓裳，躲远点。这般吩咐倒是没错，毕竟在玄丹面前，连他都唯有尽力自保。但秦修这是要直接迎战玄丹。秦修没再多言，而是腾空而起，身影直接化作狂龙，冲向那片石林，战意也陡然攀涌到极致。出来吧，我认得你，望郊城的屠杀有你一份。燕云涛猛然起身的同时，还暗感惊错，这神体是直奔他而来，也就是说是神体先察觉到了他。不愧是神体，果然必须以最快速度斩草除根。他打量着秦修，与画像无异，这气息居然突破到筑基3重了。万里大人的决定果然高瞻远瞩。不过他惊错过后，更多的是一阵窃喜和幸运。本以为是大海捞针，没想到被自己堵截城外。天大地大，与我大雁为敌，也唯有死路一条。那具龙尸应该也被你渔翁得利了吧？能一路活到现在，你可真够走运的。他并不知道，更不会去猜想秦修能将千丈龙尸和龙魂当场全部吞噬。但秦修肯定搜刮了诸多至宝，没准光龙血就有好几瓶。而且九霄殿下的乾坤戒应该也被他们夺走了。只要能帮殿下报仇，那些宝物都是小事，再加上扼杀神体的功劳，没准陛下还要再重赏他。而望着燕云涛眼中的贪婪，秦修不禁冷笑，渔翁得利，还觉得他活到现在是靠运气。从望交城这一路的遭遇，他最不能指望的就是运气。不过遇到你，看来我确实是时来运转了。只有一个人，而且不是燕万里那般存在，杀完这家伙也不影响他们继续跑路。燕云涛闻言，脸色阴沉的同时，玄丹境的灵威竟让平静的天地间狂风骤起。比起炼气和筑基的差距，玄丹对天地灵力的感悟和运用显然更为高深而可怖。长公主望着他浑身灵威，本就紧张的神情为之依据。小心，他至少是玄丹小成，修炼的功法武技也绝不输你。玄丹境不再是9重之分，而是初阶、小成、大成、圆满。虽然秦修炼化龙尸后突破至筑基3重，但和玄丹小成相比，并未有任何区别，甚至比先前更加难以逾越。而且玄丹乃是修行者灵力的源泉，以及对修行意图的感悟所凝。不同功法凝成的玄丹之威，肯定相差甚远。离国最强的功法武技都是玄阶中品，但燕国之底蕴太过雄厚，哪怕燕云涛只是皇室旁系，得到的资源也全然不输长公主的他。燕云涛见状，不屑一笑，神体能提升你的实力，但开阔不了你的眼界，也就只有李芷柔能清楚玄丹和筑基的差距。而且他已注意到，活着的只剩神体夫妇和李芷柔，也就是说，偷袭九霄殿下还得折损江玉珏3人，这神体也不过如此。他眼中的轻蔑却让秦修愈发想笑，是吗？我就算眼界再浅薄，也能看出来，你不过凡躯。燕九霄的雷霆灵体，不是你们燕国引以为傲吗？还说什么为了锤炼灵体，连境界都先搁置了。他倒要看看，这所谓的守株待兔，到底谁是猎物，谁是猎人。他的尸体你应该看到了，你也很快就会知道，我打死他的时候曾说过什么。轰！霎时间，秦修整个人耀眼无比，左拳炎龙缠绕，犹如火山暴涌；右拳黑龙嘶吼，宛若吞天深渊。燕云涛双眸一震，秦修刚才的嘲弄，似乎是为了靠近与他的距离。那震耳的龙吟迅速逼近，燕云涛却冷笑再起，突然出手，妄想抢占先机。我就让你明白，筑基乃炼气之序，而筑基不过玄丹之底。
玄丹与筑基的战斗似乎都不在同一层次。只见燕云涛掌中多出2尊战斧，随着其灵威暴涌，展出的锋芒竟迎空化作2道具有100丈的碧青斧刃。轰隆，斧刃所过，秦修前方的江山峰瞬息之间便被削为平地，威势却分毫不减。玄丹之威举手投足间即可移山填海，分疆岁月。九霄殿下若不锤炼数年灵体，哪怕筑基巅峰也不可能挑战玄丹，更别说区筑基3重。筑基3重就敢与玄丹作对，看来这神体已经让你张狂到忘乎所以了。你是不是以为仗着刚才那点小聪明，与我近身搏杀还有几分胜算？你不妨问问黎大公主，玄丹若想杀筑基，你甚至连爬到我脚边的机会都没有。长公主见状，脸色愈发苍白，她一眼就能看出来，燕云涛的双斧俨然也是一对法宝，威势惊人。而秦修原本的佩剑在龙陨秘境已然破碎，如今借用云霓长的，但和法宝依然有着明显的差距。在这一刻，长公主内心甚至替秦修感到不甘，世人都惊叹他在离国皇都2年多来提升迅猛，但若生在其他强大皇朝，凭秦修的刻苦，实力定远比现在强横。他只能带着云霓长躲于一旁，在大黎他乃一国明珠，可在燕国玄丹强者面前，他才深感何为无力与渺小。更可怕的是，燕云涛展出2道劈炼后，并未有丝毫轻敌，双斧还在凝聚着更为强横的深青色耀眼灵威，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燕云涛嘴角勾着残忍，他倒要看看神体到底几斤几两。你的剑法应该不错，再不拔剑，可就没机会了。下一瞬，2道斧刃劈炼破空而至，100丈天地间都被斩出触目惊心的痕迹。然而令燕云涛未曾想到的是，秦修面对自己展出的双斧，非但不躲，反而径直掠空杀来。那一黑一红2道狰狞龙影，也在他巨颤的瞳孔中而迅速扩大。轰！怒然2拳，龙战于野。秦修晋升用拳锋轰碎了燕云涛展出的灵威。燕云涛难以置信，他可是玄丹强者，而且还是以法宝加持展出的灵威，秦修竟直接以拳锋硬汉，并且由于始料不及，秦修那龙威煌煌的修长身影也已然轰杀至他面前。燕云涛心惊之余暗暗庆幸，还好刚才没有轻敌，那几息已然够让他将磅礴灵威与法宝融合。只见那一双战斧绽放出凌厉的深青灵光，可开山辟海的斧刃响彻起凶残狂猛的虎豹吼啸。在他身后，一左一右盘踞着一虎一豹的100丈虚影，灵威暴涌之下，衬托着玄丹境的他更加一手遮天。燕云涛眼中杀意闪烁，这法宝可是蕴藏2道玄丹境的兽魂，此刻随他的灵力一同显威，别说区筑基，就是同为玄丹境，也没几个人能挡得住。虎豹随着他一同冷冷俯视秦修3人，尽显轻蔑。更让他感到可笑的是，秦修竟然还如先前那般只会蛮横的挥舞拳头。果然，就算出了一位神体，平级下国根本栽培不起。既如此，那就给我受死吧！轰！双斧怒然斩向秦修，玄丹强者的全力一击，远在连云城内都能感到一阵天崩地裂。深青灵威与虎豹狂啸肆虐之处，长公主护佑在2人面前的灵光都崩颤明灭，这就是玄丹和筑基的差距。就这一击，若他正面遭受，早已重伤难支了。可秦修那狂傲挺拔的身姿竟是岿然不动，甚至依然未用兵刃，因为双拳轰出的龙吟就已然震过了虎豹之聒噪。在他龙威加持的神体面前，宛若只用这双拳头就可打出一片天地，打出盖世神威。灵威肆虐，将2人交手的这片天地映得光耀斑驳，难以直视。可随着一阵虎豹的哀嚎，燕云涛的脸色瞬间灰暗。砰！灵威破碎，长公主看到的竟是燕云涛不住后退，他紧握双斧的手在颤抖，双斧闪烁的光芒剧烈震颤，而法宝内蕴藏的2道玄丹兽魂，在那2道龙影面前，竟呈现出不敢再战的恐惧。这股龙威怎么可能？燕云涛难以置信。虽然他刚才就注意到了秦修凝聚的黑色龙影，但并未多想，猜测应该只是龙师的一丝力量所化。毕竟秦修偷袭九霄殿下还说得通，但偷袭那尊黑龙是绝不可能的。再退1万步，哪怕秦修踩了狗屎运，可龙威何等凶狂，就他这几天匆忙逃命，估计连一小瓶龙血都来不及炼化。可没想到那一拳不是蕴藏着一缕黑龙凶威，而是让他似乎又回到龙陨秘境，直面感受纵横千丈的龙师复苏震怒。那等凶狂暴虐让他的一边斧刃顿时暗淡无光，那猛虎兽魂遭受重创，另一柄战斧也传来让他差点将兵刃脱手的恐怖炙热。燕云涛毫不怀疑，这般碰撞下去，那炎龙喷出的烈焰甚至能将法宝融化。在这可怕的龙威面前，虎豹似乎只是凡情野兽，岂敢与真龙争锋？燕云涛脸色无比难看，他再也不敢觉得秦修斩杀九霄殿下是依靠偷袭，这是筑基3重能有的实力。更恐怖的是，
秦修自始至终都是以拳锋硬汉他的双斧，也就是说其神体比法宝还要坚韧。更让他内心惊恐的是，那两拳震得他法宝灵威破散后，秦修反而取出了冰刃。森寒凛凛的剑意令燕云涛顿感一阵凉意自脚底直冲天灵。能挡住我两拳，你确实有资格见识我的剑法。秦修持剑傲立，一句淡漠的冷喝间，剑锋上的杀意已如星辰闪耀。燕云涛大惊失色，他不仅再无先前的轻蔑，关键见过九霄殿下尸体的他，对秦修的剑法是从无质疑，甚至一直在警惕的。神体赤手空拳就如此惊天动地，剑锋斩过刺目寒芒，那声冷喝落入燕云涛耳中，不如说是若非他乃玄丹，甚至看不到秦修拔剑就已经死了。轰！秦修剑中杀意倾涌而出，燕云涛匆忙以双斧招架，可法宝在先前刚遭龙威，此刻再迎如此杀意可怖的剑气，若非燕云涛拼命催动玄丹境的磅礴灵力，此刻身首异处的已然是他。燕云涛越打越是胆战，他再也不觉得碰到秦修是自己走运，谁赌对了这尊神体的逃遁方向，谁才是倒霉透顶。轰轰轰！剑斧碰撞出的灵威如雷贯耳，而感受着秦修愈战愈发冷冽的剑意，燕云涛也赫然意识到其剑法的玄妙。砰！第三剑天机斩出，燕云涛在半空急速后坠，斧刃竟已细密开裂。幸亏秦修手中剑并非法宝，剑锋同样泛起裂痕。秦修只有一把剑，但他也只有一条命啊！再看秦修，剑意依旧暴涌，竟让剑身细微的裂痕都弥漫起一片星河交错。燕云涛恐惧地觉察到，他再不动用杀招底牌，绝对挡不住下一剑。目睹全城的长公主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撼。他原本以为秦修的自信不过是盲目的狂妄，却不知他自己才是被燕国凶民所震慑的那一个。此刻望着秦修那宛如战神降临般的雄壮身影，哪里还有半点被追杀者的狼狈与逃窜？反观那守株待兔的燕云涛，此刻却更像是那危在旦夕无处可逃的猎物。一道凛冽至极的剑光猛然划破长空，如同天际的一道闪电，令燕云涛的心脏猛地一紧，几乎要跳出胸膛。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他咬紧牙关，将体内大半的灵力疯狂地凝聚起来，化作一股威猛无比的战意。力碎万山斩！燕云涛怒吼一声，声音中带着无尽的决绝与疯狂。随着这一声暴吼，那原本黯然碎裂的双斧强行灵光焕发，在他背后的天空，一道青色漩涡瞬间凝现，疯狂吸涌着磅礴灵力，直至燕云涛化作一尊10数丈灵威狂烈的身影。随着他怒劈而下，天地间境也显现出一道久久难以平复的裂痕。不好！长公主内心一颤，这不仅是玄阶武技，且这一斧裂天之法相，俨然是武技大成才有的威势。在这一斧之下，万丈高山顷刻便被斩为齑粉。燕云涛自信，换作任何一位筑基，甚至都不可能在这一击面前尸身完整。秦修所斩出的剑气虽仅有数丈，可那璀璨星光中蕴藏的彻骨森寒，令燕云涛心中惊惧未减分毫。何况除却剑意，秦修自身还是以拳锋对轰法宝的神体。尽管燕云涛也曾有幸得到玄阶中品武技，但他才刚摸到小成的桎梏，施展出来还不及力碎万山斩。这也是秦修让他感到最恐怖的地方。要不是云雪容曾是他的未婚妻，他都要怀疑离国暗度陈仓，掩人耳目，早就偷偷栽培这小子了。不然怎么短短2年竟能将剑法修炼到此等地步？轰！暴涌的灵光威震八方，长公主的护体灵光都剧烈颤动着，她柳眉紧皱，想要躲远一些。好在秦修神威纵横，已让她和云霓裳无需再担心。但她刚想后撤时，漫天灵威中骤然飞来的燕云涛令她凤眸猛颤。快闪开！秦修的低喝几乎同时响起，放眼看去，燕云涛飞掠而来时，腹部血流不住，一道剑痕深可见骨。就在秦修那一剑即将轰碎他的攻势时，燕云涛的反应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他不再和秦修厮杀，而是直奔云霓裳两女而来。因为见过九霄殿下尸体的他清楚，秦修还藏着能搅碎全身经脉筋骨的惊世一剑。尽管无比屈辱，但他也清楚自己再不是这神体的对手。幸亏这神体还带着2个累赘。意识到不对的秦修只能匆匆斩出一剑，却没想燕云涛选择了硬抗，也要全力向两女奔杀。长公主脸色骤变，而燕云涛的速度岂是他能够躲闪？电光火石之间，他只能将云霓裳推开，紧接着就感到喉咙一阵窒息。你再往前一步试试！身后传来的暴怒龙吟让燕云涛脸色狰狞。秦修的反应和速度太快了，他已来不及再去抓云霓裳。被扼住喉咙的长公主俏脸惨白，除却痛苦，她也终于体会到云霓裳这些天的憋屈，以及对秦修深感内疚。他不是犯蠢非要凑热闹，只是从一开始他也不确定秦修有多少胜算。或许和燕云涛拼杀到生死关键时，他还能添一把助力，可谁能想到秦修几乎一路碾压的燕云涛，却能轻而易举的就拿捏住自己的生死。
老子不想看到你再拿着剑。燕云涛厉声高喝，而秦修脸色一阵阴沉过后，将手中剑收入乾坤剑。满心惊惧的燕云涛这才感觉终于能长舒口气。刚才李芷柔把云霓裳推开时，他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毕竟云霓裳是神体的结发妻子，而李芷柔才认识秦修多久？但望着秦修收剑内敛凌厉的模样，燕云涛不由浮现出一阵狞笑。虽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但他似乎很在乎李芷柔。神体是吧？你再斩一件试试。这让燕云涛又找回了高高在上的情面。虽然拿女人还不惜硬扛一剑，也要拿住鸡当人质。他身为玄丹强者的颜面已经丢尽，但能活着就胜过一切。燕云涛一边怒吼，一边思索能不能拿李芷柔的命威胁着神体自断一臂什么的。秦修，别放他走，待他通风报信，追杀你的就是燕万里。然而燕云涛五指发力，便让他面容痛苦，声音戛然而止。燕云涛冷哼一声，就算无法威胁神体，他拿捏李芷柔也可全身而退了。神体的踪迹已然察觉，他逃不了多久。任你神体再强又如何？与我大燕为敌，最后也逃不过死路一条。长公主拼命摇头，远走高飞只差一步，若不将燕云涛灭口，秦修将永无安宁。只是长公主心底感到委屈的是，秦修虽然没有再动手，但脸色依然一片淡漠，似乎并未因自己沦为人质而有所触动。她也希望是错怪秦修，可他那淡定的神色让燕云涛都暗暗发怵，会不会是这人质不够分量？果然自己和霓裳还是没法比吗？秦修沉默着矗立当空，任由燕云涛不断叫嚣，却不知丹田之内浩瀚的灵力正不断涌向镇之神符，一股镇压9天10地的神威轰然笼罩燕云涛。震！秦修嘴唇微起的一声呢喃，可在燕云涛听来却如神奇宣判蝼蚁生死的阵法。轰！刹那间，燕云涛的身形宛若被10万大山凭空镇压，瞬间从天而坠。燕云涛满心得意，瞬间被碾为惊慌恐惧。无形的神威镇压之下，别说他再难飞遁，甚至压得他全身骨头都传出剧烈的挤压闷响。喉咙猛张的他却只艰难地发出一声闷哼。这神威无处不在，却又笼罩天地，让空气都对他沉重到难以喘息。滋啦！镇压之威不仅让他如坠深渊，更恐怖的是，猝不及防的他腹部本就血流不止的伤口被神威撕裂为一道横贯腰腹的森然血洞。燕云涛还未落地，鲜血便喷洒一片，他的脸色瞬间惨白无比，因为血洞流出的不只有鲜血，还有被碾成碎块的脏腑。秦修的气息也顿显萎靡，镇之神符几乎耗尽了他所剩的所有灵力。不过此刻的他也无需再拔剑，他冲天俯冲，犹如一尊自9天怒临的真龙，拳风狠狠砸向燕云涛的头颅。你现在应该明白，我轰碎燕九霄心脏的时候曾说过什么。轰！龙威暴怒的一拳轰在燕云涛天灵，顿时让他口吐鲜血，眼前一片漆黑，只觉天崩地裂。此刻他内心的惊惧已难以言喻，刚才那究竟是什么手段，竟将他堂堂玄丹强者如蝼蚁般镇压？这就是神体吗？此般神通，此等神威，他不仅闻所未闻，连揣测都是一种奢望。更糟糕的是，他们本以为万里大人的天罗地网已经对这神体足够重视，没想到还是远远低估了。这神体残杀9霄殿下，绝不是什么渔翁得利的偷袭，怕是他一个人生生打穿了龙陨秘境，令燕云涛连丝毫挣扎的勇气都没有的，便是秦修而今才只是筑基3重，而且打到现在，秦修甚至都没有受丁点伤。这还没算上法宝的差距，出身导致的底蕴差距，就这却已可助击杀玄丹。再让他逃脱出去，日后谁人能恕？秦修眼神冷冽，轰杀燕云涛时没有丝毫仁慈。若不是你燕国仗着燕万里这种比我多修行了几十上百年的老狗，凭你们也配追杀我？砰！一拳轰出，燕云涛的胸膛赫然炸开血洞，他面容惊惧而狰狞，可哪怕到死都难以反驳半句。因为秦修说的没错，这样的实力，除却他燕国那几位巨擘，谁还能扼杀得了？这神体绝不能再有所成长了，否则不久便会成为他大燕的灭国杀神。燕云涛的尸体残破而无力地倒下，而长公主这才从得救中回过神来。那双凤眸再次泛起熟悉的惊艳与震撼，在离国皇室学府时，秦修的每一次表现都让他深深动容。没想到被燕国玄丹追杀，一身神威依然能力挽狂澜。自己刚才拖了多么严重的后腿，长公主再清楚不过，无比自责。可秦修那镇压玄丹的神威一出，竟让燕云涛直接从高高在上跌落深坑。这就是你那晚所说的突破筑基后的神威？长公主难以置信，毕竟那晚她只是惊鸿一瞥，而且她和云霓裳也都认为那股神威应该是气宇强横，但真实的威势有限。就好比玄丹强者也可以气息外放，压迫的他呼吸困难，可这只是一股气势，不蕴藏灵威的话，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没想到秦修可不是虚有其事，
而是能让玄丹强者都防不胜防，更无法抵挡的玄妙神通。神威莫测这4个字在秦修身上体现得越发淋漓尽致。两女的倩影向他飞来，秦修打量着长公主，见眸中的淡漠被一抹温煦和关切取代。那家伙没伤到你吧？长公主连连摇头，心底既如小鹿乱撞，又泛起一阵愧疚。秦修刚才的面无表情，分明是暗中蓄势，提防燕云涛察觉。他怎么能误以为是不关心自己呢？事实上，秦修不仅从未觉得他们是累赘，而且还得赞叹一句：情急之下长公主推开霓裳是多么机敏。毕竟，若是燕云涛拿捏住的是霓裳，他可就真的不敢擅动了。倒不是说区别对待，而是如若燕云涛被镇压的慌乱之下甩出一道灵威，筑基巅峰的长公主顶多负伤，但换作霓裳，后果可就严重了。而且长公主明显并不知小镇之神符，果断推开霓裳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好在最后有惊无险，而看她吞下一枚恢复灵力的丹药后，长公主似想到什么，连忙在燕云涛的尸体翻找起什么。秦修略感无语，堂堂一国公主竟然如此财迷，但他显然误会了长公主。只见她并未在意燕云涛手上的乾坤戒，而是一阵翻找后猛然撕开衣衫的暗兜，而望着暗兜里那枚碎裂的玉牌，长公主刚平静的脸色顿时又无比惊慌。完了，这下完了。秦修见状皱眉打量着那玉牌，将碎渣拼凑能看出一道验字。这是什么东西？命魂玉。长公主连忙解释，原来在各大势力当中都有类似于魂灯和魂玉此类连通性命的宝物，而持魂玉者陨落，玉佩破碎的同时，对应的魂灯也会当场熄灭。他离国皇宫也有魂灯，但命魂玉珍贵，只有他这样的皇室嫡系寥寥几位拥有。可谁成想燕国底蕴强横，燕云涛竟然也有命魂玉，而且燕云涛的这枚魂玉似乎更为高级。例如魂玉出现裂痕，会让魂灯明灭摇晃，相当于通知燕国皇室其遭遇重创，甚至有可能命魂玉碎裂时还会为燕国指引出燕云涛所在的方位。燕国已经知道了燕云涛身死。长公主那抹朱唇都略显苍白，就算魂玉没暴露那么多具体行踪，但燕云涛一众肯定都知道各自追杀的方向了。他又目光忧虑地眺望着连云城，这些城内的传送阵几乎都被城主府的护卫看管，传送之时不说挨个对照相貌，那也会仔细打量，防止兴风作浪之辈流窜。连云城倒和燕国没什么交情，虽不会阻拦他们借用传送阵，但只要燕万里追来，重金砸下，必然能问出他们是去往哪传送阵的。而这样的追杀和追问能持续一路，以秦修表现出的实力，燕国绝对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查出他们行踪。秦修两人也意识到了问题之严重，云霓长婉音微颤。那现在怎么办？在四处躲藏，且不说提心吊胆，燕云涛的死已然让燕国将方位和范围锁定，但除却眼前的连云城，他们再想去往其他城池或势力，可谓天高路远。长公主急得辗转侧步，直至玉手落在秦修肩膀，语气中满是无奈和一抹心疼。我还剩最后一个办法，但可能会让夫君你再次置于危险，立刻去往统御万宗千国的圣地，拜入圣地，方可保我们平安。圣地？秦修不禁一怔，他对此茫然无知，但听名字便令人不禁心生崇敬。长公主长话多说，总之你可以将圣地理解为万宗千国的主宰，甚至是这片天地的至高存在。只要能拜入圣地，燕国也不敢再追杀咱们，甚至……长公主没往下再说，因为她觉得这样做会亏欠秦修太多。若是秦修能在圣地闯出一番威名，不仅可保他们平安，庇佑离国，让燕国从此不敢再犯。而且以秦修的神体，拜入圣地并不是什么难事。秦修和云霓长对视一眼，悬着的心终于得以放松。如此说来，拜入圣地分明好处诸多才对，不仅能躲避燕国的追杀，还有更广阔的天地，以及曾经从未见过的天才地宝，这可比四处逃遁强多了。但长公主为何依然忧心忡忡？我是担心你的神体太耀眼了，圣地统御万宗千国，底蕴深不可测，自然也鱼龙混杂。虽说神体一出，纵是圣地也将为之震动。可试问这世上有几个人是真的希望看到秦修这尊神体成长起来？以前在离国养尊处优，长公主也不知世道能有多险恶，但在龙陨秘境，那黑龙先是夺舍，后得不到就想毁掉，这等心狠手辣之辈，世上不知有多少。这世上没几个人会高兴看到你是神体，相反都巴不得你早早陨落。长公主不禁怀疑，黑龙既然知晓夺舍秘法，那在圣地的大能巨擘之中，见到秦修这尊神体时，也难保会居心叵测。关键他们出身的离国，连燕国的侵犯都难以抵挡，更别说进到统御万国的圣地，可以说他们三人没有半点靠山。所以他才内疚，让秦修拜入圣地，对他和云霓长乃至离国来说是得救升天的好事，但却相当于又把秦修推到了无数凶险面前。
而且还有件事，也是临出发秘境前2天父皇才告诉我的，那便是燕国在圣地有一位老祖，似乎已荣升圣地长老。长公主脸色沮丧，这也是为何燕国的版图能大肆扩张，吞并周遭势力的一大原因。就因为燕国那位老祖在圣地扎根数百年，硬是凭借其实力天赋和八面玲珑，一路往上爬，从弟子、行走、执事，再到而今的长老。可以说，其每往上爬一步，就会为燕国带来数不尽的财势，这些都化作了燕国强大的底蕴，也化作吞并他国的底气。虽然有所警惕，但离国地处偏远，消息闭塞，等他们得知时，燕国恐怕早就谋划好吞并离国。若不是出了秦修这么一尊神体，此刻追杀他们的诸多燕国玄丹早已杀至离国。秦修，圣地长老的权势与实力，你现在或许根本无法想象。要不是圣地自古便立下规矩，凡圣地成员不得轻易插手麾下诸国之事，燕国吞并的疆土只会更多一方圣地长老欲灭一国，甚至都无需亲自出面，对其可能就是几句话的事。长公主紧咬朱唇，其实她一直以来发奋修行，也是想拜入圣地，从而庇佑离国。可惜圣地对弟子的选拔严格无比，并非灵体的她再如何努力，似乎都是妄想。望着那双满是为自己担忧的凤眸，秦修咬了咬牙，似打定主意。尽管经历过一次被夺舍后，他也心有余悸，这种被恐怖存在盯上的滋味不好受。不去圣地，他们虽能四处逃遁，但这样还有多少时间和机会去提升实力？没有实力，迟早会被追杀的无路可逃。而且叶云涛刚才拿长公主威胁他的一幕，让秦修升起抹担忧。他能逃，离国能逃吗？离皇和长公主的兄弟姐妹能逃吗？燕国拿若是离皇性命威胁，以长公主的性格，定然会撇下他独自赴死，这是秦修绝不愿看到的。所以圣地不仅要去，还要如你所说，用最短的时间在圣地闯出一席之地。只有自己威名见显，才能保护身边的一切。秦修性格果决，望向连云城。圣地离此城多远？咱们的灵石够吗？秦修从始至终都优先为他们和离国考虑，让长公主满心感动，连连点头。无论如何，秦修都如此寡言却可靠，能让他看到撑下去的希望。三人化作流光，踏入连云城后，便匆匆向传送阵赶去。本来秦修是准备撕扯了些衣物掩盖容貌的，但连云城的护卫盘查之下，皆需以真面目示人。这让他确信，等燕万里找到这，扔出足够的价码，便可当场问出自己的行踪。圣地与连云城相隔数万里，哪怕一路传送阵也需要辗转10余次。传送阵每次启动所需的灵石不菲，并且和传送距离挂钩。通常时候都是南来北往的各路人一起拼凑，直到够开启所去之地需要的灵石后，传送阵才启动。但这种拼凑快也要等几个时辰，慢的话等1-2天也不是没可能。虽说这一路都不是燕国的地盘，但长公主毫不怀疑，为了扼杀秦修这尊神体，燕万里绝对不惜在城内动手，所以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地赶赴圣地。长公主只得豪掷千金，令这一路的传送阵当场启动。此等手笔何其高调，足以让他们在所有路过的城池都留下印象。而他们离开连云城不到2天，燕万里和一众玄丹便杀气腾腾地飞来。燕万里脸色阴沉，直接立于城门前，一边是一大箱灵石，另一只手则展开秦修3人的画像。打听出秦修的下落后，燕万里一众也同样豪掷千金，立刻启动传送阵。而就这般接连追赶了2次后，燕万里便满心惊颤地意识到，不好，这小子是想去投奔圣地，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到圣地。一旦让圣地知道他乃绝世神体，后果不堪设想，哪怕已经荣升圣地长老的老祖，也不可能明着当众镇杀一位神体。燕万里一路紧握着秦修的画像，一路不计代价的挥霍灵石，让传送阵立刻启动。他心急如焚，传送阵不是比拼飞遁速度，他相当于永远落后秦修一步。可燕万里并不知道，秦修和云霓裳2女曾在天狼城和朝圣城分别等了半天。没办法，3人所剩的灵石已经不够立即开启传送阵了。甚至若非从燕九霄几人身上搜刮出的宝物，仅凭长公主那点灵石，他们早就被燕万里抓到了。朝圣城繁华无比，是秦修从未见过的巍峨恢宏，琳琅满目。而从其名字就能听出，再往前一步便是直属圣地的道天圣城。只要到了圣城，便暂时安全了。幸亏越临近圣地，传送阵运转的便越频繁。秦修3人交出最后的灵石后，才走入传送阵。3人终于能长舒口气。而就在秦修视线被光耀遮盖时，突然看到另一座传送阵中走出数道杀气逼人的身影。为首之人就是白发冷树的燕万里。劳烦几位可曾见过此人？他窃取我燕国至宝，罪大恶极。刚刚走出传送阵，燕万里就急不可耐地询问起一位朝圣城护卫。一边说着，身后便有人递来一袋沉甸甸的灵石。这套说辞他这些天已经说了10数遍，
而让燕万里喜忧参半的是，他在天狼城时已经打听到秦修手上的灵石不够随意传送了，这无疑为他们争取了时间。燕万里多么希望听到秦修还在朝圣城内等传送阵。尽管越是临近圣地，主宰这些城池的就越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但放眼看去，燕万里和身后几位燕国玄丹眼中都闪烁着狠绝的杀意。显然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哪怕在城内杀人，触怒朝圣城的主宰者，也必须将秦修挫骨扬灰。为此他们不惜有人站出来以命相抵。总之绝不能再让那神体逃了。传送阵的护卫拿起画像一阵打量，颔首道：啊，这个人我见过，刚刚才走。且不说秦修本身模样俊逸，就身边相伴的2位绝世美女，就让这护卫记忆深刻。刚走？没错，去的道天圣城。燕万里双眸差点瞪出来，满心苦涩道，几乎道心崩溃。就差一步啊！劳驾，立刻帮我等开启传送阵，也去到天圣城。燕万里挥手，一箱灵石就赫然出现。但别说一箱灵石，只要能让秦修死，10箱100箱灵石又算什么？豪掷千金之下，传送阵的光耀又很快闪起。但一位燕国玄丹脸色却阴晴不定。大人，那可是圣城，真闹出动静很难收场，恐怕还会牵连老祖。别的不说，只要秦修在圣城喊一嗓子自己是神体，那后果就不是他们能收场的。何况在圣城无故杀人，可谓挑衅圣地威严。他大燕就算有一位长老做靠山，但远不敢张狂到这般地步。燕万里一边走入传送阵，微颤的眼角闪过抹玉石俱焚的狠毒。无论如何，一旦找到他，就给我杀，死无对证。只要杀了他，谁还能证明他是神体？就凭离国那小丫头，真让他带到，杀一个是杀，再杀2个也不过顺手的事。只要别往老祖身上牵扯，哪怕让我偿命，也得弄死他。燕万里满心焦急，别看他乃以1敌3的燕国巨情，但只要能扼杀这尊神体，能成为玉石俱焚的那块石头，他都死而无憾。毕竟秦修的实力和潜力都太过恐怖了。龙宇秘境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没看到，还猜测是秦修偷袭。可叶云涛的死绝对不存在什么偷袭，筑基就可杀玄丹，他若不死，死的就得是大燕。嗡！与此同时，道天圣城作为这片天地主宰之圣城，无不透露着睥睨八荒9州的古老与恢宏。抬头看去，能看到一座座与天争高的圣山矗立，圣威赫赫，道庙成辉，霞光万丈。长公主的比喻太过浅薄，真正仰望圣地时，秦修才知道什么叫圣威亘古存，圣地立万世。3人都一阵惊叹，那是每个修行者自灵魂发出的崇敬与向往。同时秦修又很清楚，在圣城仰视的才只是圣地的冰山一角。但秦修很快回过神，拉住2女的玉手，就连忙向圣山所在行去。快走，燕万里已经追上咱们了，就在咱们刚跨越传送的那一刻。什么？2女闻言顿时一脸惊恐。长公主本抱有侥幸，毕竟这是圣城，燕国也不敢随意杀人吧。但转念一想，杀人了说破天也只是偿命，他和云霓裳或许没这个必要。但秦修可是一尊绝世神体，他毫不怀疑，只要能扼杀秦修，燕国付出几位玄丹都在所不惜。玄丹虽是一国重要战力，可玄丹没了还能栽培，神体若成长起来，可就是灭国了。所以秦修毫不犹豫，直接带着2女飞速向圣山跑去。他已经打听过，那里就是圣地挑选弟子所在。3人的身影在圣城飞速穿梭，几乎片刻过后，传送阵的光耀再次闪起，燕万里袖袍狂舞，气息恐怖绝伦，竟是直接将灵威催动到极致。给我找！直接飞起来找！尽管不是圣地位高权重的强者，也没资格随意在圣城飞行，但他们都准备扼杀秦修后以命相抵了，还在乎这点小事？嗖嗖嗖！几道身影顿时冲天而起，眼中金芒涌动，扫视着圣城的各处街道。很快，圣城天空便传来一阵骚动。作为圣地脚下，万国来朝之城，自然有诸多强者镇守。一众4世巡游的护卫很快便拦住2位燕国玄丹，威吓的气息更是令燕国玄丹不敢擅动。秦修脸色阴沉，为了杀他，甚至不惜违背圣地的规矩。他带着云霓裳2人，借助街道各地的繁华，飞速穿梭。庆幸的是，圣城繁华鼎盛，他们对此不熟。燕国众人怕也没来过几次圣城的护卫反应迅速，几乎片刻就将胡乱飞遁的燕国强者镇压。唯有燕万里直接爆发全力向圣山所在飞去，只要能截杀秦修，当众在圣城杀人也无妨。秦修3人已然顾不得周遭的一切，眼中只有那随着不断靠近而越发感到圣威无边的圣山。越过一道街口后，他们终于看到一座气派的广场。广场之中身影窜动，个个衣着华贵，气宇不凡，俨然是前来参拜圣地的万国天骄。在广场上空还有祥云笼罩，而在祥云间有气宇深邃的身影
或战或立，显然就是负责挑选弟子的圣地强者。突然间，长公主凤眸一颤，惊惧地望着凌空而立的燕万里。小杂碎，终于让我带到你了。燕万里脸色狰狞，掌中不断凝聚的暗紫灵威蕴藏着无边杀意。放眼看去，数道气息强横的圣城强者已向他飞遁呵斥，可燕万里却全都充耳不闻。今天老夫陪你一起死。完了！燕万里的丧心病狂让长公主俏脸一片绝望，却见秦修紧握着两女的手，步伐坚毅，如狂龙归渊般向近在眼前的圣山走去。晚辈秦修前来参拜到天圣地。仰天高喝的同时，秦修丹田内灵力也瞬间暴涌，萦绕神树的一道神符赫然闪耀。燕万里的五官都因癫狂而狰狞可憎，在圣山之下当众杀人，他今天也是必死无疑。但能拉着神体陪葬，他死也能瞑目了。唯一心中不甘的便是，如若早知晓秦修是神体，再望交城时将之扼杀多么容易，也不会闹到这般地步。不过还好，秦修才区区筑基三重，在他视死如归的绝杀面前，就算是神体也难逃一死。轰！秦修三人的身影直奔圣山而去，燕万里掌心的灵威映照在他杀意狠绝的瞳孔之中。然而就在他将要爆发杀威的刹那，燕万里突然感觉灵力莫名一滞，这让他浑身猛颤，那种感觉就好像失去了对天地间灵力的感知，而且自己杀意翻涌的丹田还好像被封印一般。燕万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这莫名的荒谬和无力感持续了多久，或许只是一刹那，或许竟是短短几息，也或许比一生还要漫长。当他再次拼命感召灵力时，却发现秦修早已挽着云霓裳两人从他面前奔过，直冲圣山。天塌地陷的绝望和崩溃感随着圣城护卫擒住他的肩膀和手腕，让燕万里一瞬间好像苍老了无数岁，身形趔趄，如风中残烛。好大的胆子，这是想在圣城逞凶吗？几位圣城护卫的脸色很是不悦，燕万里这一路飞遁之快，简直在藐视圣城。刚才还莫名凝聚强大的灵力，坦白来说，他们也好久没遇到敢在圣城如此撒野的人了。圣城的惩罚绝对轻不了，但被圣城护卫扼住的燕万里整个人却面无表情，就如痴傻般目光呆滞。到底发生了什么？刚才那一瞬间，自己的灵力为何会如消失了一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秦修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他们从龙陨秘境一路追杀到现在，甚至他刚才都已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切都完蛋了。随着秦修那声张扬的高喝，燕万里就知道，凭他再也不可能杀掉这尊神体了。几位圣城护卫并未在意秦修，虽然刚才他的呼喊有些突兀，但每年来参拜圣地者都不乏这般大惊小怪者。毕竟圣地统御万宗千国，总有些没见过世面的。秦修这一嗓子也引起了不少前来参加圣地选拔之人的侧目。放眼看去，他们无不来自各大宗门或皇朝的天骄，一道道目光打量着秦修，很快就泛起摩比疑和不屑。不是，你们三个最强的筑基巅峰，最弱的还是炼气，你也不过就是个筑基三重，你参拜个屁呢？众人显然是把秦修当众哗众取宠，未曾见过世面的小国弱者。事实上，秦修仅仅随意扫视一眼，就感慨不怪那些人目露鄙夷，实在是离国风华绝代的长公主放在这，也瞬间泯然众人。秦修也懒得在意这些目光，他要的就是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他回眸望了眼被圣城护卫镇压的燕万里，嘴角不禁勾起抹冷笑。老狗，追杀了我这么久，还不惜在圣城大开杀戒，你燕国这么厉害，怎么不直接让圣地把我拒之门外啊？从今往后攻守一行了。身旁的长公主两女此刻心脏还在砰砰狂跳，刚才那一刹他们迈出的不只是踏往圣地的一步，更是如在鬼门关过了一遭。长公主紧握着秦修的手心已满是汗珠，她凤眸惊错地望着他那道俊逸的面容。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一刻还疯狂到不惜同归于尽的燕万里，怎可能会突然大发慈悲地放过他们？秦修并未开口解释，但长公主却隐约感觉到这一步跨过，她的气息似有些疲倦，灵力损耗剧烈。难道这又是神体的某项神通？长公主震撼无比，燕万里是何等强者，他可绝不是寻常玄丹，而是稳稳压莫老一头的燕国巨禽。虽然只是短短刹那，但秦修却能扰乱他的灵力。回过神来后的两女就差没忍住，紧紧相拥在一起欢呼。成功了，他们成功逃出升天了，圣地就在眼前，燕国再也无法追杀他们了。秦修那双剑眸也泛着轩昂，这一路千难万阻，血流成河，多少人为之牺牲，终于让他来到了能容纳他大展神威的道天圣地。当然，若想加入圣地，需参加选拔。长公主两人止住喜悦后，美眸中却不禁泛起抹失落。原因无他，长公主扫视一眼就能发现，凭自己的实力，大概率是被淘汰。万宗千国来朝绝不是夸张，甚至有些身影气宇之强横，
比燕九霄更具压迫感。毕竟强如燕国，也只是那位燕国老祖才刚荣升长老，更别说还有其他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其背后的势力要比燕国底蕴还要深厚。长公主这些年一直憋着股不甘，她太想让离国走出弱小，不受欺辱。可今日立于圣山之下，才知道没有强大灵体的她是多么渺小。勤奋刻苦在这里遍地都是，天赋潜质圣地也从来不缺。云霓裳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他深感无力的同时还满心荒谬，因为放眼看去，全场就他一个炼器，没错，就他一个。那些打量而来的目光都已然不是轻蔑了，而是如对待空气般的无视。俨然大部分人直接把她当成一路侍奉长公主起居杂物的丫鬟。两女低头不语，那种沮丧让秦修一时片刻都不知如何安慰。而殊不知，就因为炼气境的气息和秦修那声参拜，竟引来端坐祥云之上的几位圣地强者关注。燕长老，那位是我的胞弟，他半年前已将金耀灵体炼制小成，仰慕长老多年，一直都想参拜于您座下。祥云之上，燕飞渡盘坐云端，老神自在之间，眼角却不时闪过抹得意。熬了这么多年，终于他也能端坐祥云之上，俯瞰万国来朝。身后一位圣地行走满是殷勤的引荐，让燕飞渡不禁忆往昔，他少年之时也曾在人海中站着如蝼蚁，而今却已是多少人想要巴结上的一方长老。燕飞渡眸光微垂，正思索这位行走的胞弟如何安排时，却突然银眉一皱，炼气境。他也是愣神回忆了几息，才想起上次见到炼气境，似乎还是九霄那孩子觉醒雷霆灵体，自己专程回去看望。不过就算是丫鬟，能弱到只有区区炼气，那得是来自何等贫瘠之地。丫鬟如此，本人也根本没有来参拜圣地的必要啊。一位执事态度冷淡地对着秦修三人道，若是没有特殊血脉或体质，就先去那边排队选拔。他语气中明显带着不悦，炼气来参拜圣地，简直是对圣地的一种侮辱。当然，能否拜入圣地，境界只是衡量标准之一，而且还是并不怎么重要的标准。毕竟只要有足够的灵石和天材地宝，堆也能把境界堆起来。何况前来参拜圣地者，无不是各自势力最为耀眼的天骄，资源和天赋皆不缺的情况下，单看境界很难评判高下。所以天赋、潜质才是圣地更为看重的。但境界不重要，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大部分人境界都不弱，才没太过在意。可弱到只有炼气和筑基三重，就太过分了吧。实际上哪怕是筑基巅峰的长公主，在负责指引的执事眼中，除却容貌外，并无太多过人之处。境界能反映出身，而出身则能看出底蕴与靠山。随意打量眼秦修，就知道他们是来自不知名的小国，拜入圣地的机会渺茫，倒不是他们奉看人，而是如若天赋真的强横绝伦，或身怀强大灵体造化者，早已进入圣地，甚至直接进到圣地内门。这种万里迢迢来参拜的，只能是来争抢外门弟子的名额。何况这次外门收徒的名额不到100位，但前来参拜者足有上千人，哪怕达到门槛，但不够脱颖而出，也得被淘汰。当然，他能感受到云霓裳周身萦绕着一股清淡雅柔的剑意，小国出身在炼气能悟出剑意，确实不容易。可那又怎么样？圣地亘古矗立，这片广场不知见证了多少天才。长公主也为云霓裳感到委屈，成为闺蜜后，她便听说了云霓裳和秦修在灵曲城遭遇的种种委屈。可以说，云霓裳安稳修行的时间也不到3年，能有此般成就，连她都为之佩服。但圣地不会在乎他们乃至任何人满含艰辛和血泪的过往，因为在傲视万宗千国、统御9州8荒的无尽岁月面前，这些连一朵浪花都算不上。秦修则剑眉微蹙，听这意思，灵体在圣地也有优待了。执事又公事公办地讲解道，若有灵体或奇缘造化，可去那边在道天鼎面前感召圣威，圣地会根据灵体之强弱，在选拔时给出优待。秦修顺着目光看去，竟看到一尊数丈之高的9足重鼎，此鼎如金铜浇铸，鼎身上圣纹遍布，散发着璀璨夺目的光耀与圣威。不知是打造此鼎者夺天地造化，刻下万千圣纹，还是此鼎本就是汇聚高深莫测的天地法则所化。无论如何，一眼看去就令人忍不住心生膜拜。此刻鼎前已经站着数位气息不凡的身影，他们显然也是各具灵体的天骄，但都规矩的排队，在道天鼎面前不敢有丝毫冒犯。当然，这只是真正的道天鼎一缕圣威所化的投影。毕竟真正的道天鼎乃是道天圣地的极道圣兵，是陪伴道天圣地祖师征战8荒，开创圣地的毕生心血之作。在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直视极道圣兵的圣威，更不会用来筛选外门弟子。秦修目光闪烁，而此刻云霓裳两女也只能将所有希望投向他。夫君，秦修点了点头，知道一切全靠自己了，依靠神体来为2位妻子争取进入圣地，
似乎属于走后门。但他因神体被一路追杀时毫无怨言，这时该用神体大放异彩时也没必要扭捏。眼看秦修走向到天顶，那只是微微一愣。夫君，这小子实力不咋地，艳福倒是不浅。同时他也没想到，这筑基三重的少年竟然是一位灵体。但他依旧不觉得秦修凭此就能拜入圣地。首先，只有筑基三重，就这一点便足够当场淘汰了。这种小地方能出来多么强大的灵体？何况若真是逆天改命的顶尖灵体，早就被圣地内定了，没道理被雪藏这么久。而三人从头到尾的举止和境界，越发让他肯定，秦修属于那种以为灵体在自己的皇朝很是不凡，就能来圣地抛头露面，实则颇为坐井观天的小国之人。这一幕让高居云端燕飞度难得发出一声嗤笑，但很快他就被凌空而立的几道身影吸引目光。刚才他没在意，只当圣城守卫镇压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此刻仔细看去，这不是万里直孙吗？什么情况？燕飞度面色一沉，燕万里乃是他大燕的国柱之一，这些年四处征战，令大燕威名远播，他对其也赞赏有加。可大燕距离圣地极远，来往一趟并不容易，他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在这？而且怎么还敢如此挑衅圣城的规矩？燕飞度心底突然泛起抹悸动，无缘无故，万里直孙绝不会如此反常。我去处理些事情。留下一句话后，燕飞度身形陡然消失，下一瞬就出现在燕万里身边。此刻几位圣城守卫已将其击压，他们还颇为惊讶，刚才燕万里可是癫狂到让人惊疑，可怎么转眼整个人就又如丢了魂魄般呆滞，任由他们摆布。只剩那双浑浊无光的眼睛凝望着那走向到天顶的修长身影，死也难以瞑目。几位且慢。突然燕飞度拦住几人，燕万里见到他时眼里才闪过那么一抹光亮，但是转瞬燕万里竟紧咬着牙，似乎还要装作不认识他一般。这让燕飞度更加惊错，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并未见过李芷柔的模样，李国小辈还不值得他劳神。燕飞度强忍着愕然，主动相认开口：几位且慢，这位是我燕国的小辈，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冒犯圣城，还请几位给燕某一个面子。圣城守卫对视一眼，对于刚荣升长老的燕飞度，他们自然是认识的，毕竟圣地长老已经算迈入高层了，在圣地各方各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要说不懂圣城规矩，那也太糊弄他们了吧。原来是燕长老，失敬失敬，只是您忙于选拔弟子，不曾看到此人刚才灵力暴涌，在圣城逞凶未遂。未遂二字颇具深意，这罪名说小绝对不算小。燕飞度笑盈盈地取出一枚乾坤剑，悄悄塞入那护卫袖中，又对几人拱手：他确实罪责不小，这样让我领回去严加责罚，他日再给几位赔礼，如何？几人对视一眼，也是见好就收。毕竟燕万里最后并未将林威轰出去，往小了说只是胡乱在圣城飞行。目送圣城守卫离去后，燕飞度刚想询问发生了什么，可谁成想他还没开口，却见燕万里堂堂一位玄丹圆满，在大燕也是巨秦国柱的强者，竟浑身抖如筛糠，嘶哑的声音不仅满是自责，甚至还带着抹哭腔：老祖，我罪该万死，我给大燕闯下弥天大祸了。他虽洗脱罪责，却丝毫不见喜悦，反而痛苦愤恨到了极点，多么希望刚才自己那一击轰杀了秦修。燕飞度银眉微皱，从外貌来看，两人似乎相差不多，甚至他比燕万里更加精神矍铄，目光深邃卓然。那是因为其实力远在燕万里之上。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燕飞度虽满心惊疑，却宽慰道：有我在，有什么事慢慢说。在他看来，兴许是燕万里还不知道圣地长老是何其权势滔天。也对，毕竟他从执事荣升长老耗费的光阴与心血，可比他从踏入圣地到执事加起来都难，看似只是一步之差，却让他跻身圣地高层。有他庇佑燕国，燕万里能闯出什么弥天大祸？就算是不小心触怒其他圣地长老的势力，顶多是相互告罪一声，除非是招惹到圣地那些早已威名远扬上千年的剧情，还得是得罪的极为彻底才行。但这种存在，燕万里平时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啊！他实在想不出，燕国有他庇佑，疆域只会越来越广阔鼎盛，哪里会有什么灾难？我该死，我得罪了一尊神体，还让他逃到了这里。燕万里的这番话让燕飞度的表情也瞬间凝固。你说什么？哪来的神体？燕万里颤抖着指向秦修的身影，燕飞度扫视而去，一时间脸色难以言喻。就他筑基三重，刚才那个全场唯一的炼器，还和这小子同行，他是神体？你确定？你知道什么叫神体吗？不是他不信任燕万里，而是哪怕是他，也只是见过圣体而已。圣体是凌驾于灵体之上的存在，且每一位都是夺天地造化，注定名震八荒的绝世天骄。在圣地甚至有这么一句话流传：历代圣主圣子未必都是圣体，但圣体
一定是圣子圣主。道天圣地也是沉寂数千年，才在这一代诞生了一尊圣体。不久前，那位圣体正是被封为道天圣子，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踏上未来圣地之主的无上宝座。这便是冠绝天下的圣体。至于神体，理论上来说是凌驾于圣体之上的存在，但那只是存在于传说当中，谁都不曾见过。在此之前，他认为那不过是修行界口口相传，世代修行者共同编织的愿景，就像哄骗小孩的童话罢了。燕飞度可以确定，道天圣地傲立至今无尽岁月都没见过所谓的神体，所以可想而知他此刻何等的震撼，有多难以置信。此子究竟是何人？你怎么得罪他的？离国。燕飞度愣了片刻，才想起这是临近他大燕的一处偏远小国。要不是九霄跟他说突破玄丹前想去离国屠杀立威一番，他都不会把这种小国放在心上。你跟我说那种地方能出神体，你怎么断定它就是神体的？别说神体，你们连圣体之威都不曾见识过，哪来的神体？燕万里满心惊恐，千真万确，就是此子杀了九霄殿下在离国的一处秘境，他当时只是练气。燕万里连忙将一路经历全盘道出，而燕飞度听完，脸色已然阴沉到了极点。燕九霄的实力他极其清楚，也是诸多皇子中颇为受他器重的那个，甚至燕九霄锤炼灵体的天才地宝就是他鼎力支持的。他的计划便是待燕九霄突破玄丹后，他这边长老之位也大概坐稳了，再将九霄接至圣地，以九霄的雷霆灵体再加上他的威望，哪怕在圣地也能有一番作为。结果被这小子相差一大境界斩杀。哪怕燕飞度不曾见过神体，但此刻竟也说不出半句质疑。毕竟圣体他还是见过的，迎战高出一大众境界的对手，圣体也未尝不可。但这些年他在燕九霄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他最为清楚。再看这叫秦修的小子呢，离国那种穷乡僻壤，能找出一株蕴养神体的天才地宝吗？关键燕万里还把从云雪容那听来的如实告知，这让他不得不相信。不到3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废物，到能跨越一整个大境界，轰杀他颇为器重的雷霆灵体，甚至还是以1敌4碾压了燕九霄，将其一拳洞穿心脏进行报复。这可比用剑法斩杀要难得多。不知何时，燕飞度额头已满是冷汗。圣子大人虽然也能有如此恐怖战力，可圣子大人是在圣地争锋多年，打破各种记录，获得无数至宝与机缘，才一步步将圣体凝练至小成。圣体再强，也不可能刚刚觉醒，在境界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战胜一位炼制小成的强横灵体。他骗不了自己，这小子可能真的是神体。望着已经站在道天顶前的秦修，燕飞度浑身都在颤抖。那一刻，他的心情和燕万里一模一样，很郑重的在思索要不要自己豁出性命，当场轰杀了这尊神体。与此同时，祥云之上一道曼妙窈窕的倩影似倍感无趣，伸了个懒腰。这般动作却令祥云乱颤，圣辉明艳。只见他香肩飘带银舞，肤若凝脂，玲珑如玉的身姿。不仅如此，气宇更是惊艳于世，强大的实力让他玉体顾盼生辉，玉足轻踩于祥云之上，宛若仙子临尘，举手投足间绝世风华，令众生情愿倾倒于裙摆之下，美得不可方物。尤其是那随着伸懒腰而傲挺凸起的衣襟，何止是看不到脚尖，似是玉山遮祥云，笑傲世间群峰小。身边的执事一阵侧目，但想到其身份，才连忙躬声道：“苏长老，这几乎就是此次全部灵体了，还没有您看中的吗？”苏玉清闻言，只是美眸慵懒的随意一瞥，他们都并不契合我这一脉的传承，我能怎么办？旁边的圣地执事见状，却不禁一个哆嗦。原因无他，实在是苏长老那双眼睛，佛蕴含千言万语，太风情万种了。他的五官精致绝伦，宛若仙子临世，而那双眼眸更是天生带着桃花般的柔情与鹰般的轻盈，每一次不经意的眨动，就满是勾人心魂的媚艳。就连他的声音婉转悠扬中，自带一份难以言喻的妩媚。方才那丝抱怨，本意或许只是抒发一丝不快，可落入他们耳中，却如同仙子含愁带怨的轻叹，让人心醉神迷，骨软筋酥。如此绝世佳人，令在场的几位圣地执事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涟漪，难以平息。更何况苏长老乃是圣地之中最为年轻的一位长老，此等身份足以证明，他所拥有的绝非仅仅那副令人倾倒的容颜，更有那超乎常人想象的深厚修为与惊世天赋。但别看他如此勾人，却对人冷漠且疏远，而且对圣地一切事物都是事不关己，满不在乎。平时别说跟他们来往，连圣主大人找他都爱答不理。但偏偏他那与生俱来的桃花眸，加之温婉动人的声音，让他非但高冷不起来，反而还曾很多次被不知他身份的弟子当面搭讪。圣地执事连忙将目光从那波澜壮阔上挪开，讲到圣主的交代，才面色一肃。
苏长老，圣主有令，无论如何，您这次都必须挑选一位弟子，否则便剥夺您的长老之位。苏玉清闻言，桃花眸怒瞪，郊区也因此掀起一阵惊涛骇浪。吓唬我？一个破长老，他想要收回去就是。几位执事没敢接话，但很想提醒一句，以圣主大人那深不可测的圣威，您在这说话他也能听到。苏玉清虽口中那般言道，怒意却已悄然收敛。毕竟长老之尊荣，实乃众人梦寐以求之福泽，尤其是圣地珍藏的一些极品灵酒，唯有长老身份方能浅尝一二。苏玉清背齿轻咬，心中暗自愤懑。那老家伙竟以长老之位作为筹码，妄图胁迫于他，真是气煞人也。每日里随心修炼，悠然自得，再取好闺蜜珍藏之灵草，泡一壶好酒，对月赏花。偶有新入门弟子懵懂冒犯，正好借此机会略施小惩，如此闲云野鹤般的日子，岂不快哉？教导徒弟什么的，简直是这世上最麻烦的事了。哎，苏玉清轻轻叹了口气，语气中满是无奈。他深知今日自己必须得给圣主一个说法，哪怕是只为交差。然而这却让他颇为苦恼。毕竟若他随意挑选一位既武灵体又资质平庸之人作为弟子，圣主定会当场揭穿他的把戏。长老亲传，身份尊贵，凌驾于内门弟子之上，无数人为此争得头破血流，岂容他敷衍塞责？而他在这俯瞰许久，确实发现了一两位灵体尚可、天赋亦算不俗的之人。可他只是懒得教徒，不代表他为了应付圣主而耽误一位强大灵体的前程。正当他纠结地以白皙指尖揉按着光洁的额头时，走到道天顶前的秦修让他那双桃花眸顿时一亮。这小家伙好像就很合适嘛。桃花眸虽无比媚然，但审视的目光却可动彻云霄。仅仅一眼，他已精准捕捉到了秦修身上筑基三重的气息波动。修为不强，应该是出身很差，来自某个偏远小国。而这样的小国诞生强大灵体的可能性很渺茫，微乎其微。再者，倘若这小子当真身怀顶尖灵体，其背后的势力定会倾尽全力培养，境界不会这么低。如此一想，他的心中已然有了计较。在苏玉清眼里，秦修显然是一个出身平凡、觉醒的灵体也很一般的人，这对他而言不就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吗？而且哪怕端坐祥云，他也能看清秦修的脸庞，那俊逸阳刚的五官让苏玉清桃花眸中闪过抹无人察觉的狡黠。长得不错嘛，以后在旁边给自己倒酒也是件赏心悦目的事。他决定就秦修了。此子不错，本长老与他何缘？苏玉清摆出圣地长老的姿态，一本正经地说完，其身影疏忽间化为一道绚烂流光，下一瞬就落在了秦修身旁。正当秦修凝神聚力，欲以灵力触及那道天顶之时，一抹幽香悄然拂过，紧接着一阵温婉而又不失力度，足以让人心神摇曳的声音在他耳畔轻轻响起：本长老观你骨骼清奇，与我这一脉法门有缘，你可愿拜于本长老坐下？秦修闻言，不由自主地侧手望去。四目交汇的刹那，作为男人的本能，他的眼神不由自主地被那双仿佛能勾魂摄魄的桃花眸吸引，几乎要沉沦其中，又下意识地沿着那如画的眉眼轻轻滑落。虽然秦修很快就收敛目光，心中却涌起一阵惊涛骇浪。好大的阵仗，这位圣地的长老竟然要收自己为徒。可秦修看苏玉清的模样，似比他年长不了多少，不仅没有印象中圣地长者应有的银发白眉，相反，他风华绝代，明媚动人，如同一颗正值盛年的蜜桃，散发着最为诱人、最为绚烂的光彩，正值最美艳多姿的年华。此等绝世仙子，与其说像是师徒，更像是一位冷艳成熟的姐姐。还未请教前辈尊姓大名？秦修不由疑惑，难道是这位前辈看出自己的神体了？那不应该啊，如若真能看出自己的神体，也不可能只有这一位长老来收徒。他对自己的神体还是很有自信的，关键他还没触碰到天顶呢。苏玉清没有说话，执事也已从祥云phủ落，昂首介绍道：这位乃是我道天圣地苏玉清苏长老。苏长老可是圣地最为年轻的长老，能拜入苏长老门下，自当是你的荣幸。苏长老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但几位执事刚才就回过味来，苏长老为何莫名看上了秦修，甚至连什么灵体都还不知道？这摆明是想应付圣主。不过那又如何？苏玉清慵懒随性，乃至他们知道的其顶撞圣主都不止一两次。而像秦修这种出身和灵体都极为普通的人，就算苏长老放任不管，仅仅能让其得到长老亲传的头衔和待遇，对他而言都是逆天改命了。与此同时，秦修郑重行礼，原来是苏长老，失敬失敬。但随即他却沉默不语，甚至那双剑眸中透露的迟疑不定，让苏玉清和几位执事都为之错愕。这小子什么意思？他好像还有些不愿意的样子。一位执事见状沉声道：小子，别说我没提醒你，你这个年龄还只是筑基三重，
仅凭这一点，连拜入外门的资格都没有。如果你的灵体还很普通，也不过勉强成为外门弟子，苏长老愿意收你为徒，绝对是你荣幸一生的天大造化。却见秦修闻此言语，剑眉愈发紧锁。虽然他知尊卑有序，你态度倨傲，尚可理解一二，还没触碰到天顶，你误以为我只是寻常灵体，也算情有可原。然而这般动辄便似恩赐般的高高在上，着实令秦修心生不喜。在外人看来，这位苏长老收他似乎是勉强之举，却不知秦修也不想太过随意的拜师。秦修还真有这个底气，毕竟依照长公主所言，燕国背后的最大靠山亦是圣地长老，而如若圣地长老能镇住他这尊神体，那燕万里还会发疯一般和自己以命换命吗？况且秦修此番踏入圣地，意在寻师访道，精进自我修为。苏长老之美诚然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容颜之美终究难以保复，修为之路还需脚踏实地。常言道，姜还是老的辣，与修行意图亦是如此。许多时候，那些年轻气盛的长老在传授功法、解答疑惑方面，往往不及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前辈来得深邃与透彻。至于苏长老本人，倒是并无半点恃才傲物之态，只是他望向自己的眼神，让秦修心中莫名生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微妙之感。若非抬头就是万丈圣山，他很怀疑这苏长老是要收自己为徒，还是另有所图了，尤其是在自己还未测试的情况下。男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秦修思索过后，还是委婉道：承蒙苏长老抬爱，不如让晚辈先通过到天顶的检验，再做也不迟。苏玉清倒是没什么意见，考虑到秦修也算可以让自己应付圣主的份上，唇边不禁勾起一抹难得的温婉笑意，声音柔和了几分：无妨，本长老既与你有此缘分，不论你身怀何种灵体，皆可拜我为师。然而秦修的这番行为，在圣地执事眼中却有些不识抬举了。在圣地执事看来，秦修测试与否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即便拥有不俗灵体，在圣地也不可能成为长老亲传。要不是机缘巧合遇到圣主下令，苏长老又想敷衍了事，凭他还想成为长老亲传，简直做梦。眼见秦修向到天顶走去，在他之前的几位灵体却忍不了：长老，您要收徒是吗？您看看晚辈如何？我的灵体绝对比他强，就是看他那副井底之蛙的模样，根本不知拜您为师是何等荣耀。晚辈论实力论灵体都远胜于他，更愿全心侍奉长老左右，请长老赏识。苏玉清眉头轻蹙，按照他的脾气本欲训斥，可想到这些都是新入门弟子，也不好太过苛责，这才耐住性子忍了下来。忽的，他眸光一凝，却见燕飞度阴沉着脸站在了秦修身边。同为长老，他自然知道燕飞度靠蝇营狗苟上位长老，他内心是很不屑的。而此时燕飞度的行为更是让他不解，想抢他徒弟。苏玉清略作警惕，盯着燕飞度。秦修瞥了燕飞度一眼，内心沉重。刚才他就注意到，就是此人前去给燕万里解围，这应该就是燕国的那位老祖。他甚至怀疑，若不是有这位苏长老在，燕飞度可能会直接对他动手。这么看起来，这位苏长老似乎在圣地的位置不低啊。燕飞度凝视着秦修，他想过当场轰杀秦修，可惜现在已经没机会了。虽说以他的修为能将秦修一击毙命，但是苏玉清站在旁边，那姿态很明显不会坐视不理。他刚与燕万里相认，又突然抱起残杀一位少年，若是追究出他因仇怨残杀了一位想拜入到天圣地的神体，他必然是死罪难逃。除了扼杀外，燕飞度刚才也不是没想过将燕万里等人毙杀给秦修来道歉。或许这很残忍，但世道就是如此。或者说神体举世无双，连他都必须低头，哪怕再赔付重礼，只要能与这位神体恩怨一笔勾销，他也能接受。可他从秦修的眼神就能看出，这根本没可能。秦修也从未想过这笔血债能以燕国的认错道歉而结束。他不再犹豫，深吸口气，掌心泛起一抹犹如星辰寰宇的灵力，涌向到天顶。几位执事望着燕飞度铁青的脸色，还以为他是被秦修的自以为是气到了。苏长老，不如趁此机会先教此人圣地的规矩。有执事轻声提议，当然那副架势压根也没想避着秦修，并对燕飞度道：燕长老，正好灵体也都检验的差不多了，可有您看中的好苗子？当然，长老亲传皆是圣地当中出类拔萃的天骄，燕长老自当严苛挑选，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此殊荣的。却见燕飞度闻听此言，脸色更加难看。还殊荣？你当我不想给秦修拒之门外吗？奈何这小子是神体啊！莫论打压秦修，他现在和秦修玉石俱焚的底气都没有。毕竟他一路走到今天，结识友人的同时亦树敌无数。试想，一旦他身陨道消，燕国又将如何抵御那些潜藏在圣地之中对他虎视眈眈的仇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秦修处碰到天顶，
这种愤懑与不甘，如同巨石般沉甸甸地压在燕飞度的心头，令他憋屈至极。若不是苏玉清在这，他定会有所行动，至少也能阻止秦修测试翁。此刻周遭众人皆是一副无所事事之态，仿佛今日的道天圣地依旧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然而当秦修的那抹灵力触碰到道天顶那璀璨耀目的圣纹时，一股横扫八方的圣辉直冲云霄而起。这圣辉在众人瞠目结舌的瞬间愈发璀璨夺目，当他攀升至圣山之巅时，所绽放的光芒竟超越了9天之上炽烈的骄阳，耀眼的令人不敢直视。怎么肥四？苏玉清瞪着那双勾魂摄魄的桃花眼，瞳孔内尽是不可置信。这好像和他想的有点不一样啊。他在圣地这么多年，也未曾见过到天顶这般圣辉通天，直达圣厅。仰望苍穹，万丈圣山被一圈圈细腻的波纹轻柔地包裹，高高悬于9天之上，其庄严与崇高不容凡尘半点窥视。可苏玉清却感受到，道天顶是燃烧了这缕投影，才化作如此惊世之圣辉。突然间，又有道道圣纹萦绕秦修周身，化作神雷滚滚，又化寰宇星辰，深邃无比，光华绝伦。诉说着他举世不凡的同时，还将一缕圣威笼罩秦修，令他福泽心田，只决力于这片天地间似有气运加持。仿若到天顶以圣威与他凝聚一道承诺，更好似生怕与他错失缘分，造成圣地的一大损失。圣威煌煌，震佑八方。片刻之前，道天峰，此乃道天圣地之主峰。只见其万丈圣山直冲九霄，宛若一柄从天而降的仙剑，圣威飘渺，光霞氤氲，不知睥睨这片天地多少万年。一道浑身圣韵笼罩的身影正双手负背，傲立圣山。只见其圣眸中似蕴藏着一片日月星辰，圣威所化，璀璨如惊雷怒霆，举手投足间如孤傲霸世的尊主。启禀圣主，此次参拜圣地之人当中，却有2位灵体不俗，但是苏长老他身后执事恭敬无比，因为站在他面前之人，便是圣威庇佑万宗千国，圣名独震9州8荒的道天圣主。道天圣主圣眸微眯，声音虽平易温和，可那独断天下而蕴养出的气宇，让他一言一行甚为深邃。他怎么了？道天圣主颇为好奇，他可都以长老之位严令，苏玉清还能给他整出什么变数？虽说他平日里骄狂了些，有时连自己都敢冒犯，但不看圣主威严，看在那些极品灵酒的份上，苏玉清也得乖乖就范。甚至很多奇珍灵酒绝世佳酿被列为长老方可享用这则规矩，就是他专门为苏玉清改定的。否则的话，就凭他那整日懒散的性格，根本连长老都不会当，除了实力和天资，其他方面也不可能做到长老之责。苏长老他并未选中那2位强大灵体，反而似乎想选一个从偏远小国而来，仅有筑基3重的寻常灵体。此话一出，道天圣主圣眸之中赫然闪过一道万钧圣威的金光雷霆。纵横一世的他还能猜不出苏玉清的想法？这死丫头不敢明着与他作对，就阳奉阴违，他敢？道天圣主脸上闪过抹不悦，看来这些年是对苏玉清太宠溺了。毕竟他的天赋不输圣子，若非当代圣子乃是数千年才见一位的圣体，他甚至不会将苏玉清封为长老，而是鼓励其博争圣子之位，让他自己选徒，本是盼着他逐渐的有长老的担当，结果却如此敷衍。他自己不好好挑，那本圣主就帮他挑。道天圣主圣威一凝，当即就要撕裂虚空。至于那什么偏远小国的筑基3重，他根本就不在意。圣体难出，但寻常灵体连让他泛起半点波澜的资格都不配。可就在道天圣主撕裂虚空的刹那，一股比他更为强大的圣威却率先震彻圣地。嗡！放眼看去，一道犹如贯日烈耀的圣辉直冲而来，甚至还从道天圣主身边赫然掠过，冲向那伸手便可摘到天峰之巅。怎么回事？道天圣主不禁愕然。要知道，此地虽为圣地主峰，但圣峰之巅他也很少登顶。圣地传承历代，尊卑有别，圣主议事大殿以及他自己修行的洞天也都是分布在圣山各处，毕竟不可能稍微有事商议就居于圣山之巅吧。关键是因为圣山之巅是用来尊崇他道天圣地的极道圣兵以及圣祖圣杯，庇佑圣地的同时，也受尽圣地上下无尽岁月以来的供奉敬仰。轰！道天圣主刚回过神，就见头顶天云倒卷，一道蕴藏至高圣道的波澜响彻整座圣地。道天峰也骤然惊颤，而身为圣主的他，因为和道天顶羁绊最深，心中尤为惊骇，威震8荒9州的身躯剧烈一颤。怎么回事？道天圣主一脸愕然，镇佑圣地的圣祖至宝已经很久没想撤过了。不对，几十年前曾想过一次，再往前可就沉寂了何止1000年。轰轰轰！道天圣主还未站稳，山巅之上又连续响起大道吸音的圣鼎玄音，那响彻整座圣地的涟漪层峦不穷，似是要将闭关的强者都惊动而出。抬头看去，到天顶散发的圣辉笼罩着万丈圣山，拨云见日，
令漫天阴云霞光都需避让。这一刻，道天顶爆发出的光芒之耀眼，让天上玄日都为之黯然。短短片刻，道天顶的异象就令圣地上下沸腾，一位位气息强横的身影飞天而起。可除却道天圣主外，几乎没有几人能直视此刻的道天顶。这尊伴随道天圣祖征战9天10地的圣兵退却沉寂，主动以圣威惊颤乾坤。这就是为了昭告天下，刚才触碰其投影的那位少年，若失之交臂，会令整座圣地追悔莫及。圣体临世，道天顶动。这动静是他道天圣殿又来了一位圣体。这天大惊喜，让道天圣主一时间都难以置信。几十年前，也有一尊圣体引得道天顶动，圣地上下竟轰动。原本道天圣主都觉得道天顶会再沉寂几千年，乃至他这一世都再见不到有此惊天动地之异象。毕竟圣体何其难寻，当代圣主的他，还有先前好几任都不是圣体，几千年能盼来一位圣体，已经是在为道天圣地续一大气运了。关键道天圣主此刻的心情要比先前更为惊喜，因为那位圣体，也就是现任圣子，本身就是道天圣地一位太上长老的血脉至亲，拜入道天圣地也算近水楼台。回看历代圣体，那都是被捧如绝世明珠般请回来的。而今天呢，原本只是风平浪静的一天，若不是苏玉清顶着长老之名却不行长老之事太久，他甚至都不会过问此次各国的朝拜。结果竟然来了一位圣体，让圣地顷刻间风起云涌，天地变色。圣主，放眼看去，几位资质极深的长老也难以置信。讲道理，他们都想过可能是狂妄之辈来冒犯圣地，引起道天顶震怒，都没想过这闲来无事的一天，竟然来了一尊圣体。道天圣主也很惊疑，甚至他还隐隐感觉今日道天顶绽放出的圣威比圣子当时还要惊天动地，似乎想极力告诉自己什么，却因圣祖已不在世，只剩圣兵道天顶，为此焦急万分。道天圣主皱眉许久，觉得应该是道天顶都没想到一次寻常的参拜收徒会与一位圣体结缘。念及此，道天圣主突然心情怅然，喜悦万分。双圣体，从今日起，他道天圣地就有2尊圣体了。双圣体并立，何止是为他道天圣地再续气运，简直是气运冲天。与此同时，圣山之下，祥云散灵，一片沉寂无声。先前趾高气扬的执事瞪圆了眼睛，望着秦修，震撼到难以言语。不是，这位公子，你是圣体，你可以直接明说的。就算来自在偏远贫瘠的小国，也没道理分不清灵体和圣体啊。在一位圣体还没拜入圣地前就将之得罪，这位执事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苏玉清那双美艳绝伦的桃花眼也直勾勾地看着秦修，弹唇因惊错而对着他微微张起，心脏砰砰直跳，胸襟起伏剧烈，犹如一朵盛开的桃花，时而盈盈绽放，时而内敛收紧突然。他心中也泛起抹羞愧和后悔。虽说刚才他没有轻视秦修，但的确只是想用秦修来应付圣主，结果谁成想，人家根本不是什么出身平凡灵体不堪，给自己月下针灸的便宜徒弟，竟是万千年难遇一位的圣体。怪不得刚才听说自己收徒，秦修非但没有惊喜，反而还很迟疑。圣体当面可轮不到他来挑剔，而是圣体来挑他。然而苏玉清只是有些尴尬，旁边的燕飞度却已脸色一片灰暗。当到天顶的圣威直冲天穹时，燕飞度意识到让秦修活着来到圣地的后果比他预想的更为严重。他现在甚至很庆幸，幸亏离国地处偏僻，见识浅薄，根本不知道天地无边，世间不止一座圣地。否则秦修直接拿诛杀他当条件，否则就投奔其他圣地。燕飞度觉得这对圣主大人来说并不难选，甚至都不用这么麻烦。秦修只需把所经历的一切如实相告。圣主不好明着插手皇朝间的事务，但绝不缺他招惹不起的圣地巨擘为了讨好秦修而找各种借口灭杀自己。这可是神体啊，举世无双，独断万古。轰！燕飞度的满心绝望。很快，一道道气宇滔天、光耀萦绕的身影降临在他们面前。恭迎圣体，来我道天圣地寻法问道。为首的道天圣主圣威逼人，却在秦修面前笑容极为温和。他思索再三，还是选择亲口说出恭迎2字。毕竟这种不是被圣地强者云游遇到，或自幼出生在圣地的圣体，实在是太罕见了。何况他很清楚，这位圣体拜入到天圣地后，迟早会成长为名震9州的绝世巨擘。为了圣地的未来，今日初见，对秦修恭迎一声不过分。在他身后，还跟随着一众圣地巨擘，无数道可动彻云霄的目光正惊艳震撼地打量着他。随便哪一位站出来，气息都远比燕飞度强横。秦修亦是气宇非凡，在到天圣主面前也不卑不亢，此般恭迎并未让他张扬跋扈，但圣体2字却让他剑眉紧皱。圣体，自己分明是神体啊！他满心不解，按理说圣地亘古矗立，何况到天顶都引来天地异象，为什么还会认错？
而在旁的长公主一阵疑惑后，却顾虑到什么，对她微微摇头示意。虽然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将秦修的神体错认为圣体，但她考虑一番后，觉得不如就此应下，暂时先别声张。毕竟黑龙夺舍的凶险历历在目，圣帝只是统御万宗千国，底蕴深不可测，又不代表皆是心善之辈。秦修思索过后，也颔首表示默认。圣主率众迎接，已然是圣帝的顶格礼待。他是圣体还是神体，该向他倾注的资源也不会有多少影响，该来的讨好拉拢也区别不大。当然，他不在意这些虚名。圣体足以震慑圣帝，他也没必要再张扬，毕竟羡慕是有限的，但神体和圣体引来的嫉妒和敌意完全不一样。反正他这尊神体又不是假的，等到在圣地闯出一席之地，足够自保后，再将神体公之于众也不迟。殊不知，秦修这片刻的沉默，让燕飞度的心脏跌宕惊恐，生怕下一秒就会因秦修的一句话而被震杀。怎么回事？圣主大人为何会将他视为圣体？燕飞度满心震撼，又猛然想到神体独断万古，仅存在于传说中，何止他从未见过，圣主大人和一众剧情同样没见过。没见过就难以分辨圣体和神体的区别。至于为何到天顶也会出现差错，燕飞度瞳孔一颤，突然想起在上千年前，他道天圣地遭遇强敌来犯，那时的道天圣地已经接连几任圣主都并非圣体，气运和圣威难免顿挫。圣地亘古不灭，底蕴无尽，据说那一战惹得道天鼎震怒，将来犯强敌重创，才平息那场大战。但道天圣祖留下的这尊极道圣兵，圣威也因此残缺受损。受损有多严重，肯定是圣地绝密，那一战时他都还没出生。但传言到天顶出现一道裂痕，看来是真的。是了，灵体也好，圣体也罢，在接触到天顶后，顶中那万千圣文便会当场推演出其体质玄妙，大概就类似于重演灵体觉醒时的意象，以此来判断强弱。这么做是为了去伪存真，虽然赶来圣地假冒灵体的很少，但一些偏远小国见识有限，自己都未必能分辨灵体的强弱。例如曾有一位顶尖的烈阳灵体，在来圣地参拜前，一直被误以为是中等的火药灵体。神体觉醒之异象，他不曾见过，但不用想也知道何等恐怖如斯。而有所残缺的道天鼎，哪怕燃烧圣威响彻不绝，也只能推演出圣威，无法重现神威降世。晚辈秦修见过圣主大人，见过诸位前辈。而秦修自报家门的声音，让燕飞度浑身一颤，原本绝望惧怕的眼神，如死灰复燃般泛起金芒。他好了，虽然不知道这小子为何没有自爆神体，但他现在明说也未必有用。毕竟用嘴说是没办法证明神体的，而哪怕是圣体也极为强大，至少现在的秦修还很难展现出和圣体的绝对差距。要么他正面轰杀一尊圣体，要么创下的壮举远超圣体之极限。无论是什么，他短时间内都很难做到。并且因为出身的平凡，秦修想要弥补各方面的落后，需要成长很久才能明显胜过圣体。圣体应该还不至于让圣主坏掉规矩，直接灭杀自己。也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大雁都是安全的。与此同时，道天圣主也从麾下问起了道天鼎投影刚才的异象。天雷摇落，苍穹撕裂。道天圣主双眸闪烁，他怎么一时间想不起这是哪尊圣体？扫视周围，不只是他，有些岁数远在他之上的圣地剧情也不禁摇头，神色茫然。在一阵疑惑过后，道天圣主突然圣眸泛起金芒，更感惊奇。难不成是从未曾出现过的圣体？圣体不同于灵体，灵体对于一方皇朝来说，平均几十年也能出现一位。道天圣地统御万宗千国，无尽岁月以来，自然早就将所有灵体的异象和过人之处收录在册。但圣体之绝世罕有，平均也得是上千年诞生一位，甚至之前道天圣地气运不济，数千年未曾出圣体。而这上千年一位，指的是万宗千国，再加上圣地和周遭无数城池，如此绝世罕有，纵然圣地奥力亘古，也不敢说见过全部圣体。何况圣体本就是夺天地气运，凝圣威非凡，天下之大，未必不会诞生前所未见的圣体。不过随着岁月漫漫，这种可能也越来越低，毕竟总有前辈的圣体能和自己对应。可单从秦修的意象来看，这圣体惊世骇俗，闻所未闻，这让道天圣主和一众巨擘惊讶过后，又喜忧参半。前所未有的圣体，说明其圣威也前所未见，那么未来纵横天下，鏖战八荒时，敌人对其的了解也就少，就越难以克制。但同样的，道天圣地也分辨不出圣体圣威玄妙，指导起来难度倍增，很可能会影响秦修的成长速度。总之有好有坏，道天圣主一时间也无法断言，但他对秦修的青睐却丝毫不减。秦修，你是这尊圣体的古往第一人，我相信这对你的未来利大于弊。何况每一位圣体无不是名震千古笑傲九州的绝世强者，
本圣主期待这天地间有一天终究留下你不同凡响的盛名。这般鼓励深得秦修认可，只是他没好意思说的是，圣主，你没认出来并非因为眼界，而是从一开始你考虑的范围就不对。你以圣体的意象来衡量神体，当然认不出来，但秦修也没多说。而到天圣主满怀欣喜，抬指点出一缕圣辉，圣辉如长虹凝聚的光桥，直冲云天。接着道天圣主便挽住秦修，圣主挽其同行，光桥直冲圣峰。入门仪式虽然临时匆匆，但礼遇顶格。当然，出发之前，秦修没忘了介绍自己的2位小娇妻。圣主，这2位是我的挚爱妻子，能否将他们一起收入圣地？当然可以。道天圣主笑容和善，虽说这不符圣地规矩，但收2个弟子而已，换来一尊圣体，圣祖在世也得夸他办得漂亮。甚至秦修就这点要求，让道天圣主分明是他赚大了。毕竟没有一处圣地会拒绝一尊圣体，但圣体没理由非要选择他道天圣地，这让刚才还想挤兑秦修拜苏玉清为师的几人看傻眼了。不是兄弟，入圣地还能连吃带拿，携家带口的啊！他们刚才还笑秦修出身差，这分明是气运逆天。这可是圣体啊！从圣主大人的态度就能看出有多惊天动地，明明是魄力，却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几人满心羡慕与苦涩，估计这辈子也就只有刚才能用那种态度和秦修说话了。毕竟就算他们也能拜入圣地，以后见到秦修也只得毕恭毕敬的行礼。而云霓裳2女见状，俏脸满是欢喜，尤其是长公主，曾经她崇敬无比，只能仰视并发愤图强，想要拜入的圣地，只需要秦修轻飘飘的一句话。云霓裳亦是感动无比，刚才全场就她一个练气站在那，那些人冷漠的无视，让她扎眼和耻辱到了极点。可以说没有秦修，她都不敢开口说自己是来参拜圣地的。而现在他们却可陪伴于秦修左右，踏上光桥，飞过祥云，看着那祥光万丈，灵鹤齐飞，宝霞氤氲的恢宏圣峰，他们这才明白什么叫一步登天，平步青云。秦修傲立光桥，无需自己迈步，便有滔滔圣威如微风拂面，接引欢迎。到天峰，秦修是直接飞入圣主议事圣殿的，但却能看到直通圣殿的台阶皆是宝玉所筑，流金铺路，更不必说大殿有圣光萦绕，宝霞生辉，恢宏气派。道天圣主并未端坐圣仪宝座之上，而是双手负背，为秦修一一介绍这满殿巨擘，也不用他全部记住，只需先混个脸熟。来，这位是燕飞度燕长老。燕飞度也在圣殿之中，但却站在末尾，甚至若非今日恰巧他也在圣城挑选弟子，一并将他也带回圣殿，他能不能站在这都是两说。道天圣主介绍的同时，也注意到燕飞度这一路上虽极力克制，但嘴角却难以压抑，怎么好像比自己还高兴？燕长老这是起了惜才之心，想把毕生所学传授于圣体吗？燕飞度闻言浑身一颤，不，老朽岂敢，老朽只是为圣地高兴，圣体临世，普天同庆，以老朽之才能，岂敢耽误圣体？他连连摆手的同时，甚至不敢直视秦修的目光。虽然知道圣主是打趣，但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收秦修为徒啊，害怕没过几天就被弑师是一回事，关键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凭他也配教导圣体。他毕生所学，圣体可能都看不上，而秦修也只是看着他，冷笑不语。老狗，看我没跟圣主告状，正暗自窃喜呢吧？但你猜我为啥一点不提新仇旧怨？不会以为是我心软放过你了吧？那是因为他记得圣帝不插手皇朝事务的规矩，他今天不说，就是为了以后踏平燕国黄兜时，拿着一路逃亡来堵悠悠众口。道天圣主淡笑，也知道燕飞度不会接茬，他只是借此引出话题。既如此，哪位长老愿意先教导秦修1、2，助圣体成长？此话一出，圣殿顿时无比安静，有不少长老对世间也都如燕飞度一般默默垂首，而其余几位气息深邃无比的巨擘也都脸色复杂，并未接话。道天圣主扫视而去，也顿感颇为头疼。首先有资历也有实力教导秦修的，就不可能是寻常长老。别说燕飞度这种刚刚晋升的长老，至少有过半长老自觉不敢耽误圣体成长。而其余有资格的剧情，很多早已经有真传了，甚至那些真传本就是他们的血脉至亲。把秦修安排过去，能一碗水端平吗？当然，他作为圣主，也可以直接指点秦修，乃至收其为徒，放在平时并无不妥。但最让他举棋不定的，那便是另一位圣体，也就是现任圣子。同是圣体，天赋实力自不必多说，而圣子之位就相当于皇朝的太子，未来的圣地主宰。那位圣体为了名正言顺地成为圣子，这些年也都是一路打过来，创下各类记录，还随时接受其余剧情真传对他的挑战。那些真传当中，有几位类似苏玉清那般，若非这一世遇到圣体，也是有能力争夺圣子之位的。苦修多年，将圣体锤炼至小成，
不久前才被封为圣子。而作为圣主的他，却当场就收另一位圣体为徒，难免会引起波澜。就在道天圣主左右为难时，目光突然瞥向了在人群中低头不语的苏玉清。这死丫头躲那么远干什么？低着头想往哪看？装聋作哑吗？道天圣主顿时脸色一肃，圣威化音，回荡圣殿，朗声质问：苏玉清，本圣主此次让你挑选的弟子呢？人群中的苏玉清娇躯一颤，桃花眸怔怔抬起，暗道一声不好。我。苏玉清因心虚而十根玉指在软如羊脂腹部交错，这般动作却也让双臂更加挤压。他刚才还在祈祷，看在今日圣体归零的份上，圣主能不跟他计较，怎么还揪着自己不放啊？被圣主单名，想躲是躲不掉了。苏玉清支支吾吾半天，突然灵光一闪，那双妩媚明艳的桃花眸再次望向秦修。诺，这不就是我挑的徒弟吗？刚才多亏我慧眼识珠，认出圣体，才让咱们道天圣地今日气运冲天。那副傲然挺胸、理直气壮的模样，给秦修和道天圣主看愣了。虽然他也不知道这位苏长老为何在自己触碰到天顶之前就起了收徒之意，但他可以确定，绝不是因为什么圣体。而道天圣主直接忍无可忍，能把他气到拳风紧握的，整个圣地也就苏玉清一人。苏玉清，你还要脸吗？他还没戳破苏玉清的那点小心思，这死丫头就当着这么多人还敢骗他，真当他这个圣主好说话吗？整个圣地有你这般玩忽职守的长老吗？苏玉清弹唇微嘟，轻声道：还不是因为你拿09定下的规矩。虽然敷衍的是他，但他确实挑的还是圣体，这不得赏赐他几坛珍藏千年的绝世佳酿。道天圣主浑身圣威涌动，已经准备剥夺他的长老之位，可就在他圣令脱口而出时，却突然圣眸一闪。等会，与其剥夺他的长老之位，为何不如就让苏玉清来收秦修为徒？论实力论天赋，苏玉清是绝对够格的。道天圣主很清楚，以苏玉清的性格，被剥夺长老之位也只会想办法偷酒喝，没准还会偷跑出去用天才地宝换美酒，这样反而成全了他。但让他指点圣体，就算再如何懒散随性、厚颜无耻，也不好意思耽误一尊圣体的成长吧。至少也得拿出几分师尊前辈应有的担当。念及此，道天圣主从先前的圣威万钧变为了满面笑意。好，苏玉清苏长老，多亏了你慧眼识珠，才在道天顶之前选中秦修这尊圣体。那温和客气的夸奖让苏玉清娇躯轻抖，晶莹如玉的白嫩肌肤上泛起层细密疙瘩。这老登不对劲，这不像是一般的怒极反笑。既然你说与秦修有缘，那便让他随你修行，从今往后你便是他的师尊了，让一尊圣体当你的亲传弟子，也不算辱没你苏长老吧。此话一出，苏玉清当场懵逼。圣主，不是，圣体是很强，将来威震八荒，为道天圣地扬威他也高兴，但指点圣体肯定要比指点灵体要更加上心，更加处处关注。苏玉清一双桃花眸中泛着悲戚，他怎么感觉这还不如剥夺他的长老之位？而道天圣主一脸肃然之余，圣眸却闪过抹窃喜。怎么，是你说的慧眼识珠，还和秦修有缘？灵体你都要，圣体你反而不要了？苏玉清背齿紧咬，老登有你的。而同样错愕的还有一旁的秦修，让我拜他为师。他总感觉苏长老有些不靠谱，毕竟这么年轻。不过话说回来，苏玉清刚才的当众顶撞圣主，反而让他刮目相看。毕竟无论是在哪，讲究的都是实力。不然你看燕飞度敢跟圣主这么嬉皮笑脸吗？道天圣主也看出了他的顾虑，朗声道：你放心，他以后若是懈怠偷懒，你直接来找本圣主，若修行之处有何不懂，你也可以来找我。最后他又狠狠怒瞪苏玉清，本圣主再给你留最后的面子，你自己掂量清楚。若是因为你耽搁了圣体修行，我看你有何颜面见历代先圣。圣主一言九鼎，又等秦修认认真真给苏玉清行了个拜师后，才让其跟着离开圣殿。一路上飞过祥云漫漫，圣峰错落，每一位长老都有自己单独的洞天和山峰。苏玉清所在的圣峰就命名为玉清峰，华光清秀，十里桃花十里枫林，灵鸟伴霞光遨飞，镜湖中锦鲤西游，云野间美景连绵。且不说此地灵气中秀，单看此般美景，确实堪称世外桃源。玉清峰的殿宇高阁并不多，平日里也只有苏玉清一人居住修行。秦修的到来倒是平添了几分热闹。秦修刚刚落地，苏玉清正准备带他熟悉一番，却突然想到什么般，绝美冷玉的俏脸莫名一红。你先在此等候，为师去为你整理出一片住处。秦修刚想说这点小事自己来就行，却见这位刚认的美女师傅竟匆匆跑回最显赫的主殿。秦修顿感错愕，就算圣体处处礼待，也不至于把主殿让给自己住吧。苏玉清倩影一闪就钻进殿内，可刚才透过门缝的匆匆一瞥，秦修就看到
里边可谓乱极了，不仅有随处散落的酒坛，地上似乎还扔着几件轻薄在内的亵衣，苏玉清一人独住，可想而知平时何等随性。秦修赶忙扭过头去欣赏玉清风美景，片刻过后，苏玉清才容颜微红，脚下莲步虽轻盈灵动，但秦修总感觉有种地动山摇之颤，惹人眼球。好啦，乖徒弟，剩下的殿宇你随便挑，想住哪都行。秦修，合着您老人家刚才是怕别人看到自己脏乱差的一面啊？这到底有多懒散？也不知道作为弟子的他，以后会不会被这位美女师尊使唤打扫房间、收拾衣物什么的，而秦修自己对于住处也没什么要求，关键玉清风也没什么可选的。在此之前，只有苏玉清一人在此封，也不广纳门生传法讲道，其余阁楼偏殿还都是以前的封主留下的。秦修随意找了处还算干净的，离师尊的殿宇不算太远的，便算正式拜入玉清风了。此刻天色近晚，橙红下的黄昏映出晚霞似火。秦修突然见一只灵鹤飞过花海，鹤嘴擎着一精致的木匣，落到他和苏玉清面前。苏玉清见到灵鹤，桃花眸顿时一亮，一边接过木匣，一边招呼秦修：“那你来的正好，前些天灵善风送来几只珍奇灵兽，就当给你接风洗尘。”木匣打开，秦修顿时嗅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原来灵鹤送来的是一盘盘还冒着热气的珍馐美味。秦修着实没想到吃的还有灵鹤专程来送，而且都是些他从未见过的美味。圣地专门烹饪的灵兽肉食，不仅色香味俱全，还内藏灵韵，看似是饭菜酒肉，实则亦是天才地宝。苏玉清取出一小袋灵食扔给灵鹤，却见灵鹤拟人的摇了摇头。苏玉清又肉疼的拿出几枚灵食：“差不多了，我徒弟好歹是圣体，我还没找你们灵善风要补贴呢。”灵鹤瞥了秦修一眼，这才满意的振翅飞离。虽说师尊当面讨价还价有点古怪，但秦修却依旧惊讶苏玉清的出手阔绰。刚才那袋灵食够他逃亡路上启动2次传送阵，且还是独占阵法那种，在这却好似只是美女师尊的一顿酒菜。快过来啊，今日喜的圣体，一饮酒。秦修回过神，就见苏玉清已然坐在一处石桌，佳肴和美酒摆满，微风拂过，海棠花瓣飘落，花香与酒香沁人心脾。苏玉清还柳腰倾下，给秦修的杯中也倒上一杯琼浆玉液。月下花间酒，杯饮照玉清。此般美景，此等意境，让秦修连日来被一路逃亡的疲倦都荡然扫尽。他飒然一笑，落座石桌，和苏玉清共饮一杯。来，敬你的圣体。秦修笑着举杯，意气风发的剑眸中却又闪过一道道沧桑回忆。敬我这一路万里迢迢，终不负故人念。杯光摇曳，灵酒入喉，顿时秦修就感觉浑身经脉气血舒畅无比，这灵酒绝对有滋养修为之效。可惜霓裳和长公主不在，被圣主带走，说是让他放心，肯定也会安排其他资历深厚的长老教导。怎么样，好喝吧？见秦修一口饮尽，苏玉清也展颜一笑，绝美如仙的容颜更似一朵桃花绽放，美艳绝伦。苏玉清又突然想到什么，那抹媚燃天成的桃花眸闪过抹让秦修心底一颤的玩味，纤细如玉的指尖勾了勾酒杯。作为徒儿，是不是应该？秦修秒懂，初来乍到，尊卑有别，倒酒而已。看着他倒酒的模样，苏玉清弹唇上扬，一抹窃笑，风情万种，更有丝丝得意。不错不错，他早就向圣主请示过，能不能找几个模样英朗俊逸的弟子来给他送酒，顺便给他倒酒。当然是被无情的驳回了，但是今天人生的一大美愿终于实现了，不仅英姿勃发，俊逸非凡，还是震烁八荒的圣体。念及此，苏玉清酒兴大发：“我干了，你随意。”顿看着美女师尊仰头好饮的模样，秦修眼角微颤，暗道师尊虽然如仙女临尘，但这举止实在是太过豪放。当然秦修也没资格指点别人的性格，问题是苏玉清好饮间难免会有几滴琼浆玉液顺着如美玉金雕、白翡雅然的粉颈流下，湿了衣襟不说，还如溪流入山壑，让2座玉峰间有金银水渍点缀。秦修低头夹菜，也不知各峰之间来往是否方便，不然自己正值血气方刚，2位小娇妻还拜入其他长老门下，又整日与这位绝色师尊抬头不见低头见，他火气会很大的。夹菜之余，秦修又见眸一颤，原因无他，只见苏玉清每次要夹自己面前的菜，娇躯都需微微后倾。最惊艳的是，虽阻挡视线，沉重无比，却并未有丝毫垂落，反而傲挺十足，并且随着灵酒下肚，轻微的醉意让那白如雪的酥柔肌肤泛起一层诱人的淡粉光泽。秦修也不知道自己的师尊平时都找谁喝酒，但这副仙女花下椅不知泛起几缕春光。酒过3巡后，苏玉清竟然还拽着自己的胳膊，桃花眸微眯，秦修都搞不懂这是撒娇还是商量。好徒儿，长老真传弟子，每月会有不少天才地宝，圣体也必然有额外的奖赏。为师知道有很多对修行极佳的灵酒，回头圣主问起你，
你就选那些好不好？为师拿宝贝跟你换，肯定不让你吃亏。婉音入耳，也不知是酒意还是如何，秦修只觉骨软心酥。自己这师尊实力和地位无可挑剔，就是这嗜酒如命的性格，让秦修总觉得有点不靠谱。算了，随性懒散也总好过处处藏着掖着，师徒间还要防备算计。苏玉清也曾想过，才刚收徒，要不要收敛一点？可他很快就释然了。秦修又不是匆匆几天的过客，而是以后要和他日夜相处的真传弟子。高傲冷遇，他在陌生的外人面前自会保持，但若是回到自己的玉清风还要装，那也太累了。人生嘛，当然是怎么痛快怎么来。月上柳梢，而这灵酒不愧是长老方可享用的佳酿。秦修已醉意不浅，但对苏玉清而言，酒意正浓，微醺上头。好徒儿，你等着，为师把那几个连男人手都没碰过的臭婆娘喊过来，让他们看看我新收的徒儿多么英姿不凡。秦修一阵汗颜，师尊嘴里的臭婆娘到底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仇敌？关键就算攀比各自的弟子，也应该是先炫耀他的圣体才对吧？拿我的长香去炫耀算怎么回事？嗨嗨，师尊，徒儿有些醉了，圣主有令，明日还要您带我去挑选功法，徒儿就先告退了。秦修找了个借口就开溜，一个师尊就够让他头大了，师尊若再喊过来几个，那场面简直不敢想象。秦修回到了自己的偏殿，关门之前看了眼苏玉清一人对月独影，月光朦胧，照在那娇艳倩影之上，美轮如广寒。不得不感慨，这个胸宽广大的师尊在不说话的时候还是很美的。独坐屋中后，秦修也规划起自己在圣地的发展。境界方面不必多说，圣子在修行资源方面还是有些许优待的。可圣主刚才隐晦地跟他提起过，很多资源还是需要他自己去争取。毕竟圣体不止他一位，更有几位剧情真传，实力天赋皆为准圣子之列。若非当代圣子凭借圣体小成扫平一切敌，圣子之位还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可想而知，圣地之内是何等藏龙卧虎，圣主也无法随便偏袒他。对此秦修倒不在意，他一直信奉的本就是各凭本事，弱肉强食除却境界外，更重要的还有对神体的锤炼。这也是来到圣地最大的好处，统御万宗千国九州八荒之下，最顶级的天才地宝都在此汇聚，在离国之内几乎找不到对他神体有益的宝物。尤其是反杀黑龙后的吞噬，让秦修深感神体锤炼之艰难。他可以肯定，寻常修行者吞噬黑龙，不考虑爆体而亡的情况下，足以让筑基直冲玄丹还绰绰有余。可他却停在筑基三重，神体距离小成也还遥遥无期。还有法宝方面，有机会也要去找寻了。别的不说，这一路剑斩玄丹的秦修深有体会，但凡自己有一柄法宝灵兵，燕云涛甚至连见十阵之神符的资格都没有。最重要的是，秦修这些天已经听说，在筑基境的强弱对将来凝聚出的玄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筑基，顾名思义，就是在奠定根基。玄丹乃是修行者的灵威凝练，将诸多武技大成乃至圆满，修炼的又是高深莫测之功法。这般凝聚出的玄丹，自然不是黄阶功法凝聚的玄丹能比的。哦，不对，有些黄阶功法甚至都没有凝练玄丹的法门。不只是功法，各方面的实力都会影响玄丹的强弱，这也是为何圣地并不太看重入门前的境界的原因。夜深，秦修倒是难得睡了个好觉。翌日，云天碧蓝如洗，秦修洗漱一番，准备请师尊带他前去挑选功法。然而他刚走到玉清殿境前，就听到一阵细微的鼾声。而更让他剑眸一颤的是，他并未敲门，可殿门不知是没关好，还是被晚风吹开。总之，一条不大不小的门缝，足够他殿中一切尽收眼底。秦修仅仅瞥了一眼，就脸颊滚烫。只见苏玉清的睡姿简直是四仰八叉，好不端舒。常年一人独占大床的他，最喜欢的就是好饮过后美美睡到自然醒，睡姿怎么舒服怎么来。一双美腿卷着薄纱，因为玉腿太过修长，那如残玉的脚趾还伸出床边半悬空中，似是酒意未散，令那绝世仙姿还泛着红润。桃花眸虽闭，可睡梦中的苏玉清也因此显得一静安雅。而且很明显，多年的习惯让他很不喜欢趴着睡。圣地不愧是圣地，玉峰高耸侧倒，竟也不垂坠分毫。好一副仙子卧榻。更关键的是，苏玉清昨晚不知喝了多少，至少秦修睡前他还在花前月下好饮，这让他忘了从昨夜起玉清风再不是他一人独居了。结果就让秦修看到地上散落着几件样式不同，但明显都是师尊穿过的亵衣。他真的没想偷看，只是想着总不能让圣主等他们吧。而且圣地长老的住处不都该有禁制什么的？再退一万步讲，没有禁制，睡前关好门很难吗？但苏玉清显然是懒散惯了，玉清风倒是有禁制，所以独居的他完全没必要给自己的殿宇再添一层禁制。秦修站在门前，尽管只是匆匆几眼，但该看的不该看的一览无遗。他尬住了，眼看衣袍无风自扬，连忙闪至一边，
都不敢将苏玉清从睡梦中叫醒。且不说睡成这样，怕是得站在其耳边喊上许久才行，甚至光喊还不够，还得上手去弄醒才行。他退后几步，也不敢替苏玉清关好门，万一师尊正好醒来，误会了呢？正想着，又是一阵清风拂过，让门缝吹得更开，让秦修此刻无论往哪站，都能瞥见殿中倩影几何。无奈之下，他只能盘膝吞吐灵气，也不知过去多久，都已日上三竿。苏玉清只是中途翻了几次身，可依然没有醒来的意思，直到一声圣威滚滚的怒吼自远方横贯云天，轰开玉清风的静止，震得苏玉清床榻剧颤。苏玉清，你还要睡到几时？立刻给本圣主滚过来！那是道天圣主的震怒，他都不用来御清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圣音如雷贯耳，苏玉清顿时惊呼一声，娇躯要挺起身时，双臂竟还下意识地紧搂胸襟，四声怕被人抢走美酒一般。直到他看着半开的门，以及在外一脸无辜的秦修，醉意才匆匆消散。完了完了，忘了要带你去挑选功法。秦修一阵无语，要不是不知道圣主在哪，他自己早就去了。苏玉清连忙起身收整，但几息过后，他突然俏脸一红，玉臂轻挥，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还好昨晚喝的不少，他懒得脱换衣服，倒头就睡，否则还不知要被看到多少。可即便如此，那几件睡觉时穿着不舒服的，也都被他习惯性的随手扔到了一边。直到苏玉清俏脸通红，胸襟起伏的走了出来，那双桃花眸满含羞怒的瞪着秦修，可指责的话刚到嘴边，就又哑口无言。喝醉归喝醉，他还是能记清昨夜是自己没关门，而且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每天睡醒门都是半敞着，和秦修还真没什么关系。苏玉清只得强忍羞意，玉指掐诀凝聚一朵彩云，连忙带秦修前去参见圣主。彩云掠过圣辉宝匣，苏玉清还得减缓飞遁速度，玉足立于云间，匆忙整理着衣衫，盘卷飘舞的青丝，飘带泛着悠然冷香，玉脂粉肌顾盼生辉，又成了外人眼中那冷玉傲挺的圣地长老。只是整理衣衫的动作，难免荡起巨浪波涛，弥漫香风阵阵。秦修本想躲，奈何云朵就这丈许之地。再说了，睡过头的又不是自己，他凭什么内疚？很快，秦修便来到了一尊高有100丈的圣碑之前。圣碑矗立在一座巍峨古老的圣殿前，圣像庄严而又森严。镇守此地的圣威化作笼罩漫天的圣光法阵，有苏玉清带领，秦修才淡然穿过层层圣威，否则单凭此地大阵的一缕威压，都能令玄丹强者顷刻化作齑粉。道天圣地藏宫阁随着祥云落地，秦修也发现此刻聚集在藏宫阁前的人着实不少，不仅有圣主，身后还站着2位昨日曾见过的圣地巨擘，2位小娇妻也赫然在对他挥手。秦修剑眸一闪，看来圣主是将霓裳和长公主安排给这2位巨擘当弟子了。这2位可绝非寻常长老，2位小娇妻今后的修行倒是不用他顾虑了。然而云霓裳2女虽俏脸明媚欢喜，一时间却不敢上前和秦修相认，因为道天圣主脸色阴沉，双手负杯保持站在这里很久了。空气一片沉寂，秦修能感受到道天圣主此刻的怒意，毕竟让一方圣主等着得是多大脸面。苏玉清桃花眸微垂，显然也知道自己若闯祸了，婉音装作乖巧，却越说越轻。我昨晚是因为收了一位圣体为徒，喜不自胜，也是为咱们圣地高兴，才多喝了一点。道天圣主顿然怒喝：你可当个人吧，人家秦修昨天才拜入道天圣地，挑选功法本是用来拉拢圣体的，你倒好，要是哪天秦修嫌弃他不靠谱而转投其他圣地，道天圣主发誓绝对能生劈了苏玉清。他已经懒得骂苏玉清了，秦修来了就好。秦修，让我为你介绍历代先圣葬功之圣碑。看向秦修时，道天圣主又恢复了温和，他指着那高有100丈的圣碑道：此圣碑镇于藏宫阁前，只因每位先圣留下毕生绝学后，会在圣碑中留下自己的一道印记，如此必有我等后世，只要你敢照圣碑，自会遇到最为适合你的功法。虽然不知秦修适合圣体，但对于藏宫圣碑之圣韵高深，道天圣主还是颇为自信和骄傲的。曾经其他圣体也都是这般感召先圣，从而选择功法。因为能在圣碑留下印记之先圣，最低也得是培养出过准圣子的巨擘，并且历代圣主开辟的经世绝学也都尽纳其中。至本圣主这一代，我道天圣地共有109代圣主，巨擘亦是数不胜数，其中圣体27位，也都将成名圣功绝技藏于其中，造福后世。这其中一定有适合你的功法。秦修闻言暗暗惊叹，按照燕飞度这老狗混了几百年才当上长老，那么可见每一任圣主至少在位1000年乃至数千年，也就是说道天圣地至少传承了10余万载，而且不是一点点崛起的10余万年，而是自圣祖立代称8万宗千国10余万年。关键还有20余位圣体的绝学也都在内。就如秦修所猜测，
这般感召圣杯的机会极其珍贵，别说外门弟子，就算内门弟子也难，起码得是长老真传且立下不小的功劳。秦修不禁心动，虽说父亲传授于他的苍龙战诀龙威煌煌，可技多不压身，每一道功法也都有其独特的玄通圣韵。突然又见到天圣主轻笑道：秦修，你这2位红颜知己之天赋，刚才可是让本圣主颇为刮目相看。你来之前，他们都已感召到仙圣垂青，各自得到一位巨擘传法。别说到天圣主刮目相看，秦修闻言也一阵错愕。再看2位小娇妻，云霓裳怀中抱剑，温柔如水，更显英姿飒爽。夫君有一位仙圣传法，与我的建议十分契合。长公主换上崭新宫裙，红衣似火，美不胜收，笑容明媚间还有抹小得意。也有一位先生与我说，先传我其半部绝学，待我炼制小成，后半部亦将倾囊相授。师尊说这可是地阶功法呢。秦修剑眸闪亮，看向那2位巨擘。长公主的师尊是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者，此刻捋须颔首，显然是认可了秦修的话。而云霓裳的师尊是一位容颜半百，却气质温婉优雅、五官端美的女子，看着她就像云霓裳老时的模样。秦师侄放心，今后老夫自当着重栽培他们，若有缘分，或可收为亲传。圣杯之感召，各凭本事，连到天圣主都无法左右。昨天圣主将云霓裳2人安排给他们当弟子时，心中多少有所不悦，只是看在秦修这尊圣体的面子上，做个顺水人情。但通过昨天的了解，他知道了云霓裳认真修炼还没3年，离国的资源在他们眼中也着实贫瘠。就这，他都能凝聚一道让长老都为之赞叹的建议。长公主也找回了信心。其实反过来想，以离国出身还可据玄丹一步之遥，他的天赋并不差。当然，也幸亏有秦修的照拂，才让2人有了一次在圣主面前证明自己的机会。2位长老当场改观，看圣体的面子收徒和认真指点的差距不言而喻。秦修也发自内心的为2位小娇妻喜悦，而在道天圣主的指引下，就等他感悟圣杯了。秦修，我听你常说，你的天赋远在他之上，本圣主也很想看看，你与哪位先圣有缘？也难为道天圣主等这么久，不只是他，此刻前来藏宫阁看热闹的弟子并不少。毕竟圣杯传功的机会本就很少，更何况还是秦修这位新晋的圣体。可以说，圣地上下很多双目光都在或明或暗地关注着秦修来到圣地第1天的表现如何。云霓裳2女在旁为他暗暗鼓劲，道天圣主那双金庭赤耀的圣眸中，期待却要胜过担忧。虽说从云霓裳2女口中听来的秦修很是天赋卓越，可耳听为虚，何况结发妻子还能说秦修不好？关键秦修的圣体前所未有，也就是说历代先圣对他的指点和传授将十分有限。别的不说，从未见过的圣体如何将圣体锤炼至大成，令圣威更加强横，这些都是问题。藏宫圣杯他也无法左右，若是感召不到，也并非先圣无情严苛，只能说明秦修实在不契合。他现在只能期盼秦修能至少感召到一位圣主的圣法绝学，否则圣体只能得巨擘长老的传承，可就要落后其他圣体太多了。秦修已然来到圣杯前，这座石碑也不知是何物所铸，立于碑前，如被上百道圣威审视睥睨，令他顿时满心庄重。伸手触碰圣杯前，秦修还不禁感慨，此碑虽非圣兵，但仅凭其中蕴藏的历代圣威，便可镇压一切灵兵至宝。他涌出一缕如星河璀璨的灵力时，不少弟子在旁窃窃私语，他们也很想看看秦修的天赋与悟性究竟如何。圣体比不过，但谁也不想在天赋上再输给秦修。你们说他能感召几位先圣绝学？我估计能感召一位圣主就不错。虽说他出身偏远小国，但国力倾斜于他，却也才筑基3重。云霓裳温婉懂事，自然不可能什么事都往外说，尤其是与燕国间的恩怨。这样一来，一众圣地弟子不免腹诽，作为圣体享受一国着重栽培，结果修为却还这么弱，可见其悟性和天赋并不出众。甚至很多内门弟子因此看向秦修的眼神还泛着嫉妒。圣杯传功多么难得的机会，就因为他们没有圣体，就便宜了秦修。翁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秦修的一缕灵力令圣杯泛起些许圣辉。秦修也很期待自己能感召怎样的奇功圣法。很快他就感觉心神如出窍般沉入了一片朦胧却深邃的天地间。这片天地间，一道道仙圣身影傲立，足有数百道之多，灿如漫天群星，圣影明灭不定，各自闪耀着冠绝一世的光辉，静静俯瞰着秦修。按照圣主所说，自己只需静守心神，等待契合自己的圣影有所感应即可。而秦修闭目凝神间，周围弟子的议论就没停过。说起来，易圣子当年是感召了几道仙圣绝学，整整10道，其中还有3位圣体垂青。易圣子
便是他们道天圣地现任圣子。此般天赋让诸多弟子为之惊叹。没错，若天赋举世出众，自然就会得到更多的先圣垂青。这样的天才就不是先圣来选他，而是他选择继承哪位先圣的绝学，而且能感召到就能继往圣绝学。所以只要不是自己贪多分心，能收获多少先圣绝学便各凭本事。所以历代圣地天骄皆是以圣杯感召之强弱多寡来作为天赋悟性的一大比拼。10位圣主垂青啊，听说一圣子最近已经开始钻研第3道绝学了，这让他们羡慕不已。毕竟哪怕仅仅一道先圣绝学就能让任何一个人逆天改命，而同是圣体的秦修自然也会被他们拿来与一圣子比较。10位先圣垂青也足以名震圣地，哪怕不论出身差距，秦修也很难与一圣子相提并论。看来就算双圣体并存，我们这一代的圣子乃至圣主也并无悬念。议论声中，却见秦修面前的圣杯已然闪烁起一道黑紫深邃的圣辉。这道圣辉虽光芒深沉，可令天月无光，但并不阴邪，反而洞穿虚空，似将苍穹万物都吞噬于这道圣辉当中。道天圣主见状，不由目光一震。这是虚空裂天诀，宇恒圣主的圣法。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圣主的绝学，不仅是一代圣主，而且还是一位圣体圣主。宇恒圣主的宇之圣体，可是生来就能掌握空间之力。他老人家圣体大成时，甚至能忽视修为，只要身在天地内，就可将之连同空间一并斩灭。道天圣主不禁欣喜，没想到秦修竟能感悟到圣体圣主的绝学，这下他能放心了。难道秦修的圣体也和空间有关？无论如何，有宇恒圣主指引，定不会耽搁他的圣体成长。这一幕让微醺未散的苏玉清桃花眸都为之一颤，眼神顿时清澈而惊讶。他原本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毕竟秦修能得哪尊圣法，全凭自身造化，他也帮不上忙。可谁成想，一上来就是一位圣体圣主垂青，并且宇恒圣主的实力，放眼历代圣主都相当强大，屈指可数。与之圣体弹指间便可洞穿虚空，碎灭一切敌。关键看秦修闭目凝神的模样，似乎一位先圣垂青才只是刚刚开始。这般结果出乎所有人预料，毕竟先前道天圣主对秦修的预期，能有一位圣主垂青就不错了。而若是让众人知道秦修此刻的想法，强如圣主都得惊掉下巴。我怎么就感召到这道圣威了？前辈，我跟您的圣体好像并没多少相似之处啊。秦修也不知道先圣如何衡量后世传承者，但空间之威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啊。心神涌入圣杯的他，只感觉刚才丹田一痒，然后宇恒圣主的虚影就被自己点亮了。秦修决定继续感悟，技多不压身嘛。而很快又有2道先圣虚影光耀大作，一尊赤发烈烈，圣眸深若火海，似一尊大日盘空，双眸已化作龙晶，睥睨狂傲，龙威震世，如9天真龙。圣杯之上也随之涌动起2道圣辉。道天圣主见状，心中又为之一颤。这是九龙圣主和天耀圣主。九龙圣主那可是毕生钻研龙威，直至圣名显赫，其圣威堪比真龙之威。另一位圣主的天耀圣火诀威名纵横，曾经最鼎盛时，凭借一身天耀圣火，可与圣兵正面硬汉。谁人都没有想到，短短片刻间，秦修就引得3位先圣垂青。关键，这3位圣主还都是在各自的成圣之路上傲视群雄，相互却少有相通之处。但为何都垂青于秦修？难道这3尊圣法绝学是觉得秦修都有机会修炼？看来云霓裳所言不假，秦修的修炼天赋对得起这副圣体。道天圣主心中还泛起强烈好奇，秦修究竟能引来多少位先圣垂青？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就是每感召一位先圣的垂青，往后再感受其他先圣的几率就越低。因为每个人所擅长的道路终究是有限的，何况历代先圣都是名震千秋的强者，他们对自己的毕生绝学也是相当骄傲的。正所谓法不轻传，道不见迈，其他圣主先一步降下圣法后，哪怕另一位先圣有所青睐，亦很大可能选择沉寂。就像很多巨擘长老只会收1-2位亲传弟子，其他弟子当中兴许也有天赋尚可者，但他们只会其中最优秀的，做出决定后也不轻易更改。可到天圣主没想到短短片刻间，竟又有数道圣辉冲霄明耀，引诱于秦修天灵，如仙人伏顶。其中一道似来自远古洪荒，战意激昂，如战神下凡，生生轰开一方天地。这道圣辉宛若生命不息，斗战不止，令诸多圣地弟子忍不住心生敬仰。这是天斗圣主的斗战9天诀。另一道圣辉更是一道长虹贯日的剑意，此剑一出，纵横天下，放眼9州8荒，无任何锋芒可匹敌。不少圣地弟子满脸惊恐，因为很多人的佩剑哪怕藏于乾坤界之内，都如临圣威感召，剑锋发出劲仰无比的震颤。藏圣剑
道天圣主双眸震撼无比，这位已见到成圣的先圣，成圣之道一路皆是征战与杀伐。相传其曾斩杀过另一尊圣主级别的强者，以此来令自己见到在圣境大成，无敌于一世。这让道天圣主敬畏不已，毕竟圣境强者绝世罕有，而且到了他们那般境地，性命珍贵无比，很有会有以命搏杀。就拿道天圣主自己来说，已经记不清多久不曾动用真正实力了。而这尊藏圣剑是真以是圣成名，甚至别说藏圣剑，此刻秦修感召的每一位仙圣，实力都要在他之上。道天圣主望着秦修那挺拔的身影，不禁暗暗惊错，他也是剑修吗？自己竟然没看出来。要说云霓长不到3年就悟出一缕自己的剑意，便可引巨擘垂青。秦修在剑修一途的资质，引来的却是以剑称霸一世的仙圣传法。苏玉清那双桃花眸也被一片震撼所取代。我这乖徒弟会的还挺多啊。他虽然从未炫耀，但自认天赋亦是相当不俗，否则圣主也不会屡屡忍让惯着他。可以说他就代表着没有圣体的修行者天花板，但秦修感召到的仙圣数量已经超过了他。但这还远没有结束，只见众人还未从上一道圣辉的惊叹中反应过来，便又被下一道冲天而起的圣辉震得双眸升腾。8道、9道、10道，10道强横绝伦，各自冠绝一世的圣辉庇佑在秦修周身久久不散。此刻藏宫阁上下已然是惊骇一片，道天圣主都难以置信，10位仙圣垂青，这已然不输现任圣子易天行了。但易天行是何许出身？太上长老的血脉至亲，其背景和身世绝对位列圣地顶尖，是真正得天地气运加身的宠儿。再反观秦修呢，他虽不会因为出身而有所轻蔑，但也必须得承认真实存在的差距。就例如易天行几岁的时候就被太上长老传授修行的诀窍了，这不是秦修能比的。可身世上的巨大差距非但没有遮盖秦修这尊圣体的光芒，反而在天赋上也尽显无上风采。道天圣主由衷为秦修欣喜，却不见遥在一座山峰，一道孤傲绝伦的身影立于山巅。他黑发飘舞，五官如刀雕剑客，虽显年轻，但眸光竟也隐隐如巨擘那般洞彻云天。正是道天圣地现任圣子易天行。望着圣杯闪耀的10道圣辉，他目光中看不到半点欣喜，反而尽是淡漠。秦修拜入道天圣地，对圣地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但对他来说并没什么值得高兴的。昨日道天顶洞，圣祖垂青，按规矩他也该随圣主一同前去迎接，但他并未出面。原本对于秦修，他的态度是不冷不热，懒得理会。尤其是听说其出身偏远小国，觉醒的还是前所未见的圣体，师尊又是懒散出名的苏玉清，别说超越他，筑基3重的秦修想追上他都不知要多久。还有对圣体的锤炼，估计秦修圣体小成时，他的圣体都可大成。总而言之，哪怕同为圣体，但他并未太把秦修放在眼里。却没想初来乍到第一天，秦修就展现出不输他的惊世天赋。看来用不了多久，圣地就要热闹起来了。易天行淡淡开口，言语间甚微孤傲，似睥睨天下，俯瞰众山小。他缓缓转身，眸中却毫无嫉妒，毕竟他一路创下诸多纪录，打败所有准圣子，他自己便将可冠绝一世，何须嫉妒他人。然而易天行刚迈出几步，远方一道圣辉令云天变色，也令他千锤百炼的圣体为之一颤。11道，而就在他回过神的刹那，又有一道圣辉接冲闪耀，这还是一位圣体圣主的绝学。12道，秦修竟然超过了自己，怎么可能？修炼这么多年，被小国倾尽资源才筑基3重，他的天赋凭什么在自己之上的？易天行没有回头，只是再次迈步离去时，眸中已然泛起一抹敌意。有意思，我会等你追上我的那一天，然后再堂堂正正地告诉你，我才是道天圣地这一世最强。圣体可以有2位，但圣子和圣主只能有1位。与此同时，躲在另一处山脚的燕飞度见到这一幕，眼中满是幸灾乐祸。秦修的到来必然会惹怒易圣子，而且连圣主大人都不知道，秦修可不是什么圣体，而是神体。如果只是圣体，那追赶易圣子需要很久，两人未必会有什么交集。但只要秦修想要令他的神体变强，就必须要闯出一番威名，也将必不可免地与易圣子发生冲突。秦修，现在圣主都宠着你，老夫惹不起。但几位准圣子都败于易圣子的圣体之下，只要你展现出威胁，那就等着成为圣子一脉的眼中钉吧。此刻藏宫圣杯前，一双双目光中满是震惊。12位仙圣传法，所有人都深深清楚，秦修展现出的天赋已然超越了易圣子。道天圣主亦是正神许久，晶庭闪耀的圣眸突然欣喜若狂。好好好，我道天圣地双圣临世，崛起在即。刚才他简直太多虑了。在秦修身上，他才深刻明白什么叫出身微末不是耻辱，今世天赋亦可成圣。
他很期待秦修未来是否也会如易圣子那般屡屡打破纪录，令道天圣地重现辉煌。惊喜之余，道天圣主又狠狠怒瞪苏玉清：看见了吗？本圣主让这么一位圣体拜你为师，你竟然还有脸睡懒觉？你这个时候睡得着觉？有点出息没有？我告诉你，若是因为你耽搁了秦修，可就不是有没有领酒喝的问题了。苏玉清弹唇微嘟，冷玉绝美的俏脸装出一抹可怜，但偷瞄向秦修的修长背影时，那双桃花眸却泛起抹明艳与窃喜。乖徒弟，真给为师长脸啊！他苏玉清也决定自今日起，好生教导秦修，绝不辱圣体之威。倒不是说这么快就能一改懒散，而是苏玉清记得弟子成长优异，师尊也都是有奖赏的。那自己平时舍不得喝的极品灵酒，这回不就有着落了？以后一边花下饮酒，一边指点圣体修行，多么赏心悦目，人生惬意。而就在苏玉清盯着秦修想入非非时，道天圣主却冷静下来，轻声呼喊秦修：秦修，差不多可以挑选你最擅长的圣法了。虽说12位仙圣垂青让他都羡慕不已，但所谓贪多嚼不烂，任何人的资源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必须有所取舍，否则一天行也不会引得10位仙圣垂青。但直到现在才刚开始钻研第3道圣法绝学。念及此，道天圣主还为秦修感到几分惋惜，因为比起一天行，他要追赶的太多了。不说别的，单是20余年偏远小国和圣地太上长老在修行资源上的差距都判若云泥。让他建议的话，秦修最多先挑选2道圣法绝学就可以了。与此同时，秦修的心神沉浸于那片深邃天地间，望着一道道闪烁的圣影，也深知见好就收的道理。这位仙圣代表的是剑法，这位可凝真龙之威，这位以天耀圣火硬汉圣兵。秦修还在考虑，却不知自己刚才涌入圣杯的那道灵力，此刻如一道星河从一位位沉寂的身影面前飘过。他准备先收敛心神，请教夏圣主和师尊的意见。可突然间，秦修发现自己好像出不去了。他心神猛然一颤，在感知这片天地时，发现竟然又有几道圣辉闪耀起来，而且那种被一缕缕圣威拦住的感觉，就是从些圣影传来的。秦修不禁错愕，什么情况？那种感觉就像逢年过节被热情过头的长辈拽住，硬要塞给他一件珍惜无比的宝物，不拿还不让走那种诸位前辈。弟子只是想先询问师尊该从何选起，绝对没有看不起任何一道圣法的意思。秦修有点慌，这些都是历代圣主的圣威所凝，自己选谁不选谁，哪个都得罪不起。可这些圣影非但好似感受不到他的心声，反而还越来越多地闪烁明动，甚至最初闪烁的宇恒圣主、天耀圣主几人的圣影，猛地一阵明耀暴涌，似乎在说这是本圣主先看上的，必须继承我的绝学。越来越多的圣影开始苏醒，他们的圣眸宛若能透过亘古光阴，从秦修刚才的那缕灵力中感受到他的不凡。尽管很多先圣的成名绝学秦修从未钻研过，例如刀法、枪法，但这些圣影依旧争先恐后的闪烁起来，因为他们能感受到秦修的那缕灵力很强，比他们任何人同等境界下都要强横。哪怕有些圣影本就蕴藏着圣体之威，却依旧能感受到秦修的灵力比他们强，而且强的还不是一星半点。他们出身于不同的时代，很多相互之间未曾谋面，但无一例外的全部认为秦修的灵力是他们所见过同境界下最强者。奈何他们只是历代先圣本尊的一缕圣威，在岁月洗礼下只可用来传授圣法，庇佑后世，否则他们定然会猜测秦修不是圣体，因为他们见识过这片天地的最强，甚至很多圣体自己就代表着9天10地间某一世代的最强者。可秦修的这缕灵力让他们重新见识了何为之强，他们被秦修的灵力唤醒，无不希望秦修继承他们的绝学，这让秦修好像被几十位先圣追着传功，心神被东拉西扯，根本出不去，也不给他向圣主或苏玉清求助的机会。毕竟对历代先圣而言，现任圣主和苏玉清都是晚辈，也敢在此指指点点，万一他们说错话，没让秦修选择自己的绝学呢？若是他们在世，绝对要好生惩戒一番。与此同时，道天圣主还等着秦修继承绝学，眼看他没有动静，还在旁劝道：秦修，圣法虽强，可贪多反而会阻碍你的进步，你先选1、2位先圣绝学，都够你钻研几十上百年了。然而他话音刚落，圣杯的光耀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发夺目冲天。嗡嗡嗡，藏宫圣杯所唤醒的圣辉赫然震开云霄，令光霞黯然，圣地一片肃静庄严。诸多弟子在那暴涌争先的圣威面前，除却瑟瑟发抖，便只剩满心敬畏。道天圣主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发生了什么？怎么眨眼间的功夫又感召到好几位先圣的绝学？强如道天圣主一时间都被震撼到说不出话来。而就在他心底惊错的刹那间，又有几道仙圣垂青传法，圣威争辉明闪，应接不暇，并且圣法被感召的速度还越来越快，
甚至一息之间能闪烁起好几道阵势圣辉，也就代表每一息便有好几位仙圣想要秦修继承其绝学。不知何时，藏宫阁前无比的安静，道天圣主怔怔仰望着愈发比烈阳更为耀眼的圣杯，他已然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位仙圣对秦修降下垂青，因为他才刚数清楚，就会又有好几道圣辉冲天而起，惊得他眼花缭乱，满心震撼。轰轰轰，一道道圣辉冲击着在场每一位圣地强者的内心。道天圣主惊错无比，因为秦修此刻已经打破了感召仙圣垂青数量的记录。他说的是自道天圣队开创以来的记录。事实上，如易天行这尊圣体能引得10位以上的仙圣垂青，就已可单重镇到天圣地的重任了。其余人能得一位仙圣传法，便可从此改命，平步青云；能引3位仙圣垂青，便足以誉为当世天骄。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引得历代仙圣如此圣辉相应争鸣。此般惊世之举，简直是未往圣迹绝学，为道天镇圣明。最恐怖的是，圣辉闪耀的数量还在增加，并且越来越快。整座藏宫阁乃至圣地上下都笼罩于诸圣显灵、圣辉滔天的恢宏震撼之中。道天圣主的瞳孔在颤动，他望着因圣辉太过耀眼而隐隐震颤的圣杯，心底突然泛起一股可怕的念头，那便是108道仙圣似乎都因秦修而感召，都想将毕生绝学传授于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刚开始还只是秦修丹田内的不凡感召到宇恒圣主等人，但是现在那些沉睡数万年乃至将绝学流传后却从未有人能继承的仙圣虚影，无不闪耀夺目。大道3000，达者通圣，上百任圣主凭借各自圣法名震一世，他们皆是奥历修行界巅峰的存在，对于传承极为苛刻看重，秉持着宁缺毋滥。毕竟继承他们的圣法，也相当于代表他们的圣威和颜面在世间闯荡。若是天赋不够，他们宁可沉寂上万年。但是此刻，一道道亘古长存的圣影围在秦修身边，似乎要不是担心他二经筑基3重承受不住这么多道圣威，早就全部争先恐后的钻入他的心神，当场传法。可即便如此，上百道圣影也是将秦修围得如众星捧月，亦如无路可逃。藏宫阁前，一位位圣地巨擘飞遁而来，来到圣杯前时都不禁满心敬畏，颤声问道：圣主，到底发生了何事？这圣杯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道天圣主却怔立当场，根本无法回答，因为哪怕是他也镇不住此等场面啊。他虽然是现任圣主，但圣杯里的每一位，那都是他得供奉敬仰的仙圣。道天圣主也很怀疑圣杯是不是有所异常，毕竟今日秦修此举，放眼道天圣地前无古人，后也几乎无来者。如果说20位仙圣、30位仙圣垂青，虽也让他满心震撼，但还能认为是秦修天赋惊世绝伦。可现在所有仙圣境传法，一个人天赋再强，也总该有个限度吧？哪怕是圣体，也不可能融会贯通上百道圣法，各个方面的天赋都可与仙圣媲美吧？只能说所见所闻远远超出认知极限时，任何人都会产生深深的怀疑，一方圣主也不例外。轰！而正当道天圣主忐忑不定时，突然又听一道圣威滚滚的鼎震之音，纵横整座圣地，镇压上百圣辉。这是道天鼎又响了。道天圣主惊错的同时，神色不禁泛起崇敬。他道天圣地的极道圣兵，短短2天竟然响了2次，皆因秦修而引圣祖圣兵降威赐福。道天鼎那蕴藏着无上圣威的鼎音，令整座圣地为之震颤的同时，也让圣杯安静下来。就如道天圣主敬畏圣杯一般，历代仙圣无不对祖师爷尊敬至极。毕竟圣祖那可是开辟一方圣地、通天彻地的强者，这是真正立于修行界之巅，乃至是这片天地初开时的至高存在。一众巨擘，包括苏玉清在内，都面色肃然而恭敬，向到天鼎所在的方向垂手行礼。同时他们也在暗暗惊错，道天鼎为何又有异动？难道是圣祖都被秦修的天赋惊艳到了？嗡！正惊疑间，自道天圣山之巅飞来一道遮天蔽日的圣辉。这道圣辉所过之处，如蕴9天10地之玄通奥妙，内藏世间万物万法之真谛。圣杯之中的上百绝学圣法一同闪耀，似也无法与之争辉。而这道圣辉就赫然飘于秦修眉心之前3寸，静待他伸手便可触之。道天鼎的震动，也终于让秦修能将心神离开圣杯内的那片深邃天地。可他才刚睁开剑眸，就被眼前这道圣辉惊得心弦猛颤。在其面前，秦修第一次感到什么是真正的圣威无边，什么是九州八荒皆以我脚下衡量，日月星辰皆只需抬手摘之。却见到天圣主此刻比他更为惊骇与激动。这是道天万圣诀，圣祖传法，圣祖竟然传法于你！他久居圣主之位的声音第一次因激动而显得沙哑，看向秦修的目光中满是心底按捺不住的羡慕。圣祖传法！一位位圣地巨擘望着立于秦修眉心的圣辉，
震撼到久久难言。这可是道天万圣诀，道天圣祖冠绝天地，纵横一世所流传的绝学，这绝对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功法之一，也只有其他几大圣地的圣祖圣法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秦修这是自圣地开辟以来圣主之下的第一人，仅仅如此，他们还不至于如此震撼，毕竟历来圣子和圣主也有上百位之多。准确的说，应该是自圣地开辟以来，圣祖第一次主动传授道天万圣诀，而且还是在秦修拜入圣地的第一天。仔细看去，道天圣主的身躯都在不禁颤抖。道天顶洞，圣祖传法，这和他乃至一天行的待遇完全是天壤之别。尽管圣祖庇佑后世，立下每一任圣主和圣子都可参拜修炼道天万圣诀的规矩，可这与其说是对他们实力的认可，倒不如说是因地位的一种传承。就好比皇位也会历代传承，每一代都会有人坐于皇位之上，但这并不代表这位国君的能力就足以令皇朝鼎盛。不说有多少守成之君，还有很多是没得选里的选择。道天圣主也很有自知之明，以他的实力，放眼历代圣主，顶多算作一位守成之君。而秦修引得圣祖主动传法，意味着什么？是祖师爷见到秦修的第一眼，就觉得其之天赋颇有自己的风范，或许可祭献自己开天辟地的圣名。